天玄大陆东域，大眼王朝青云城，毕家堂屋内愁云惨淡。难道真的只能免费领个老婆，过那种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生活了吗？毕阳低头望着脚尖，久久无言。毕父深深地叹了口气，对着垂头丧气的毕阳说道：“儿啊，你还是乖乖地接受道盟的安排，去登记领个媳妇吧。两口子安居乐业，好好过日子，不是也挺好的吗？我们老两口养育了你18年，培养了你18年，但你的天资不行，18年了还是五品杂灵根，修为也才炼气3层。这次你被青云仙宗淘汰，其实早在我意料之中。现在你成年了，道盟不会再资助你修炼了，咱们家条件又不好，除了你，还有7个弟弟妹妹要培养呢。今后你想要修炼，就只能靠你自己了。但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18年来你花费了多少资源，你自己也清楚，你真的不适合修仙。”毕阳听着父亲的话，轻轻地点了点头。他作为毕家的老大，知道自家的条件，也不会选择为难父母，一定要在自己身上花钱，让他继续修炼。虽然这个结果让他心里非常的不甘心，作为一个穿越者，毕阳在18年前才穿过来，发现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修仙界。几百年前的一场仙魔大战，导致了人族几乎快要凋零，人类修士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才打败了入侵的妖魔，得以存续。尽管如此，天玄大陆仍有许多妖魔的存在，时常摧城拔寨，掠食血肉。大战过后，幸存的人族修士联合组建了道盟，一边清除着残存的妖魔势力，一边本着人多力量大的理念，鼓励人人修仙，人人生育，从小资助孩子们前往宗门修炼。不过等孩子成年后，只有资质和修为达标的才能继续留在宗门修炼，并受到道盟的资助。至于未达标的，将会被宗门劝退，道盟为他们互相安排道侣，鼓励他们安居乐业，并给予生育补贴。孩子是民族繁荣的基石，你我之力，未来之星，创造后代等于创造未来。这些口号和标语传遍了整个天玄大陆。毕阳就是今年修为没达标，被宗门劝退的这一批青年。他们之中家境好的，可以由家里支持购买各种丹药改善体质，增强修为，修为达标后可以继续进入宗门。而条件不好却还想修炼的，也可以做工赚灵石，自己资助自己修炼，但那样做简直是难如登天。于是大部分人都选择认命，接受道盟的安排，娶妻生子，平凡地度过余生。就在毕阳摇着头心有不甘的时候，他的脑中却突然响起了一道奇怪的声音：叮咚，众仙之父系统绑定成功，多子多福，繁衍越多，你的血脉越强。血脉发育，你和道侣生子过程将反哺对方，增强道侣资质，百发百中。无论是谁，别担心，你包中呢。众仙之父，后代越强，你得到的增幅越多，多子多福。众仙之父，毕阳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敢置信，强压下心中震惊。经过一番研究，毕阳大概的弄明白了这个系统是怎么回事。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儿育女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自己和道侣的修炼资质越高，生出来的子女就越强，子女越强，那么给予自己的增幅也就越多，子女越多，系统的奖励也就越多。而且在和道侣生子的过程当中，还能反哺对方，增强对方的资质，甚至还能百发百中。毕阳十分清楚那条百发百中的含金量。在修仙界中，因为天道规则的压制，天资越高的修士其实怀孕率是极低的，这也是许多修仙大佬们极少有子嗣的原因。无论是谁，你包中的，这系统真的逆天。震惊过后，毕阳的思绪被母亲的话拉回现实。阳儿，娘明白你心气儿高，但人总得活在现实，不能光靠心气活着。家后那老吴家的吴勇你知道吧？他就是不甘平凡，瞒着父母偷偷带了100万灵石的修炼袋，结果呢，不到5年就花光了所有的灵石，不仅修为没有提升多少，反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听说被追债的带到以后，用屁股还了1个月，才勉强凑够了利息。其实啊，成家立业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再看咱们隔壁的牛八，被宗门劝退后，立马接受道盟的安排，娶了个屁股大的娘子，一天天生的可猛了。一个孩子1年就是1万5的灵石补贴，老牛家生育补贴拿到手软，现在都准备纳妾了。听娘的话，别再好高骛远想着修仙了，你也选个屁股大的就硬生，再随便找个工作补贴家用，日子过得也安稳。我跟你爹就准备再生几个，能领一笔是一笔啊，傻孩子。毕阳点了点头，父母说的都没错，天资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和终点。这修炼的灵根分天地、阴阳、五行，其中又有诸如剑灵根、刀灵根等等变异的品种，每种灵根还分1到9品，9品最低，1品最高。而毕阳就是5品灵根，还是个不入流的杂灵根，可以说是另一种程度上的跳脱五行外，不在天地中了。他现在的资质太差，就算是强行修炼，也只能是白白浪费资源，根本不会有什么作为。但现在不行，不代表以后不行。尤其是毕阳现在有了多子多福系统，
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只要他找到志同道合的道侣，难道还怕仙路断绝不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阁下可曾听闻生子仙人？杨儿，你已经长大了，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你想好了吗？看着一直沉默不语的碧阳，父亲毕广东忍不住叹了口气。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碧阳还是选择继续修行，身为父母，也只有尽量的给予他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毕母刘氏对视了一眼，老两口正准备说出那句我们支持你的选择的时候，碧阳开口了：爹娘，我想好了。碧阳抬起头看着满脸期待的爹娘，再也不见了之前的颓丧，眼中闪着光，平静地宣布：我打算接受道盟的安排，选择一位道侣，成家立业。毕广东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惊喜和欣慰。真的？杨儿，你真的想通了？碧阳认真的点头，掷地有声的说道：没错，不仅如此，我还要生子纳妾，多子多福。爹娘，我现在志向变了，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将是我新目标。我要娶老婆。好好好，我就说杨儿不是那不懂事的孩子。毕广东紧绷的脸忽然喜笑颜开，连喊了3声好。做父母的都这样，不管你以后孝不孝顺，只要能体谅父母难处的都是好孩子。母亲刘氏也是笑容满面，拉着碧阳的手说道：好啊，这就对了，等你选好了娘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等有实力了再多娶几房小妾，这也是一种成功嘛。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把道盟分配媳妇的王仙师喊来，到时候你挑一个狠狠的生。看着懂事的碧阳，母亲刘氏十分欣慰，连忙丢下2句话就风风火火的出了门。临走前还特别交代碧阳，记得选个屁股大的。碧阳在碧阳的父母心里看来，儿子终于懂事了，没有被那虚无缥缈的修仙梦给冲昏了头脑。只要接受道盟的分配，就意味着有了稳定的工作、合适的伴侣以及源源不断的生育补贴。咱们普通人嘛，就应该按照普通人的人生轨迹，这才是最幸福的。明明是个普通人，却妄想着能一飞冲天，那简直是在给自己的平凡生活增加难度。老两口也不是不愿为碧阳付出，但他得是那块料。如果他真是个天才，为人父母的，哪个不希望子女出人头地呢？说起这道盟分配伴侣一事，其实和前世蓝星的相亲形式差不多，合适就在一起，不合适继续选，选到你合适为止，反正一定给你分配上，不仅不需要你花1分钱，还给你免费分配一套住房。母亲刘氏很快就回来了，身后还跟着青云城中道盟的执事。杨儿啊，老头子，快出来，选媳妇了。听到母亲大笑的声音，毕广东连忙拉着碧阳走出堂屋，来到自家院中。院子里，一位仙风道骨的长须道人傲然而立，母亲刘氏正看着道人，笑得合不拢嘴。看到碧阳出来，母亲刘氏赶紧介绍道：阳儿，快来见过道盟的王仙师。碧阳紧走2步来到道人近前，施了一礼，道学生碧阳见过王仙师。仙师劳累了，不如进家中坐坐，喝口热茶。王仙师看着彬彬有礼的碧阳点了点头，伸手捋了捋长须，一表人才，不错不错，坐就不必了。说着，他掏出3块玉简，灵力注入后，大手一挥，道：看看吧，有喜欢的可以聊一聊。玉简被灵力激发，每一块都发出一阵蓝光，蓝光中3位女子的样貌和信息跃然其上。王丽，19岁，9品杂灵根，炼气1层，无负债，性格温和，注重道侣之间的感情，匹配成功后可分配农场工作，想要一个孩子。张娟，19岁，无灵根，无修为，无负债，活泼开朗，颇有家资，喜欢孩子，匹配成功后无需工作，想要3个孩子。周诗雨，22岁，6品水灵根，炼气8层，负债修炼贷50万灵石，成家后需男方共同承担一半，生育意愿强烈，想要好多孩子。毕广东和刘氏也在仔细观看玉简上的信息，当他们看到前2个女子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个王丽和张娟都挺不错的。是的，和杨儿年纪差不多，正是生育的好年纪。老头子，我更喜欢张娟，颇有家资不说，关键是她屁股大。转头他们却发现碧阳正对着周诗雨的信息若有所思，连忙摆手说道：杨儿，你可别乱选啊。碧阳摇了摇头说道：爹娘，我觉得可以先见一面再说嘛。傻了吧你。毕广东连忙呵斥，这个周诗雨虽然长得漂亮，但是她有50万灵石的修炼贷啊，你知不知道50万灵石是什么概念？你就算不吃不喝，一辈子也还不完啊。母亲刘氏也是急声劝阻：杨儿，别看这上面写着你承担一半，到时候你们成了一家人，这50万肯定是一家人一起还的。这种女子就是个没人要的老大难，我看她根本是找个人一起背债的。你是疯了才会去填这个窟窿。杨儿，
你听娘的话，她这女子就跟咱们家后的吴勇一样，心气高得很，心里还想着修炼，还想着成为真正的修士，她不会跟你安心过日子的。她还是炼气8层的水灵根，你管不住她的。你们要是成了家，她会想尽办法让你掏零食，拿资源，吸干你们这个小家庭的血，去供她一个人修炼。最后资源用完了，零食花光了，人没了，家也没了，日子过得一塌糊涂。而且她都已经22岁了，比前面2个少了3年的黄金生育年龄，那可是3个孩子啊。我看呐，还不如选那个张娟，我儿一表人才，帅气逼人。若是能和她在一起，连工作不用，闭着眼睛生孩子，拿补贴，日子逍遥自在。毕父和刘母叽里咕噜地劝着碧阳冷静，在他们看来，碧阳选了那个周诗雨，简直比他自己借贷修炼还要愚蠢50万灵石的外债，加上利息，至少得60多万了，那得生多少孩子才能还完啊？碧阳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其实蛮想选这个周诗雨的，理由就是自己的众仙之父系统，伴侣越强，生出来的后代也就越强，那么给予碧阳的奖励和增幅也就越多。而这个周诗雨是6品水灵根，炼气8层的修为，可以说和仙宗的及格线仅有1线之隔，也许他的修炼资质是碧阳目前能接触到的最高的资质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碧阳才想选择这个周诗雨。可就像父母所说的，这50万灵石的债务的确也是个大难题。思来想去，碧阳还是决定先和这个叫周诗雨的女子接触一下，毕竟自己要的就是强力伴侣，然后生儿育女，多子多福。他的眼里现在就只有众仙之父系统，也只有系统才能帮助他出人头地。如果不选周诗雨的话，其他2个灵根太差，根本帮不到碧阳什么。而周诗雨生育的意愿强烈，说明就是想通过拿生育补贴来还债的，这对碧阳来说倒是一拍即合的好事，毕竟他生孩子就能变强。只要碧阳有实力，灵石都是小事，总会搞到的。不过若是了解后发现对方不愿意生孩子，那他肯定也不愿意当龟男。见碧阳一意孤行，毕广东气得差点2眼一黑，母亲刘氏更是气急败坏的表示，你就是看人家长得漂亮。碧阳只能无奈地说，爹娘，我真不是冲着她漂亮的外表去的，而且我只是和她先谈谈，并没有说一定要选她，你们的担忧有点操之过急了。二老见碧阳主意已定，尽管认为50万灵石的外债没有什么好谈的，却也只能唉声叹气，眼睁睁地看着碧阳跟着王仙师走出了家门。青云城道盟驻地，2人见面的地点就被安排在了道盟驻地的一处小房间里。碧阳先到一步，他刚坐下没多久，房门便被轻柔地推开，一个高挑曼妙的身影走了进来。碧阳抬头一看，只见来人长着一张堪称祸国殃民的脸蛋，白润如玉，琼鼻高挺，朱唇嫣红，一对璀璨若星的眸子如含春水，身上穿着一件本该是特别宽松的白色道服，却被他穿得极有韵味，根本掩不住他那极具冲击力的身段，愣是将宽松的道服撑出了浑圆饱满的圆弧线条。一句话，此女有大地之姿。愣了一下，碧阳率先反应过来，来人正是那位周诗雨，只是他比预检中的形象还要美上几分。2人互相问好后，没有多余的话，碧阳直截了当问出了他最关心的话题，如果成家后，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几个？房间里气氛尴尬。碧阳在打量周诗雨的时候，周诗雨也在观察着碧阳。眼前的年轻男人看上去清秀俊朗，外貌上确实很优秀，就是说话直白了点，哪有上来就问人家什么时候生的。不过现在时势比人强，因为家里的不支持，认为他浪费了太多资源，周诗雨甚至贷款了50万灵石，只为了能出人头地。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灵石继续去购买各种修炼资源了，所有的灵石都花光了，也没能达到青云仙宗的录取线，家里人也明确的表示不会替他偿还1分钱的贷款。根据道盟的规定，像周诗雨这种无力偿还贷款的修士，如果不听从道盟的安排成亲生子，唯一的下场就是被送去强制劳役，直到偿还所有债务为止。那样的日子简直比死还要可怕。周诗雨也没办法，只能走上成亲生娃、薅补贴还债的路子了，这是他唯一的出路。只要有人能同意和他一起偿还债务，他做什么都行。2人沉默对视，最终还是周诗雨打破了沉默。对于碧阳的问题，他主动说起了自己的情况。相信你已经了解过了，我今年22岁，50万灵石的负债需要共同承担，这笔债务我已经申请了5年的免息期，这5年内不需要还，但5年后至少需要偿还一半。不过有个好消息，那就是我的修为就快突破到炼气6层了，灵根也快达到了5品，只要能达到5品水灵根，并突破炼气6层，我就能进入青云仙宗，拿到道盟的资助继续修炼，赚取更多灵石。因此我希望在5年内多生几个孩子，但是你也要去打工，用联盟发放的补贴和你的工钱助我突破，到时候我进入。停！碧阳紧急打断了他的话。说实话，碧阳真的快被周诗雨给气笑了，什么修仙界小仙女，自己什么情况看不清，
还在提要求。碧阳笑着问他：“你这是第几次分配道侣了？”周诗雨心里一沉，咬着嘴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管他回不回答，碧阳接着说道：“你不行就是不行，如果你行早就行了。50万灵石不是一笔小数目，你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成功，凭什么觉得仅靠着那点育儿补贴就能行？可是我觉得最多只要3年，我一定能进入仙宗的。”周诗雨倔强地反驳道：“哼，你一定觉得自己向道之心很是坚毅对吧？”碧阳摇了摇头：“那你进入仙宗之后呢？以你的资质，恐怕还是要花钱才能修炼，而且凭你50万灵石还没进入仙宗的资质，那笔钱更加是笔天文数字。没有钱，你一样会被宗门淘汰，到时候你怎么办？就靠生孩子，你能生几个？你是人不是猪，一胎没有12个，醒醒吧，还在做梦。你不要以为分配1个不行就10个，10个不行就100个，总有人会接受你的条件。我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愿意接受分配道侣的，哪个不是想过安稳日子的？你一心向道，成家后都不安分，谁敢拿一家人的未来在你身上赌？你这就叫做绝对自私。”碧阳毫不客气地戳穿了他的心态。事实上，碧阳说的没错，周诗雨还真就这么想的。他觉得就凭自己的长相，总有人会为了他赴汤蹈火，却没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是啊，都是要靠道盟分配道侣的人了，有谁会愿意为了他的梦想而奋不顾身呢？真有这种实力的，早就培养自己进入仙宗了，何必来为一个外人背债？剩下的都是没有实力也没有能力的人才会接受道盟的分配，准备接受庸庸碌碌的平凡生活。碧阳一语点醒梦中人，周诗雨愣在了那里，眼中的光也渐渐消退了。见时机成熟，周诗雨显然明白了自己话里的意思，碧阳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提个议，你能接受咱们就聊聊，不能接受就别浪费时间了。我可以承担你1半的债务，甚至是全部的债务，但你也必须给我生儿育女，生孩子这件事必须听我的，不许有任何借口推脱。2，道盟发放的育儿补贴必须存起来用来偿还债务，这件事没得商量，否则5年后还不起25万灵石，全家都得陪你去劳役。3，你不要想着私下借贷修炼，否则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你休了，1分钱都不会给你出。4，关于你修炼的事，或许我有办法能助你突破，还不用你负担任何1分钱，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只要保证自己能一直升就行了。”说完，碧阳好整以暇地看着错愕的周诗雨，对方眼神闪烁，似乎正在激烈的权衡。事实上，第4条才是碧阳真正想要告诉周诗雨的。他的众仙之父系统里就有一条：血脉发育，你和道侣生子过程将反哺对方，增强道侣资质。但他没有办法明说，只能先拿出来吊着周诗雨，看他会不会动心。在碧阳看来，这女人向道之心如此坚毅，甚至不惜欠下50万灵石的修炼贷，他一定会心动的。果不其然，周诗雨仔细地打量了碧阳一眼，发现他不过是5品杂灵根，还只是炼气3层的修为，不由得疑惑地问道：“你有什么办法？”碧阳摇了摇头道：“你觉得我现在会告诉你吗？你不用怀疑我说的话，我说有办法就一定有办法，你只要思考你自己的问题，在心里问问自己，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如果你觉得有，那你大可以一走了之，我也不用为你背上50万灵石的债务。”周诗雨闻言天人交战，他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家里的不支持，也没法再增加新的债务，连1分钱都借不到了。之前分配的人听到他的情况，全都是掉头就走，唯有碧阳向他开出了条件。事实上，若是身份互换，就连他自己都不会接受自己提出的这种条件。他秀眉紧皱，贝齿轻咬红唇，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为什么？为什么要选我？周诗雨美目紧紧地看着碧阳，像是要看透他的内心，但对面那个清秀的男人神色自若，眸光似水，并无半点波澜。碧阳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我喜欢孩子，越多越好，而你的生育欲望强烈，我很喜欢。你确定你很能生吗？”周诗雨顿时耳朵发红，咬着银牙回道：“能，生就生。”认清现状后，他已经豁出去了。对面那个眉清目秀的家伙满意的点了点头。周诗雨绝美的容颜染上了一层绯红，他小声地问道：“你打算生多少？”碧阳伸出了一个手指。周诗雨皱眉：“1个，10个。”碧阳摇了摇头：“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喜欢孩子，越多越好，所以我的意思是一直生，生到生不了为止，一直生，生到生不了为止。”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在周诗雨的脑海中炸响。他猛地抬起了头，望着碧阳的美目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羞愤、错愕、荒谬，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绝美的容颜红得像是要滴血。虽然我是欠了很多修炼贷是没错，但是也有点太贪婪无度了吧。说实话，能生10个都
都已经是周诗雨能想到的极限了，还一直生，有这么能生吗？这是把他当成什么用了？对此碧阳却不以为然，直言这才是真正的生生不息。10个孩子是周诗雨的极限，却不是碧阳的极限。在他看来，一个孩子1年补贴15000的零食，周诗雨50万零食的债务，10个倒是差不多能还清，但10个是肯定还不清的。生下来你还得养不是吗？周诗雨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提醒道：我可是即将5品的水灵根，没那么容易就怀上。碧阳摆了摆手：那你别管，我包中的。周诗雨一阵无语，从碧阳那清澈的眼神里，他能感受到这个男人说的话是认真的。与此同时，一个疯狂的念头却在周诗雨的心中升起，或许这才最稳固的人选，一个对生儿育女有着近乎偏执渴望的男人，和一个为了偿还债务可以不惜一切的女人。他们的追求虽然南辕北辙，但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却出奇的一致。孩子越多，生育补贴也就越多。他偿还了债务，他得到了孩子，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即便是碧阳最后没能帮助自己突破境界，但只要能摆脱这座沉重的压得他喘不来气的债务大山，也值了。想通了这一点，周诗雨紧绷的身体反而放松了下来。他正视着碧阳的目光，最后说道：可以，但我最后还是有个条件。你说。碧阳平静地看着他，似乎早就料到他会同意。孩子我可以生，但是如果你没能帮我突破的话，我希望能在偿还完全部债务后继续修炼。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包破的。碧阳点头，毫不犹豫。周诗雨一愣，这句话有点奇异，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多了。说完了吗？碧阳问道。周诗雨点了点头，那就没问题了。碧阳笑了笑，我最后提醒你一点，不要想着咱们是在做交易，把它想象成一家人齐心协力的过日子，这样的话你的心里会好受点，反正和过日子也差不多，对吧？如果你不愿意这么想也没关系，咱们也是一种另类的合作。既然咱们都说好了，那么就不必再磨叽了。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想就从今晚开始吧，毕竟早一天怀上，咱们就能早一天拿到道盟的补贴，不是吗？碧阳的话如同一记重锤，彻底击碎了周诗雨的最后一丝矜持。是啊，都是为了补贴，那还说啥呢？看着碧阳伸出的手，那只手干净修长，骨节分明。周诗雨沉默良久，最终还是伸出纤纤玉指与他轻轻一握，成交。接下来的流程快得惊人，两人连家都没回，直接在道盟王仙师的见证下发下了心魔大誓，并签订了道侣契约。王仙师看着碧阳的眼神充满了敬佩，好小子，你可真行。碧阳明白王仙师是把自己当成背债侠了，但有些东西没法解释，只好一笑了之。接下来碧阳二人领取了住房，便结伴回到了毕家。毕广东和母亲刘氏看到碧阳身旁的周诗雨，在听到碧阳已经和对方结为了夫妻道侣后，差点背过气去。母亲刘氏拉着碧阳走到一旁，恨铁不成钢地骂道：糊涂啊，雅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50万零食的巨额债务，你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啊？面对母亲的埋怨，碧阳也只能挑他喜欢的说：娘，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立即生孩子，他的生娃意愿非常强烈。放心吧娘，他屁股大。毕广东也是重重地叹了口气。儿啊，既然你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跟你娘也只能祝福你们了。只是身上背了债，日子就得勒紧裤腰带。你们小两口过日子一定要精打细算，我们老两口也老了，帮不了你们什么。碧阳无语地看着自己的亲爹，您老了，昨天还说要再生几胎呢。事已至此，木已成舟，父母二人也只能由着碧阳去了。不过在听说周诗雨愿意立即生孩子，并且不办任何仪式，一切从简后，倒也算是有了些宽慰。父亲毕广东还神秘兮兮地对着碧阳表示：儿啊，爹最后交代你一句，倒立能增加成功的概率，记得让他倒立啊。我的儿。母亲刘氏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大餐，二人在毕家吃了顿饭，算是简单的认了认亲。我父母那边，他们对我早已失望透顶，尤其是我偷偷借了修炼袋，背上了一身巨债以后，他们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再管我了，所以我家那边的见面环节可以省了。这是周诗雨的原话。碧阳心中暗暗点头，这样更好，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人情往来。他对那些繁琐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有了系统以后，碧阳的目标就只有一个，生儿育女，越多越好。饭后，碧阳带着所有的行李和周诗雨一起来到了道盟给他们安排的新家，拐子路888号。3间卧房，1间堂屋，甚至还有前厅和后院，位置和布局都很不错。仙魔大战以后，天旋大陆地广人稀，大片的房屋空置，无需房贷，无需房租，成家就给。待到周诗雨将主卧的房间布置完毕，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去洗洗吧，咱们早点休息。碧阳故作平静地说道。
周诗雨有些羞涩，轻轻地应了声，便飞快地离去。半个时辰后，当洗漱完毕后，只穿着一件薄纱的周诗雨再次回到卧室，发现碧阳正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他，顿时紧张地握紧了双手。昏黄的光线下，刚刚沐浴完毕，湿漉漉的乌黑长发随意散落在肩上、胸前，浑身还氤氲着温热水汽的周诗雨，仿佛一朵浸润了夜露的睡莲，带着纯净又撩人的气息。他身上只罩了一件极薄的素色轻纱，质地轻盈通透，仿佛只是蒙在他玲珑玉体上的一层朦胧月光。薄纱下，每一寸曲线都无所遁形，在纱下倔强地透出诱人的轮廓，划出惊人的饱满弧度，裸露在外的修长双腿光洁如玉，还残留着沐浴后的粉嫩光晕。碧阳看着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周诗雨，看得吃了、醉了、呆了、傻了，不由得咕咚地咽下一团口水。在静谧暧昧的房间里，清晰可闻。那个我，周诗雨低着头，双手不自觉地绞着纱衣。我还是第一次。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在洗漱的时候也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但真的到了这一刻，也难免会感觉到紧张和局促。碧阳看着紧张不安的周诗雨，这个之前一直表现得很稳重的女人，此刻却像只受了惊的小兔子。看到周诗雨局促不安的样子，碧阳只能尽量平静，不给她太大的压力。很晚了，上来吧。周诗雨闻言，娇躯微微一震，抬起头有些复杂的看了碧阳一眼。碧阳率先掀开了被子的一角，犹豫了几秒后，周诗雨低着头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小心翼翼地躺了进去。两人之间隔着一点距离，却仿佛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和心跳。你要是紧张，就把眼睛闭上，放轻松。碧阳轻轻靠近周诗雨，能感觉到美人身体非常的僵硬，像一张拉满的弓，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柔仪，有些冰凉。周诗雨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在抖动，显示出内心的不平静。看着她绝美的容颜，仿佛是仙女折尘，又像是睡莲绽放，碧阳再也忍不住了，俯身而上。许久，狂风骤雨停歇，空荡的世界只剩下略微粗重的喘息声。周诗雨蜷缩在被子里，背对着碧阳。碧阳看着他的背影，并没有着急继续，他不想逼得太紧了。正想说些什么，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咚，恭喜宿主达成家有一期，迈出了成为众仙之父的第一步，获得奖励混元一气斩魂咒，道法神通，以全身灵力灌注，可催发于自身5倍战力的一道禁咒。混元一气斩魂咒，碧阳眼前一亮，这个道法神通似乎不俗，以他目前的实力，5倍自身战力，保守估计最少也能爆发出炼气8、9层的实力。获得奖励凝元丹星号100颗，快速补充体内灵力，增强体质，服用后瞬间灵力充沛。凝元丹这个奖励也很不错，正好配合混元一气斩神咒使用。碧阳咧开嘴角一笑，混元一气斩神咒虽然威力霸道，但催发的代价却是以全身的灵力灌注指尖，一击过后很容易造成自己陷入灵力不支的困境，万一没能彻底斩杀对手，后果不堪设想。而现在有了100颗凝元丹，则不必担心使用禁咒后体力不支了，一颗能够将灵力瞬间补满，至少可以使用100次禁咒，再无后顾之忧。当前道侣周诗雨6瓶水灵根，炼气8层，百发百中，好运几率。系统任务已发放仙子好运，让道侣成功好运，奖励宿主修为提升1层小境界，灵根提高1品。看到最后，碧阳心头狂喜，居然还有系统任务，成功的让周诗雨怀上的话，将提升自己的修为到炼气4层，5品杂灵根也能提高到4品杂灵根。好运几率1/10，也就是说还差9次就能让周诗雨成功好运，得到奖励。碧阳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了身旁的周诗雨，眼中战意暴涨，瞬间干劲十足。周诗雨依旧背对着碧阳，好像是睡着了，但碧阳却能敏锐地感觉到，他那看似放松的身体下，依旧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呼吸并不平稳。一日夫妻百日恩，做夫妻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恩爱？碧阳觉得他们还不够恩爱，于是没有一丝犹豫，他轻轻地将手臂试探性地还了过去。周诗雨察觉到后，娇躯明显地抖了一下，声音有些惊慌。你干嘛？碧阳听到他声音中慌乱的情绪，却并未在意，反而更加贴近了一些。诗雨，他压低了声音，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意味，在他的耳边轻声道：我觉得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温热的呼吸喷在耳畔，让他忍不住一阵战栗。夜很长，仿佛没有尽头。很快又是3日过去了，夜还是很深。碧阳的呼吸也有些粗重，身体涌上了疲惫感。后面还有机会，不急于一时，他在心里告诉自己。碧阳正要开口告诉周诗雨他们先停战休息一下，或者明天继续努力，却看到身下的周诗雨原本紧闭的双眼不知何时已经睁开了。那双本来清冷的美目，此刻却水光潋滟，
周诗雨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正媚眼如丝地看着自己。碧阳微微一愣，下一秒，周诗雨的动作却让他彻底地瞪大了眼睛。只见他嘴角勾起了一抹不知意味的浅笑，两只玉藕一般的白皙手臂一用力，竟然一个翻身将位置转了过来。周诗雨俯视着碧阳，汗水沾湿了她的秀发，带着淡淡的馨香。我觉得，美人发出了一声低吟，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却意外的动听。你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一下。碧阳，他看着周诗雨，眼中闪烁着与之前全然不同的风采，味道完全变了，像是熟透的蜜桃。碧阳这时候才猛然想起，他可是炼气8层的6品水灵根啊，身体素质超棒的，自己竟然还有余力操心他能否承受恩泽。看着周诗雨那不容拒绝的姿态，碧阳只觉得热血再一次涌上了头。雨一直下，夜似乎更长了。3个小时后，周诗雨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发出一声满足的轻哼，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性感。他侧过头，看着身旁哈哈哈喘着粗气的碧阳，嘴角勾起了一抹好看的弧度。今天就这样吧，周诗雨轻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体恤，还带着一丝小小的得意。碧阳长舒了一口气，气喘如牛。他偷偷地看了一眼脑海中的系统面板，9次了，整整9次了，只差1次就能完成任务了，就差临门一脚。想到马上就能完成系统任务，领到那丰厚的奖励，碧阳只感觉一股新的力量从内心深处涌现。调整了一下呼吸，碧阳的眼神在瞬间重新变得锐利了起来，看着身旁的周诗雨，他语气坚定地说道：不行，我们得再来一次啊！周诗雨闻言睁大了那双水汪汪的美眸，惊讶地看着倔强的碧阳。刚刚他明明已经像是强弩之末，怎么突然又精神了呢？你行不行啊？周诗雨的语气带着一丝担忧。要不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明天给你煲个汤补补再说。说到煲汤，周诗雨的俏脸顿时烧了起来，泛起潮红。她什么时候想过要煲汤给男人喝？哎呀，自己现在已经是他的道侣了，都是知根知底的人妻了，煲个汤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碧阳虽然实力和资质差了点，但好歹天资不俗，着实让周诗雨刮目相看。特别是他那不服输的劲头，让他莫名的还有些欣赏。就在周诗雨胡思乱想的时候，碧阳已经再次翻身，重新占据了主动。美艳娇妻被他突然的动作吓了一跳，下意识的惊呼出声：你真的还来啊？语气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期待。1个时辰后，天色微亮，雨停风止，碧阳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感觉自己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咆哮，心跳的像是在肋骨。就在他精疲力尽，几乎要昏睡过去的时候，一道系统提示犹如强心剂打在了他的心里：恭喜你，道侣好运达成，获得奖励，修为提升1层小境界，灵根品质提高1品。下一秒，碧阳的体内骤然爆发出了汹涌的灵力洪流，经脉中仿佛被注入了滚烫的熔岩，剧痛与炽热交织着，席卷全身。那是从炼气3层强行突破至4层的狂暴能量。丹田气海疯狂的旋转，一股前所未有的清凉感骤然贯穿脊椎。多年都没能精进的修为，此刻就仿佛是堵塞了多年的河道被山洪冲开，灵力奔涌，再无滞塞。碧阳颤抖着握拳，灵气随心一流转，如臂使指，狂喜如惊雷一般在他的心中炸响。这就是系统的奖励吗？一夜破镜，脱胎换骨。周诗雨神色复杂地看着碧阳，10次啊，整整10次。今夜这个男人给了他10次的惊喜，而相比惊喜，更让他感到惊喜的是，每一次都有一股精纯的阳气反馈自身，不断的在体内循环往复，滋补经脉与道基。终于在10次过后，他因为资源耗尽而停滞了许久的修为成功的突破了。现在他正式的迈入了炼气9层，就连先前那本就处在6品巅峰的水灵根也被洗进了杂质，顺利的提升到了5品。周诗雨红唇微张，美目圆睁，有些不敢置信，这种事居然还能帮助自己提升修为不成？他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修为居然会因为这种方式突破。原本他只是打算生个孩子，后来却意外的感觉还怪美妙的，最后惊喜的发现连停滞的修为都突破了。这简直是3重惊喜，3倍的美妙了。周诗雨的思绪被身旁如雷般的鼾声打断，那个男人终于疲惫不堪的睡去了。望着碧阳那清秀俊朗的侧脸，他不由得伸出了白皙修长的手指，轻轻地为他拂去了脸上的汗水，眼中流光转动。原来你说可以帮助我修炼和突破，我还以为你在骗我，只想让我和你生孩子而已，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你就是打算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吗？说到这，周诗雨莞尔一笑，绝美的容颜如同仙莲绽放。我开始期待咱们以后的日子了呢。唉，想到这，他又叹了口气，这个男人还真让自己看不懂。望着碧阳略显苍白的嘴唇，
周诗雨悠悠地说道：“看来明天真的要给你煲个汤了。”日上三竿，碧阳是被一阵浓郁的食物香气给唤醒的，那香味霸道地钻入他的鼻孔，勾引着他早已饥肠辘辘的肠胃。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陌生的天花板。哦，不对，这是新家的天花板。一阵身体被掏空的酸软感觉萦绕上碧阳的心头，提醒着他昨夜的激情与疯狂。你醒了。一个略带清冷又不失温柔的声音传入耳畔，碧阳视线下移，正巧对上一双如水般清澈的眸子和那张绝美的笑靥。美人穿着一件居家的连衣裙，长发随意地挽在脑后，露出精致的脸庞，正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正是自己的新媳妇周诗雨。阳光透进窗户，洒在她的身上，给她曼妙的身材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少了几分平日的清冷，多了几分人妻的温婉。碧阳看得有些发怔，这个场景是他从没梦到过的，心中不由涌起了一种温馨和安然的感觉。周诗雨看他不说话，只是两眼直直地看着自己，俏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碧阳这才发现自己刚才魔怔了，都没回答娇妻的话，连忙点头应声。你什么时候醒的？周诗雨转身从厨房端出来一个砂锅，小脸红扑扑地说道：“我早就醒了，还去外门买了菜，煲了汤。你醒了就快过来喝汤吧，昨晚你消耗太大了，得补补。”碧阳闻言老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刚一下床站稳，就感觉双腿有些发软，腰部也传来阵阵的酸痛。哼，我是该补补了。听到碧阳的自言自语，周诗雨嘴角不易察觉地向上弯了弯。碧阳见状，连忙尴尬地溜去洗漱了。待洗漱完毕，碧阳只在腰间围了一条浴巾就走进了房间。经过昨夜的辛勤耕耘，不仅是修为和灵根都提升了，她的身体素质也跟着水涨船高，身材线条比之前更加明显流畅，隐隐约约的又帅了一点。周诗雨已经帮他盛好了饭，扭头看见他精壮的身体，想起了昨晚他在战场上挥汗如雨的场面，呼吸猛地一滞，脸颊不受控制的疼一下红了。虽然已经22岁了，但初经人世的他仍然像个少女。他慌忙转开视线，心脏不争气的砰砰乱跳，耳根也在发烫。昨晚光线太暗，现在才发现这个男人身材好像还挺棒的。碧阳大大咧咧地坐到餐桌旁，就准备开吃。他实在是太饿了，谁知端起碗来一看，嚯，好家伙，碗里全是红彤彤的枸杞。碧阳错愕地看了一眼周诗雨，对方嘿嘿一笑：“快吃吧，这是固元汤，听说是很补的，对你恢复体力很有帮助。”说到最后，他的声音低了几分，红彤彤的小脸像个熟透了的蜜桃。碧阳哑然失笑，这个看似清冷的美人倒是有些出乎意料的贤惠。褪去了仙子光环的她，此刻更像个过日子的女人。二人很快将饭菜一扫而光，满足地放下碗筷，看着周诗雨利索地收拾碗筷，碧阳心中一暖。你做的菜很好吃。碧阳抬起头，认真地看着他忙碌的身影。谢谢你，诗雨。周诗雨似乎真的已经带入到了为人妻的角色，听到碧阳的话，他低声道：“谢什么？咱们是道侣，也是夫妻，这些都是应该的。”道侣，夫妻。碧阳在心中默念这两个词，一种奇妙的感觉在心中悄悄滋生。看着美艳的娇妻，碧阳不免诞生了一抹柔情，他的眼神温柔又专注，毫不掩饰地夸赞道：“诗雨，你真好看。”少贫嘴。周诗雨感觉自己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脸上好像一直在发烫。他白了一眼碧阳，心里却莫名的有了一丝甜蜜，那语气中似乎还带着一点喜悦和娇羞娇妻害羞的模样，让碧阳忽然感觉邪火上升，顿时昂首挺胸，心中一惊。不是，这固元汤这么补的吗？看着明艳动人的周诗雨，碧阳柔声问道：“娘子，昨夜过后有没有感觉自己修炼方面的进步很大？”周诗雨闻言，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疯起来的自己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低着头声若细纹的回了句：“是挺大。”昨夜过后受到阳气滋补的他，修为精进了不少，体质也增强了，就连皮肤、身材、气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像是脱胎换骨一般，宛若新生。碧阳点了点头，有进步那就是好事，这种事不能只是自己受益，自己的女人也要因为跟着自己而越变越好，这样对他们来说才算公平。周诗雨在外人面前很是清冷，宛若谪仙，气质出尘，但经过昨夜的交流以后，现在在自己面前又是另外一副柔软的一面，让碧阳对他很是满意。若是以后的老婆们都像他这么通情达理就好了。抽空看了一眼静悄悄的面板，碧阳忽然心头火热了起来。周诗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以后只需要安心养胎就好了，道盟的补贴、系统的奖励都会有的。现如今应该继续多找几个老婆，开枝散叶，要生根，要发芽，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想到这，碧阳一口干完了手中的爱心固元汤，一抹嘴巴，对着美艳娇妻说道：“娘子如此良苦用心，那为夫必须要和你再修炼一会儿了。”“我不要了，饶了我吧。”卧室中，
周诗雨花枝乱颤，连连求饶。极致的放纵之后是极度的虚弱，他现在有点后悔帮碧阳煲那锅汤了，这家伙简直生猛如龙，哪里还需要补？碧阳看着美艳娇妻不堪的模样，嘴角扬起了一抹坏笑。不要了，那也行，不过你叫我什么？周诗雨媚眼如丝，眼神迷离，他贝齿轻咬红唇。你想我叫你什么？碧阳嘿嘿一笑，俯身在他耳边低语了一句。不行，这个不行，你换一个吗？周诗雨脸红得像滴血，这个家伙居然让自己叫他那个，真不像话。碧阳哈哈大笑，也不强求。那就叫夫君吧，这总强了吧？周诗雨歪着脑袋可爱地看着碧阳，虽然二人已经成为了道侣，也有了夫妻之实，但却还未曾以夫妻相称。他一向脸皮薄，平日里的清冷模样也是一层为了掩饰自己的保护色，其实他心思细腻，柔情似水。虽然心中早已认命，带入了人妻的角色，但真让周诗雨这样当面喊出夫君二字，他还真有些叫不出口。摇了摇真手，周诗雨害羞地说：我叫不出来，你都还没叫我娘子呢。碧阳闻言立马柔情蜜意地呼唤道：娘子，娘子，我娇美的娘子。耳边听着碧阳温柔的呼唤，热气直往耳朵里钻。周诗雨的心底涌上了一层甜蜜的感觉，他嗫嚅了半天，最后在碧阳的注视下才声若细纹地喊出了一句：夫君。这句柔柔弱弱的呼唤让碧阳如坠水中，他温柔一笑，伸手将美艳娇妻揽入了怀中，感受着彼此的温度。这一刻，两人心里都有了一种莫名的安心与安宁。良久，夫君。周诗雨率先开口，他用手指在碧阳精壮的胸膛上画着圈。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打算？关于为何二人行房时自己会获得修为提升的反馈，周诗雨也问过夫君，但夫君却让他只管享乐即可，估计是因为体质的原因。对于夫君的说法，周诗雨不明觉厉，但也表示认同，毕竟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比如他的体质就很敏感。周诗雨觉得，既然自己只要和夫君恩爱就能获得修为上的提升，那何乐而不为呢？反正和夫君一起恩爱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于是他也不急着要提升修为，进入青云仙宗了，因为夫君说的也对，即便他进入了仙宗，后续也还是要花上大笔的灵石和资源来支撑修炼。现在他只要和夫君一起，就能在美妙中获得提升，那谁还苦修啊？碧阳轻抚他光洁的后背说道：接下来的打算吗？实不相瞒，我打算在那几房小妾，多个人多条路，人多力量大嘛。对于未来的打算，碧阳心中早有安排。周诗雨的实力不俗，资质也很不错，接下来肯定是要继续努力耕耘，帮助他改善体质，增强修为。子嗣越多，碧阳能够获得的系统奖励也就越多，自己越强，能够反馈给道侣的修为也就越强，道侣越强，剩下的子嗣也就越强，这就像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有了系统以后，肯定是要抱着系统的大腿使劲蹭才对，因此接下来碧阳还是得继续开枝散叶。夫君还要纳妾？听到碧阳的话，周诗雨瞪大了眼睛。他倒不是反对纳妾，这个世界男人3妻4妾太正常不过了，只是有能力纳妾的，那都是有实力有能力的人家。以碧阳的条件，要纳妾的话，恐怕是很难有人愿意。而且听他的意思，还不是那一个，而是在那几房，因此周诗雨才觉得惊讶。面对周诗雨的惊讶，碧阳却不以为然，只是点了点头，十分笃定地说道：不错，为夫是肯定还要纳妾的。说实话，仅凭你一人生孩子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即便你1年一个，也至少需要10年才有可能还清债务。但是人生有几个10年能等待呢？所以咱们需要换个思路，一个人不眠不休的生10胎，倒不如10个人生1胎，这样咱们也能早点还清债务，走上致富的道路。周诗雨闻言一愣，虽然夫君说的没错，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看着自家夫君自信的态度，他表示有点怀疑。10个人一起生，夫君你吃得消吗？娘子放心，为夫顶得住。碧阳哈哈大笑，这方面他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艺高人胆大，活好技术高。碧阳的想法很简单，身怀系统的他必须做到心无旁骛，就是一个自生，要多生就要多取，这是最基本的。只有获得更多的道侣，才能有更多的子嗣。不过这道侣也不能随便选，必须得是根骨上家的才行，这样诞下的子嗣才能更优质。只是这就需要花点心思去找了，因为修仙界百废待兴，人人修炼的缘故，大部分天赋异禀的人都已进入了仙宗被重点培养，被淘汰的都是些歪瓜裂枣。碧阳之所以愿意背上巨债，也要选择周诗雨，就是因为他的天赋可能是碧阳现在能碰到的最好的了。留下周诗雨在家休息，碧阳转身离开了新家，向着道盟的方向走去。道盟作为一个修士联盟，肩负着重建家园、抵御妖魔入侵的重任，因此男女修士的分配都由道盟的执事负责。碧阳此行正是打算去找王仙师，看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道侣。
毕竟娶妻生子才是最主要的任务，有了老婆孩子，还怕没有灵石这种最低级的修炼资源吗？道盟之中，碧阳又查看了一遍城中的女修资料，没有发现什么合适的人选，不是长相差点，就是资质差点，完全没有娶回家的兴趣。离开了道盟驻地，忽然一道婀娜有致的倩影闯入了碧阳的眼帘，那是一名身着紫色长裙的女子。虽然用薄纱盖面看不清她的长相，但她那凹凸性感的身段和摇曳多姿的步伐却是如此的出众夺目，尤其是她那顾盼流连的神态，总有一种夺人心魄的美感，仿佛是天生一副媚骨天成的感觉，让人看了她之后，视线完全被她紧紧吸引住了，根本就挪不开眼。仅凭这一个背影，碧阳就完全可以断定，此女面纱之下的容颜绝对是国色天香。两世为人的碧阳还从来没有见过仅靠一个身段就将自己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说来也怪，那女子的一袭紫色长裙明明将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点春光也没有露出来，但偏偏就是给人一种性感至极、销魂蚀骨的感觉，太迷人了，连背影都是这么的销魂。这到底是谁家的小娘子？看着她头上的面纱，碧阳只觉得心痒难耐，真想看看在那个面纱之下到底隐藏着怎样一副天仙般的容颜啊！这才是我想要娶回家的天仙道侣啊！若是道盟中分配的道侣全是这种姿色的仙子，那该有多好啊！滚开滚开，别挡着大爷的路！就在碧阳浮想联翩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声炸雷般的怒吼，紧接着一股巨力传来，将他粗暴地推到了一边。碧阳只感觉自己的肩头火辣辣，像是被一只蛮牛冲撞了一般，剧痛难忍。扭头一看，只见一身材魁梧的高大汉子一脸蔑视地从自己身旁走过。看到碧阳怒目而视的眼神，高大汉子不屑地从鼻孔里嗤了一声，理都没理碧阳一下，自顾自地向着前方那个曼妙的倩影走去。操！感受着肩膀上的剧痛和那人眼中毫不掩饰的轻视，碧阳心里的怒火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还没等他发作，只见那个高大男子已然接近了紫裙仙子，忽然扬起巨掌，对着他的雪白脖颈重重地敲了下去。紫裙仙子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婀娜的身姿应声而倒。高大男子动作干脆利落，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麻袋，迅速地将那仙子一裹，随后辗转腾挪扬长而去。碧阳在他身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当街强抢民女，简直无法无天，难怪撞了老子还对我视而不见，这家伙也太嚣张了。坏了，那名风华绝代的紫裙仙子落入了这种狂徒之手，定然凶多吉少。想到这里，碧阳心中焦急万分，连忙揉了揉发痛的肩头，向着那名男子离去的身影咬牙跟了上去。青云城东，一道高大魁梧的壮汉肩上扛着沉甸甸的麻袋，在一条小巷中辗转腾挪。就在他即将飞奔出巷口之时，忽然被人挡住了去路。那是一个身着青衫的俊秀青年，身姿挺拔，眼神锐利，正孤身处在巷口，冷冷地盯着他。壮汉皱了皱眉头，脚步一顿，这人自己刚才在大街上似乎撞到过，当时他还对自己怒目而视来着。想到这，壮汉再度嗤笑了一声，炼气6层的他丝毫没将这个只有炼气4层的垃圾放在眼里。喂，小子，你挡住爷爷的路了，快滚开！壮汉用充满了不屑的语气沉声喊道。身着青衫的俊秀青年正是闪身追来的碧阳。望着壮汉那轻视的表情和语气，碧阳心中闪过了一丝恼怒，他冷冷说道：你妈难道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吗？小狗崽子，你找死是不是？壮汉闻言瞬间被激怒，趁爷爷没有一拳打在你脸上之前，赶紧有多远滚多远，耽误了爷的大事，也把你剁碎了喂狗。碧阳轻笑了一声，不以为然地说道：只怕你没有这个本事。说着，他忽然脸色一沉，粗声道：现在放下你肩头的那个麻袋，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清清楚楚地说句对不起，否则我保证你今日走不出这条小巷。乃知壮汉听完碧阳威胁的话，直接哈哈大笑道：我说你这小畜生是不是活腻歪了？就你这炼气4层的废物渣子，怎么敢这么对爷说话？还想让我给你磕头认错？你是哪根筋搭错了不成？小畜生，爷今天不想杀人，识相的赶紧滚开，否则爷不介意手底下再多一条亡魂。碧阳冷哼了一声，不为所动，仍是眼神冰冷地看着壮汉，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他妈的，小狗崽子，这是你自找的！见碧阳像是听不懂人话一般，壮汉心头火气，也懒得再跟他废话了，直接肩头扛着麻袋，大步流星地向着碧阳走去，口中还在骂骂咧咧的：让你走，你不走，非要自寻死路。爷爷今天就教教你，没有实力就别出来丢人现眼，吃亏你就忍着，挨打你就受着，不过一个垃圾而已，在爷面前逞什么英雄？说话间，他已经来到了碧阳面前，口中暴喝一声，
向着他眼中这个找死的家伙轰出了一拳。这一拳含怒而出，带着风声鹤唳的呼啸，如同惊雷炸响在小巷之中。结！壮汉脸上布满了狰狞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那个不知死活的小畜生被自己一拳轰杀的惨状。碧阳眼见那壮汉蛮不讲理，肩扛麻袋就对着自己愤怒出手，眼神闪过了一丝冰冷的杀意。好，很好，既然你道理说不通，那么在下也略同一些拳脚。面对壮汉威猛霸气的一拳，碧阳脸上丝毫看不见一点惊慌，反而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对着壮汉抬起了自己的手掌，口中轻声念道：混元一气斩神咒。话音刚落，碧阳抬起的手掌之上，食指的指尖骤然地爆发出了一点神光，如寒星乍现。电光火石之间，那道寒芒越来越盛，神光璀璨，壮汉狞笑的脸上也闪过了几分惊骇。说不上为什么，他莫名地觉得眼前那个看似软弱无力的家伙，气势在陡然间变得高大了起来。面对他的时候，就像在面对神灵一般。尤其是他手指间的那道神光，更是让壮汉的心里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让壮汉心中竟然生出了一丝惧意，仿佛那一指一旦点出，自己将万劫不复。说时迟，那时快。此时壮汉那威猛霸道的一拳已经靠近了碧阳的面门，眼看下一秒就要将那个该死的小畜生一拳轰成碎渣。啊，受死吧！壮汉甩了甩头，将心中那荒谬的错觉抛到脑后，摇了摇脑袋，在狂吼之下又加重了几分力量。装神弄鬼的东西，老子以力伐天，去死吧小畜！斩！话未说完，便被碧阳冷声打断了。小巷之中，神光忽然大盛，噗嗤，随着一声轻响，神光绽放匆匆，消散也匆匆，转瞬不见。壮汉肩头扛着沉甸甸的麻袋，仍然保持着挥拳猛击的动作，像是被定格在了原地。只是他那张原本布满了狰狞可怖笑容的脸上，此刻写满了不可置信，眼睛瞪得像牛蛋那么大，在他的眉心处还有着一个巨大的贯穿了整个头颅的圆孔。而碧阳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漫不经心地甩了甩手，将停在自己俊朗帅气的面门前那只巨大的铁拳轻轻地拨到了一边，从怀中掏出了一颗凝元丹，随意地塞进了口中。方才那一指点出之后，碧阳只感觉一股庞大的力量被极致的压缩后透体而出，身体一瞬间被透支了，所有的灵力消耗一空，比和美艳娇妻来了10次还要虚。还好服用凝元丹后，丹药入口即化，庞大的灵力瞬间化为洪流，充斥四肢百骸，瞬间补充了体内被消耗一空的灵力。壮汉口中发出意义不明的音节，却再也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眼神逐渐暗淡无光。休整过来后的碧阳对着眼神逐渐涣散的壮汉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你想说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现在想说对不起了吗？可惜太晚了。碧阳摇了摇头，语气惋惜地对着壮汉说道：我给你了机会，你不珍惜，这辈子就这样吧。下辈子记得撞了人以后要说对不起，别像个有娘生没娘教的畜生，好好做人。说完，他一脚将壮汉那冰冷的尸体踹飞，并顺手接过了壮汉肩头的麻袋，入手一沉，只觉得软玉温香，手感扎实。别动，别怕，我已经不是坏人了，我是来救你的。感受到麻袋中的挣扎，碧阳口中轻声的安慰，随后温和地打开了袋口。袋口打开的一瞬间，一张惊慌失措具有无比惊心动魄的绝美容颜出现了在碧阳的眼中。碧阳的心中都狠狠地动了一下，目露痴迷。那是怎样一张颠倒众生的容颜啊！宛若仙葩绽放在眼前，万花都失色，整个世界在这张脸的面前都仿佛失去了颜色。看着麻袋里紫裙仙子那张颠倒众生的容颜，碧阳连话都不会说了，狠狠地抽了一口凉气。美？哦不对，是仙。也不对，是媚。对，就是媚，她太媚了。明明被吓到花容失色的紫裙仙子，却似乎天生有一副浑然天成的媚骨，即使是在麻袋里，却依然掩不住那惊人的凹凸起伏。她的身形曲线丰腴妖娆，如熟透蜜桃般充满诱惑力。再看她那张堪称颠倒众生的脸，五官十分的清丽可人，任何一处单独拎出来都不算什么，可是组合在一起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妖艳。尤其是她的那双眼睛，不经意抬眸的瞬间，眼底不自觉流转的媚意，配上眉心那颗恰到好处的美人痣，媚态自然流露于眼角眉梢，简直能令人心神失守。此刻的她怯生生地跪坐在麻袋里，垂落的青丝扮演住那张苍白的脸颊，她长睫沾泪，透出让人心疼的脆弱感。她的五官似纯真少女，双眸却如含春水，红唇饱满诱人。上一个让碧阳感到这么媚的女人，还是前世一个叫冰冰的女星，可就算是她，也不及紫裙仙子一根脚趾头媚。看着兼具清纯与妖冶于一身的紫裙仙子，碧阳也是忍不住赞叹了一句：真是一个性感尤物啊！
他也是第一次明白了百媚生这个词的具体含义，甚至在看到他的第一眼，碧阳就忍不住的打了个冷战。这位仙子即使是惊慌过度之下，都是如此的妩媚，可以想象她盛装打扮之时，又会是何等的沉鱼落雁。好一个颠倒众生的妙人！公子，是你绑了媚娘，求求你不要杀我好不好？紫裙仙子软糯中带着恐惧的声音打断了碧阳的思绪。仙子，你误会了，是他绑了你，我是来救你的。碧阳这才回过神来，连忙指了指不远处的壮汉尸体，向他解释道。紫裙仙子这才发现旁边还有一具铁塔一般的尸体，顿时惊叫连连，美目之中惊慌不已。良久，他才在碧阳的柔声安慰下逐渐安静了下来。造孽啊！看到如此颠倒众生的美人被吓得花容失色，像只受了惊的小鹿，碧阳赶紧自己心里最柔弱的部分都被他戳中了，忍不住暗骂那壮汉不懂得怜香惜玉，这等绝世尤物怎么能那么粗暴对待那仙子？在下碧阳还不知道你的芳名，家又住在何处？见紫裙仙子平静下来，碧阳这才问道。多谢恩公出手搭救，小女子名叫苏媚娘，家住城东刘府。见碧阳问起自己的身份来历，苏媚娘定了定神，娇声回答道：城东刘府。碧阳闻言陷入了沉思。这城东姓刘的只有一家，家主名叫刘老根，今年80，乃是一介凡人，一生无儿无女，不过颇有家资。前不久好像刘老根的发妻刘家的主母才刚刚过世，只是不知道这苏媚娘又是刘家的什么人。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这刘老根虽然年近80，但是一辈子无儿无女，更是被他那老伴压得死死的，连个小妾都不敢娶。前一阵子老根的老伴刚刚过世，这老头紫色心不死，立马就宣布了要纳妾，而他要纳妾的对象正是眼前的苏媚娘。老根被他那婆娘压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死了原配，翻身做了主，又娶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媚娘，差点没把他美冒了泡。只可惜这刘老根他不顶用啊，这也是苏媚娘迟迟没有过门的原因。听到这里，碧阳垂手顿足，心中暗道惋惜，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心动一次，他却即将嫁为人妇了。这个老根真是色胆包天啊！你说你都80了，怎么还跟年轻人抢媳妇呢？你都没有那方面的功能了，除了留下一身口水，还能干什么呢？何必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呢？媚娘，难道你就甘心嫁给这么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头吗？听到碧阳的问候，苏媚娘的眼神有些暗淡，叹了口气说道：刘家对我有收留之恩，媚娘就算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望着苏媚娘那倾国倾城足以颠倒众生的妩媚容颜，碧阳心中像是猫抓了一样难受。可恶啊，此等绝世尤物，何该为我索取才对？想到这，碧阳实在是觉得心有不甘，于是十分委婉地问道：媚娘，如果你不想嫁给刘老根的话，那你愿意嫁给我吗？啊！苏媚娘闻言美目圆睁，被碧阳的话吓了一跳，慌乱地看了一眼碧阳俊朗的面孔，俏脸浮上了一层羞红。恩公别开玩笑了。碧阳一脸认真地回道：我没开玩笑。苏媚娘再次一愣，看着碧阳严肃认真的模样，仅仅是失神了一瞬，又露出了一丝苦笑。恩公别拿我打趣了，媚娘身不由己的。听到苏媚娘的回答，碧阳暗道一声可惜，随后认命般的点了点头，轻声说道：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便送你回府吧。多谢恩公。苏媚娘俏脸红晕未散，怯生生的道了句谢。碧阳大咧咧的摆了摆手：媚娘不必客气，叫我碧阳就好。想了想，他又补上了一句：不过你若是后悔了，可以随时和我讲，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永远有效。苏媚娘闻言哑然失笑，她觉得这个叫碧阳的公子还挺有趣的，虽然他问话的方式很直接，但起码做法光明磊落，不失为一个正人君子。就在二人离开小巷不久后，一道黑袍身影出现在了小巷之中，看到那壮汉冰冷的尸体后大惊失色，随后大袖一挥，卷起了壮汉的尸身，消失在了原地。灵光再次一闪时，黑袍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一处密室之中。密室里灯火通明，已有一高一矮2名男子等候在其中。见到黑袍身影出现，高矮二人连忙迎了过来：勇哥，你回来了。勇哥，情况如何？被二人唤作勇哥的黑袍男人叫做吴勇，他白净无须的脸上此刻布满寒霜，脸色铁青的挥了挥袖子，将壮汉冰冷的尸体扔在了地上，沉声道：铁塔死了，而苏媚娘不知所踪，应该是被人救走了。什么？望着铁塔壮汉的尸体，高矮二人神色巨变，那眉心处的大洞触目惊心。铁塔居然死了，看着伤势似乎还是一击必杀。在这城东居然有人能一击必杀炼气6层的铁塔。铁塔可是炼体修士，他的肉身强度足以媲美炼气大圆满的修士，堪比人形法器。能做到这一点的，至少也得是筑基期的修为吧。吴勇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确实，
至少连我都做不到将铁塔一击必杀，到底是谁多管闲事？该死！不过试想从刘府搞点临时还债，居然被人节外生枝，这下想再从刘府绑人可就难了。吴勇神色复杂，只觉得心如乱麻，愤恨不已。原因无他，只因为自己为了修炼而借的100万修炼贷马上就要到期了。如果到期时还不上钱，吴勇都不敢想自己会受到怎样非人的折磨，一定会被王家榨干所有价值，剥皮抽筋，千刀万剐的。如果抵命了都还不清，甚至会祸及家人，连累朋友。光是想想王家收债人的手段，他就觉得不寒而栗。为了换上迫在眉睫的修炼贷，吴勇每日猎杀妖兽，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连还利息的钱都凑不够。因此他才把目光放在了城东刘府。刘老根年近80，无儿无女，又颇有家资，最关键的是他一介凡人，寿元将近。勇哥，我看咱们干脆别搞什么绑票敲诈了，直接杀上门去，灭了刘家，霸占家产不就行了吗？看到吴勇眉头紧锁，高个子满不在乎地出言道：不可，如此行事太过张扬，恐被全城针对，到时候不用王家出手，道盟那边就够咱们喝一壶的了。矮个子连忙出声反驳高个子的鲁莽思维。那咋了？不过是一个凡人家族而已，杀了就杀了，咱们可是修士。那道盟说白了不就是为了修士设立的吗？高个子闻言不忿地说道。道盟是为了修士设立不错，但是别忘了修士也是从凡人过来的。见二人争执不休，吴勇终于开口：直接杀上刘府肯定是不行，平时死1-2个凡人道盟才懒得管，但灭人满门太过张扬了，势必会在城内引起恐慌，道盟肯定会出面调查，到时候咱们都逃不了干系。那咋办？刘府这块大肥肉难道注定咱们兄弟吃不到了吗？高个子急道。谁说吃不到？当然可以，只是需要一点手段而已。哦，勇哥你又有主意了。当然。吴勇冷笑了一声，接着说道：去把前2天咱们在城外击杀的那2条白虎鞭拿出来给刘老根送去。那刘老根年近80，为了留个后也学别人纳妾。这2条妖兽白虎鞭可是咱们兄弟舍命搏杀才拿下的，别说是8旬老翁了，就算是100老叟都能轻易扎穿山石。这等神物拿出来，我就不信那老根不心动。高矮二人一听，顿时眼前一亮。妙啊勇哥，妙啊！吴勇受到二人夸赞，得意洋洋地说道：咱们费了那么大力气，帮了老根这么大的忙，收他个50万灵石，不过分吧？不过分，完全不过分。高矮二人眉开眼笑，乐不可支。可是万一那老根不愿意掏钱咋办？哼，若是那老根乖乖掏钱，咱们也算做了件善事。若是他不识相的话。说着，吴勇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厉色，沉声道：那咱们也就有了动手的理由，吃了我的鞭还不给我钱，那就用全家的命来抵。密室之中，3人相视一笑，爆发出猖狂的笑声。有了动手的理由，那就不怕道盟会插手了。哈哈哈，嘿嘿嘿，结。看着苏媚娘风情万种的身姿，婀娜地扭进刘府大门，碧阳的心里头酸溜溜的。多好多美的仙子啊，怎么就不属于自己呢？可惜，太可惜了。直到走进自家的小院，碧阳还在感叹着暴殄天物，世道不公。无论是在哪个世界，实力都是最重要的。想想看，那刘老根不过的仗着有些家资就能娶到一房娇妻。若他碧阳今日不是青云城寂无名的小虾米，而是势力鼎盛的仙家族长，又何愁没有江山美人？有了实力，真的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夫君，你回来了。耳边传来美艳娇妻周诗雨的柔声呼唤，碧阳摇了摇头，将杂念甩出脑袋，笑意盈盈地望向明艳动人的周诗雨，心中满是欢喜。苏媚娘是很不错，但自家的美艳娇妻也很棒，身材、脸蛋、气质都完全不输绝世尤物。娘子，你怎么没在修炼？美艳娇妻闻言，撅着烈焰红唇说道：人家本就是在修炼来着，见你回来了，这才出来迎你吗？碧阳出门以后，向道之心异常坚定的周诗雨闲来无事，便开始了独自修炼。只是几10个周天运转下来，收效甚微。相比起和碧阳一起双修的时候，修为的进展实在是缓慢至极，堪称龟爬。这让美艳娇妻感到一阵无趣，心中不由得开始想念起了碧阳和夫君在一起快乐的日子，让传统修炼从此索然无味。碧阳对于道的理解很深，总能带给他很多新的启发和感受。有了他的帮助，修炼的时候就像是坐了火箭，修为蹭蹭蹭的往上窜。这样修炼真的好慢啊！我想，我需要夫君的帮助。因此，在兴趣寥寥的修炼了一会儿以后，美艳娇妻周诗雨就停止了盘膝运功，转而来到了小院中，翘首以盼地望着碧家大门，期待着碧阳的身影出现。终于看到了碧阳那熟悉的挺拔身影，渐渐开始心急如焚的周诗雨便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夫君，美艳娇妻略带嗔怪地白了一眼碧阳，轻启红唇道：
你怎么才回来啊？我做好了饭菜等你，现在都凉了。对不起娘子，方才路上有事，耽搁了一会。碧阳闻言，感受到了一丝家的温馨，不由得心中一暖，感慨得妻如此，夫复何求。说着，便将刚才大街小巷中发生的事情和美艳娇妻讲述了一遍。周诗雨满脸担忧地听着，在听到碧阳只身面对一个炼气6层的壮汉时，忍不住责怪道：夫君，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万一你打不过他怎么办？在听到碧阳一击必杀解决了壮汉，又将苏媚娘亲自送回了刘府后，那张绝美的容颜上满是一脸的小骄傲表情。他扑进了碧阳的怀中，娇声道：好啦好啦，知道夫君你最棒了，不过呢，你现在可是一家之主，不是孤家寡人了，无论做什么都要优先考虑家里。碧阳听着娇妻一半抱怨一半担忧的话，心中暖意更重，十分顺从地表示以后再冒险会征求娘子的意见后，这才让周诗雨停止了念叨。二人温存了一会儿，周诗雨忽然红了俏脸，美目之中水波潋滟地说道：夫君快去洗漱一番吧，饭菜都凉了，我去给你热一下，等你吃完咱们来修炼吧，好不好吗？碧阳闻言心中一动，看着怀中美艳的娇妻，露出了一抹坏笑。娘子，不如你帮我洗吧。周诗雨俏脸腾的一下就红了，才不要，怪难堪的，都是知根知底的夫妻了，这有什么难堪的？哎呦你干嘛？讨厌啊你！事后，周诗雨看着碧阳俊秀的侧脸，双眼迷醉。夫君，我想跟你说件事。看着欲言又止的美艳娇妻，碧阳柔声道：娘子，你说吧。今日夫君出门后，我独自修炼，在内视己身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体内出现了一团充满着生机的独特气息。虽然那道气息还很微弱，但是我感觉我似乎已经怀上了。说到这里，周诗雨半是欣喜，半是羞涩，忍不住将小脑袋埋在了碧阳的胸前。碧阳其实早就在系统提示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但此刻看见美艳娇妻如此可人的模样，还是配合地做出了一副惊喜的表情。真的吗，娘子？太好了，我要当爹了。看着碧阳夸张的表情，周诗雨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如莲花绽放，明艳动人。碧阳看得吃了，忍不住深情地吻了上去。良久，唇分。周诗雨娇躯颤抖，嗔怪地说道：夫君以后要克制一下了，我刚有了身孕，万一胎儿不保，可就不妙了。碧阳老脸一红，挠了挠头，嘿嘿一笑：那我以后温柔点。夜沉如水，二人很快相拥睡去。第二天，日上三竿，风波才逐渐平息。周诗雨拍了一下喘着粗气的碧阳：夫君，你说过温柔一点的，真的不能再这样了。2个月内不许你再亲热了，这2个月我要养胎。碧阳苦着脸：不是吧娘子，你这不是让我死吗？忽然眼前一亮，碧阳盯着娇妻的软糯红唇道：要不你用另一张。话未说完就被娇妻打断，粉拳轻轻地敲打着碧阳的胸膛。不许说，不许说，羞死人了。碧阳哈哈大笑，心中一阵志得意满，只觉得身体里的所有情绪都得到了释放，怀中搂着美艳娇妻，感受着她的细腻，仿佛绝世的美玉。他现在有些理解为和帝王不早朝了，有此温柔乡，谁还愿意起床去做牛马，只想永远沉溺在这份美好当中，不要自拔。忽然屋外传来了一阵吵闹的声音，惊扰到了还在温存之中的二人。碧阳皱了皱眉头，连忙穿好了衣服，起身出门查看。只见门外大街上人群都在向着城东刘府蜂拥而去，口中议论纷纷。碧阳细听之下才听明白，他们说的是刘老根死了。什么？刘老根怎么会突然就死了呢？老根死了，那苏媚娘怎么办？她岂不是成了未过门的俏寡妇了吗？哦，三圣。想到这，碧阳心中一动，一丝窃喜爬上心头。他连忙回头和周诗雨招呼了一声，便匆匆地走出了家门，向着城东刘府飞奔而去。吴家，吴勇坐在自家堂屋，神色阴晴不定。100万灵石的修炼带就要到期了，这件事压得他喘不过来气，但他现在手上的灵石连还利息的零头都不够，迫不得已，吴勇只好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了。可恶啊！明明他想做个仙风道骨的人族护道者的，怎么会沦落至此？就因为自己天赋太差吗？人族的护道者还是暂时放在一边吧，先把眼前的债务危机度过去再说。还好昨天的高矮兄弟二人已经将自己精心准备的白虎鞭送到了刘府。为了防止鞭子威力不够，吴勇甚至还贴心的用合欢散将鞭子涂抹了一遍，整个将它腌制入味了。别说是扎穿山石，估计连刺破钢板都不成问题。听说那老根到手后简直如获至宝，当场就要拿出5000灵石感谢。吴勇嗤笑了一声，他要的是50万灵石，5000灵石算个屁。当时便婉拒了谢意，说是先让老根试用，等有效果了再谈价格。今日一大早，高矮兄弟便又去了刘府，现在就等他们的好消息了。这次必须狠狠地宰一波肥羊。
想到这，吴勇冷笑了一声，那双白净面庞上的三角眼透出了一丝狠厉之色。勇哥，勇哥！就在他焦急等待的时候，门外传来了高矮兄弟的呼喊，令吴勇精神一振。不多时，二人旋风似的冲进屋内，一进门就惊慌地叫道：“勇哥，刘府出事了，刘老根死了！这下糟了，咱们的鞭子钱是不是拿不回来了？”吴勇闻言，原本兴奋的表情如遭雷劈，僵在了那里。什么？刘老根死了？还没给钱，他怎么就能死呢？这条老根就是训了。吴勇心中暗骂不已，连忙询问起了发生何事。高矮兄弟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讲述了起来。原来昨夜他们二人将加强版白虎鞭送到了刘老根的手上，并约定好了有效果的话，今天早上去拿赏钱。结果就在他们二人一大早兴高采烈的奔向刘府的时候，却听说那老哥昨天半夜就嘎了。等高矮二人赶到的时候，现在的刘府内都已经搭起灵堂了。他们偷摸瞄了一眼，那老哥硬邦邦的，确实是死了无疑。等会你是说刘老根硬了？吴勇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急切地问道。高矮兄弟二人疑惑地对视了一眼，不明所以地点头道：“是的，确实硬了，全身上下都硬了，死的不能再死了。”哈哈哈哈！太好了！出乎意料的是，吴勇不愁反喜，兴奋地抚掌大笑了起来。看着迷茫的高矮兄弟，吴勇乐不可支地解释道：“硬了好啊，这就说明刘老根用了咱们的宝贝鞭子，用了有效果，他刘家就得给钱。”高矮兄弟二人闻言，眼前顿时一亮，却还是有些迟疑。可是勇哥，老哥都死了，咱们还跟谁拿钱啊？吴勇听到后瞪了他们一眼，说道：“他死了是他的事情，再说了，那不是还有一个未过门的俏寡妇吗？要我说，现在正是对老刘家下手的好时机啊！”吴勇的嘴角露出了一抹邪笑，随后靠近高矮兄弟，神神秘秘地说道：“你们想想，那老刘家家产万贯，至少数十万灵石的家底，肯定是跑不了。可刘老根一生无儿无女，唯一的老伴死后，他才敢纳了一房小妾。现在他是撒手人寰了，却留下都没来得及下手的貌美如花小妾和万贯家财。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俏寡妇，到底有多好拿捏？这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高矮兄弟二人闻言恍然大悟，纷纷放声大笑。吴勇眼神突然变得锋锐狠厉了起来，大手一挥，对着二人说道：“你们二人速速准备一份大礼，咱们去刘府走一波，在那俏寡妇的身上狠狠地刮一遍。”“是，大哥。”烈阳高照。在得知了刘老根暴毙的消息后，毕阳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刘府。此处早已被看热闹的街坊四邻堵得水泄不通，费了老鼻子劲，毕阳才终于挤进府中。只见刘府偌大的庭院中已经搭建了一处灵堂，四周围满了聚集的人群，中间灵床上躺着硬邦邦的刘老根，在他身边，道盟的王仙师正在用检查着什么，还有一个性感的女子，一脸呆滞麻木地站在一旁。说她性感，并不是说这女子穿的有多暴露，而是她相貌和气质隐隐透露出那种颠倒众生的感觉，让人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控制不住想要得到她、占有她的冲动。正是让毕阳魂牵梦绕都想娶回家的绝世尤物苏媚娘。看着披麻戴孝、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的苏媚娘，毕阳忍不住摇了摇全身的所有头，暗中道了一句：“可惜，可惜了这万种风情的苏媚娘，嫁给了80岁的老哥，正是花开正艳的年纪，如今却又成了没人疼、没人爱的寡妇。”此时的灵堂之中，苏媚娘渲然欲泣，楚楚可怜地看向王仙师：“仙师，老哥他昨天都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就暴毙了呢？”王仙师看了一眼媚骨天成的苏媚娘，也是忍不住抖了一下，随后眼观鼻，鼻观心，指着梆硬的老哥问道：“苏娘子，敢问你家刘老根昨天夜里是否服用了什么大补之物？”大补之物？苏媚娘闻言回想，苍白的玉面上悄悄浮现了一丝红晕。昨日晚间，老哥他不知道从哪重金购得了2条巨大虎鞭，说这东西很补，交给厨房下人们一半刺身，一半炖煮后，就着人参药酒，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本在房中，忽然听到下人惊叫，等我出来时，这才发现老哥他已从头硬到了脚。说到最后，苏媚娘掩面哭泣了起来。我见犹怜，果然不出老夫所料。王仙师抚着长须，轻轻地叹了口气。这个答案和他分析的差不多，无奈地叹了口气。仙师接着道：“阿姨，老夫看来，这老哥儿应该是滋补过度了。他本就年岁已高，气血衰败，突然遭受大补，哪里还顶得住？这是虚不受补导致的悲剧啊！简单来说，就是补过头了，补死了。”什么？听到这荒唐的死因，苏媚娘跌坐在地，情绪有些崩溃。怎么会这样？补身体也能补死人？她悲痛地看着硬邦邦的老哥儿，一下子扑倒了灵床边。我知道你很急，想跟我圆房，给老刘家留下子嗣，可你也太急了吧！
可怜我苏媚娘，10岁父母双亡，11岁被收进刘府做了下人，好不容易主母过世，却又沦为了你的小妾。小妾就小妾吧，可你怎么能把自己给不死了呢？你这没心没肺的老哥儿，却这么撒手走了，留下我在这世间无依无靠，以后可怎么办啊？我的命好苦啊！王仙师道了一声节哀顺变以后，便转身离开了刘府。道盟事务繁多，都是为了修士服务，这种凡俗之间的事情还不值得他浪费时间。仙师走后，看着悲痛欲绝、呼天喊地的苏媚娘，碧阳心中也是有些不是滋味。这刘老哥儿也真是会造孽啊！虎鞭这种霸道的东西，又岂是你这80岁老登能承受得住的？更离谱的是，老哥儿也是会吃的，那玩意你洗吧洗吧，加点人参炖了，喝碗汤就行了。碧阳是万万没想到，这老小子居然还敢吃刺身啊！好家伙，我谦儿大爷遇到你都得喊你一声老饕。一边在心中暗骂刘老根色急攻心，碧阳一边听着周围街坊邻居的小声议论。这老刘家3代单传，老哥生前又没有子嗣，好不容易熬到原配去世，想要续弦生子，却突遭这等变故，往后这偌大的家业只能靠着媚娘一个人了。是啊，老刘家少说也有数十万灵石的家底了吧？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啧，一个俏寡妇守着万贯家财，怕是守不住哟。嘿嘿嘿，恐怕那些心怀不轨之人早就盯上这孤苦伶仃的俏寡妇了。嘘，可别乱说话，被有心之人听去，万一刘家真出了事，说不定查找到你头上。爱说到底，这苏媚娘也是一个可怜人呢。碧阳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议论，脸上不动声色，但心中却已经暗暗下了决心。媚娘的命也确实太苦了，失散的父母，破碎的家，暴毙的老哥儿，无助的他，这么命苦的绝世尤物，我不帮他谁帮他？老哥儿，请你放心，你刘家的产业，我碧阳拼了命也要为你保护周全。刘家的媳妇，我碧阳也会用尽全力去照顾。老哥儿，你就安心的去吧，有我在，你足以瞑目了。让，都让一下，快让开，别挡着爷的路。刘府灵堂外忽然来了3个气势汹汹的壮汉，粗暴地分开了围观的人群。正欲上前去安慰绝世尤物苏媚娘的碧阳，忽然心中一动，脚步定在了原地。情况有变，先看看再说。人群分开，只见一行3人面色不善，在一个面镜无须、身着黑袍的青年带领下，来到了灵堂当中。面镜无须的青年扫了一眼梆硬的刘老根，又看了看6神无主的苏媚娘，顿时打了个冷战，抖了3抖，眼中闪过一丝贪婪。青年装模作样的对着老哥的尸体随意的拱了拱手，随后嬉皮笑脸的对着不知所措的苏媚娘说道：“苏娘子节哀啊，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要太过伤心，毕竟活着的人还要向前看，以后若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尽管向我开口，我吴勇一定能帮则帮，绝不推辞。”苏媚娘情绪低落，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来人正是吴勇。媚娘啊，不知你还记不记得，这老哥昨夜临死前有没有交代过你什么事情啊？看着孤孤单单的苏媚娘，吴勇一脸和善的接着问道。苏媚娘闻言抬头看了他一眼，被他眼中的不怀好意吓得娇躯一颤，胆怯的摇了摇头。没有。媚娘，你再好好想想，真的没有吗？吴勇循循善诱，越靠越近。苏媚娘被他步步逼近，吓得花容失色，连忙后退，直接不敢说话了，连连摇头。看到苏媚娘对自己如此冷淡，吴勇有些不高兴了。媚娘啊，我可是听闻刘老根暴毙，特意赶来吊唁的，你就是这么对待刘家客人的吗？这刘家未免也太没有礼数了吧。既然刘府如此怠慢于我，本来还想着刘府挂孝，把我手中这笔账一笔勾销的，如今看来也没有这个必要了。说话间，吴勇脸色阴沉的从怀中掏出了一张字据。昨天夜里，刘老根从我这花了50万灵石，买了2条千年白虎鞭，特意留下字据，说是今日让我来府上拿钱。你看看，这可是他亲笔画押的字据，白纸黑字，绝对错不了。媚娘，如今老根死了，刘府应该是你当家做主，这笔账你替他还了吧。苏媚娘闻言抬起头来看向那张字据，整个人变得激动了起来。吴勇，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那是什么千年白虎鞭，居然能值50万灵石。再说了，老哥就是吃了你那个鞭子才死的，我没找你的麻烦，你反倒问我要起钱来了。看见苏媚娘罕见的发作，吴勇并不生气，只是晃着手中的字据，不紧不慢地说道：话不能这么说，我那鞭子价值几何，需要根据情况来判定，在急需他的眼中，他就是无价之宝。做交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吃了我的鞭就得给我钱。怎么，现在人死了，你想赖账不成？苏媚娘眼中露出无助之色，浑身气得发抖，简直是胡说八道。老哥怎么可能会花那么多灵石买你2根虎鞭？我不相信。还有这字据上面根本就不是老哥的字迹，这肯定是你伪造的。我伪造的，白纸黑字，证据确凿。
借款数量、时间、地点、人物，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刘老根亲自画押的，还能有假？吴勇脸色一冷，炼气7层的修为全开，气势凛然地逼近一步。苏媚娘，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白纸黑字的借据在手，你空口无凭就说我伪造证据，我看你分明就是想人死债消，趁机抵赖。苏媚娘被他的气势惊吓，顿时变得六神无主起来。刘府如今群龙无首，她又是个女流之辈，还是个刚刚过门没有圆房的小妾，根本就不得势。如今面对吴勇的威压和恐吓，一时之间，刘府这些家丁丫鬟下人们竟然无一人站出来为他说话，而围观的街坊也在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全是看热闹的，没有一个人敢仗义直言。苏媚娘看着咄咄逼人的吴勇等人，顿时吓得小脸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碧阳站在人群中，望着吴勇3人那丑陋的嘴脸，不由勾起了一抹冷笑，不动声色地从怀中掏出了3粒凝元丹，心中暗道：差不多该我上场了。灵堂之中，吴勇看着苏媚娘手足无措的样子，突然嘿嘿一笑，再次开口道：你刘府刚刚遭此突变，我吴勇看着也是有些于心不忍。这样吧，50万灵石我给你打个折，只还我49万灵石就行了。苏媚娘气到不行，紧咬银牙：你做梦，我块灵石都不会给你的，不还钱。吴勇的声音陡然拔高，浑身气势暴涨，威压更甚，直接将他吓倒在了地上。你以为我吴勇是在和你开玩笑吗？真以为我不敢向你出手？刘老根这个倒霉蛋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你这惊心动魄的小寡妇，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享用，就一命呜呼了。说到这，吴勇嘴角挂着轻蔑又阴险的笑容，弯腰俯视着吓到失神的苏媚娘。今天拿不到钱，我看不如就用你来抵债好了，正好让我替那倒霉的老哥试试润不润。看你可怜的份上，算你抵10万灵石好了。谁叫你只是个克夫的小妾呢？看着她即便花容失色，却仍是惊心动魄的美貌，吴勇心中仿佛有一团火在烧。这个女人媚骨天成，简直是太勾魂了，一举一动都让人无法抗拒。他忍不住上前，看着被自己吓到瘫软的苏媚娘，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绝美面容上的恐惧之色，让他狰狞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贪婪。刘府遭逢此等令人悲痛的变故，正好需要一件喜事来冲一冲。吴勇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择日不如撞日，我看不如直接将灵堂便喜宴好了。苏媚娘闻言顿时吓得娇躯一颤，面色苍白如纸，怒声骂道：你住嘴！吴勇，你无耻下流！围观人群见状议论纷纷，刘府的下人们也是神情木然，几乎所有人都在漠然地看着吴勇兴风作浪，在场接近100人，却无一人为苏媚娘发声出头。就在事态逐渐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一道声音突兀地响起，盖过了现在的嘈杂，响彻整个刘府大院。吴勇，你这大胆狂徒，快放开苏娘子！这道夹着震怒的暴喝吓了所有人一跳，一时间所有人都扭头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目之所及，只见一位身着青衫，面相俊朗不凡，英姿勃发的青年，神情冷峻地看着灵堂。青年凌冽的气势横扫整个刘府大院，令人忍不住侧目。被苏媚娘迷得神魂颠倒的吴勇也被这声暴起的呵斥吓了一跳，在灵堂中探头一看，顿时将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碧阳，你小子发什么疯？吴家和碧家，一个家前一个家后，关系虽然一般，但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吴勇是认得碧阳的，只是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一个跳出来的人竟然是他。胆敢坏我好事，你不要命了！青年正是碧阳。在吴勇神色不善地带人闯入灵堂后，他隐约感到不妙，于是一直在人群里暗地观察。事情果然也和碧阳所料一样，吴勇就是来刘府找茬的，估计是看着刘府无人做主，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小寡妇好欺负吧。看着灵堂之中作威作福的吴勇，碧阳忽然心中一动，想起了昨日那个绑架苏媚娘的壮汉，不知道那人是否也和吴勇有关联。如果有的话，这吴勇可能是对刘家觊觎已久了。不过让碧阳没想到的是，在场数百人竟无一人肯为苏媚娘出头，就连刘家的下人们都神情木然，对灵堂中发生的事视而不见。眼看着再没人出来制止，灵堂马上就要变成喜堂，碧阳只好站了出来。他可不能让刘家的产业和可怜的遗孀就这样落入恶人之手。不过是2根寻常的虎鞭，你就敢敲诈别人50万灵石？啧。恕我直言，刘老根从牙缝里挤出来一点残渣，都够买上10条8条了吧？吴勇，在青云城谁不知道你欠了100万修炼丹？你这种人为了钱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你这种借口实在是太烂了。这样吧，我个人给你50灵石，你就此离开吧。今日你大闹灵堂之事就不予追究了。碧阳自人群中信步而出，青衫飘逸，风轻云淡地说道。话虽然是对着吴勇3人说的，却压根没有看他们一眼，
只是对着花容失色的苏媚娘大方地给了一个自信的眼神。说也奇怪，原本被吴勇吓得魂不附体的苏媚娘，在看到碧阳出现声援自己以后，心中忽然涌出了一股暖流。至少她知道了，此刻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她很冷漠，还有一个人会站出来力挺她。你妈了个巴子的，碧阳你吃错药了。听到碧阳的话，吴勇气的脸色铁青，骂骂咧咧地冲出了灵堂，谨慎地用神识一扫，眉头立即舒展，随即放肆大笑。炼气4层，4品杂灵根，谁给你的勇气跟我这样说话的？你他妈找死也不挑个好地方。哦不对，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刚好是个灵堂。哈哈哈哈！此话一出，吴勇和高矮兄弟2人全部哈哈大笑，眼神之中满是戏谑之色。孙子，你赶紧滚远点，爷爷们今天没空搭理你。跳出来逞英雄，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爷爷碾死你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炼气4层的小垃圾而已，别在这找死了，杀你都怕脏了我的手，快滚！碧阳冷哼一声，大步走进灵堂，口中义正言辞。别看我只有炼气4层，但对付你们几个废物完全绰绰有余，够用了。我想杀你们只需1指而已，多1指都算是抬举你们了。不过呢，跟你们这些废话说话确实是需要勇气，因为没有勇气会被你们恶心死。看看你们几个那副倒霉催的死样子，明明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却妄想染指明月。你要是没有镜子，不如我撒泡尿给你照照吧。说到这，碧阳面无表情地看着脸色越来越难看的吴勇，冷冷说道，懒得跟你废话，我数到3，你还不滚就别想走了。听到碧阳那句冷漠又霸气的威胁，吴勇微微一滞，还以为自己之前看错了的吴勇忍不住再次探查了一遍碧阳的修为炼气4层。没错啊，这点微末道行，自己一拳就能送他归西。看着一脸高深莫测的碧阳，吴勇怒火中烧，眼中的寒意像是要吃人，对着身后的高矮兄弟2人摆手说道，去，杀了这个不知死活装神弄鬼的小畜生。嘿嘿嘿，狗杂种，让你走你不走，非要来找死也好，今天就让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尝尝什么叫20年功力的神鞭。吴勇的身后，高个子修士应声而出，他摩拳擦掌地看着碧阳，恶狠狠地说道，杀你我一个人就足够了，毕竟只是动动手指的事。高个修士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碧阳粗暴地打断了。3，耳边传来一个冰冷的字，高个修士只觉得眉心一阵清凉，脑中一片空洞，是真的空洞，一个很大的空洞贯穿了他的头颅。随后他意识逐渐模糊，身子一软瘫倒在了地上，片刻便没有了声息。碧阳缓缓放下手掌，好整以暇地往嘴里塞了一颗凝元丹，静静地感受着灵力化作狂潮在体内奔涌的感觉，一脸的风轻云淡，似乎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比起他的不以为然，此刻的刘府院中一片哗然，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就在碧阳喊出3的一瞬间，他对着高个子修士举起了自己的右手，随后轻轻地点出了1指，瞬间一道璀璨的神光透指而出，洞穿了高个子的头颅，如同砍瓜切菜一般轻松。一个炼气6层的修士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击杀了，随意的甚至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轻松。这是什么神通？一时间，场中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碧阳的身上，目露惊骇之色。混蛋，你不是说数3声吗？吴勇最先从呆滞中回过神来，心中又气又愤，对着碧阳破口大骂。碧阳耸了耸肩，摊手道，我是说数到3，可我没说数3声哦。妈的，你耍我！吴勇愤恨交加，白净的脸上一会青一会红，怒意极深。望着地上的高个修士，那头颅上熟悉的伤口，吴勇忽然恍然大悟，是你杀了铁塔。碧阳想到了那个当街抢走苏媚娘的壮汉，微微一笑道，哦，你是说那个撞人不道歉的家伙？原来他叫铁塔啊。没错，我是送他去转世重修了，希望他下辈子能懂点礼貌。畜生，他是我亲弟弟，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吴勇闻言顿时目眦欲裂，咬牙切齿地狂吼道。说着，他右手握拳，调动灵力疯狂灌注，一团昏黄的土色灵光顿时萦绕在他的拳头之上，散发着强大又厚重的气息。小畜生，喜欢炸胡是吧？今天我就叫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是唐必当车。首当其冲感受到吴勇拳头上威势的并非是碧阳，反而是在他身旁的绝世尤物苏媚娘。面对着狂怒的吴勇，苏媚娘只觉得自己浑身压力暴涨，仿佛在直面大山，心中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丝渺小的感觉，顿时娇躯颤抖不已，几乎摇摇欲坠。碧阳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异常，心中一点，坚定地挡在了苏媚娘的身前，面色如古井般平静。苏媚娘本来在吴勇强大的气势下，只觉得自己的胸口好像压着一座大山，呼吸无比困难，心中的恐惧和敬畏更深。
就在苏媚娘感觉自己快要在那巨大的压力中昏厥过去的时候，碧阳恰到好处的用她看似消瘦的身材挡在了自己的身前。苏媚娘压力骤减，像是从无名大山中被解救出来，顿时感觉连呼吸都顺畅了很多。她不懂修行，但从刚才吴勇的表现来看，她感觉瘦弱的碧阳应该不是吴勇的对手。想到这，苏媚娘不由得抬起美目，注视着身前那道瘦弱的身影，眼中闪过了一丝感激，但更多的却是对他的担忧。呵呵，一击秒杀，你管这叫炸胡？你错了，这招叫做哪里不爽点哪里。与此同时，碧阳也对着气焰滔天的吴勇举起了自己的右手，拼命地调动着自己的全身灵力，将所有的力气都集中到了右手的食指之上。在他食指的指尖，一道璀璨的神光正在随着他的灵力注入而光芒夺目。这道神光正是碧阳仅有的一招神通，来自系统的奖励混元一气斩神咒，以全身灵力灌注，可催发于自身5倍战力的一道禁咒，也正是轻而易举击杀了铁塔壮汉和高个修士的杀招。而在碧阳的身后，全场数百名围观者全部鸦雀无声，目光都聚焦在碧阳和吴勇的身上，气氛焦灼到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声。就在这时，碧阳再次吐出了一个字：斩。没有多余的话，仍然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吴勇，仍然仅仅是吐出了一个字，像是对他平静的问候。然后他动了，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就在碧阳喊出斩的一刹那，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寒意猛然席卷了吴勇的心头，那感觉如同被洪荒巨兽盯上，连骨髓都冻得刺痛。吴勇瞳孔骤缩，脸上得意的笑容瞬间僵住，这是死亡的危机。他竟然在宛如蝼蚁般渺小的碧阳身上感受到了一丝不可思议的死亡气息。碧阳指尖那道悄然凝聚的神光竟散发出一股远超他理解的力量波动，那绝不是炼气4层该有的威势。不好，这小子不对劲！吴勇嘶吼一声，再也不敢拖大体内无凭土灵根全速运转，炼气7层的灵力如火山爆发，疯狂地灌入右拳。土黄色灵光瞬间凝实膨胀，化作一只磨盘大小的石山虚影，厚重的威压碾得空气爆鸣，灵堂地板皲裂。黄泉山崩拳，他足踏大地，怒吼着向碧阳轰出了一拳。畜生，给爷赴死！石山般的拳影带着开山裂月之势，悍然砸向碧阳。围观者惊得倒吸冷气，吴勇这一拳足可震塌楼阁，碧阳那点微末灵力怎么可能抵挡？在他们看来，碧阳指尖的那道神光虽然璀璨，但那光芒也太过渺小，面对着吴勇小山一般的拳影，就像是萤虫对皓月，毫无胜算可言。所有人都替碧阳摇头叹息，挺好的小伙，可惜了。可就在石山拳影即将吞没碧阳的瞬间，异变突生。碧阳双目寒芒如电，那道指尖积蓄的混元一气斩神咒彻底爆发。只见一道金白色的神光从指尖迸射而出，起初仅如丝线粗细，却在跃出指尖的刹那暴涨如龙。神光璀璨夺目，宛如9天银河垂落，其上缭绕着玄奥符文，锋芒如瀑。它无声无息，却蕴含碧阳以全身灵力献祭的5倍毁灭之力。这也是他不惧吴勇，敢越阶挑战炼气7层的底牌。神光化作一道劈链，直刺石山拳影的核心。噗嗤一声轻响，吴勇的黄泉山崩拳厚如山岳，可在那神光面前却脆弱如纸。两者刚一接触，山岳般的拳影便如纸糊一般破碎，土黄色灵光如碎琉璃般四溅溃散，石山虚影寸寸瓦解。一瞬间威势全散，吴勇的拳头瞬间传来骨骼碎裂的剧痛，他骇然欲绝，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被那道神光如此轻易地瓦解了。但那道神光却没有丝毫停止。噗嗤，又是一声轻响，神光去势未减，快如电闪。下一刻，他已贯穿了吴勇的右肩，从他的后背透体而出，带起一蓬妖艳血雾，随后再度钉进了院中地板上，扎出了一个深孔。神光入体的一瞬间，吴勇只觉得一股灭绝性的力量在自己的体内爆开，五脏六腑如被万针斩刺，经脉寸寸碎裂。啊！吴勇整个人如同被巨锤轰中，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了出去。轰！随后他重重地砸在了身后的地板上。吴勇口中哇的一声喷出了大口的鲜血，目之所及正是那个被神光扎出的深孔。吴勇心中再也不能平静，一股又惊又骇的感觉蔓延全身，让他全身冰冷。他不敢想，刚才这一击若不是击在了自己的肩膀，而是胸膛或头颅，又会是怎么样的下场？灵堂死寂，真落可闻。围观者众人个个瞠目结舌，仿佛白日见鬼，炼气7层的吴勇竟被4层的碧阳仅用了一招瞬间击败。苏媚娘捂住红唇，泪水连连地望着碧阳的背影。她本以为碧阳铁定落败，而自己也将在之后再次落入吴勇的手中，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场必死之局却在绝望中被碧阳以雷霆手段逆转。那道贯穿吴勇的神光和那道消瘦的身影也刻入了他的心底。碧阳指尖的神光散去，面无表情的再次往嘴里丢了一颗凝元丹。风吹起他的青衫，立在灵堂中，宛如无名之仙。吴勇躺在地上，眼中的惊骇几乎快撑爆了他的眼球。先前的轻蔑和嚣张早已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此时他的心里、眼里、脑子里都是那道恐怖的璀璨神光。矮个子修士慌忙扶起了倒在地上的吴勇，看着风轻云淡的碧阳，二人眼中都是又惊又惧，又恨又气。可惜刚才怎么点歪了呢？那就再来一次吧。听到碧阳嘴里叽里咕噜的话，吴勇吓得魂不附体，尤其是看到碧阳真的又对着自己举起了手，指尖寒芒再现。吴勇只感觉自己下体一阵暖流涌动，竟然被当场吓尿了。一时间他身上骚臭弥漫。碧阳，你真要对我赶尽杀绝吗？看着碧阳手中那根闪耀着炫目神光的食指，吴勇神色复杂，只觉得头晕目眩，两条腿发软，浑身都在打着哆嗦。他是真的怕了，哪里不爽点哪里。刚才碧阳的那一指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看着被吓得抖若筛糠的吴勇，碧阳冲着他露出了一个春风化雨般的和煦的微笑，语气却森冷无比。其实我也不想赶尽杀绝的，谁让你刚才眼底闪过的那一抹狠力被我发现了呢？这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居然没有把你打服打怕。不过确实这些都怪我，谁让我刚才点歪了呢？你别怕，头有点晕是正常的，很快就好了，没事的。说话间，他指尖神光大盛，宛如神阳绽放。轰！指尖轻轻对着吴勇一点，璀璨的光束瞬间透指而出，流光般向他扑去。看着碧阳真的痛下杀手，吴勇面目狰狞，像个要择人而噬的野兽。碧阳，我操你祖宗！他怒吼了一声，紧咬牙关，突然一伸手将身边的矮个子修士向前一推，代替他顶上了那道催命的神光。随后他看都不曾回头看一眼，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头也不回地向着刘府外飞速逃离，眨眼间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里。矮个子修士猝不及防之下被吴勇当成了挡箭牌，大头在碧阳的神光之下扑哧一声被斩成了两半，连声惨叫都没有发出来，就一命呜呼。不可置信的眼神中还死死地盯着吴勇逃窜的那个方向，望着吴勇逃离的身影。碧阳朝嘴里扔了一颗凝元丹后，深深地叹了口气。不是他不想追，是根本来不及。这混元一气斩神咒虽然威力恐怖强悍，但就是会耗尽体内的一切灵力，仿佛身体被掏空。等他再补充好灵力时，吴勇早就不知道飞奔到哪里去了，摇了摇头。碧阳忽然感觉身旁一阵馥郁的芬芳袭来，抬眼一看，正对上一双媚眼如丝的好看眸子，不由得心神一荡。吴勇狼狈逃离以后，原本鸦雀无声的刘府大院中突然人声鼎沸，有围观的人上前提醒：碧阳啊碧阳，你刚才可不是明智之举啊，你是出了风头也赶走了那吴勇，可接下来苏娘子就惨了。是啊，吴勇肯定会回来报仇的，你帮到了苏娘子这一次，可你帮不了她一辈子。那吴勇在青云城谁人不知，他欠了100万灵石的修炼贷，想必是看上刘家的这点家业了。依我看，倒不如让苏娘子嫁给那吴勇，一来呢苏娘子不至于孤苦伶仃，二来呢也能保住刘家家业，反正苏娘子还年轻，总要再嫁人的。对啊，嫁给谁不是嫁呢？听着人们的议论，碧阳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他还没来得及表态，众人的七嘴八舌却直接惹火了身旁的苏媚娘。放你们娘的屁！刚才那吴勇凶神恶煞对待我这个寡妇的时候，怎么没有人敢放一个屁？现在一个个的说起风凉话，一套又一套，我看你们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嫁给吴勇，那种趁火打劫的人渣也是能嫁的吗？怎么不叫你老娘嫁给他，还保住刘家的家业？我怕不到1年就被他全给败光了。都给我滚！还有你们这些下人，真是一群白眼狼，忘了我夫君在世的时候是怎么对你们的了吗？你们也给我滚！苏媚娘罕见发火，连同围观的人群，带着刘家的下人是一个不落，全给骂了个遍，随后将他们都赶出了刘府。一瞬间，偌大的刘府只剩下了碧阳和苏媚娘二人。此时的碧阳也终于恢复了一些体力，在苏媚娘的搀扶下，她缓缓站起身来，轻轻地拍了拍她柔弱的肩头。碧阳柔声道：媚娘，其实有件事我不知怎么和你说。碧公子有话直说，无妨的。苏媚娘闻言微微一笑，刹那的绝色风华让碧阳有些失神。媚娘，今天都怪我没能彻底诛杀吴勇，让他逃了去，但是你不用担心，以后他来一次我打一次，有我碧阳在，定然护你周全。听到碧阳的话，苏媚娘忽然想起了刚才碧阳挡在自己身前的画面，心里面暖暖的。碧公子别这么说，夫君去世后人走茶凉，你还是第一个肯为我站出来说话的人。
今日若是没有你，我肯定就被那恶徒吴勇给……讲到这里，苏媚娘扫了一眼依旧梆硬的刘老根尸体，眼圈泛红，显然是又想到了自身如今的处境，哽咽地说道：“这个该死的老色鬼，真是害苦了我苏媚娘！呜呜，从此媚娘孤苦伶仃，一个弱女子守着这偌大家业，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世道，可怎么活啊？”苏媚娘越说越伤心，忍不住泪如雨下。碧阳看着哭得花枝乱颤的她，心生不忍。梨花带雨的苏媚娘实在是让人我见犹怜，更要命的是她本媚骨天成，一哭更是让人无法抵抗。碧阳甚至有一种她一蹙眉自己就道歉他500万的感觉。握住苏媚娘柔弱无骨的小手，碧阳仔细打量，这才发现苏媚娘她居然是个9品的灵根的体质。这世界最普遍的灵根就是金木水火土的属性，像周诗雨、吴勇等人都是属于这5行灵根，而比5行灵根更高一阶的就是地灵根、天灵根、圣灵根、仙灵根以及各种变异灵根和各种道体、灵体等体质。苏媚娘就是超越了5行的地灵根，虽然只有9品，但放在修真界也算是个天才体质了，应该是被道盟重点培养的才对。可是她却毫无修为，这是怎么回事呢？碧阳问出了心中疑惑，这才从苏媚娘口中得知，原来她身世成谜。从小和养父母长大的她，在10岁那年痛失了双亲，随后辗转流浪，来到了青云城，被刘老根一家收养。刘家主母死后，想要续弦留后的刘老根又将她纳为了小妾，结果2人还没圆房，80岁的老根就因为虚不受补嗝屁了。这也导致了他从小就没有得到过任何修炼上的培养，错过了最佳的修炼时机。如今已经21的苏媚娘，即便是想要修行，也无法夯实道基了，彻底与修炼无缘了。知道了苏媚娘的身世和体质以后，碧阳的心中对她更加的喜爱了。自己绑定了众仙之父系统，子嗣越强，自己能获得的奖励也就越多。而苏媚娘的9品地灵根显然是比5行灵根还要强大的体质，2人如果结合，那么生出来的子嗣也就更加强大。至于苏媚娘无法修行，根本无需担心，因为碧阳的金手指还可以在深入交流的过程中改善对方体质，提升对方修为，也就说他可以夯实苏媚娘的道基啊！包的。一时间，碧阳也是起了将苏媚娘收入家门的心思，多个道侣多条路，不过是多双筷子的事。再说了，人多也热闹不是吗？看苏媚娘对自己的态度似乎也有些朦胧和暧昧，估计拿下她不难。只是现在在刘家的灵堂，当着人家王夫的面说要娶她回家，实在是不合时宜。碧阳犹豫了很久，还是没能说出口。看着在自己身边哭的梨花带雨，也依然是那么颠倒众生的苏媚娘，碧阳心中一动，泛起了怜爱之心，忍不住轻轻将手搭在了媚娘那柔弱无骨的软糯香间。苏媚娘感受到碧阳掌心的温度，娇躯一颤，却是没有任何抵抗的意思。碧阳心中一喜，轻轻用力将她揽入了怀中，苏媚娘也仿佛像是找到了温暖港湾，顺势的把头埋进了碧阳的怀里，放声大哭了起来。碧阳不知如何开口，只好叹了口气，轻轻摸索着美人的香肩，不断的轻拍着她的后背，表示安慰。嗨嗨，2人正在相拥之时，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咳嗽声。碧阳回头一看，美艳娇妻周诗雨那张清冷中带着古怪意味的脸映入眼帘。周诗雨一身白裙，双手抱胸，就站在刘府的大门口，静静地盯着怀中抱美的碧阳，眼神中透着玩味和醋意。苏媚娘被突然出现的周诗雨吓了一跳，连忙像是触电般的从碧阳怀中挣脱，唯有碧阳脸不红心不跳的向着美艳娇妻走去。娘子，你怎么来了？周诗雨。夕阳西下，暮色渐沉，一身素白的苏媚娘依靠在刘府空荡荡的大门前，看着碧阳和他的娇妻双双回家。夕阳拉长了他们步伐一致的身影，2人站在一起时是那么的般配，此刻就连背影都很登对。看着看着，苏媚娘的神色慢慢的变得复杂了起来，眼波流转间，除了那浑然天成足以颠倒众生的妩媚，似乎还有一丝嫉妒。夜深了，碧阳也深了，周诗雨也感觉有点深了。看着身下连连求饶的美艳娇妻，碧阳脸上写满了得意。自从得知碧阳在刘府大战炼器7层的吴勇后，周诗雨便着急忙慌地赶了过去。结果等他赶到的时候，碧阳大战吴勇他没看到，却差点看到自己夫君大战俏寡妇的一幕。夫妻2人早已日久生情，周诗雨看到那一幕后醋意大发。尽管碧阳解释了自己只是在安慰孤苦伶仃的寡妇，但周诗雨仍然是狂喝猛醋，非是不听呢。没有办法，碧阳只好将他拦腰抱起，重振夫纲，一顿操作猛如虎。2人在极致升华中互相体谅了彼此，达成了和解，终于冰释前嫌。看着犹如一条猛龙般的坚强夫君，浑身酸软的周诗雨忽然觉得，夫君如果纳妾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多个姐妹的同时，也能多个人一起生儿育女，孩子多了，能领取的补贴也多了，
也能早点还清50万灵石的修炼贷。事后，二人相拥，温存之余，碧阳也是开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却轻松地得到了美艳娇妻的支持，这让碧阳大感意外。他原本还准备了一堆说辞，准备用来说服周诗雨，没想到他却干脆利落地同意了。那当然同意了。周诗雨玉手在碧阳胸膛画着圈，十分开明地表示，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再说了，怀孕后我的肚子只会越来越大，到时候夫君你就不能总是碰我了，我可不想烂嘴到连说话都疼。我刚才可不是吃醋。美艳娇妻嘴硬道，我只是生气，你有没有和我商量，就自己做了决定，明明你曾经答应过我的。虽然咱们是个小家庭，但我好歹也是你的正室，放在大家族那也是主母级别的人物，有些事情咱们不得商量着来吗？碧阳明白了，美艳娇妻要的只是自己的尊重和在意，点了点头。碧阳柔声道，那吴勇一事事发突然，你又不在身边，我就只能自作主张了。放心，夫君我心里有数，不会乱来的。至于纳妾这件事，我也是想和你商量来的，并不会随意的将其他女人带回家。你夫君我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正室，永远是咱们毕家的主母。夫妻二人互诉衷肠，表示爱意。周诗雨情意泛滥，忍不住对碧阳送上香吻，一直折腾到了夜半，周诗雨终于精疲力尽的沉沉睡去。屋外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那呼呼的风声如同哀嚎的野鬼一般，让人听了浑身发毛。碧阳还未睡去，他抬头望向窗外，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沉思。这苏媚娘是个毫无修为的弱女子，她一人独守灵堂，也不知道会不会害怕。此刻刘府灵堂内，苏媚娘正独自守在灵堂里，在狂风和惊雷之中瑟瑟发抖。她突然有些后悔赶走那些刘家的下人们了，至少他们在的话，现在也能陪陪自己，也不至于在阴森的灵堂和恐怖的深夜这么害怕。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时不时有狂风卷着大雨飘进灵堂，那凄厉的风声宛如厉鬼在咆哮，让人不寒而栗。苏媚娘胆战心惊地蜷缩在灵堂的角落，目光扫过灵堂中央那具硬邦邦的老根尸体，心中暗暗叫苦。说实话，这破灵堂她是一点也不想守。在刘家的这些年，也就死去的刘家主母对她还算不错，其他的下人们无不嫉妒她的容貌和身段，总是暗地里骂她的狐狸精，诬陷她勾搭这个牵连那个。这也是为何白天吴勇闹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下人同情她的原因。在那帮下人眼里，苏媚娘就是一个惹是生非、浪荡成性的狐狸精，甚至在刘家主母死后，她就迫不及待地勾搭上了刘老根，成为了对方的小妾。可只有苏媚娘才知道自己有多无辜，她心中一直将刘老根视为长辈，是刘老根色迷心窍，强行将她纳了妾。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在这个世道，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就算是逃出去，又有什么出路呢？无非是被另外一个陌生男人抓住，狠狠地蹂躏，或是葬身在城外的妖兽口中，沦为血食。作为一个错过了修炼的最佳时机，在这仙魔乱世毫无自保能力的柔弱女子，她其实也想有个温柔体贴的如意郎君，不求有多么荣华富贵，只要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那就很好了。思索间，苏媚娘不免又想起了早些时候那个为自己仗义出手、遮风挡雨的俊朗青年，他人品不错，说话又好听，性格也很温柔，最重要的是他有担当。碧阳，苏媚娘口中喃喃地叫着那个人的名字，眼底浮现了一抹柔情，嘴角也不由自主了露出了笑意。若是能嫁给他，生儿育女，夫妻子贤的过日子，应该也会很幸福吧。妩媚美人在脑中这样想到，想起自己白天依靠在他怀里那种温暖安心的感觉，苏媚娘不知不觉眼神有些痴迷。她想到了一些不该想的东西。哎呀，我到底在想什么？明明都没有什么，却想和他。不过想想也没什么吧，只是他好像对自己不是很喜欢的样子。下午我就在他的怀里，他都没有对我动手动脚。说来也是，我只是个克夫的寡妇，怎么可能配得上那么优秀的他呢？想到这里，苏媚娘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神色间有些颓唐。哒哒哒，就在他心绪万千、芳心大乱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摩擦板的声音。糟了，莫不是刘老根这个死色鬼回来找我了？还是吴勇那个不要脸的狗贼，趁我杨哥不在来翻墙了？苏媚娘娇躯一震，那双能勾人魂魄的美眸中写满了恐惧。她紧闭双眼，口中念念有词：死鬼别来，死鬼走开，死鬼，死鬼！哒哒哒，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苏媚娘脸上恐惧之色更深，她甚至能够感觉到一道阴影挡在了自己的面前，但是她不敢睁开双眼，她害怕看到什么可怕的画面。突然，脚步声停止，耳边只剩下了呼啸的风声。苏媚娘饱满丰腴、曲线惊心动魄的身子一颤，心跳像是在肋骨。就在她快要崩溃大喊的时候，
一道熟悉而温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媚娘，叫谁死鬼呢？”苏媚娘一愣，这道声音让她感受到了安定，随后心中莫名的不再害怕。她连忙睁开美目，待看清来人后，更是喜上心头。那双勾人的美眸中神采连连，惊喜之色溢于言表。毕公子，你怎么来了？灵堂外大雨倾盆，毕阳踏着风雨走入小小的灵堂，看着苏媚娘那张绝美的笑颜，毕阳能感受到她语气中的欣喜，笑着说：“这大半夜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我怕那吴勇贼心不死，趁夜来为难你，所以就过来看看。你一个弱女子独守灵堂，我也担心你会不会害怕，结果一来就听到你喊死鬼。”苏媚娘感受到毕阳话里的关心，心中一暖，眼眶有些湿润。“谢谢你，毕公子。”毕阳摆了摆手：“不用谢，看你刚才害怕的样子，似乎被吓得不轻。今夜我陪你吧。”苏媚娘心中惊喜不已，点着妩媚的小脑袋连连道好。忽然察觉到有些失态，连忙压下暗自雀跃的心，俏脸羞红，不敢再看毕阳。毕阳抖落着身上的雨水，刚才冒雨前来，让他浑身都被大雨淋湿了，薄薄的青衫沾过水就贴在了身上，让他十分难受，不停地拧着湿漉漉的衣服。眼见此景，苏媚娘柔声道：“毕公子，不如脱下来吧，媚娘生火帮你烤烤，等干爽了再穿上。”毕阳迟疑道：“这样不好吧？他身上只穿了一件青衫，孤男寡女身处灵堂，若是自己再袒胸露背没事的，你这么湿一定很难受，快脱了吧。”苏媚娘红着脸，那双勾人的眼睛眼波流转，盛情难却，再加上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确实很难受。想了想，现在深更半夜，又是风雨交加，城中的人早就休息了，就算脱光了，也根本不会有人看见。毕阳便同意了苏媚娘的提议，动手解起了衣衫，只是湿透了的扣子半天都解不开。看毕阳笨手笨脚的解着扣子，半天都没脱完，苏媚娘忍不住好心的说：“毕公子，让媚娘来帮你吧。”毕阳还要推辞，媚娘已经上手了，她葱白一般的小手灵活无比，3两下就解开了一颗绳扣。闻着苏媚娘身上那淡淡的幽香，毕阳感到一阵迷醉，看着专注的替自己宽衣的媚娘，他不由自主的夸赞道：“媚娘，你真贤惠。公子是在夸我这个克夫的寡妇贤惠吗？”苏媚娘抬起头来，没好气的白了毕阳一眼，只是那双勾人心魄的眼，怎么看都像是在挑逗。毕阳被他白得一阵酥麻，心神一颤：“不是不是，媚娘别误会，我的意思是，你很会照顾人，特别的温柔体贴。”说着，毕阳瞥了一眼旁边挺尸的刘老根，接着说道：“再说了，这老哥儿哪是你可没的？作为一个凡人，80岁高龄了，却色迷了心窍，还想老牛吃嫩草。就算没有你，他也没有多少活头了。”说到这，气氛有些沉闷，苏媚娘似乎又想起了自己的命运，低着头，似乎有些沮丧。毕阳察觉到了她的异样，连忙转移话题：“媚娘，以后的日子你打算怎么办？”叹了口气，苏媚娘悠悠的开口：“媚娘一无亲人，二没本事，守着偌大的家业，还是个寡妇，肯定会引来不少贼人惦记。还能怎么办？只能尽快的找个好人嫁了，寻一座靠山为媚娘遮风挡雨。只是不知道这青云城还有没有人愿意真心对我这个克夫的寡妇好。媚娘要求不高，只要是个能安稳过日子的就行，只要能生儿育女，一家人相亲相爱，媚娘就会很满足了。”毕阳闻言心中暗喜，苏媚娘体质非常好，心态和要求也很符合自己的条件，绝对是自己纳妾的最佳人选。媚娘说笑了：“你这般国色天香、温柔体贴的女子，恐怕就连9天上的仙女都比不过你。谁要是能娶了你，简直是享了8辈子的福了。”苏媚娘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低着头没说话，小手噼里啪啦几下子就解开了剩下的扣子。“公子，脱了吧，媚娘给你考考。”毕阳闻言自然地抬起了手，苏媚娘顺从地为他褪去了湿漉漉的青衫。青衫之下是毕阳那朝气蓬勃、精壮有力的胸膛，看得苏媚娘俏脸一红，连忙匆匆走开。“公子等等，我去生火。”灵堂之内只剩下了毕阳一人，转头看见挺尸的老哥，他忍不住戳了戳，全身所有头都坚硬如铁。想不到这金枪不倒丸配上野猪巨炮鞭，竟然有如此神效。这老哥走了2天了，还是这么帮硬，牛！思索间，苏媚娘已快步回到了灵堂，手中还多了一条毛巾。“公子身上都是水，快擦！”轰隆隆，话没说完，天空突然炸响了一道惊雷，闪光耀的半边天都亮了。啊！巨大的雷鸣声吓到了刚刚走进灵堂的苏媚娘，她惊叫了一声，吓得蹦起了老高，直接跳到了毕阳的身上，紧紧地搂着他，浑身颤抖。毕阳没被雷声吓到，反而被苏媚娘的一惊一乍惊到了，感受着她像个八爪鱼一样的挂在自己身上，花枝乱颤。毕阳只好不断地轻拍她柔软的后背，柔声地安慰着：“不怕不怕，媚娘不怕，有我呢。”许久，回过神来的苏媚娘耳边听着毕阳轻柔的话语和身上大手游走的抚慰，
只觉得浑身发烫。感受着碧阳那近在咫尺精壮的肉身，鼻尖传来他身上炙热的男子气概，苏媚娘只觉得自己浑身酥麻，越来越烫，忍不住轻轻地在他耳边呢喃：“碧阳。”那声音如痴如醉，带着一丝颤音和愉悦。碧阳转头和他对视，只觉得他那勾人的美眸之中媚眼如丝，望着怀中美人那颠倒众生的脸，碧阳只觉得大脑嗡的一下懵了，只觉得心中燥热，邪火不断上升。碧阳再也忍不住了，轻轻地问道：“媚娘，让我娶了你吧，跟我回去生儿育女，安稳的过日子好吗？”苏媚娘轻轻抚摸着碧阳那俊朗的脸庞，闻言喜上眉梢：“公子，你会对媚娘好吗？你愿意做媚娘的靠山，保护媚娘吗？”“我愿意，我愿意永远保护媚娘，保护咱们的家，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包括我自己。”望着妩媚尤物期待的眼神，碧阳眼神坚定地许诺道：“公子。”苏媚娘感觉自己的心就像是被谁给一把攥住了，她彻底沦陷在了碧阳的怀里。“你带媚娘走吧，媚娘愿意嫁给你，为你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苏媚娘抬起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脸，媚眼如丝，红唇微张。碧阳心神一荡，喜不自禁，连忙搂紧了怀中的绝色尤物，对着她的红唇一口亲了上去，叫夫君。“不要！”出人意料的，苏媚娘竟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她柔情似蜜地说：“我要叫你老爷。”碧阳眼前一亮，他也觉得这个称呼带劲，连连使出精彩操作。就在极致升华的那一瞬间，所有杂念全都不见。与此同时，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也堪堪响起：“叮咚，恭喜宿主达成一妻一妾，向成为众仙之父的又迈出了一步。恭喜宿主觅得特殊体质地灵根，并帮助苏媚娘打通了她的地灵根，获得奖励：自身修为提升3层，自身灵根品质提升3品，特殊体质还有意外奖励。”碧阳十分欣喜，他连忙内视己身，果然发现自己的境界已经来到了炼气7层，灵根也提升到了1品杂灵根，1品杂灵根了，再提升一次，灵根就能突破品阶，成为更高品质的灵根，到时候孕育出来子女的先天属性也就越强。系统的提示音还在响起，碧阳连忙凝神望去，获得奖励：执掌乾坤术，道法神通，同境界及以下的对手，你抬手即可镇压。执掌乾坤术，碧阳眼前又是一亮，这个神通术法也很厉害，完全不比混元一气斩神咒差。以后面对同境界的修士，根本不需要出手厮杀，直接用执掌乾坤术，抬手就能将他镇压。帅！面对实力境界都超过自己的厉害角色，再使用混元一气斩神咒，爆发5倍战力秒杀，绝！系统继续发出提示：获得奖励：运灵丹星号100颗，道侣运期时服用，可大幅提升胎儿的先天灵根属性。当前道侣：苏媚娘，9品地灵根，无修为，血脉发育已启动，和道侣深入交流将提升对方体质。苏媚娘的灵根已被打通，继续交流可将她的道基夯实得更加稳固。系统任务已发放好运连连，让苏媚娘成功好运，奖励地阶功法纯阴神虚宝典、先天法宝悟道台，修炼速度提升5倍。这个运灵丹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能在子嗣未出生之前就提升子嗣的先天灵根。先天灵根妙用无穷，相比较生下来以后再通过大量的资源去提升的后天灵根，先天灵根的好处更加明显，让苏媚娘怀上自己的孩子，甚至还有的阶功法和先天法宝可以领。志得意满的毕老爷非常开心。苏媚娘脸上的潮红未散，想起自己刚才说的那些羞人的话，她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看着她红扑扑的小脸，忍不住将媚娘搂进怀里。碧阳嘿嘿一笑，刚才有人比她更疯狂。媚娘，这老哥的领你还守吗？不守了。苏媚娘此时满眼都是情郎碧阳，连看都没看一眼硬邦邦的刘老根，摇着脑袋干脆地说：刘家主母在世时对我不错，她的领我已经守过了。刘老根他其实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总是偷看我洗澡不说，主母一死，他就逼着我要我嫁给他，不然就将我赶出城外去喂妖兽。我对他不算恨，但也绝对谈不上什么感情。现在有了老爷，谁还给他守灵啊？碧阳闻言点了点头，那就挖个坑把他埋了，然后跟我回家。都听老爷的。苏媚娘乖巧点头，两人说干就干。此时下了一夜的大雨终于停了，碧阳拆了灵堂，光着膀子直接在刘府院中挖出了一个大坑，将刘老根硬邦邦的尸体装进早就准备好的棺材里，放在了坑中。刚要填土，已经更换了衣服的媚娘便扭着腰肢过来，心疼地为碧阳擦汗。老爷辛苦了，天还没亮，累了就歇一会吧。夫人，我不累。家中已有一个美艳娇妻，又得到一个绝世尤物的毕大老爷，心情非常不错。此时已接近黎明，约莫再有1个多时辰，天就刚亮了。碧阳正准备填土离开，忽听耳边风声再起，刷刷刷。还以为又要下雨的碧阳抬头一看，惊觉不对，
刘府大门外竟多了几道身影。几人看到碧阳后也是一愣，纷纷将目光投向为首那位面竟无须的黑衣男子。黑衣男子正是先前被碧阳吓到屁滚尿流、狼狈逃窜的吴勇。碧阳的那道神光中竟然有着一丝大道之力，为此吴勇甚至不惜花了2000灵石的血本，才买到了一颗珍贵的神养丹，这才清除了体内残存的大道之力。现在他的伤势已无大碍，只是有些体虚而已。治好了伤势的吴勇心中又气又怒，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家底又添了新的饥荒。知道吴勇重伤后，频繁登门的逼债人更是让负债累累的吴勇喘不过气来。因此伤势一好，他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刘家，尽快地拿下苏媚娘，掌握刘家的家产还债。但想到之前为苏媚娘出头的碧阳，吴勇还是有些惊疑不定。明明修为只有炼气4层的碧阳，竟然能一击重伤自己这个炼气7层的修士，这个小畜生十分的古怪。知道自己不是碧阳的对手，但又因为迫在眉睫的债务问题，不得不抓紧吃下刘家家业的吴勇，还是硬着头皮决定趁着雨夜强行霸占刘家的家产。为此，吴勇还喊来了另外几个好帮手，一起对付到时可能会出现的碧阳。这几人都是这些年一起出死入生的亡命之徒。为了请他们出手，吴勇还许诺了事成之后，每人奉上5000灵石感谢。毕竟刘家家大业大，自己一旦得手家业后，这点灵石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吴勇知道，若不是因为碧阳的存在，这笔钱他根本就不需要拿的。吴勇越想越气，碧阳那个该死的小畜生坏尽了自己的好事，占有寡妇，拿下刘家，这件事刻不容缓。因此大雨一停，人手到齐后，吴勇就带队风风火火地赶来了刘家。没想到一来就看到碧阳和那个风情万种的俏寡妇在打情骂俏。看着那个俏寡妇勾魂夺魄的骚样，吴勇很难不怀疑碧阳这个小畜生已经先自己一步给吃了。这个发现让他怒火中烧，气得牙根直痒痒。妈的，俏寡妇和刘家都是我的！想到这，吴勇在短暂的失神过后，含怒暴喝，声若惊雷：碧阳，你果然在这！也好，省得我去找你，今日就是你这小畜生的死期。在他的身边还有5人，气息如龙似虎，修为浑厚，实力竟然全都在吴勇之上。一个个神色不善地盯着碧阳，像是野狼在看着一只弱小可怜的羔羊，逐渐露出了变态又狰狞的笑容。刘府之中，碧阳毫不在意地看着盛气凌人的吴勇，挥了挥手，让苏媚娘站到自己的身后，随后潇洒地对着吴勇扬了扬头，周身气势暴涨，很快就飙升到了和吴勇一样的境界，炼气第7层。小畜生，受！吴勇本打算嚣张地宣判碧阳的死刑，只是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像是看到了什么大恐怖一样，指着碧阳，半天都说不出话来。看着吴勇突然面露惊恐之色，两腿抖若筛糠，碧阳笑眯眯地说道：受什么？说啊，怎么不说了？面对着碧阳那看似人畜无害的笑容，吴勇却一改嚣张的态度，面如土色。这一幕让吴勇身后的几位帮手十分不解，其中一人捅了捅呆愣的吴勇，出言问道：吴兄，你等啥呢？说辞啊！另一个察觉到了吴勇的状态不对劲，说道：吴兄，到底怎么回事？吴勇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露出一副见了鬼一样的表情，说道：各位兄弟，你们看他的修为，昨天他还是炼气4层呢，现在却成了炼气7层了，这太古怪了。吴勇甚至来不及想碧阳这家伙为什么会提升这么快，他只知道炼气4层的时候自己都打不过碧阳，炼气7层那就更别提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发现，让吴勇现在有点骑虎难下打。还是不打？打的话，万一再被这碧阳一指洞穿怎么办？炼气4层的他都能击伤自己，如今炼气7层威力会不会更加恐怖？不打的话，身后这一帮兄弟没法交代，如果这次无功而返，很难服众啊。一人5000灵石的出场费呢？这时吴勇身后一位魁梧壮汉开口道：吴兄，怕他作甚？他是炼气7层，我还是炼气9层呢。你来时还势在必得，怎么现在变得婆婆妈妈的了？这次我本不想来的，是你许下重金，我才过来的。我可告诉你啊，此事成与不成，5000灵石你都得一分不少的拿出来。此话一出，其余几人都是点头附和。这让吴勇的脸色更加难看了。看到他面露难色，那魁梧壮汉再次开口道：吴兄，我看着小寡妇风姿卓越，说是天仙也不为过，这刘家也确实颇有家资，你要是不敢上，就退到后面去，我来。怕他个毛头小子干嘛？别忘了咱们几个上次合力，连炼气大圆满的修士都宰掉了，一个炼气7层的小子，有什么好畏手畏脚的？就算他再强，也不过是一个炼气7层的小畜生，没什么可怕的，他总不能一指灭了咱们6个吧？听到这，吴勇也反应了过来，这苏媚娘的姿色颠倒众生，果然是谁看了都忍不住想要得手。事到如今，他现在已无退路，怕也要上，
这可能是他发财还债的唯一机会了。想到自己冒的一屁股债，吴勇心中一紧，升起了一种破釜沉舟的念头，不成功便成仁。壮汉说的没错，上次他们6人合力，确实围困住了一个炼气大圆满的修士，最后成功击杀了对方。碧阳就算再强，也只有一道神光，他们却有6个人，只要不是一指灭了他们6人，被自己包围后，他就必死无疑。想到自己欠下的100万灵石巨债，那群放贷人残忍的逼债手段，吴勇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必须要拿下刘家，还上修炼带，否则落到王家收债人的手里，生不如死。念及此处，吴勇把心一横，忽然振作，哈哈大笑道：哈哈，我曾被这畜生所伤，因此方才投鼠忌器，倒是让大家见笑了。诸位兄弟，请出手助我拿下此寮。事成之后，说好的一人5000灵石，吴某双手奉上。话音刚落，那一直怂恿的魁梧壮汉也是哈哈大笑道：吴兄豪情，不过在下知道吴兄手头紧，急缺灵石，那5000灵石在下不要了。不过，随后他双眼色眯眯地盯着苏媚娘，淫荡地说道：这个俏寡妇，我心中实在是喜欢的紧，能否请吴兄割爱，让我玩她1个月？没错，吴兄我也喜欢这俏寡妇啊，我愿意再出5000灵石，玩她2个月，我多出1万，玩3个月，我也。吴勇闻言一愣，没想到还意外地找到了一条发财之道，他心中狂喜地一一答应着，看向苏媚娘的眼神都变了，仿佛已经将她视为了掌中玩物和发财工具。苏媚娘一直听着吴勇他们的大声密谋，俏脸被吓得惨白一片，面对着吴勇等人饥渴难耐、如狼似虎的眼神，她只往碧阳的怀里躲。看着被自己等人吓得花枝乱颤的俏寡妇，吴勇等人笑得更加肆无忌惮了起来，唯有碧阳一直冷眼旁观，心中杀意沸腾。一阵狂笑后，吴勇看着脸色阴沉的碧阳，心中愤恨交加。兄弟们，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不过想玩俏寡妇，咱们得先拿下这个古怪的小畜生再说。没问题，兄弟们动手，拿下小畜生，狂玩俏寡妇，围上去砍了这厮。上啊！同为炼气7层的修为给了吴勇他们自信，他们自以为人数占优，狞笑着踏过门槛。污言秽语间，各色灵力光芒开始在他们身上升腾，武器闪烁着寒光，杀意如同实质的潮水般汹涌而来，要将场中的2人吞噬。碧阳赤裸着精壮的上身，站在刚挖好的土坑旁，此刻他的神情冷若冰霜，如同淬了寒冰的利刃。吴勇等人围堵在刘府门口，淫邪的目光在碧阳身后的苏媚娘身上肆无忌惮的扫视，污言秽语如同恶臭的泥沼，彻底的激怒了碧阳。面对6人同时爆发的气势压迫和冲来的身形，碧阳嘴角反而勾起一丝冰冷到极致的弧度。魁梧壮汉的巨斧率先劈开空气，吴勇夹杂着新仇旧恨的土灵光铁拳也紧随其后，另外4人更是从不同角度封死碧阳的退路。就在他们身形腾跃飞至空中的瞬间，碧阳动了，他甚至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懒得给予这些聒噪的虫子，他只是简单的抬起了右手，没有任何繁琐的咒诀手势，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灵力爆发前兆，那仅仅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抬手动作。然而就是这一个动作，却仿佛成为了天地间唯一的律令。大道临身，执掌乾坤，一股无法形容、无法抗拒的恐怖伟力骤然降临在场中。整个刘府庭院乃至庭院上方的空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涵盖寰宇的巨手紧紧地攥在手心，沉闷的窒息感和恐怖的威压弥漫了整个刘府大院，就连空气都在瞬间凝固，粘稠的空气此刻就如同液态的水银，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空气中弥漫的尘埃、飘落的树叶，甚至那些溢散的光芒，都如同画布上的墨点般被死死地定在了原地。怎么回事？我怎么动不了了？冲在最前面的魁梧壮汉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了，被一种极致的惊恐取代。他感觉仿佛有一座神山凭空出现，轰然镇压在他的神魂与肉身之上。糟了，这小畜生真有古怪，不只是他，吴勇以及另外4名冲来的帮手都陷入了和他一样的困境之中。前一刻还凶神恶煞的他们，气势在刹那间被崩解。6个人飞起攻击的动作就如同被施加了迟缓的诅咒，变得比蜗牛还慢，维持着前冲或施法的姿态，僵在了距离碧阳不足3尺的地方。他们身上原本炽盛的灵力光芒，好似那风中残烛，扑哧一声被这股无形的恐怖压力硬生生地压灭了。所有的攻击，所有的防御，所有的灵力运转都被强行的打断，压制的连一丝一毫都无法调动。扑通扑通扑通，失去了力气的吴勇6人根本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在一连串坠地的沉闷声响中，像是烂泥一般摔落在了地上。这是什么情况？是那个小畜生的手段吗？该死！吴勇，你又传假情报，你不是说那小子只会一指的吗？
魁梧壮汉洪亮的声音此刻变得像是撕裂般的沙哑，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因为他的胸膛被巨大的压力按在泥地里，说话异常困难。这是天地规则，是大道之力，这不是境界的压制，是他掌握了道法神通。吴勇惊恐的大叫，他曾在道盟的一位仙师手中看到过这种恐怖惊天的手段，当时就带给了他无比的震撼。可是碧阳怎么也会这种高深手段？他明明只是个练气的修为的杂灵根啊，而那位道盟的仙师可是道法通玄的金丹大能。这个叫碧阳的小畜生到底是什么情况？以前自己怎么不知道他有这么恐怖？难道他也是仙师？之前一直隐藏了实力？想到这里，吴勇忽然觉得浑身冰冷，被吓得魂不附体，一股强烈的悔恨之意充斥着他的内心。噼啪噼啪，在令人牙酸的骨骼爆响声中，那无法抗拒的大道之力正狠狠地压制着试图挣扎和反抗的吴勇六人。他们的挣扎和反抗在天地规则面前却显得渺小的可怜，连动都动不了，只能换来一声声的骨骼脆响和难以承受的剧痛。六人狼狈地趴在地面上，面孔紧贴着泥泞湿冷的土地，四肢扭曲着摊开，呈现出一种极端屈辱的五体投地的姿势。他们只能徒劳地睁大自己那充满血丝的眼睛，感受着周身每一寸骨头每一块肌肉都在呻吟哀嚎，承受着即将被碾碎的恐惧。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饶命啊！毕大爷，仙师饶命！吴勇肝胆俱裂，他终于彻底明白了，无论碧阳有什么古怪，都是自己惹不起的存在。这股凌驾于他境界的力量远超他的理解，这是绝对的压制，是规则的玩弄。他想磕头求饶，却被强大的力量死死按着头颅，动弹不得，只能在喉咙里挤出惊恐到极点的哀嚎。其余五人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屎尿齐流，空气中弥漫开一股腥臊恶臭。听到吴勇求饶后，也是连忙认错道歉。误会，天大的误会！毕仙师饶命，我们是被吴勇诓骗来的。对，都是吴勇指使的，不关我们的事啊！苏娘子，苏仙女，求您说句话，让毕仙师饶了我们狗命吧，我们给您当牛做马。哭喊声、告饶声、甩锅声，因窒息和剧痛发出的痛苦闷哼声交织在一起，刘府大院像是上演了一出绝望的喜剧。碧阳冷眼看着地上如同蛆虫般挣扎扭曲的六人，眼神中没有丝毫怜悯，只有刺骨的冰寒和浓郁的杀机。他缓缓向前踏出一步，脚步落在泥泞中，发出轻微的声响，却如同死亡的鼓点，敲在了吴勇等人的心尖上。饶命！此时此刻，你们怕不是在说笑吧？碧阳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盖过了所有哭喊，带着一种审判般的冰冷，字字如刀。吴勇，他的目光第一个锁定在最前方的吴勇身上。你欠下天价债务，不思正道，却屡次三番图谋他人的遗孀和家产，简直是禽兽不如。你白日强闯灵堂，逼婚凌弱，欲行不轨，若不是我在场，只怕就让你得逞了。你今夜纠集匪类，口中污言秽语，言语歹毒如蛇蝎，心思龌龊不堪，居然当着老子的面要玩弄我家夫人，你还敢叫我饶命？你已有取死之道，不将你大卸八块，都难消我心头之恨。话语落下，碧阳已走到吴勇面前，俯视着那张因惊恐而扭曲变形的脸。对于吴勇这个家伙，碧阳本来也打算去主动找到他，将他彻底铲除。就凭他白天嚣张地闯入刘府，要逼婚苏媚娘，跟自己抢女人这件事，碧阳不可能放过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面对吴勇痛哭流涕的求饶，碧阳没有任何的犹豫，脚上凝聚灵力，在吴勇绝望到极致、不似人生的奸笑中，如同踏碎一只臭虫般，狠狠地一脚踏下。噗嗤，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闷响在大院之中回荡，吴勇的脑袋就像西瓜一样爆开，四处飞溅。剩下的五人目睹这凶残的景象，顿时吓得亡魂大冒，哭喊的求饶声更加的凄厉和绝望。碧阳冰冷的目光扫过他们，声音冷的就像是寒玉吹来的风。至于你们这几个王八蛋，助纣为虐也就算了，贪图我家夫人的美色，更是口出禽兽之言。今日若是饶了你们，我碧阳枉为丈夫。话音未落，碧阳的身影骤然消失在了原地。第一个就是你这杂种！冷喝声中，他鬼魅般的出现在了刚刚声称要第一个玩苏媚娘1个月的魁梧壮汉身边。没等对方看清，一记凝聚了全部怒火的直拳，带着尖锐的破空声，狠狠地轰击在了他的背心。咔嚓，断裂的脆响清晰可闻。那壮汉连一声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人都被碧阳含恨的一拳砸进了泥土里，嘎巴一下没了声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碧阳的身影如同来自地狱的勾魂使者，在充斥着大道之力的空间中行动自如。每一次身形的闪动，都必然伴随着一声简短冰冷的宣告和一声骨骼碎裂的闷响或惨叫。
庭院中惨叫声和求饶声此起彼伏，又迅速戛然而止，只剩下肉体撞击和骨骼碎裂的沉闷声响。仅仅数个呼吸之间，吴勇和他的5位帮手，连同他们肮脏的念头和狂妄的底气，就在这蕴含着大道规则的恐怖镇压之下，被毕阳如碾死蝼蚁般的全部诛杀。当最后一人带着无尽的悔恨咽下最后一口气，毕阳才缓缓停手，大手随意的一挥，散去了笼罩着大院的道法神通。一瞬间，压力尽除。他冷冽的目光扫过吴勇等人惨不忍睹的尸体，眼神深处闪过了一丝释放杀意后的畅快。站在他身后的苏媚娘早已被他的手段吓傻，用手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小嘴，美眸圆睁，里面充满了极致的震撼和劫后余生的悸动。看着自家老爷那消瘦但却坚定的背影，绝世尤物心中的恐惧渐渐地被浓浓的安全感所取代。这就是他想要的靠山，这就是他想嫁的男人，这就是他的老爷，他爱老爷。晨光初显，刘府院中雨后的空气带着腥气和微凉。毕阳将吴勇等6人的尸体和刘老根埋在了一起，还好他挖的坑大，一坑刚好装下。吴勇几人身上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储物袋里穷得叮当乱响，除了几块零食，就剩下了2枚金光闪闪的腰丹。毕阳研究一下，也不确定有用没用，随手就扔进了储物袋，准备回去后给自己娘子看看。填好了土，毕阳在苏媚娘的服侍下穿上了青衫，看着身旁妩媚勾人、颠倒众生的媚娘，毕阳想起了系统的好运连连任务，还有49次就能怀上了。此件事了，跟我回家吧，夫人。毕阳眼神火热。苏媚娘早已换回了常服，闻言媚眼如丝，眼波流转，娇羞不已地点了点头。听老爷的。老爷，你家里那位看到我会不会？不会的，放心吧，我家娘子很温柔的。你说她怀孕了，老爷放心，我一定会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你把老爷我伺候得舒舒服服就行了，那我把你们2个都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哦，细说，细说。哎呀，老爷你坏。晨光洒在小院，安宁静谧。毕阳带着苏媚娘走进了自家的小院，没想到周诗雨居然早早就起来了，正在小院中打坐修炼。昨夜毕阳走前跟他说了担心吴勇找麻烦，要去刘家看看的事。自他走后，周诗雨就没睡了。修仙之人本就不需要经常睡觉，唯有精疲力尽之时才需要入眠休息。等到外面大雨停了后，周诗雨索性起床，吐纳晨光，开始了修炼。毕阳推开院门时，他睁开美目，如莲花般清冷的容颜上绽放出了一抹笑意，似冰雪消融。当忐忑不安的苏媚娘紧紧地抓着毕阳的胳膊踏入小院，小吃一惊的周诗雨表情显而易见地愣了一下，一丝酸酸的感觉萦绕心头，但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吃惊的表情仅仅维持了一瞬，重新绽放出了绝美的笑颜，笑着迎上了2人。周诗雨大大方方地走近，看着神情疲惫的2人，柔声道：夫君回来了，苏仙子，咱们又见面了。之前周诗雨听说毕阳和吴勇对战，曾去刘府找过毕阳，因此2人是见过一面的。苏媚娘原本还局促不安，见周诗雨笑意盈盈的主动问好，连忙施礼见过。毕阳冲着周诗雨笑着点了点头，连忙介绍道：娘子，没想到你起得这么早，昨晚我陪着媚娘守夜，果然再次碰到了吴勇。如此，担心媚娘留在刘府再遭到宵小的纠缠，便将她带回来了。在听毕阳讲述了昨夜发生的事后，周诗雨脸上的担忧之色一闪而过，不由得仔细地打量起了苏媚娘。之前那一面只是匆匆一瞥，虽然惊艳，但未曾细看，离得近了仔细观瞧之后，就连本就倾国倾城的周诗雨都不免惊叹于对方的美貌。只见苏媚娘身材高挑，曲线玲珑有致，比之自己也毫不逊色。但相比苏媚娘那完美的身材，她的脸才较美得惊心动魄。只见她秀发乌黑油亮，黛眉琼鼻，樱桃小嘴，五官的比例那是刚刚好，多一分少一分都会破坏那极致和谐的美感。尤其是她那双勾人的眼中浑然天成的妩媚之意，更是神来之笔，衬托着本像是9天玄女的她，自带了一丝烟火气息。饶是自认为是人间角色的周诗雨，也不得不夸上一句：好一个颠倒众生的苏媚娘。周诗雨总算是知道自家夫君为什么对她神魂颠倒了，就连半夜都忍不住爬起来要去刘家陪她守夜。这等角色，哪个男人能忍住啊？想到这，周诗雨忍不住白了一眼毕阳，他这才惊讶地发现毕阳的修为。夫君，一夜之间，你竟然达到炼气7层了！美艳娇妻不可置信地惊呼道。毕阳点了点头，昨夜侥幸突破了。周诗雨呼吸一滞，想起了之前自己和夫君第一次深入交流的时候，他也是在极致升华中突破了，心中顿时了然，看来这苏媚娘也破了。看着站着毕阳身边手足无措略显紧张的苏媚娘，周诗雨心中已有决定，之前他就和夫君讨论过纳妾之事，因此也不意外。媚娘，夫君他说的对，你一个弱女子孤身待在刘府，难免会有宵小窥视，
这间院子有3处卧室，我去为你收拾一间出来，你就在这安心住下，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苏媚娘心中大为感激，没想到周诗雨并不排斥自己，还热情的要为自己收拾屋子，这如何使的？自己是新来的，应该是自己出力表现一番才对。苏媚娘连忙就要开口，却被碧阳抢了先，娘子且慢，为夫还有好东西要给你呢。说着，他掏出了系统奖励的100颗运灵丹，向他们解释了这丹药的奇效后，一人分了50颗。周诗雨握着运灵丹，欣喜非常，这竟然是能提升腹中胎儿先天体质的神丹。有了它，自己腹中的孩子就能在出生前将灵根提升到新的高度，先天越强，未来的成就也就越高了。都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之前还满脑子都是继续修炼，追逐仙路的周诗雨，有了孩子以后的转变很大。考虑问题时，总会带入自己的小家庭，心中占比最重的人，从自己到碧阳，最后慢慢的变成了腹中的孩子。那是他身上的心头肉，是和他呼吸同一口空气，同步每一次心跳，同生共死，亲身孕育的孩子。50颗运灵丹，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胜过50颗提升自己的仙丹。这就是一个母亲最简单的想法，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看着周诗雨惊喜兴奋的表情，苏媚娘心中一动，或许这正是自己融入毕家，和周诗雨打好关系的好机会。姐姐，我现在还没怀上呢，运灵丹给我也没用，我看姐姐你喜欢，不如就都给你吧，这样你腹中的孩子就能提升的更多了，对咱们毕家不是更好吗？苏媚娘这简单的几句话释放了多重的含义。周诗雨眼前一亮，没想到这苏媚娘如此的懂事，俨然已经成为了毕家的一份子，心中更加开心。在连番的推辞后，最后一边喊着使不得使不得，一边笑嘻嘻地收下了全部的100颗运灵丹。经此一事，二女的距离陡然拉近，姐姐妹妹的喊着，娇笑着抱在了一团，倒是把碧阳晾在了一旁。二女相伴前去整理房间，碧阳则挠了挠头，转身去洗漱了一番。等他再次出来时，周诗雨已经回到了院中，正在吞服运灵丹，运功炼化药力。碧阳想了想，没有打扰，而是转身摸到了苏媚娘的房间。苏媚娘昨夜一宿没睡，正躺在床上休息，一身紫色长裙的她更显得那饱满的身材曲线极致的诱人与美丽。碧阳悄悄地溜进房间，反手关上了房门。还没睡着的苏媚娘听到动静，睁开美目，一丝绯红悄然爬上媚娘那张颠倒众生的脸，她微微地眯着那双媚眼，轻声唤了一句：“老爷。”听到这苏媚入骨的呼唤，碧阳再也忍不住了，嗷的一声扑了上去。接下来的日子里，碧阳每天都和苏媚娘待在一起。毕大老爷倒也不是没想过雨露均沾，他也试过和周诗雨交流一番，联络感情。可周诗雨却忙着炼化100颗运灵丹，每次都将碧阳亲自送到苏媚娘的房间，然后带上房门，潇洒离去。碧阳甚至担心周诗雨是不是心有芥蒂，为此他不惜深夜悄悄潜入，但却被周诗雨直接拒之门外。碧阳百思不得其解，周诗雨这才无奈地表示自己真的没有吃醋，也没有任何异心，只是他有孕在身，真的不能经常承受宫法。碧阳这才放下心来，全心全力地投入到了苏媚娘的任务当中。时光如春水般流淌，很快1个月过去了。这天，毕大老爷心满意足，苏媚娘顶着一张红扑扑的小脸，洋溢着满足的喜悦，依偎碧阳的怀里。经过这段时间的奋战，好运连连，任务已经完成了，成功获得了地阶功法纯阴神虚宝典和先天法宝悟道台。碧阳从储物袋中掏出了纯阴神虚宝典，交给媚娘。她的修炼天道已经被打通，道基被碧阳夯得非常实。媚娘，你现在已经可以修炼了，这门功法是为夫特意为你准备的。苏媚娘捧着功法如得至宝，一双美眸闪烁灵光。真的吗，老爷？我也能修炼了？碧阳笑着点头。不错，不仅可以修炼，经过老爷我的努力，你的道基也十分稳固。你本是9品哦，现在的8品了。你的8品地灵根比我和诗雨的修炼体质都好一大截，凭你的天赋，只要开始修炼，很快就能超过诗雨了。苏媚娘欣喜不已，一脸崇拜地看着碧阳。老爷，你真好，媚娘好爱你哦。她本就遗憾自己错过时机而无法修炼，如今得知碧阳帮她夯实了道基，不仅可以修炼，而且还是3人中天赋最强的，一时间兴奋不已。她自从和碧阳同房后，被血脉发育改造了身体，本就丰腴饱满、极致诱惑的身材更加的风情万种，身材曲线越发的爆炸。此刻不断跳动的苏媚娘雪白闪耀，看得碧阳热血沸腾，连忙伸手按住了她温润的身子。快穿好衣服，我让诗雨教你怎么修炼。苏媚娘浪叫了一声，格外的兴奋，匆匆穿好了衣服，兴冲冲地跟着碧阳走出了房门。小院中，周诗雨刚好也炼化完了全部的运灵丹，此时他内视身体，只觉得自己腹中那团生机勃勃的光团，竟从最开始的朦胧灵光变成了一团璀璨的神光。
那道神光生命生机更浓，散发着浑厚而又玄妙的气息，天生亲和大道。神光在周诗雨的腹中规律地跳动着，不时有天地规则沉浮，隐约可以感受到其中孕育着一个天赋惊人的生命。跳动时溢出的大道气息让周诗雨都感到震惊。此时距离她怀孕已有2个多月了，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周诗雨一脸慈爱，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孩儿，娘等着你出世时震惊世人的那一刻，到时候让那群瞧不起娘的周家人好好的瞧瞧你惊世天资。耳边传来推门声，周诗雨抬头，见是夫君碧阳带着一脸兴奋的苏媚娘，连忙告诉了夫君这个喜讯。碧阳听完也很开心，自己的孩子天资惊人，不仅是他能获得更高的奖励，对于整个毕家来说都是荣光，毕竟先天体质越强，以后一定更有出息。碧阳温柔地看着开心不已的周诗雨，真诚地说道：娘子，怀胎10月，辛苦你了。周诗雨感受到夫君的关心和柔情，内心满是感动，匍匐在他的胸膛，甜蜜的道：不辛苦，娘子愿意为夫君为毕家开枝散叶，这是娘子应该做的。说着，二人情深意切，不由自主的双唇相接，一时间口舌生香，念头通达。良久，唇分，二人气喘吁吁的分开。苏媚娘也兴奋的挤了进来，手举着纯阴神虚宝典，皱着可爱的小鼻子说道：诗雨姐姐，老爷说我可以修炼了，你看，这是他给咱俩特意准备的地阶功法。地阶？周诗雨连忙接过查看，发现果然是地阶没错，绝美的容颜上露出了惊讶之色。要知道这功法可是十分难得，仙、神、天、地、玄、黄6阶之中，普通人接触到的只有玄、黄2阶，至于天、地2阶功法，除非是仙宗内天资卓越的真传弟子才有资格接触到，而仙、神2阶功法更是相传早已断绝，被视为不传之秘，就连青云仙宗的首席都接触不到，恐怕世间唯有古世家、古圣地才有传承。周诗雨现在修炼的功法，还是他花了18万灵石才捡漏买到的玄阶上品功法，被他视为珍宝。想不到夫君一出手就是地阶功法，因此让周诗雨吃惊不小。碧阳看着周诗雨惊讶的眼神，也没多做解释，只是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在二美惊讶的眼神中又掏出了一件闪烁着璀璨光华的莲台宝座。光华隐去后，只见那莲台半人高，巨大的莲花瓣向上收拢，通体纯白如玉，散发着纯正古朴的大道气息。神识扫过其上，只觉得似有道韵流转，心中杂念全清，只剩大道余韵在心中流转，此物一眼不凡。周诗雨惊叹连连，指着莲台问道：夫君，这又是什么宝物？娘子，这叫做悟道台。碧阳指着莲台答道：悟道台，这名字也很不俗，此物有何玄妙？周诗雨不明觉厉。哈哈，碧阳大笑：有何玄妙？娘子何不亲自感受一番？话音刚落，碧阳突然出手，一手一个环住二美的柳腰，身形一闪，便跃入了莲台之中。夫君，不要！老爷你好坏哦！嘿嘿嘿，妙吗娘子？妙妙妙啊！此物甚是玄妙。周诗雨伸手抚摸着散发着大道气息的悟道台，双目痴迷，心中甚是欢喜。方才他尝试在悟道台中修炼，灵气入体速度相比外界足快了5倍。不仅如此，原本低阶修士根本感受不到，只有金丹大能以上的修为才能触摸到的大道气息，都能在炼气期体会到了。这等于是让低阶修士在修炼的起步阶段就对大道有了的理解，对于以后的修仙路来说，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周诗雨现在是炼气9层巅峰的修为，在踏入炼气10层大圆满之间，有一道牢不可破的桎梏。如今在修炼了1个周天后，都开始变得松动了起来。这就是感悟到了道则的好处。夫君，此物不愧是先天至宝，实在是太神奇了。方才我不过是打坐运行了几个周天，那玄奥的大道梵音就一直在我脑中回响，似有仙王在为我讲经。周诗雨的脸上写满了兴奋，挥舞着小拳头，开心地说道：以前在修炼的时候，总有不明白的地方，每遇到那些问题，若是在仙宗之内，还能问问前辈高人。可是自己修炼的时候，只能靠自己硬猜硬想，难免会对大道的理解产生歧义。长此以往，很容易在修炼的道路上走上不归路，与天地规则背道而驰，后果不堪设想。可如今咱们有了先天至宝悟道台以后，天然亲和大道，似有仙王在身边保驾护航，每当遇到念头不通达的时候，修炼上的疑惑迎刃而解，实在是太妙了。看着周诗雨爱不释手的样子，碧阳心中也很满意。事实上，不仅收礼物的人心里有爽感，送礼物的人看到自己的礼物被人喜爱，心里也很有爽感。媚娘闻言眼前一亮，她刚得了修炼之法，正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一下修炼的感觉。想想自己也能修仙了，苏媚娘就激动不要不要的。碧阳笑道：念头不通达没关系，为夫通达就可以了。周诗雨闻言，这才将目光从莲台上收回，美目白了碧阳一眼，脸上却全是笑意。
悟道台、地阶功法、百发百中的体质，还能在交流中提升道侣的修为，这一切都太神奇了。虽然心中十分好奇为何夫君身上有那么多的神奇之处，但夫君没有主动解释，周诗雨也没有多问。女子的三从四德告诉他，别问那么多不该问的，只要夫君对自己好，对家人好，那就多用嘴，少说话。周诗雨开口说道：夫君，我刚才为媚娘引气入体的时候，发现她体内也有一个光团，她也怀孕了。我跟你说过，怀孕初期正是养胎的时候，不能总是承受鱼水之欢，会导致胎儿流产的。所以以后你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了，养胎最要紧。啊！碧阳瞬间萎靡了，苦着一张脸，碧阳欲哭无泪，她的幸福生活啊，好不容易有了一妻一妾，还没享受一番，难道就要结束了？怀胎10月，自己还不得憋炸了。想到这里，碧阳叹了口气，看着沮丧的提着裤子走下莲台的夫君，周诗雨心中了然夫君的心思，娇笑道：夫君不必难过，我和媚娘养胎确实是不能长受你的恩泽，不过夫君你可以在那一房小妾啊，这样既能解了你的苦闷，又能让咱毕家人丁兴旺，我们姐妹也能再多一个伴，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碧阳一边走一边系着裤腰带说道：娘子言之有理，不过为夫现在有你们2位娇妻，个个都是倾国倾城的天仙之姿，因此也不能随意纳妾，起码对方的容貌上不能相差太多，以免自惭形秽。嘻嘻，夫君还挑拣起来了。周诗雨眼唇轻笑，他听出夫君这句话其实是在夸奖自己，心中开心不已。看到娇妻笑颜如花，碧阳也是乐不可支。那是自然，当然除了外貌，对方的天资也很重要。在这妖魔并起乱世，唯有强横的实力才能自保，咱们毕家的子嗣定要人人如龙才是。周诗雨认同的点了点头，他们生活在青云城中，有道盟的保护，才得以有个安全的环境成家立业。但只有修炼后才知道，作为被道盟培养的修士，更重要的任务是外出诛杀妖魔，保护家园。只有天资不足，没法培养成才的人，道盟才会让他们回到世俗，为人族发展开枝散叶。周诗雨之前在青云仙宗修炼的时候，为了赚取灵石，也曾跟随斩妖队四处猎杀妖兽，见证过无数修士死去的画面，因此大有感触。夫君说的没错，孩子生下来以后，若是希望他出人头地，就必然会让他踏上修炼，面对外界各种强大的妖魔。也只有天资过人、实力出众的修士，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厮杀中存活下来。乱世之中，最好的成长就是战斗，最危险的战斗也往往意味着最高效的收益。想到这，周诗雨脑中灵光一闪，说道：夫君，你可以去道盟王仙师那里看看呀。仙师手中有着许许多多待嫁的女子资料，样貌、体质、修为还有生子意愿都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碧阳顿时眼前一亮，只觉得自己茅塞顿开，不由对着娘子竖起了大拇指。高啊娘子，不愧是咱们毕家的主母，格局就是大啊。周诗雨闻言有些羞涩地低下了头，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所想的不过是一家人把日子过好，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如果还能修炼，那就更好了。他以前在周家的时候，父母完全不支持他修炼，一心只想让他嫁人，好早点搬出周家。对于他借贷修炼的事情，更是气到不行，直言不会为他出一分钱，还要和他断绝关系。难过万分又失望透顶的周诗雨，这才逼不得已在道盟登记了资料，准备嫁人。但他的心里一直没有放弃修炼，始终抱着有一天能踏上仙路绝巅，证明自己的想法。幸好遇到了碧阳，不仅给了他家的温暖，还非常支持他继续修炼，甚至连地阶功法和先天至宝物道台这种东西都无私的分享。周诗雨真的在碧阳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和被爱，也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归属感。或许这样充满着包容和爱的氛围才叫做家。望着自家夫君那帅气的面庞，俊朗不凡的气度，周诗雨眼神迷离，心中对碧阳也是越爱越深了。自从媚娘带着老刘家的数十万灵石嫁给了自己，碧阳就再也不用为了灵石发愁了。等到孩子降生，再拿补贴还清周诗雨的50万灵石外债，绝对没有问题。碧阳现在也算是摇身一变，陡然而富，没有什么生活压力，只剩下生孩子拿奖励，增强自己的实力这项任务。毕竟即将要养着一大家子的人，又活在这动荡不堪的妖魔乱世，听说外面时不时就会有妖兽入侵人族城池，摧城拔寨，吞噬人族血肉精魂。青云城虽然有道盟王仙师驻扎在此，但也不能说是绝对安全。在这乱世根本就不存在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就算是那些有着无数强者的修炼宗门，都会遭到无上妖魔的袭击，毕竟那里有着更加精纯强悍的血气和精魂。越是实力强大的修士，对于那些邪恶的妖魔来说，就如同行走的大补药，更加具有吸引力。想要在乱世中自保，靠谁都没用，唯有让自己不断变强，才能保护你自己，保护家人和孩子，保卫一切。想到这，碧阳连忙交代了诗雨娘子将悟道台收起，
拿回屋中修炼以后，便匆匆地离开了家，向着道盟驻地走去。我要娶妻，我要生子，我要开枝散叶，我要成为众仙之父，晴空万里。碧阳哼着小曲来到道盟驻地，听到碧阳说又要纳妾，正忙到脚不沾地的王仙师有些惊讶，忍不住放下了手中的事，询问起来。我听说那刘老根过世后，是你带走了苏媚娘。碧阳恭敬地答道。回仙师的话，媚娘现在确实已经是我毕家的人了，而且她也有了身孕。这么快？你小子，那苏媚娘可是9品的灵根，虽然没有修为，但体质不俗，可不是那么好怀上的。王仙师抚着长须，看着碧阳有些得意的脸，更是惊讶。碧阳呵呵一笑，不以为意的道：仙师有所不知，碧阳在这方面还是有些造诣的。王仙师狐疑的看着碧阳，倒也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心中只当他是吹牛，随手扔给碧阳一堆玉简，便接着忙去了。碧阳也不打扰，只是静静的查看玉简中的信息，一番扫视下来，却是一个合适的都没有发现。不是长得漂亮，但是天赋不行，就是天赋一般，长得还不好看。离谱的是，这些本身条件就不怎么样的女子，要求还多，不生孩子或者只剩一个的比比皆是。碧阳捧着一堆玉简找到了王仙师。仙师，这一批不太行啊，能不能换一批？王仙是一个筑基后期的大修士，差点被碧阳的话给呛到。小子，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还换一批？要不要我帮你把仙宗的圣女叫来，穿上嗨丝，给你舞一段？没有了，现在青云城中就剩这些未婚的女子了。没好气的王仙师直接收起了玉简，不过他也好奇，这么多女子都没相中，这碧阳到底想找个啥样的？碧阳解释道：我想找个，不对，我是想找一批天赋不错的，最好是5行灵根以上，而且还得长得好看。仙师你也知道，我家中2位娘子都国色天香，长得不行，我怕她产生自卑，融入不进去家庭氛围。如果仙师您手中有这样的资源，碧阳愿意全部接受了，有多少要多少，势必要响应道盟的号召，凭一己之力改善人族的修炼体质，创造出无数天资过人的后代子孙出来。王仙师斜着眼睛看着碧阳，你小子想屁吃吧？你自己不过才2品杂灵根，就连5行灵根的都看不上了。你知不知道天资相差太多，你根本就不可能让那些仙子怀孕。碧阳嘿嘿一笑，仙师不必担心这点，只要他肯生愿意生，我碧阳保证100发100中。王仙师闻言嘴角抽了抽，还是忍住了想要抽碧阳一顿的念头，心里根本没把碧阳的话当回事，摆了摆手道：吹什么？哎呀，行了行了，不跟你说那么多，快滚快滚，我现在都快忙死了。说着，王仙师又脚不沾地的跑来跑去，不停地对着手下的一众修士下达着各种巡逻、警戒、斩妖的任务。百无聊赖的毕大老爷只好又回到家中。2位娇妻还在悟道台上修炼，见碧阳回来，这才停下。二美环绕在身边，一口一个老爷，一口一个夫君，左边是大地之姿，右边是峰峦叠嶂。碧阳沉沦在温柔乡，心中郁闷很快就一扫而光。看着身旁2位国色天香、各有风味的美娇妻，碧阳觉得这或许就是回家的理由，也是奋斗的动力。娘子、夫人，这修行啊，讲究的是劳逸结合，可不是埋头苦修就能有所成就的。碧阳大手不断游走，语气活像个诱拐良家妇女的猥琐大叔。作为一家之主，眼下正好有空，为夫觉得很有必要亲自指导你们修炼一番。周诗雨跟着碧阳醉酒，一听这话，哪还不明白自家夫君想要干嘛，连忙摆手：不行啊，夫君，你太……夫君快放我下来！怎料周诗雨话还没说完，就被碧阳一把搂住，另一只手也环住一旁笑得花枝乱颤的苏媚娘，结。美景当前，碧阳嗷一嗓子扑了过去，一时间人影纵横交错。周诗雨是气质最为清冷的，但他也是最为敏感的，最先败下阵来。随着一波一波浪潮汹涌而来，他原本境界的桎梏，竟然也被碧阳纯正的阳气冲破了。一阵温润和煦的灵光在周诗雨身上狂闪不止。碧阳这才发现，周诗雨居然在极致升华之中突破了炼气10层大圆满的修为，成为了一名筑基大修。2个时辰后，毕大老爷享受着奇人之美，感受着身旁娇妻同步的心跳和呼吸，碧阳只觉得这一刻无比的宁静与祥和。要不是身处乱世，他还真想就这样平平淡淡、和和美美的度过一生。醉卧美人膝，行掌天下权的那种人生固然是精彩绝伦，但若能长眠温柔乡，谁还做英雄？二美就是这世界上最蚀骨销魂的甜蜜之处。感受着体内修为的变化，周诗雨满足地轻叹了一声，眼波流转地看着碧阳说道：夫君，有你在身边，修炼就是快，我感觉和你双修一次，比我在悟道台修炼1天的收获都多。苏媚娘也点着那颠倒众生的小脑袋：是啊，老爷，有你在家指导指导我们修炼，进展真的太快了。绝世尤物说完，媚眼如丝地看着毕大老爷说道：老爷，
干脆你就待在家，好好陪陪我们吧。等媚娘的肚子大起来了，你再去纳妾，好吗？碧阳应了一声，反正自己又不用做工，青云城中目前也没有合适的女子能纳妾，倒不如就待在家，好好享受一番奇人之福。打定主意后，接下来的1个月，碧阳还真没出门，每天就待在家里，享受着二女的伺候，今天指导指导这个，明天指导指导那个，有时3人一起论道，日子逍遥自在。这1个月，周诗雨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自她怀孕到现在已经是第5个月了，而苏媚娘才第3个月，肚子也只是微微的鼓起。眼看着还有不到半年，自己的第1个子嗣就要出世，碧阳心中也有些小激动。经过100颗孕灵丹的洗炼，周诗雨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就知道必定体质逆天，每次内视时，那腹中的璀璨神光就好比炽热炎阳，让人无法直视。不过这么长的时间，那王家却从未找过碧阳，似乎并没有将吴勇的死和碧阳联系在一起。奇怪之余，碧阳也松了口气，不来正好省去了一个麻烦。只是城中还是没有合适的女子出现，碧阳的娶妻大业迟迟没有进展，这倒是让碧阳有些心急。这天，碧阳再次来到道盟驻地，打算看看王仙师手里有没有新的资源，没想到还真的有意外收获。他赶紧拿着玉简找到了王仙师，一脸激动地说道：喜欢啊仙师，这个我是真喜欢啊。王仙师一脸诧异地看着激动的碧阳，心中暗道：好小子，你又喜欢上了是吧？玉简之中，一位看起来模样娇俏、笑容甜美的仙子形象在虚空悬浮，旁边一行小字记录着仙子的信息：金丽娜，20岁，3品金灵根，炼气大圆满修为，需50万灵石彩礼，不排斥生孩子，能怀上就生，怀不上需支持其继续修炼。碧阳看到这个金丽娜的玉简信息后，顿时眼前一亮。虽然50万灵石彩礼很高的，但其天赋和修为在同龄人之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如果能够拿下她，绝对稳赚不赔。而且她也不排斥生孩子，可能是因为自身体质比较优秀，因此受孕也相对比较困难，怀不上的话需要道侣支持她继续修炼。这对别人来说或许是个难题，毕竟彩礼那么高，万一怀不上还得出钱资助她修炼，但对碧阳来讲却完全不是问题。一方面碧阳百发百中，可是弹无虚发的，这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包中的。二来修炼上也完全不是问题，手握的接功法、纯阴神虚宝典，家中还有提升5倍修炼速度是先天法宝悟道台，而且也根本不缺灵石和丹药来辅助修炼。即便是遇到瓶颈了，也只需要找碧阳通一通即可。这个金丽娜的条件也就只有50万灵石的彩礼比较苛刻，其他方面简直就是冲着碧阳的条件来提的。想到这，碧阳连忙兴冲冲地找到了王仙师，表示自己想要和金丽娜接触一番。谁知王仙师听到后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眼中的笑意让碧阳菊花一紧。仙师你别这样，你笑得我心里发慌。王仙师哈哈一笑，拍着碧阳的肩膀说道：小子，我看你还是换一个吧，这个金丽娜虽然天资不俗，但跟你不太合适。碧阳很疑惑：你懂个屁啊，就不合适？我看合适的很。仙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小子愚钝，还望仙师明说。王仙师捋了捋长须，笑着说道：你有所不知，这个金丽娜今年才20岁，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炼气大圆满的修为了。她本是青云仙宗的天才弟子，说起来她从仙宗退学和你可能还有些关系。碧阳一听更懵了，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金丽娜，怎么她从仙宗退学还跟自己有关系呢？王仙师接着说道：只因为她的身份并非是别人，而是那吴勇的表妹。经过王仙师的介绍，碧阳这才明白为何王仙师说这个金丽娜从仙宗退学会和自己有关了。这一切还是因为吴勇和他所欠下的100万修炼代。原来自从吴勇的命灯熄灭，知道吴勇身死以后，王家的收账人便立马出动了，只不过王家首先找上的是吴家人。根据修炼贷的放贷规则，每个人的贷款额度取决于他的价值、身份、家庭等等因素，可以说每个人的价值都在暗中被计算好了，放贷人愿意借给你的额度通常不会超出你的全部价值，因此即便是借贷人意外死亡，也很少出现完全坏账的情况。吴勇作为吴家长子，他欠下的债务自然需要吴家人帮忙偿还，比如他的担保人、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孩子等等。只有这些人全部付出了所有的代价，还是仍然还不起，责任才会蔓延分摊到其他人的头上，直到找到最后的仇人。总而言之，坏账是不可能轻易坏账的，顺藤摸瓜的蔓延下去，就算是生前叮过吴勇一口血的蚊子，都会被那些收账人翻出来，榨干所有的价值。他们要的并不是某个人的命，而是彩礼、法地等等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可是仙师，这些跟金丽娜又有什么关系呢？仙师说了半天还没说到重点，碧阳接着问道：急什么？我这不是接着说了吗？王仙师捋着长须扫了他一眼，
继续说道：“这金丽娜本是青云仙宗的天才，按照她的天资和成就来说，本是绝不可能会被退学的。但是谁叫她有个好爸爸呢？金丽娜的父亲叫做金宝，他也是吴勇的亲舅舅。这吴勇生前借的100万灵石的修炼代理，有50万灵石是通过他亲舅舅的担保借来的。吴勇死后，金丽娜的父亲作为担保人，也受到了连带责任，要负责偿还这50万灵石的坏账。于是，连同吴家全家老小，带着金家的一家老小，全都被王家收账人一个不落的抓到了矿区做劳役去了。也就金丽娜因为在仙宗修炼，被青云仙宗的长老们力保，这才逃过一劫。听到这里，碧阳才明白，原来自己杀了吴勇，虽然救了苏媚娘，但却间接的害了这个金丽娜。而吴勇的100万修炼袋，在他死后也成了一笔坏账。虽然责任没有轮到自己，却轮到了倒霉的金丽娜。碧阳顿时反应了过来，所以这金丽娜提出的50万彩礼，其实是用来偿还给王家，交换金家一家人的自由，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王仙师眯着眼点头道：“然也，为了家人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这丫头她心善啊。”碧阳一听更加感兴趣了，对着金丽娜的好感倍增，连忙表示：“请仙师务必为我安排，我想和这个金丽娜见一见，当面聊聊。”道盟驻地的一处小房间里，在王仙师的安排下，碧阳成功见到了金丽娜。她本人比预检中的样子更甜美娇俏，漂亮10倍。她模样乖巧可人，长相甜美温柔，身姿小巧玲珑，一副邻家少女的模样，很难想象这是一位3品金灵根、炼气大圆满的修士，来自青云仙宗的天才。唯有那双水灵灵的眸子中偶然闪过的锋锐，让她甜美的外表多了几分锋芒毕露的感觉。单看她的那双眼睛，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剑，绝世而独立，甜美乖巧的金丽娜，气质却飒到没边了。见面后，金丽娜盯着碧阳许久都没有说话，碧阳也不急，反而也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亭亭玉立的金丽娜。你就是碧阳，是你杀了吴勇。良久，金丽娜率先开口，声如其人，锐利中带着甜美，是个御姐音。碧阳点了点头，我还以为你不会见我，或者是见面就要砍了我。金丽娜眉头一挑，哦，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因为是我杀了吴勇，才导致了你金家被收账人带走了。碧阳轻笑。金丽娜咬了咬嘴唇道：那你不怕？碧阳笑着摇头，不怕。他语气中的轻松和淡然，让金丽娜眼中闪过了一丝异样。为什么？因为你打不过我。金丽娜沉默了一会，金丽娜咬了咬小嘴唇，对着碧阳说道：放心吧，我不会杀你。那吴勇是什么人，我比你更清楚。说实话，以他的性格，你不杀了他，早晚也会有人杀他，就连我有时候都忍不住想砍了他。这件事说到底都是那吴勇咎由自取，我父亲也算是自作自受，居然会替那种人做担保，这本就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是他贪婪，相信了吴勇会返他10万灵石的鬼话，结果吴勇拿到修炼袋后就消失了，直到死也没给我父亲返利。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的家人，我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解救他们逃离劳役，哪怕是我的前途和幸福。碧阳点了点头，说道：没关系，虽然你不是我的对手，不过就算你想杀我，我也理解。望着碧阳那副欠揍的表情，金丽娜忍不住皱了皱可爱的小鼻子。我现在到的真的有点想砍了你。碧阳微微一笑，毫不在意的接着说道：不过呢，这件事确实也有我的一些原因，毕竟吴勇不死，你金家就不会出事，所以呢，我愿意出手帮你一把。金丽娜闻言歪了歪可爱的小脑袋。哦，你想怎么帮我？看着眼神锐利如剑，气质却甜美可爱的金丽娜，碧阳一阵恍惚，觉得她的身上真的有一种特别吸引人的气质，令人着迷。尤其是在了解了她的身世之后，碧阳的心中对金丽娜又多了一丝敬佩，因为这样重情重义的女子实在是不多。想了想，碧阳还是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嫁给我，我愿意为你偿还50万灵石，也会支持你继续修炼，帮助你在仙路上走得更远。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多生孩子。金丽娜听完后并没有立即同意，而是审视着碧阳，发现他不过是炼气7层2品杂灵根之后，忍不住嘴角微微抽搐。我凭什么相信你？你能拿出50万灵石吗？恐怕就算拿出来也是砸锅卖铁凑的吧。如果娶我要花光你所有的家产，以后又拿什么来供我修炼呢？像你这种没有实力还想要染指明月的癞蛤蟆，我见得多了。你在青云仙宗就像是路边的一条，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凭什么大言不惭地说要娶我，还要支持我修炼？在我眼里，你不过就是一个爱说大话的废物罢了。说完，金丽娜不屑地扫了一眼碧阳，冷笑了一声，转身就要离开。呵呵。听完金丽娜的话，碧阳只是轻笑了一声，没有开口回答她的任何问题，只是轻轻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执掌乾坤骤然发动。刹那间，一阵玄妙繁奥的大道梵音
在金丽娜的脑海中轰然响起。房间里压力飙升，金丽娜感觉自己好像突然间背负了一座大山，无形的压力让她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高昂的头，弯下了腰。她额头瞬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那是她在用尽全身的灵力，拼命地抵抗着大道之力的压制。奇怪的是，无论她怎么用力，都无法挣脱那种被钳制住的感觉，体内灵力滞涩的如同陷入沼泽，实力甚至发挥不出一半，只能在那股规则之力下苦苦支撑。金丽娜心头巨震，倔强的脸上满是惊讶和不解，看向碧阳的眼中充满了疑惑。这是大道之力？怎么可能？这可是只有金丹大能才能接触并领悟到的天地规则，是那个男人使出来的。可他明明只有炼气7层的修为。看着金丽娜那甜美的脸上满是震惊，却仍在艰难的抵抗，碧阳眼中闪过一丝神采。这个看似甜美的娇俏美人，似乎有着和她外表截然不同的坚韧气质，居然能够硬抗自己的大道之力，还能坚持这么久而不倒地。果然天赋异禀，不愧曾是仙宗的天骄。想到这，碧阳我嘴角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他再次扬起手指，食指的指尖正迸发着一点璀璨的神光，光芒不大，如同斗火。但在金丽娜的眼中，那一点璀璨神光之中，却蕴含着让她为之心悸的强大力量。那是超越了炼气境界的庞然神力。她毫不怀疑，一旦碧阳对着自己释放出那抹神光，自己绝不可能抵挡得住。金丽娜心中暗道：难怪他说不怕自己对他出手，这个男人恐怕不像表面这么简单。还以为他是在故作姿态，没想到他是胸有成竹，有恃无恐。看着金丽娜如今锋芒褪去，目露惊慌的表情，碧阳心中十分满意。他很欣赏对方飒飒的风格。女人可以傲，但那是对外人来说的，不能是对自己、对家人。如果你是一把锋芒毕露的剑，那我还怎么把你带回家？还怎么指望你能融入相亲相爱一家人呢？家人应该是互相包容的，家是温暖的地方，不利于家庭和谐的女人，她可不会要。因此，碧阳才决定使用这种手段，一是为了告诉金丽娜自己的实力，二是为了挫一挫对方的锐气。看着金丽娜惊慌的面孔，碧阳微微低头，轻声说道：其实我很理解你们这群自称是仙宗天骄的人，总有一股子莫名的倨傲和自信。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并不是仙宗才能够出人头地，在我身边你一样可以如鱼得水。谁说天骄都在仙宗？在我的眼里，你口中的那些所谓仙宗天才才更像是路边的一条。听到碧阳的话，金丽娜紧咬银牙，吃力地抬起了头，倔强地说道：你凭什么诋毁仙宗？就凭你掌握了一点神通吗？告诉你，我在青云仙宗天赋只是一般而已，真正的天骄你还没有资格见到。你有什么可狂妄的？碧阳轻轻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地说道：我不是在狂妄，我只是想告诉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觉得自己曾见过高山，其实那不过是个小土坡而已。等你见到我未出世的孩子，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骄了。别看我修为没有你高，但我若要杀你，简直易如反掌。你想知道我凭什么？就凭我比你强。所以收起你的高傲和锐利，既然你想要彩礼来救家人，就得拿出你的诚意来。谁会愿意花那么多的灵石来取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呢？看了看沉默不语的金丽娜，碧阳接着说道：相信你在道盟登记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你的条件不错，但是你的要求很高。我相信青云城中除了我，没有什么人愿意花50万灵石将你娶回家。现在让我看到你的诚意，起码做到真诚平等的相处，别让我对你的兴趣耗尽了。道盟驻地房间内，金丽娜的眼中已经彻底不见了之前那般锐利，痛苦支撑着如同背负山岳的压力，冷汗如瀑浸湿了她的衣服。好在碧阳很快便挥手散去了执掌乾坤，这才让金丽娜不至于被大道之力压倒在地面上。这个叫碧阳的男人说的没错，要不是因为他是炼气大圆满，比碧阳足足高出了3个小境界，方才别说是抵抗，只怕会像之前的吴勇等人一样，在第一时间就被压制在地面上，动弹不得。他要杀自己确实易如反掌，自己一个青云仙宗的天才弟子，在这个2品杂灵根的小修手中却毫无还手之力。自己刚才还傲气凌人地质问他，言语中充满了轻蔑，甚至把他当成了路边的一条妄想染指明月的癞蛤蟆。如今看来，似乎自己才是那个癞蛤蟆。金丽娜终于从大道之力的压制下挣脱，顿时如释重负，呼哧呼哧地喘着香气，不时看向碧阳，神色复杂。碧阳并没有趁机奚落，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等到他呼吸渐平，这才开口道：我知道你从青云仙宗退学后，面对我这样的修为体质的，肯定还有傲气在胸，不过是为了救出家人才会和我接触，心中难免不服。我带你去个地方吧，如果你愿意的话。金丽娜的银牙轻咬红唇，甜美的脸上满是汗水，问道：去哪？我家，毕家。
周诗雨和苏媚娘从打坐修炼中苏醒，看着碧阳带着一位温柔甜美却眼露锐利的娇小美女走进家门，都好奇地打量着她。在听碧阳介绍完毕后，二美热情地迎了上前，主动拉着金丽娜攀谈了起来。一炷香后，金丽娜已经对毕家的情况十分了解了，心中除了震惊还是震惊。那个挺着大肚子名为周诗雨的仙子，外表清冷但性格温和，她的体质竟然是3品水灵根，修为居然已经达到了筑基1层。即使她比自己大上2岁，但也足以称得上是天才了。据周诗雨透露，她在5个月前还只是炼气7层的5品水灵根，成为了碧阳的道侣以后，修为才水涨船高，体质天赋也突飞猛进。金丽娜只觉得不可思议，5个月提升那么大，如果是用灵石和丹药来堆的话，那得是多么一笔庞大的资源啊！不仅如此，她腹中的胎儿更是资质逆天，那一团璀璨夺目的神光让金丽娜都不敢直视，难以想象这个孩子生下来后天资将会是多么的惊人。2品杂灵根和3品水灵根能生出这么逆天的孩子吗？看着满脸洋溢着幸福喜悦的周诗雨，金丽娜感觉自己真是有点头发长见识短了。这个女人的貌美程度完全不在自己之下，甚至在她那如谪仙般出尘的气质面前，金丽娜恍惚间有种错觉，仿佛她才是那9天之上的明月，而自己不过是一滩水中的倒影，何谈光辉。还有那个小腹微微隆起的苏媚娘，更是让金丽娜瞠目结舌，她居然是天赋更加难得的7品地灵根。地灵根啊，这种天资放在青云仙宗绝对是比自己地位还高的亲传弟子了。虽然他的修为很低，只有炼气4层，但他竟然在2个月前才刚开始修炼，2个月炼气4层。金丽娜只能感叹，不愧是地灵根，不愧是天赋怪。她也是这才知道，苏媚娘原来就是导致吴勇身死的那个刘家的俏寡妇，当时只有炼气4层的碧阳为她仗义出手，硬刚炼气7层的吴勇。看着提起碧阳就幸福喜悦的苏媚娘，她那足以颠倒众生的脸上写满了甜蜜爱意。金丽娜再度觉得自惭形秽。如果说清冷如仙的周诗雨像是9天明月，那妩媚诱人的苏媚娘就像是天仙水蜜桃，而自己就像一颗青涩的葡萄。金丽娜猛然发现，做人还是低调点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么自傲干什么呢？想到这里，她不露声色的偷偷看了一眼面色平静的碧阳，忽然觉得这个男人有些神秘莫测，让人忍不住产生了亲近探索的欲望。等到她看到放在屋内的先天法宝悟道台以后，金丽娜彻底无法淡定了，这居然是可以提升5倍修炼速度的先天至宝。5倍啊，什么概念？原本5年才能突破1层的境界，若是有了此宝，1年就能突破。原本100年才能结成的金丹，有了悟道台20年就能走完普通天才100年的路，省下来的时间完全可以向着更高的境界冲击，在仙路上走得更远。金丽娜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悟道台，闭上眼睛细细地感悟着其中的大道气息，那偶然响起的大道梵音更是让她心头巨震，灵光不断涌现，恨不得立即盘膝运功，感悟大道与天地相通，和大道共鸣。金丽娜激动得花枝乱颤，至宝啊，这绝对是至宝，这是足以让修仙界都为之疯狂的先天至宝，若是传出去，就连无数仙宗、古之世家都会为了他抢破头。看着金丽娜震撼的表情，周诗雨和苏媚娘相视一笑，他们当时第一次见到悟道台的时候，不比金丽娜淡定，反应也很激烈。周诗雨轻启红唇，柔声道：丽娜妹妹修炼的是什么功法？我们姐妹2人修的是地阶功法，纯阴神虚宝典，这是夫君特意为我们挑选的，说是最适合女子修炼了。什么？地阶功法？金丽娜瞳孔收缩，她修炼的不过是一门玄阶通用功法，还是在仙宗时花了15万灵石购买的，这小小的毕家竟然有地阶功法可以修炼，还是最适合女子修炼的。苏媚娘接过话头，不以为然地说道：是啊，夫君说了，暂时先练着，后面还有更好的呢。还有更好的？金丽娜瞳孔缩得像睁眼，水灵灵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见三女聊得差不多了，金丽娜那原本锐利如剑的眼神慢慢变得清澈，再变得震撼，最后化为了深深的迷茫。碧阳知道时候差不多了，嗨嗨，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2位娇妻当即会意，一左一右的将尚处于震惊中的金丽娜送到了碧阳的面前。丽娜妹妹，我们姐妹有孕在身，先去休息了，你和夫君好好聊聊吧。丽娜妹妹，我很喜欢你，欢迎你加入我们家。二美脸上洋溢着热情和幸福，挥了挥玉手，亭亭袅袅地离开了。房间内只剩下了碧阳和金丽娜2人相视而立。金丽娜还在努力消化着心中的震惊，原本还以为这个叫做碧阳的男人除了帅一无是处，但眼下看来，恐怕长得帅才是他最不值一提的地方。别的不说，单就那一本纯阴神虚宝典，价值恐怕都不止50万灵石了。沉默了良久，他抬起了头，那张可爱乖巧好似邻家温柔小妹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坚定。我决定了，只要你能给我50万灵石，
让我姐就出家人，我就嫁给你，为你生儿育女。碧阳微微一滞，随后摇了摇头，双手抱怀看着金丽娜，一字一句地说道：不好意思，我想你搞错了顺序，是你先嫁给我，然后我再试你的表现，决定要不要拿出50万灵石，帮你家人渡过难关。金丽娜错愕地看着碧阳，这和他们之前讨论的好像不太一样。她歪着脑袋抿了抿嘴唇，乖巧的她看起来格外的可爱。你说什么表现？碧阳笑了笑，翻身倒在了床边，当然是你作为一个妻子道理的表现了。我凭什么相信你呢？我把灵石给你，你转头跑了怎么办？像这样的女人，我可见得太多了。太多女人借口要天价彩礼，得手后就人间蒸发，从此不知下落，只剩下可怜的老实人默默地承受着伤心和难过。现在拿出行动来，让我看看你有多想救你的家人吧。房间内气氛微妙，碧阳起身向着门外喊了一句：媚娘，打一桶热水来，再拿50万灵石过来。安好的老爷。门外传来苏媚娘娇羞妩媚的回应。对于碧阳的要求，绝世尤物总是有求必应，对自家的老爷全心全意，从不过问太多，老爷让他干嘛他就干嘛。很快，一大桶热水和几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送了进来。碧阳环抱了一下绝世尤物，送上了一个吻。辛苦你了娘子，看来家里也添几个下人了。嘻嘻，不辛苦的老爷，我先出去了，你们聊。苏媚娘轻轻揉了一下碧阳的肩膀，媚眼如丝地回答道，说完便扭着两半浑圆，妖娆地离开了。娇妻走后，碧阳又躺回了床上，对着沉默不语的金丽娜说了句：现在你要的50万灵石来了，水也来了，我的态度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接下来就看你的态度了。金丽娜贝齿轻咬着娇嫩的红唇，眼光闪烁，她的内心似在激烈的挣扎。50万灵石其实并不是谁都能轻易就能拿出来的，青云城中能拿出这笔巨款的人无非是几大家族的人，但他们即使能拿出来，也肯定不会支持自己后续的修炼。现在能拿出来的人又多了一个碧阳，而他也表示以后会全力支持自己修炼，这一点从他的两房娇妻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可他的要求却是要先行夫妻之实，虽然这是必经的一步，但还是处子之身的金丽娜还是没有做好这么快就进行妻子义务的准备。就在碧阳等得快要不耐烦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衣物摩擦声。碧阳循声望去，只见金丽娜正背对着自己褪去了衣衫。你是不是在看着我？金丽娜的声音有一丝紧张。碧阳轻轻地嗯了一声，可不可以不要看？甜美可人的声音都在发颤，她感觉很羞涩。碧阳眉毛一挑，不可以，转过来。娇小的金丽娜肉眼可见地颤抖了一下，良久才缓缓地转了过来。碧阳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甜美可人，她身高大概1.6米的样子，体型娇小，但身材匀称，比例协调，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感。她的长相乖巧甜美，眼中没有那抹锐利的时候，绝对是属于甜妹那种类型的。虽然比不上周诗雨那么的惊艳，也不像媚娘那般颠倒众生，但就是有一种独属于她自己的娇巧甜美。金丽娜轻咬了一下红唇，缓缓地解开了最后一件束缚。碧阳观察了一下，很符合金丽娜娇美的气质，都很娇俏。云云的水汽拍打在甜美可人通红的脸上，好一副秀色可餐的美景。碧阳3下5除2地除去了自身衣物，也纵身跃入了水中。别紧张，放松。事后，碧阳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咚。恭喜宿主达成妻妾满屋，向成为众仙之父的又迈出了一步。恭喜宿主觅得5行体质3品金灵根，获得奖励，自身修为提升2层，自身灵根品质提升2品。恭喜宿主修为达到炼气9层，灵根品质提升1阶，升级为9品全5行灵根。全5行灵根，碧阳心中又惊又喜。之前自己的灵根是不在5行中跳出天地外的杂灵根，翻译成人话就是完全不入流。但是现在也通过不断的交流改善，提升到了5行灵根了，而且还是全5行。那之后呢？他可是听说过5行灵根的威名，传说提升到了极致，将会变成更加威猛的异灵根混沌灵根。系统的提示还在继续，碧阳继续向下看去，获得奖励，自身修为提升1层，破境丹星号5，服用后立即突破当前小境界，修为从炼气7层提升到了第9层，现在又提升了1层，已经是炼气第10层大圆满了。还有5颗破境丹，要说提升快，还得是娶老婆啊！碧阳心中又是一喜，嘴角都快压不住了。炼气10层大圆满，再服用1颗破境丹，直接就能到达筑基期。就是不知道等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还会获得怎样丰厚的奖励。获得奖励，9离灵犀大手印，道法神通，对手实力不超过你3层小境界时，没人能挡住你一击。这个好，这个9离灵犀大手印的神通让碧阳十分兴奋。之前获得的执掌乾坤实际上只是一个控制法术，他现在只有混元一气斩神咒可以用来主动对敌。
混元一气斩神咒威力强是强，但作用却是会抽光自身所有的灵力，属于的破釜沉舟的技能，对手虽然死了，但自己也丧失了行动力，因此碧阳并不敢随便使用。而这个九黎灵犀大手印则完美的填补了碧阳进攻手段的空缺。从字面意思来看，碧阳现在完全可以进行跨越小境界的战斗了，而且是毫无副作用的那种，实力提升太大了。系统继续发出提示，获得奖励：运灵丹星号200颗，道侣运期时服用，可大幅提升胎儿的先天灵根属性。当前道侣：金丽娜3品金灵根，炼气10层大圆满。系统任务已发放好运连连，让金丽娜成功好运。奖励：洗髓丹100颗，奖励玄阶法宝阴阳12煞阵旗，布置成功后可挡金丹修士1级。运灵丹200颗，洗髓丹100颗，都是好东西。之前奖励的100颗运灵丹让周诗雨腹中的胎儿成功的脱胎换骨，品质提升了非常大的一截。而苏媚娘现在也怀孕了，她的胎儿先天资质也很强，但她还没有服用过运灵丹，相信服用炼化以后，孩子的天赋将更加逆天。洗髓丹同样也很有用，碧阳虽然可以通过和娘子们深入交流来提升他们的体质和修为，但自从他们怀孕以后，因为要安心养胎的缘故，碧阳其实也不能经常和他们交流。修为方面，他们还能通过悟道台修炼来提升，但灵根品质就没有办法了。洗髓丹作为可以洗炼灵根的丹药，更好可以填补这方面的遗憾。至于阴阳12煞阵旗也是很需要的东西，在这乱世之中，家人的安全十分重要。将阵旗布置在碧家，连金丹修士的一击都能挡住，家庭安全方面将再无后顾之忧。好啊，都是难得的好东西。看了看自己怀中的甜美可人，碧阳嘴角都快咧到了后槽牙。春宵一刻值千金，娘子，我们还是不要浪费的好。说着，碧阳嗷的一声再度扑了上去。让金丽娜没有想到的是，碧阳比她想象中的要温柔很多。这一夜，她从一个女孩彻底的变成了一个女人，增添了几分成熟的味道。事后，躺在碧阳温柔的怀抱里，金丽娜觉得，或许这个忽然就成了自己夫君的男人，貌似还不错。云雨过后，余韵未消。金丽娜惊讶地发现，2次深入交流以后，自己的修为和灵根的品质竟然有隐隐上升的趋势。从碧阳体内反馈而来的热浪阳气化作滚滚精元，被自身炼化吸收后，似乎比那些灵力丹还更有效果。一生要强的金丽娜从没发现，原来阴阳交合不仅能带来愉悦，还能让修为和灵根都提升，这也太美妙了吧。这时她看到碧阳又拿出了一颗金灿灿的丹丸来，忍不住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丹药？这是破镜丹，内含无比精纯的庞大灵气，服用后可立即突破当前的小境界。碧阳解释道，顺手将丹药往他手中一塞，拿着吃吧。破镜丹，给我的。金丽娜闻言惊呼，嘴巴张成了一个小小的圆形。这种丹药青云仙宗也有，可是极为珍贵，只有得到宗门师长非常认可的亲传弟子才有可能得到一颗，就连他也是只听说过没见过，在弟子之间可谓是有价无市，想买都买不到。这种珍贵的丹药，碧阳竟然随手就扔给了自己，毫不在意。金丽娜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碧阳，犹豫了一下，还是低声说了句谢谢。碧阳正在穿衣服，听到他的感谢后轻笑了一声说道，这里以后也是你的家，我是你的夫君，你是我的娘子，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彼此之间就不要那么生分了。希望你能摆正心态，抓紧时间融入到家庭中来。说着，碧阳已经穿好了衣服，看了一眼若有所思的甜美可人后，他转身拉开了房门。你先服用后休息一会，等你休息好了，咱们就去城西王家替你赎回家人。看着碧阳离去的身影，金丽娜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这个男人虽然给她一种看不透的感觉，但起码对自己是真的不错，又温柔又体贴，而且有好东西也会给自己一份。相比嫁入大家族但备受冷落和轻视来说，现在这种情况那很好了。片刻后，金丽娜的眼神逐渐的坚定了起来，她看着手中的破镜丹，不再犹豫，一口吞了下去。走出房间后，碧阳将金丽娜独自留下，给她一点空间和时间去调整和思考，自己则来到了小院中，也拿出了一颗破镜丹吞服而下。碧阳只觉得口中丹丸如暖阳消融，一股纯粹到极致的甘霖顺喉而下，刹那间庞大而精纯的灵力如洪流一般爆发，顺着经脉的走向流向四肢百骸，瞬间灌注全身的每一个角落。精纯的灵气化作滚烫的金色液体，在脉络中轰然奔腾着，每一次冲刷都带起撕裂般的胀痛，却又在剧痛中淬炼出玉质般的光泽，经脉肉眼可见地被庞然涌入的灵气拓宽。丹田处原本雾状的灵力漩涡被狂暴的药力撕碎重组，液态真元如熔岩翻涌，气海中央骤然塌陷成一处巨大的漩涡，伴随咔的脆响，炼气10层的桎梏如琉璃一般寸寸崩裂，骨髓的深处透出麻痒，
新生的五行灵根在脊柱间明灭流转，金木水火土五色灵光自毛孔喷薄，院中草木无风自动，灵气自发汇成漩涡，没入他天灵盖。耳畔的沙砾落地声清晰可闻，目力提升，甚至能看清飘落树叶上的纹路。神识如潮水漫过小院，空气中的灵气波动，隔壁媚娘的呼吸韵律尽在掌握。灵力的狂潮渐渐在体内平息，碧阳豁然睁开双眼，眸底的混沌敛去时，筑基期的磅礴威压席卷了整个小院。老爷，你筑基了。耳边传来娇妻惊喜的声音，碧阳睁开双眸，这才发现原来是尤物娇妻苏媚娘来到了身边。碧阳笑着对她点了点头，轻轻地将尤物娇妻揽入怀中。老爷，你真厉害。苏媚娘看向自家老爷的眼神里闪着小星星，一脸崇拜。媚娘那么努力追赶，现在也不过是炼气4层而已，老爷你啥都没干，却这么快就筑基了。媚娘好崇拜你哦。碧阳哈哈大笑。媚娘此话有失偏颇，老爷我天天那么辛苦，你怎么能说我啥都没干呢？说着轻轻用手抚摸着娇妻的孕肚，一脸宠爱的模样。苏媚娘闻言俏脸羞红，那足以颠倒众生的脸上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用粉拳轻轻地在毕大老爷的胸口捶了一下。老爷你坏。哈哈，媚娘，老爷还有好东西给你。碧阳轻轻握住他的玉手，笑着拿出了200颗运灵丹和2颗破镜丹交到他的手中，让他和周诗雨分了。哇，这么多的运灵丹，谢谢老爷。苏媚娘看着手中的丹药兴奋不已，如今她已怀胎2个多月，正是服用运灵丹为胎儿打基础的时候。自从周诗雨服用了运灵丹，将腹中孩儿的天赋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以后，苏媚娘羡慕的不行，时常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幻想有一天她的孩子也能像姐姐的孩子那么出色。现在有了这些丹药，这些都不再是幻想，只要服用以后，她的孩子的先天体质也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激动的媚娘忍不住对着碧阳献上了香吻，媚眼如丝。老爷来嘛，进屋。碧阳看着颠倒众生的媚娘，咽了一口唾沫。现在不行，等会老爷我要出门，等我回来再给你补上。那好吧，媚娘等你哦。苏媚娘闻言露出一抹失望的神色，扭着柳腰离开了，摇曳多姿。看着自己那绝世尤物一般的娇妻，碧阳心中感慨，甜美娇妻金丽娜虽然可人，但就是太害羞了，还是媚娘深得我心。情绪上头的时候，她什么都喊得出来。片刻后，磅礴的筑基灵力再度翻涌，金丽娜服用破镜丹后也成功突破了。现在的毕家虽然只有4个人，但其中3个都是筑基期的修士，仅有的苏媚娘还是各地灵根的潜力股。除了人口以外，单论这份实力，就算放在青云城中的那些大家族里，也不成多让了。一番休整过后，碧阳带着装有50万灵石的储物袋和金丽娜走出了家门，向着城西王家走去。出乎意料的是，金丽娜的思想工作似乎自我完成的不错，不仅主动挽起了碧阳的胳膊，也能羞涩地喊出夫君这个称呼了。虽然她仍然在叫出口的时候害羞的不敢抬头，看那份娇羞配上她甜美可人的容颜，还有那青涩娇俏的气质，还别有一番风味，就像是邻家刚成年的青涩小姑娘，弱弱的喊你老公的那种感觉，让碧阳有种哄骗无知少女的错觉。等办完了你金家的事，回去以后夫君再好好的跟你交流交流，一定将你调教的舒舒服服的，相信等你怀上身孕，灵根品质和修为也能更上一层楼。想起了让甜美可人怀孕的任务，碧阳柔声说道。金丽娜闻言将碧阳的胳膊搂得更紧了，心中暗道，哎，这个家伙怎么在大街上说这种羞人的话，口中却羞羞答答的应承道，都听夫君的。碧阳见他这副清纯无敌的模样，不由得哑然失笑，坏了更像坏叔叔了。日头正浓，2人终于来到了城西。碧阳穿越以来18年，还从未来过城西这片地界。和毕家所在的城东不同，城西这片人流更加密集一些。作为青云城的老牌家族，王家的势力不小，这一点从王家那气派非凡的大门和占地极广的院落就能看出一二，就连大门口都站着6个趾高气扬的守门下人。2人来到王家大门前，金丽娜肉眼可见的紧张了起来，攥着碧阳的胳膊有些用力。碧阳察觉到娇妻的神色不对，连忙询问，娘子怎么了？金丽娜看了一眼王家的大院，眼中露出一丝厌恶，轻声说道，这王家的人个个都不是善茬，上次我曾来过此地，还被他们狠狠地羞辱了一番。碧阳心中一沉，双眼也蒙上了一层阴冷，看着甜美可人的娇妻，握住了她因为紧张用力而苍白的小手，柔声安慰道，没事的，别怕，有我在。夫君小心一点。看着碧阳柔和的脸，感受着夫君温柔的安慰，金丽娜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安心，暖暖的。守门的王家下人眼见碧阳2人脸生一副倨傲的样子，不耐烦地问道，站住，你们是何人？来我王家何事？去告诉你们家主，就说毕家主碧阳前来造访。
毕阳的语气不冷不热。毕家主。守门下人嗤笑了一声。青云城哪有什么毕家主？小子，你该不会姓毕，娶了2房媳妇，就把自己捧成一位家主了吧？感觉滚远点。我们家主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毕阳眼神一冷，以他现在的实力，青云城中除了王仙师，还真未必有人是他的对手。一个小小的家奴就敢对自己冷嘲热讽，真是嫌命长了。这就要出手教训那个对自己出言不逊家伙。金丽娜心思玲珑，察觉到夫君的怒火，连忙伸手拽住了他。夫君，咱们是来赎人的，万事以和为贵。娇妻发话，毕阳这才按下心中不快，当务之急还是先救出自己那便宜岳丈一家吧。冷哼了一声，周身气势陡然暴涨，筑基期的磅礴威压轰然爆发，向着王家大门外的6个下人直接碾压了过去。轰！庞大的威压骤然袭来，刚刚还吊儿郎当一脸倨傲的下人们顿感压力剧增，身体如遭重锤，膝下一软，扑通扑通的纷纷跪在了地上。下人们脸色猛然一变，才知道眼前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男人，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筑基期修士。这种实力在青云城绝对算是上是一位高手了，碾死他们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轻松。不由得一个个连滚带爬的逃离大门处，向着大门内退去，口中声色俱厉地喊着：大胆！这里可是青云王家，哪里容得你来撒野？你给我等着！来人啊！有人上门挑衅，快来人啊！下人们如同丧家之犬，一个个边跑边喊，还不时回头张望着，生怕毕阳会闯进王家击杀他们。毕阳好整以暇地站在原地，根本没有追击的意思。金丽娜依偎在他身旁，一脸担忧地看着夫君。见他有些不安，毕阳淡笑着安慰道：娘子无需担心，有些人当狗当久了，爱仗人势，不吓唬他一下，他就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很快，一行人气势汹汹地从王家内疾行而至。今日老子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玩意，敢在我王家门前闹事。为首的是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男人，怒气冲冲地厉声喝问道。先前几位下人低头哈腰地跟在中年男人身后，冷笑着瞥了一眼毕阳，连忙对着中年男人谄媚地说道：二爷，就是这小子前来闹事，刚才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我们出手，当着王府大门就要杀了我们。那被唤作二爷的中年男人闻言面色不善地眯着眼睛打量着毕阳二人，看到毕阳时不屑地冷哼了一声，直到看清依偎在毕阳身边的金丽娜后，眼前一亮。哟，是丽娜妹妹，多日不见，我还以为你拒绝了我的提议，怎么今日是不是终于想通了？金丽娜闻言娇躯一颤，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脸色难看。毕阳发觉她的情绪反常，低声问道：娘子，怎么了？她在说些什么？金丽娜贝齿咬了咬红唇，同样低声解释道：夫君有所不知，此人名为王猛，先前我金家一家老小全被王家抓走带去劳役，我从青云仙宗回来后曾独自来过王家，当时我也是遇到了这个王猛，他对我说，说到这里他好像有些难以启齿，犹豫了好一会儿也没说出来。毕阳追问道：娘子别怕，有我在，告诉夫君他到底说了什么？他说除非是用我自己交换，卖给他们王家做奴，他们才肯放了我的家人。金丽娜咬牙切齿地说道：什么？他们让你做奴？毕阳听后心中火起，随后又问道：那50万灵石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夫君，我肯定没有同意这个提议。金丽娜赶紧说道：50万灵石是我父亲替吴勇担保的数额，我认为只要能拿出灵石来还给王家，他们肯定就会放了我家人的。听到这里，毕阳还未说话，王猛却哈哈大笑了起来。几天不见，你这小骚货倒是多了个夫君。也好也好，人妻的滋味更妙。金丽娜，你真以为就凭金家的那几个废物能值那么多灵石吗？实话告诉你吧，你爹当初并不是以他自己的身份作保，而是以金家一族之人为保，这其中就包括你。我们王家当时也就是冲着你才同意出借的。吴勇出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你爹要人，但你爹却表示你在青云仙宗修行，为了逼你退学下山，这才抓了你金家老小。看看你是多么的如花似玉，还是个20岁的3品金灵根，炼气大圆满的仙宗天才，啧，不知道有多少人抢着要买回去为奴为婢。嘿嘿嘿。说到这里，王猛那得意的脸上笑容更甚，扫了一眼金丽娜后，像是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哟呵，你居然又突破了！20岁的筑基女修，甚好，甚好，这下你的价钱就能卖得更高了。金丽娜听到王猛的话，气得娇躯直发抖。王猛，你别欺人太甚，我说过不可能卖身给你们的。我爹向你们担保借了50万灵石，我就还给你50万，你拿钱就马上放了我的家人。少做梦了！王猛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猖狂大笑。50万灵石对我王家来说算个屁，
我们要的只有你而已，也只有你才能帮我们赚到更多的灵石。你以为交出灵石就能换回家人？别做梦了，我们王家不要钱，只要人。那天我一时心善，没有当场将你留下，今日你竟然又主动送上门来，还敢在我王家大门口撒野。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想见我，那么你就留下来吧。说完，王猛大吼了一声，身形暴起，带起漫天拳影，向着金丽娜单手抓来。王家巍峨的大门前，王猛忽然暴起，带起漫天的拳影，气焰嚣张地主动出手，向着金丽娜单手抓来，想要将她强行掳走。金丽娜花容失色，刚要出手反击，碧阳已然先她一步，大步向前迎去。面对着王猛那威势震天的无数拳影，碧阳面不改色，九黎灵犀大手印悍然发动。这王猛乃是筑基4层修为，刚好比碧阳二人高了3层小境界。碧阳担心刚刚突破到筑基1层的金丽娜不是对手，因此抢先出手。而且自己作为一家之主，身为他的夫君，怎么能让女人站在自己面前？该为娇妻遮风挡雨的应该是自己才对，这才是一个男人的担当。这好也叫这王猛知道，当着自己的面竟敢大言不惭买卖自己娇妻的后果。说时迟，那时快，唰！王猛的身形在眨眼间已到面前，漫天的拳影如暴雨般倾泻而下，气浪震的地面沙石飞溅。电光火石之间，碧阳眼中寒光骤现，右掌凌空推出，丹田内5行灵力轰然爆发。九黎灵犀，虚空中一只3丈宽的青铜巨掌骤然浮现，掌纹如沟壑纵横，掌心浮现太古山岳浮雕。轰！掌风过处，连空气发出一阵爆鸣。王猛的拳影在撞上掌印的瞬间被粉碎成了一团星火。星火爆裂之中，王猛双目圆睁，自己威力十足的一拳竟然被那个看起来像个弱鸡一样的男子一掌拍碎，筑基4层的灵力被一掌震散，经脉如遭岩浆灼烧。来不及震惊，眼看那只青铜巨掌来势汹汹，劲头丝毫不减，王猛连忙运起护体罡气抵抗。咚！青铜巨掌去势不减，似泰山压顶般拍中了王猛的胸膛，声如闷雷。他感觉自己仿佛被万丈山峦砸中，护体罡气如弹壳般淬裂。啊！王猛爆发出一声惨叫，胸腔的根根肋骨发出了令他预感不妙的咔嚓断裂声，随即而来的剧痛让他的惊怒的面容瞬间表情扭曲，喉头涌上了一股腥甜。更让他惊骇的是，那只巨掌中蕴含的大道威压，让他神魂战栗如见神明，竟生不出一丝反抗念头。噗！王猛体内的灵力紊乱的像是煮沸的开水，忍不住喷出了一口脓血，洒满了王家的大门前。他整个人瘫软如泥，站立不稳，向后倒退了10几步，才在下人的搀扶下勉强立定，却是已经丧失了一战之力。自家二爷那撕心裂肺的惨叫，以及那口血凉惊人的脓血，让一众王家下人皆是惊得目瞪口呆。我们不可一世的二爷被此人一掌拍废了。筑基4层的二爷王猛不仅败了，还是一招惨败，身受内伤，瘫软如泥。你好大的狗胆，怎么敢伤我家二爷？你死定了！从来没人敢在我王家如此放肆。快去禀报家主和老爷子。看着自家夫君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了那王猛霸道无匹的一拳，还将对方重伤，金丽那攥紧的拳头蓦然松开，阴唇微张。没想到夫君他居然这么强。他看了看还在吐血抽搐的王猛，又望了望碧阳挺拔的背影，甜美的眼眸里震撼与崇拜之色交织。夫君那一掌的威势，甚至远超他在青云仙宗见过的筑基亲传弟子。王家的下人们在此刻乱作了一团，一部分人赶紧扶住王猛，一部分人脸色煞白，紧张的双腿发抖，紧紧盯着碧阳，眼中流露出恐惧，生怕碧阳会再次出手。碧阳甩了甩青衫袖子，震散了周围的烟尘，并没有再次出手。先前那一掌，一是为了解围，二是为了测试一下九黎灵犀大手印的威力，三是为了震慑一下王家众人。只是没想到这王猛看着威猛，实则外强中干，这么不经打，只是一掌就废了。碧阳满意点头，对手实力不超过你3层小境界时，没人能挡住你一击，系统诚不欺我。不是你太弱，而是我太强了。不可能，小子，你到底是谁？王猛眼睛瞪得像铜铃，粗犷的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对着碧阳狂吼道。和王猛的癫狂不同，碧阳面如平湖，古井无波，淡淡的说道：我是碧阳，你是青云仙宗的人？不是，我就是这青云城中的人，也是丽娜的夫君。碧阳微微摇头。碧阳，王猛微微一滞，忽然想起一事，吴勇就是死在了你的手中。碧阳点了点头，这件事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自己和吴勇当众冲突，被众人看在眼里，吴勇死后，自己就迎娶了苏媚娘，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好小子，这是新仇旧恨一起来了。王猛心中暗道。事实上，吴勇对刘家家产下手一事，
并非是他灵机一动的想法，其背后正是由王家推动的。吴勇债务到期，无力偿还，恰逢刘老根虚不受补过世，为了收回借出去的灵石，王家的收债人主动给走投无路的吴勇出了霸占刘家家产的主意，而那个收债人恰好就是眼前这个王猛。碧阳，你杀死吴勇，害我王家100万灵石的修炼袋成了一笔坏账，我没去找你，你反倒找上门来了，真是好胆。今日你居然还敢向我出手，将我打成重伤，我王家绝对饶不了你，你等着承受我王家的怒火吧。你还有你身边这个小骚货，还有你的家人，都会为了你死无葬身之地。王猛脸色铁青，声色内忍地怒喝道。碧阳闻言，俊朗的脸上蒙上一层寒霜，瞥了一眼王猛，声音冰冷，还敢狗吠，我先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说着，他就对着软如烂泥的王猛再度抬起了自己的右手。你！王猛面色巨变，双目惊惧不已，拼命蹬动双脚，忍不住想要向后退去。碧阳的实力明显在他之上，真要对着自己出手，光靠身边这几个草包下人肯定护不住他。从王猛之前的话里，碧阳已经知晓了，交出50万灵石就能换回金家的人，这只不过是金丽娜的一厢情愿罢了。王家要的并不是那50万灵石，他们一开始就是奔着金丽娜的人去的。就算自己刚才不出手，王家也肯定不可能乖乖放人的，除非他愿意交出金丽娜，让他从此后为奴为婢。这件事更不可能，他可是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女人，怎么可能拱手让给别人？任何想要染指自己女人的，无论是谁，都得死。更何况，无论是之前的苏媚娘，还是现在的金丽娜，都和王家有着或多或少的牵连，自己和王家之间无形之中产生了不可调解的恩怨。再加上今日反击时重伤了王猛，这仇怨已和死仇无异。碧阳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换了自己是王家的人，也不会轻饶了自己。因此面对王猛的恐吓，碧阳毫不留情，他正要出手彻底除掉这个嘴贱的家伙。书圣，快住手！身后传来一声暴喝，碧阳根本没有理会，眼中寒光一闪，右掌已带着雷霆之威，轰然向着满面惊恐的王猛拍去。九离碎星！轰！一只巨掌从虚空探出，带着滔天的威势，狠狠地对着王猛当头照下。碧阳，你竟敢！王猛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偏偏他一动不动，根本无法抵抗那惊天一掌。原本在他身边搀扶着的几个下人，面对那重若山岳的一掌，更是被吓得魂不附体，扔下了浑身稀软的王猛，一个个撒腿就跑。啊！巨掌轰然落下，大地似乎都在隐隐震颤，扬起了漫天的尘埃。碧阳掩面捂鼻，挥手散去了尘埃，原地只剩下了一只巨掌留下的深坑，坑中还有一滩看不出人形的碎肉。筑基4层的王猛竟然被碧阳随手一击，拍得血肉模糊，不成了人形。啊！你这该死的畜生！碧阳，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在我王家门前当着我们的面杀了我二弟，真当我王家无人能治你不成？怒吼声如惊雷一般在耳中炸响，王家一众高手从大门内鱼贯而出，他们亲眼看着碧阳在众人的面前杀死了王猛，一个个目眦欲裂，还跟他废什么话？速速将这数子围起来！王猛的大哥王威声若惊雷，看到二弟王猛死去后的惨状后，他目眦欲裂，咆哮出声。刷刷刷！王家一众高手飞速冲出，将碧阳二人团团围住。王家10位高手虎视眈眈，这些人全是筑基修士，其中不乏筑基期6层的强者。金丽娜娇躯颤抖，紧张地咬着红唇，美眸之中惊恐显露无遗，被10位筑基强者围住。她这辈子还是头一次经历。碧阳却无视包围，气定神闲地看着一脸凶狠的王威，淡淡地说道：此人口无遮拦，当着我的面口出狂言，居然妄想染指我家明月，该死！王威怒笑道：少啰嗦，你明明听到我喊你住手，还敢置若罔闻，对我二弟强下杀手，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王家！碧阳淡漠开口，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看来一个王猛还是不能让你王家记住教训，既然如此，那就让你王家门前的血溅得更多些吧！狂妄！王威简直要被碧阳气笑了，怒斥道：你是瞧不清形势吗？被我王家10大筑基高手团团围住，就算你是青云仙宗的亲传天骄，也绝对逃不出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连毛都没长齐，就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就算你这厮有些手段，今日也难逃一死，定用你血祭我二弟亡魂。10大高手听到王威的话，也都纷纷点头说道：没错，别说你只有筑基1层的修为，就算你是筑基大圆满，也休想从我们的联手之下逃脱。小子，乖乖躺下受死，还能让你少受点罪，若敢反抗，定叫你尸骨无存，灰飞烟灭。王威盯着碧阳，
语气冰冷的如同地狱之中传出不，我要活捉这个小畜生，还有他身边那个小贱人，我要活剥了他们的皮，还要将他们的神魂炼成灯油，每日焚烧1000遍。碧阳不屑地扯了一下嘴角，笑话，我何时说过我要逃了？王威怒视着碧阳，含恨说道，很好，那你就准备受死吧，今日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你。可笑，我碧阳何须别人拯救，倒是你们最好一直这么硬气，等会可别求饶。碧阳一挥衣袖，淡淡的说道，哼，牙尖嘴利，待我将你擒下，定要一颗一颗砸碎你的牙齿，生拔了你的舌头。王威瞪着赤红的双眼，直接踏前一步，筑基后期的威压轰然爆发。不过是筑基1层的修为而已，就能让你这么猖狂了吗？小杂种，你是不是太看不起我王家了？感受着王威那如排山倒海一样猛烈的威压，碧阳却神情自若。筑基1层，但想杀你们足够了，若是我修为再高点，你们都不配让我出手。小畜生，被我们这么多位高手围住，你还面不改色，就算是从临危不惧的这一点来说，我也算是蛮佩服你了。王威险些被碧阳的大话气笑了。不管你有什么手段，还是你背后有什么人，只要我等群殴而上，你必死无疑。我倒要看看你这狗杂种到底有什么本事，竟敢如此大言不惭。碧阳冷冷地瞥了一眼将他围在中间的10位高手，淡淡的说道，你们还有最后一次做选择的机会，此时离开尚且可活，倘若不走，那就莫怪我心狠手辣了。此话一出，惊起一片笑声，哈哈哈，笑死我了，这家伙是真能装腔作势啊，哈哈，我这辈子还从没见过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这10人都是常年拿着王家的高额供奉的客卿，也是王家豢养的打手，平时的任务就是保家护院，顺带为王家充当收债人，必不可能因为碧阳的话就会动摇离开。当然也不排除碧阳看起来平平无奇，实在不像是能威胁到他们的样子的原因。王威筑基后期的威压犹如实质的怒涛，狠狠地拍打着碧阳2人，换作旁人早已肝胆俱裂。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碧阳却将精力纳护在了自己的怀中，面上古井无波。他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这群气势汹汹的王家打手，嘴角竟缓缓地勾起了一丝细微的近乎嘲弄的弧度，神色冷峻地说道，也罢，看你们一个个也算是条忠心耿耿的狗了，只可惜选错了主人，下辈子记得要跟对人。话音未落，甚至不给包围圈收紧的机会，碧阳的右手已如闪电般抬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执掌乾坤。刹那间天地变色，嗡！就在碧阳抬手的瞬间，一声仿佛来自洪荒远古、震撼灵魂的大道轰鸣，毫无征兆地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神识深处炸响。这不是简单的发出声音，而是一种来自天地规则的震颤，是万物秩序的体现。天地骤变，以碧阳抬起的右手为中心，一股无法形容、无法抗拒的恐怖伟力骤然降临。此地空间像是被一只无形无垠的巨手狠狠地攥紧、扭曲，空气中流动的不再是风，而是化作了沉重粘稠的风中沼泽。王家高手们脸上的狞笑，眼中的杀意，如同劣质的画作，在一瞬间被强行定格。就连庭院上方散落的微尘、飘动的气流，都死死地凝固在了原地，万物陷入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死寂。更让王家众人感到惊骇莫名的是，来自他们身体内部的巨变。那些正从丹田处汹涌而出，准备倾泻在碧阳身上的澎湃灵力，像是不识水性的人坠入了深湖，灵力运转的速度骤然暴跌，变得迟缓、凝涩无比。10名高手身上原本炽盛耀眼，如同护体光焰般的灵力光芒，此刻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的火苗，哧啦一声，纷纷不甘的摇曳暗淡，全身的灵力运转被彻底的打断、压制，实力起码暴跌了40%。10名高手惊骇地发现，自己这一身足以开碑裂石的筑基修为，在这诡异的力量下，竟如同孩童一般孱弱。怎么回事？连动一下都很艰难，体内的灵力运转的滞涩无比，这是什么邪术？哦，对的，这一定是邪术，是那小子搞的鬼。不对，这不是邪术，这是天地规则，这是大道之力。这个家伙居然掌握了金丹期才有可能领悟到的大道之力。王家众人仓皇的惊呼，恐惧的嘶喊，瞬间取代了方才的嚣张咆哮。而在这片仿佛被凝结了的滞涩领域之中，唯有一人可以行动自如，此刻他就宛如是在闲庭信步一般。是碧阳，他的身影动了。王家大门前，执掌乾坤的领域之中，碧阳的身影动了，没有丝毫的挚爱，他就如同一道融入了这凝固空间的幽影，步伐沉稳而冷酷地走向最近的一位王家高手。那人脸上还凝固着难以置信的惊骇，眼神中充满了面对未知力量的绝望。等下，你要干什么？九离！
碧阳的声音冰冷的不带一丝情感，如同地狱判官勾决生死不时的低语。随着他口中吐出第一个字，一股磅礴、霸道、碾压万物的气息再度从他那抬起的手掌中凝聚。大手印，轰！虚空中，一只近乎透明、边缘却泛着青铜光泽的巨掌凭空显现，掌纹深邃如沟壑，掌心中隐约浮现太古山岳的宏伟浮雕虚影，一股厚重、蛮横、破灭一切的威压在他的掌心处猛然爆发。巨掌带着轰天灭地的恐怖威势，快如奔雷，瞬息间便按在了那位动弹不得的筑基修士的胸膛之上，扑咔嚓嚓。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无限的拉长了，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那位修士身上坚固的护体罡气在接触到巨掌的一刹那，便如薄纸一般寸寸碎裂。紧接着传来的是令人牙颤的胸骨、肋骨断裂和粉碎的刺耳脆响。那名修士甚至还来不及发出一声完整的惨叫，身体就像被万吨的巨锤砸中的玩偶，猛地向内塌陷，整个人化作了一滩模糊的血肉烂泥，被狠狠地拍进了地面。众人瞪大了眼睛，像是大白天见到了鬼一样，表情写满了震惊和惧意。我那么大一个筑基修士呢，那可是一位正儿八经的筑基4层的大修士啊，就这么化成了一滩血肉模糊的肉泥，不堪一击的死了。血腥味刺鼻，在这片凝固的空气中弥漫开来，画面恐怖。碧阳连看都没看那惨状一眼，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滑向了下一个目标。第二个，口中传来他冰冷的宣告：青铜巨掌再现。轰！又是一声沉闷的撞击，第二名高手的头颅如西瓜一样的爆开，红白之物四处飞溅。第三个，巨掌横扫，一人腰身以上被凌空拍碎。轰轰轰！碧阳的身影在如同泥沼般的空间内，好似在瞬移一般惬意。每一次短暂的停顿，都有一只承载着大道之力、山岳之重的巨掌凭空出现，精准无情地落在执掌乾坤镇压得的王家高手身上。碾压，纯粹的毫无抵抗可能的碾压，这一切快得超乎想象。从碧阳抬手发动执掌乾坤，到他如秋风扫落叶般连续使出10次9离灵犀大手印，瞬杀10位王家高手，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几个呼吸之间。碧阳轻松写意的像是在玩闹一般，衣角微脏。王威脸上的狰狞和咆哮还未完全消散，就被眼前这超越他想象的屠杀景象给硬生生的冻僵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王家重金供养的10大筑基高手，这些平日里足以在青云城横着走的人物，此刻就像被钉在砧板上毫无反抗之力的待宰羔羊。别说是结成战阵反击了，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抬手格挡的动作都来不及做出来，就已经被如同杀神的碧阳快若闪电的格杀了。碧阳的身影快如鬼魅，每一次闪烁，每一次手掌轻抬，都代表着一个鲜活生命被瞬间抹杀。那只充满了毁灭力量的青铜巨掌，每一次出现都让王威的心脏如同被重锤砸中。直到第10位王家高手的尸体倒下，才让王威从震惊和恐惧中惊醒。碧阳那残酷中带着一丝玩味的眼神，让一股刺骨的寒意从王威的脊椎直冲天灵盖。他终于明白，这个叫碧阳的小子不是在危言耸听、牙尖嘴利，他真的有对抗王家的本事。该死，他不过才筑基1层，怎么可能会这么强？他到底是怎么在这个境界就掌握了连金丹期都不一定能掌握的大道之力？王威心中发颤，他想怒吼，想拔刀，想扑上去将这该死的杂种碎尸万段。然而王威的手刚刚才本能地按向腰间的刀柄，却发现自己那只惯于握刀，此刻却布满冷汗的手掌僵硬得如同坠入冰窟，拇指死死地顶在了刀锷上，可就是连一丝拔刀的力气都难以凝聚。王威嘴唇哆嗦着，原本积蓄了满腔的愤怒和无数的威吓话语，此刻却被极度的恐惧堵了个死死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血丝密布的瞳孔里倒映着的那个如同杀神一般的青山身影，碧阳。王威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牙缝里挤出了这2个咬牙切齿的字：你竟敢杀了我王家10位高手！你知道为了培养他们花了我王家多少心血吗？碧阳耸了耸肩，不以为然地说道：就这么？看来你们王家培养的都是废物罢了。行了，不要废话了，现在马上交出金家的人，别把我的耐心都消磨光，否则不只是你，整个王家从上到下都得死。呵呵，金家人。王威从喉间溢出了一声冷笑，你不光当着我面杀了我弟弟，还杀了我王家耗尽心血培养的10大高手，事到如今你还敢跟我要人？碧阳，你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吗？我父今日恰好闭关，才让你钻了空子，等我父出关，定要你不得好死。碧阳不为所动，只是淡淡的说道：你父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你要是再聒噪一句，马上就得死了。说着他轻轻挥了挥手，虽然只是掸了掸青山上的灰尘，但眼神中的威胁已无需多言。等等，
王威闻言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喊道：这样吧，若你今日肯放我一条生路，我有几房妾室如花似玉，还有几个妹妹，个个都是貌美如花，我愿意做主将她们献给你，只求换我一条生路。碧阳闻言一愣，王威见状心中大喜，暗道有戏。修仙界的修士自古以来便有交换妾室、妻女和仆人的风流雅事，王威觉得自己此举果然英明，他和碧阳也算是雅上了。王威自以为已经将碧阳拿捏，心中窃喜。王威，你可真是个好大哥啊，为了自己狗命出卖妻女和亲妹，你这种人真是狼心狗肺。却不料碧阳不屑地说道：你这是把我看成了色中恶鬼了是吧？只可惜我与你王家结仇太深，他们肯定对我满心怨恨，这样的女人独重带刺，我是不可能接受的。行了，别啰嗦了，看来不杀了你，你是不懂什么叫救好就收。不用你放，杀了你，我一样能救出金家人。话音刚落，碧阳五指冰刀，一道九离心灵大手印悍然发动，一只大手自虚空浮现，光寒如刃。王威瞬间脸色煞白，眼中恨惧交加。他是万万没想到，区区一个筑基一层的碧阳，就能将他王家10大高手屠戮殆尽。唰，九离灵犀大手印带着无穷的威势，向着王威迎面劈来。情势危急，根本来不及思考，眼看下一秒自己就要被那只巨掌劈成2半。王威眼神发狠，终于咬着牙从怀中艰难地掏出一物，消灾除恶，替生替死。王威大吼一声，那手中物件突然爆发幽光，眨眼间化成了一具通体黢黑的傀儡，挡在了王威的身前。枪！大手印轰然与那具傀儡相撞，爆发出一道刺耳的金石相击之声，最后化作灵光消散。那具通体黢黑的傀儡上多了一道巨大的掌印，躲在后面的王威却安然无恙。这具替死傀儡果然够强，不枉费我花了30万灵石将他拍下。王威见碧阳并未伤到自己，瞬间狂喜，口气也再度嚣张起来。今日你注定杀不了我，就等着我王家对你的报复吧。碧阳眉头一皱，还以为刚才那一击定然能够杀了王威，却没有想到这王威居然还有这种保命的手段，让他心中有些意外。王威，我承认你有些手段，但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多活几个呼吸罢了。即便王威猖狂大笑，似乎笃定碧阳拿自己没有办法，但他却丝毫不见慌张，再次举起右手，食指之上一道璀璨的神光正在凝聚。不知道你的替死傀儡能不能挡得住我这招魂元一气斩神咒呢？王威的大笑戛然而止，望着碧阳指尖那道璀璨的神光，他狰狞的表情渐渐凝重了起来。那道神光让他莫名的生出了死到临头的感觉，仿佛在面对天地的意志，无法生出反抗之意。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忽然涌上心底。王威心中咯噔一声，暗道不妙。从碧阳的自信的表情和冷酷的眼神中，王威可以感觉到这绝不是一般的杀招。以他的经验判断，这一指若是点出，足以要了自己的命。替死傀儡他手中只有一具，只能代替自己死上一次，但谁敢赌碧阳手里只有一招？该死，他怎么有那么多的手段？他怎么可能那么强？王威瞬间面如死灰，豆大的汗珠如雨滴落下。好，我答应你，放了金家10口人，但你要保证放人之后不许再伤害我王家一人。形势比人强，王威面临生死抉择，也不得不低头。不，我改变主意了。碧阳见状冷笑一声，我杀了王猛和10大高手，以你的性格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那我为何要留着你的命，让你日后成为我的心腹大患呢？还是杀了你算了，省得以后给我自己添麻烦。王威脸色变了又变，生怕碧阳真的要了自己的命，慌忙表态：别，等下，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总行了吧？只要你不杀我，我什么都答应你。王威口中说的好听，实则心里还是打起了算盘。他爹乃是王家的家主王天霸，只要能施以缓兵之计，保住自己性命，等到王天霸出关，这个场子他总能找回来的。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碧阳心里清楚，王威手里有着替死傀儡，自己一击是绝对杀不了他的。混元一气斩神咒虽然霸道无匹，但用完就会力竭虚弱，不到绝境不可轻易使用。万一拖延下去，自己失去战斗力，身后只有一个刚刚筑基的金丽娜，而王威的背后可是整个王家。所以这就是一场心理博弈，赌王威怕死会主动服软。现在看来是自己赢了这场博弈。看着王威难看至极的脸色，碧阳忽然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灿烂笑容。让我相信你可以，很简单，放了金家人，再赔偿我50万灵石，最后分我一缕你的神魂，我就饶你一条狗命。王威闻言大怒，放人可以，50万灵石买自己一条命也不多，但是自己的神魂怎么可以交出去？修士的一缕神魂，那可是来自灵魂本源，代表着生杀大权，哪能随便交给别人？一旦神魂交出去，
就等于把自己的性命也交到了碧阳的手上，他完全可以借此控制自己，甚至随时结束自己的性命。你这是要逼死我吗？王威扯着脖子怒吼道。碧阳耸了耸肩，我只是看看你为了活命能做到什么程度而已，是现在就死，还是交出神魂，随你自己选择。在我看来，你只能选择交出神魂。放心，只要你对我没有异心，我是不会捏爆神魂的。如果你不肯交，我自然也必要放你活着了，现在就可以杀了你。我数3个数，不交就杀。王威脸皮一抽，表情变了又变，精彩至极。碧阳却是不再看他一眼，自顾自地倒数着3、2。数到这里，王威本就苍白的脸更是白得没有一丝血色了，哪里还敢再继续硬挺下去？别数了，他阴沉着脸，眼神一颤，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气一般，失魂落魄地说道：我交。看着碧阳饶有趣味的笑容，王威感觉心里像是吃了屎一样的难受，堵得慌。王威深吸了一口气，收起了替死傀儡，在碧阳的注视下运转功法，从自己的灵魂本源处生生地抽出了一缕神魂。那缕神魂漂浮在他手中，就如同斗火一般明灭不定，这就是代表他本源的一缕灵魂之力，掌握了他就掌握了自己的生死。忍着神魂分离的剧痛，王威屈辱地看着碧阳随意地收走了自己的神魂，毫不在意地收入了气海丹田之中。他简直快要崩溃了，大哥，你温柔点啊，那可是我的命啊，希望你信守承诺，我不动你，你也不要动我。王威咬着后槽牙说道。碧阳淡淡地说道，放心，只要你们王家不要再有人自己找死，我也懒得杀人。现在赶紧拿钱放人吧，我赶着回家生孩子，麻烦你快点。话音刚落，碧阳挥手散去了执掌乾坤，王威这才感觉如负释重，终于得以喘息。那股来自天地道则的威压，是凌驾于修为境界之上的力量，除非境界碾压碧阳，否则万难抵抗。看着云淡风轻碧阳，王威的心里突然有一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后悔，失了魂一般的走向了自家的地牢。今日王家损失惨重，账被平了，还亏了50万灵石，二弟王猛和10大高手也都身死道消，自己的小命也落在了碧阳的手里。在转身的一刹那，王威那双如毒蛇般阴冷的眼中，恨意已经快凝成了实质。碧阳，你别得意的太早，待我复出关，成为金丹通玄的大能，定会为我寻得补全神魂，斩断因果的方法。到那时，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总账。交出了神魂以后，王威即使心中有万般不甘，也只能拿出50万灵石交给碧阳，然后乖乖地放出了金家众人。金丽娜一家团聚，碧阳也顺便见过了自己的便宜老丈人一家，随后十分开明的让金丽娜先去安顿家人。在甜美可人感激的眼神中，碧阳独自回到了碧家小院。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仅仅就在当夜，金丽娜便返回了碧家。多谢夫君出手搭救，丽娜无以为报，只有尽心尽力的服侍夫君。从今往后，丽娜生是碧家的人，死是碧家的鬼，一定全心全意的为夫君开枝散叶，还望夫君日后好好联系。碧阳在王家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深深地打动了金丽娜，她义无反顾地选择硬刚王家，只是为了帮自己出头。那以无敌之姿镇压王家众多高手，自信又霸道的身影，已经印刻在了金丽娜的心中。望着梨花带雨的甜美可人，碧阳心中一阵感动和心疼，连忙将她搂进怀里，试图用男人的柔情将她融化。甜美可人水汪汪的大眼睛，情意绵绵。娘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都是夫君应尽的义务，接下来就让夫君尽完剩下的义务吧。眼见时机成熟，碧阳一把抱起金丽娜娇小玲珑的玉体，大步流星。这一夜，碧阳极尽温柔，金丽娜感受到了自家夫君的刻骨柔情，彻底的沦陷在了滚烫的温柔里。她和表面清冷、内心火热的周诗雨不同，跟妩媚的苏媚娘也不一样，甜美可人的她其实是个极度娇羞的姑娘。看着娇俏温婉的甜美可人在自己的臂弯中熟睡，那小脸上还挂着甜美的笑意，碧阳也不自觉地露出一抹笑意。丽娜她是一个传统的好女孩，接下来的日子里，碧阳哪也没去，就留在家里陪伴娇妻。而碧阳也因此在美艳娇妻周诗雨的强烈要求下，带着金丽娜搬进了一墙之隔的新院子，这里一直都是空的。这不是周诗雨排外，而是因为他们两人闹的动静太大了，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直往人的耳朵里钻，就连身经百战的周诗雨都受不了，每每听到都让他心神不宁，偏偏他又大着肚子，无奈之下这才出此下策。不过碧阳倒是无所谓，本来那间小院就只有3间卧室，随着老婆越来越多，也确实该开一个新院子了。金丽娜在到了新院子以后也很兴奋，她终于可以不用压抑情感了。周诗雨的肚子已经快6个月大了，她现在除了每天养胎修炼，啥也干不了。系统任务完成后，碧阳成功的获得了奖励100颗洗髓丹和玄阶法宝阴阳12煞阵旗。夫君，我怀孕了，
快看！金丽娜惊喜的声音传到耳畔，碧阳连忙上前查看。令他没想到是，甜美可人的金丽娜居然给了自己一个更大的惊喜，不仅成功怀上了孩子，怀的还是个双胞胎。在她那平坦的小腹之下，一黑一白两团光晕静静的悬浮着，散发着灵光。发现自己怀孕以后，喜形于色的金丽娜迫不及待地向隔壁的2位姐姐通报喜讯。周诗雨和苏媚娘也是为她高兴不已，这是毕家的第一个双胞胎，三女激动地抱成了一团，笑着闹着，其乐融融。神清气爽的毕大老爷在自家院子里布下了阴阳12煞阵旗，一道浑圆如斗的阵法金光瞬间笼罩了整个院落间。碧阳特意运起九黎灵犀大手印试验了一番阵法强度，筑基期的实力之下，阵法金光连抖都没抖一下，古井无波，果然牢不可破。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喊来3位娇妻，将他们的神识印记烙印在了阵眼中。除了将自身神识烙印在阵眼中之外，谁也不能未经同意就进入大阵，闯进毕家，家中娇妻和孩儿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的保障。除此之外，就连神识都无法穿透大阵，杜绝了外人窥探的风险。娘子们，为夫还有一样好东西送给你们。望着各有千秋的3位娇妻，碧阳心中豪情万丈，尤其是周诗雨肚子里的孩子很快就要生了，更是让他有了一种即将初为人父的喜悦和期待。夫君，是什么好东西？快拿出来让我们瞧瞧。3位娇妻嘻嘻哈哈，期待地看着一脸神秘的自家夫君。碧阳哈哈一笑，也不卖关子，掏出了那100颗洗髓丹，交给了大老婆周诗雨，让她分了去。这是洗髓丹。周诗雨顿时捂着大肚子发出惊呼，惊喜之色溢于言表。我曾经在道盟买过1颗洗髓丹，一枚就花去了8000灵石。夫君，这可真是好宝贝啊！这就是可以洗精伐髓、提升灵根品质的洗髓丹吗？太好了！这下既有丹药提升体质，又有夫君疏通道基，双管齐下，咱们姐妹的修为就更深了。谢谢夫君，夫君我爱你。夫君今晚助我再开一窍。环肥燕瘦，被3位娇妻团团围住，莺莺燕燕地环绕在身边的碧阳十分得意。身为毕家的主心骨，碧阳在3位娇妻心中的分量还是很重的。他们心中也知道，家中如今底蕴深厚，地阶功法、护家大阵、先天至宝、数百万灵石、数不清的丹药，甚至比之青云城中的一些家族底蕴都不差。而这些还得多亏了碧阳这位夫君，他们才能享受得到。离开了碧阳，就算是进入仙宗，被当作亲传弟子培养，也未必能得到在毕家这么多的修炼资源。虽然自家夫君好像对娶妻纳妾、生儿育女有着近乎偏执的执着，但是谁让毕大老爷他帅气豪爽，活好不粘人，对他们也都非常不错，娇妻们也就由他着娶了。娶就娶吧，生就生吧，咱们5、6、7、8个在一起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时间转眼就过去了1个月，这段时间里，王威倒是一直没有露过面，被碧阳捏住了命门的他，似乎真的投鼠忌器，放下了恩怨。没人来找自己麻烦，毕大老爷也乐得清闲，每天待在家中和3位风味各不相同的娇妻寻欢作乐，享受其人之福。美艳娇妻周诗雨已经怀胎7个多月了，腹中胎儿经过运灵丹的培养，资质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碧阳通过神识内视时，只觉得那团灵光中包裹着的小小身影灿若星辰，耀眼夺目，浓厚的生命气息好似洪流一般，血脉之力深不可测，几乎可以断定，等他降世时定是一位顶级天骄。周诗雨直言不讳，胎儿天资足以碾压青云仙宗所有天骄。而绝世尤物苏媚娘的身孕也有5个多月了，因为她本就是罕见的特殊体质的灵根，又在怀孕后服用了大量的运灵丹提升，故此其腹中的胎儿天资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毕大老爷在内视的时候都被他腹中的奇景震撼到了，久久不能平静。只见一座云雾缭绕的微型山岳静静地悬浮在媚娘的腹中，散发着苍莽高深的气息。她丹田内的灵力化作一道瀑布自山顶奔腾而下，其中的胎儿心跳好似洪中大吕一般，每一次响起都让人心神激荡。此等奇景无不让人啧啧称奇。众人虽然听说过曾有人族天骄在降生之时曾引动天地异象，但从来都没听说过尚在腹中之时就有异象显化加持，这实在颠覆了众人的想象和认知。此子天资如此逆天，堪称世所罕见。美艳娇妻周诗雨更是骄傲地表示，媚娘之子必将傲视整个大眼王朝。对此，就连一向淡泊名利的苏媚娘都忍不住翘起了嘴角，为自己腹中的孩子感到骄傲与自豪之余，金丽娜再替2位姐姐高兴之余，也是兴致勃勃地抚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心中期待万分。她才怀孕1个月多，孕肚还不明显，但腹中一黑一白2道光晕，隐隐之中已有神光浮现，异象已初步显现，只待后续使用运灵丹继续强化提升。见3位娇妻的肚子都很争气，毕大老爷志得意满，他已经等不及看到孩子出世后震惊世人的那一幕了。而且孩子们的逆天资质
又能带给自己怎样巨大的提升，更是让碧阳兴奋的无以复加。只是遗憾的是，经过二位姐姐的珠玉在前，甜美可人金丽娜也以安胎养胎为由，让毕大老爷时常唉声叹气，望洋兴叹。还好绝世尤物苏媚娘不愧是碧阳最疼爱的娘子，心疼自家老爷的她，也是3位娇妻中唯一一个在碧阳的帮助下打通了3窍的人，让碧阳心中大感安慰，时常溜进媚娘的房间。当然，这些日子里，碧阳偶尔也会去道盟一趟，看看王仙师手中有没有新的道侣可以取回家。只可惜天资过人，修为不俗的仙子们基本都在仙宗修炼，在青云城中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碰到的。这天，毕大老爷在3位娇妻的口诛笔伐之下，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家门，打算前往500里外的白云城碰碰运气。身似鸿雁腾云起，玉气纵横9州间。修为踏入筑基1层以后，碧阳已经可以御气飞行了。此举潇洒是潇洒，就是有点太耗体内灵力了。这也和自身的修炼体质有关，体质差的人吸收灵气入体，炼化为灵力的速度很慢，补充的速度赶不上消耗的快，就得时常停下休息一会。而体质好的修士则不然，补充灵力的速度更快，只要体内灵力不断，就可以一直御气飞行。在天赋面前，努力真的不值一提，别人先天就高你一等，你怎么比？现在只有9品5行灵根的毕大老爷，也只能在飞了不到百里后，暂时的停在了一处山崖上，恢复一下体内的灵力。难怪那些修士们总爱抓一些灵兽饲养，赶路时可以充当坐骑，打架时也是一方助力，平时还能当保镖、看家护院啥的。望着山崖下的云雾，碧阳若有所思，看来自己也得想办法弄几只强力灵兽来镇宅子了。虽然家中布有阴阳12煞大阵，足够防御金丹以下修士的攻击，但是能有个可爱的萌宠，给老婆孩子们逗乐解闷也不错，自己平时也能骑一骑。正思索间，忽然山下传来一阵吵闹的马蹄声。碧阳目光一凝，循声望去，只见山道上一匹棕色骏马正驮着2位衣上染血、气息凌乱的女子，向着山崖快速奔来，身后还跟着一群妖兽，成包围状，不紧不慢地吊在2人不远处。碧阳见状心中了然，这群妖兽当中似乎有个开启了灵智的存在，还懂得将马上的2人朝山崖这边驱赶。这里可是绝路，一旦上了山崖，将退无可退。你看，这就是没有好坐骑的缺点。若这2位女子能有个强力坐骑，就能在妖兽的包围圈形成之前逃出升天。即使对方的修为比你高，也根本不带怕的，因为他的马没有咱的马快。斗气化马了解一下。道友，快逃！后面有一群妖兽围过来了。那马上一位紫色裙装的女子，见碧阳一个人呆呆地立在山道上，一动也不动，忍不住焦急地大声喊道：嗖！话音刚落，2女胯下的骏马已经和碧阳擦肩而过，那马蹄子都快跑冒烟了。擦肩的瞬间，碧阳这才看清2人的容貌，还皆都是上等，一位丰腴成熟，看起来26、7岁，一位青春活泼18、9岁。2人的实力似乎也都不俗，成熟那位紫衣美妇应该是炼气大圆满的修为，活泼那位绿衣少女大概炼气7、8层。说是迟，那时快，只是一眨眼的功夫，骏马已经驮着2人奔上了山崖。马背上的2人这才发现前面是条绝路，顿时吓得花容失色，急忙手忙脚乱地紧勒缰绳。那匹骏马反应不及，在山崖边4蹄蹬地，昂首嘶鸣，却还是止不住狂奔的势头，眼看下1秒就要坠入山崖。忽然一只巨手在虚空浮现，巨手带着无上的威势，一把攥住了马上的2名女子，在他们惊恐与慌乱的眼神中，将2人扫下了骏马。下一秒，耳边传来凄厉的嘶鸣声，那匹棕色骏马打着滚儿，落进了云雾遮掩的山崖。2女惊魂未定，脸上带着死里逃生的庆幸，齐齐地回头张望。见他们向自己看来，毕大老爷灿烂一笑，向他们扬了扬头，递了一个得意的小眼神。晨光在碧阳的身上镶了一条金边，他的青衫在山风中飘荡，身姿挺拔如松，气质飘逸如仙。那张俊秀帅气的脸上绽放的笑容，让2女呆了一瞬。紫色衣裙的成熟美妇率先反应过来，连忙抱拳道谢：多谢道友出手搭救。碧阳摆了摆手，笑得更加灿烂了。奇怪的是，面对毕大老爷自认为更帅气的笑容，2名女子反而却目露惊恐，笑不出来。顺着他们的视线，碧阳才发现，原来刚才追击他们的妖兽已经来到了自己身后，将整个崖顶围了起来。猪妖、狼妖、牛妖、熊妖、狐狸精，喷着火热的鼻息，呲着森森獠牙，摩擦着锋锐的利爪，舔舐着钢针般的鬃毛，流出腥臭的涎液，群英荟萃。道友小心！紫衣成熟美妇在身后高声提醒。这群凶兽大多灵智未开，在他们背后还有一只虎妖在指挥。话音未落，地面传来一阵地动山摇，整个山崖都在震颤。咚咚的脚步声如同雷鸣一般，就像踩踏在成熟美妇的心头，让她的俏脸惨白一片，巨大的阴影猛然覆盖了整片山崖，
伴随着令地面颤抖的沉重脚步声，一只庞然巨兽从群妖后方排开密林，缓缓显露出它那令人窒息的真容。这是一头身长足有10多米长的黄色巨虎，它肩高如小丘，虬结的肌肉在皮毛下滚动，碗口大的金色树瞳冰冷地扫视着崖顶的3人，流露出锁定猎物的残忍光芒。它那巨大的头颅微低，獠牙如匕首般探出唇外，喷吐出的腥风瞬间让本就压抑的空气更加污浊。钢鞭似的虎尾随意一甩，便将旁边一棵碗口粗的松树拦腰扫断，木屑纷飞。天亡我也！紫衣美妇本就苍白的脸上再无一丝血色，嘴唇哆嗦着，眼中尽是彻骨的绝望。她紧紧抓着身边少女的手，指尖冰凉刺骨。完了，就是那只开了灵智的筑基虎妖。她身后的绿衣少女更是吓得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只能死死靠在美妇身上，小脸惨白，眼中泪光闪烁，心中叫苦不迭。今日怕是真要到头了。在这只虎妖的驱策之下，二女在马背上夺路而逃，最后还是被堵在了这处山崖。他们下意识地望向挡在前方的那个青衫男子，见他依然背对着巨虎，身影在虎妖庞大的映衬下显得如此渺小脆弱，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荡然无存。这位陌生道友笑得如此好看，但那顶什么用啊？又岂能是这等凶物的对手？然而就在二女万念俱灰之际，那个青衫男子动了。面对遮天蔽日煞气冲天的巨虎，碧阳的身影却陡然变得模糊。他连头都未回，只是口中轻斥：“执掌乾坤。”嗡！天地间仿佛响起一声无形的号角，一股源自洪荒本源、凌驾于生灵之上的大道威压轰然降临，如仙人伟力降世。刚才还嘶吼咆哮、蠢蠢欲动的猪妖、狼妖、牛熊狐精动作瞬间迟钝了起来，他们狰狞的表情凝固在脸上，眼珠因极致的恐惧而暴突，全身肌肉剧烈颤抖，却被无形的巨力死死按在原地，连一根鬃毛都无法摇动。碧阳右手凌空虚按，眼神冷冽如冰霜寒渊，口中如执掌生死的判官再吐真言。九黎灵犀大手印。刹那间风云突变，虚空震颤，一只覆盖着古老青铜纹路、掌心浮现巍峨太古山岳浮雕的巨灵大手印凭空显现。轰轰轰轰！随着青衫男子不断地朝着群妖挥手，虚空之中不断浮现出一个又一个大手印，时而五指击张，遮天蔽日，呼啸着如天穹倾塌般拍下；时而握指成拳，棱角分明，带着洞穿山岳的无边伟力破空而出。沉闷如雷的爆响在山崖上炸开，汇成死亡的乐章，如同神佛碾蚁，精准无比的砸落在被完全压制的妖兽群中。掌印压下，一头膘肥体壮的猪妖哼都未哼一声，庞大的身躯如被重锤砸烂的西瓜，轰然爆裂成漫天血雾肉泥，腥臭的气浪四溅，全印轰至。凶厉的妖狼头颅瞬间消失，无头尸身被巨力狠狠地灌入岩石，化作一团模糊印记。巨掌横扫，牛妖、熊妖如纸糊般被拦腰拍断，内脏肠腑混合着断裂的脊骨喷涌而出，庞大的身躯抽搐着倒下，生机断绝。指锋轻点，诡诈的狐精眉心骤然洞穿，妖魂连同妖身被沛然巨力瞬间剿灭，化作一团飞灰。碧阳的身影甚至都不曾晃动半分，他翻手覆手间，数头强大妖兽便如随手拂去的尘埃般被彻底击杀。方才还群魔乱舞的山崖，顷刻间只剩下弥漫的血腥和一片死寂。碧阳的身后，那紫衣成熟美妇原本暗淡神伤的美眸猛地亮了起来，紧紧拉住身旁绿衣少女的手，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他们心中涌起了劫后余生的狂喜和难以置信的震撼。这位道友竟掌握如此神通，天不亡我！绿衣少女的眼中神采连连，这位青山道友不仅长得帅，就连招式也这么帅。吼嗷！然而就在最后一头妖兽毙命的瞬间，一声撼天动地的恐怖虎啸猛然炸响。那只被执掌乾坤死死压制，浑身骨骼都在发出不堪重负呻吟的黄色巨虎，眼中猛然爆发出暴力的金光。虎啸声中，碧阳首当其冲，率先感受到虎妖那只血盆大口中喷出的腥臭气息。哟！恶臭扑面而来，二女被熏得五迷三道，干呕不止。群妖的死或许彻底点燃了虎妖血脉之中的凶性。只见他扭动着巨大的虎头，竟在一声接一声的咆哮中，凭借那蛮横无匹的恐怖肉身之力，硬生生地将执掌乾坤的领域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隙。哧啦！空间的凝滞感瞬间大减，碧阳脸色微微一变，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还是第一次，执掌乾坤首次被正面突破。这只虎妖的肉身强度竟然恐怖如斯。紫衣美妇与绿衣少女刚刚因群妖的覆灭，而稍稍松弛的神经瞬间又绷紧到了断裂的边缘。那近在咫尺的腥臭罡风吹得他们的衣裙猎猎作响，脸颊生疼。
二女心中的绝望再次翻涌，连道友这般伟力的神通都被破了。难道我二人今日注定要葬身于此？死就死吧，只是却连累了那位青山道友。紫衣美妇望向前方那位道友瘦弱的身影，心乱如麻，绝望的眼底闪过了一丝歉意。与此同时，那只巨虎趁着领域被撕破，庞大的身躯恢复自由和轻松，猛地下蹲，随后高高跃起。借着这一冲之力，他那庞大如山的身躯竟爆发出与其体型不符的恐怖速度。腥风扑面，血盆大口张开，吞天噬地般对着前方的碧阳狠狠咬下。那尖锐的獠牙闪烁着死亡的寒光，距离碧阳的头颅不过咫尺。道友，快躲开！紫衣美妇失声尖叫，心胆俱裂。哼，一只不知死活的大虫子罢了。就在二女的惊呼声中，一直没有反应的碧阳动了。面对着近在咫尺，仿佛能吞噬天地的虎妖血口，他非但没有闪避后退，反而又脚重重踏地，身形如离弦之箭，向着那张能一口吞下整栋房屋的虎口急冲而去，不退反进。速度之快，只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淡淡的残影。向前飞驰的同时，碧阳的双手还在胸前闪电般结印，周身灵力疯狂向掌心汇聚，璀璨的灵光几乎要刺破那腥臭的黑暗。破！碧阳沉喝一声，右手在砸出的一瞬间，陡然化成了一只山岳般大小的重拳。轰！这一击像是流星砸进了山体，爆发出激烈的声浪。那只虎妖原本凶狠的金色树瞳，在挨了这一拳后，顿时迷离了起来。一拳给我虎哥干迷糊了，再吃我一拳！碧阳一个鹞子翻身落地后，乘胜追击，重重的屈膝一跳，从上而下又是一拳轰出。咚！这一声如同闷雷，直接砸在了虎妖头顶那个王字的中间。虎妖巨大的虎目圆睁着，如被雷霆贯体，一动也不动地愣在了原地。仔细观察，他头顶的王字已经变形扭曲，头骨已然被巨力砸裂开了。大力出奇迹，又是一击重拳轰至。碧阳那削瘦的身形举着大山一般的右拳，狠狠地对着虎妖的头颅砸落。噗！如同巨石砸入朽木。这一击凝聚了碧阳全力，蕴含9粒灵犀大手印全部威能的巨拳，像是一道流光，精准无比地轰入了巨虎那坚于金刚的头骨，直接灌入其大脑深处。呜嗷！足以撞碎山岳、扑倒高楼的巨大虎妖，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那双暴力的巨大金色树瞳骤然失神涣散。巨大的惯性让他沉重的头颅依旧向前撞去，但生命的气息已如潮水般退去。轰隆！庞大的虎躯如同推金山倒玉柱一般，狠狠地砸在了山崖边缘的岩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山崖剧烈震动，仿佛要被虎妖巨大的腰身压塌。尘土混杂着碎裂的岩石冲天而起。碧阳的身影缓缓自烟尘中走出，青山依旧，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随手一招，一颗蕴含着庞大灵能、鸽蛋大小、闪烁着昏黄荧光的妖丹从虎石中飞出，落入了他的掌心。在他的身后，紫衣美妇与绿衣少女彻底呆立当场，两人如同两尊石化的雕像，眼睛瞪得滚圆，小嘴不自觉地张开，脸上残留着惊魂未定和极致的震撼。他们看着那庞大如山、刚刚还凶威滔天的虎妖尸体，再看看那个轻描淡写间碾杀群妖、3拳轰杀了巨虎的年轻身影，只觉得脑中一片轰鸣。堂堂一个筑基期的凶兽虎王，竟被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青山修士轰杀了3拳，打死筑基妖王。嫂子，我不是在做梦吧？绿衣少女终于回过神，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身子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紫衣美妇同样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胸膛剧烈起伏，看向碧阳背影的目光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震撼。他喃喃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才是真正的大神通。这一刻，碧阳那挺拔却削瘦的身影在他们眼中已变得高大莫测。二位仙子，在下青云城碧阳。碧阳收起妖丹，用青山下摆擦了擦手，对着二女问道：你们是何人？为何会被这虎妖追杀？绿衣少女率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一脸崇拜地看着碧阳说道：我叫沈秋月，她是我嫂子云瑶，我们本来是要去青云仙宗找我哥的。经过一番了解，碧阳这才知道二女原来是姑嫂关系。紫衣成熟美妇名叫云瑶，是绿衣少女沈秋月未过门的嫂子。10年前云瑶全家暴毙，孤身一人的云瑶被沈家买下，准备留给沈秋月的哥哥沈清风做老婆，但沈清风却在成亲前离开了沈家，前往青云仙宗修行。5年前，沈家所在的城池遭遇了受潮的血洗，除了云瑶和当时13岁的沈秋月，沈家人全死光了。随后的这5年里，云瑶含辛茹苦以嫂带母，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扛起了养育的责任，一直照料着沈秋月。沈秋月今年刚刚成年，满足了青云仙宗的入门条件，云瑶便带着自己的小姑子一路辗转来到此地，一是想寻找自己未过门的丈夫，
二是为了送沈秋月进入仙宗修炼。谁知那沈清风却早已攀龙附凤，成了仙宗赘婿，不仅不认云瑶这个妻子，甚至还当众羞辱嘲笑他，将他赶下了山。沈秋月和云瑶相依为命，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云瑶走了，他自然也不肯留在青云仙宗，于是便和亲哥哥恩断义绝，也跟着云瑶下山了。二人来到青云城外的密林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只白虎幼崽，居然是罕见的天生便开启灵智的灵兽，便打算将其捉走，却没想到那只白虎灵兽看着不过是只幼崽，居然能凭借着血脉之力号令群妖。于是捉妖不成的二女被群妖猛追，落荒而逃，直到被逼进绝路。遇见了碧阳，知道了二人的情况后，碧阳点了点头，这名为云瑶的紫衣美妇，想不到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不仅长得貌美如花，天资体质也很不错，是3品火灵根。真不明白那沈清风的眼是怎么瞎的，放着这么好的媳妇不要，去当赘婿。这个叫沈秋月的少女也很不错，容貌称得上是闭月羞花。除此之外，碧阳更欣赏的是她恩怨分明，为了相依为命的未过门的嫂子和自己的亲哥哥恩断义绝。在18岁的年纪，靠着嫂子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修炼到了炼气7层，还是个4品木灵根，绝对是个潜力股啊！你们二人可有打算，接下来要去哪里？碧阳心中对二女的品格和脾气都很喜欢，不由动了心，于是便主动开口询问了起来。不知道。云瑶和沈秋月互相对视了一眼，眼神中全是迷茫和忧虑，最终摇了摇头，深深地叹了口气，异口同声地说道。碧阳咳嗽了一声，看着二人迷茫的眼睛，一脸真诚地说道：如果你们没地方去，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我想给你们一个家。给我们一个家。云瑶和沈秋月纷纷愣住了，一时间没有明白碧阳的意思。等他们反应过来以后，二人的脸色各不相同。沈秋月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起来，晶莹的耳尖红的像是要滴血。要命了，才第一次见面就说想要娶人家，这发展的未免太快了一点。云瑶的脸上却有着一丝不自然，经历过沈清风一事后，刚刚被人悔婚并羞辱的她，已经将情爱这件事看淡了，并没有任何异动的感觉。碧阳看着反应截然不同的二人，继续说道：修仙界残酷无比，妖魔遍地走，可以说处处都是危险。你们二人实力太低，又没有依靠，这些年一定生活得很艰难。我可听说了，有些邪魔歪道就喜欢抓你们这种独自行走的弱女子，先做炉鼎，榨干了以后再炼尸炼魂，下场极为凄惨。说到这里，云瑶二人的脸色一变，似乎是想起了之前流浪时遇到的各种危险。那些邪魔歪道的手段没有最残忍，只有更残忍，让人光是想起就不寒而栗。碧阳见他们听进去了自己的话，趁热打铁，接着说道：我家就住在青云城内，既然你们二人不知道去哪，也不想进入青云仙宗修炼，不如就跟着我回家，可保你们二人平安。即便你们加入了宗门修炼，也是需要结为道侣互相扶持的，修炼讲究财律法地，没有资源没有依靠，实力进步太慢的依然会被宗门踢出去，沦为散修。我家的底蕴不比仙宗差，你们在仙宗接触不到的地阶功法、先天至宝、修炼资源，我都会提供给你们，保证比你们在宗门得到的扶持要多。这一番话，碧阳并非是胡说，即便是仙宗之内，修炼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严格按照修炼天赋来分级别供应。众所周知，宗门不养闲人，加入了宗门以后，并非是拿着宗门的培养，只管埋头修炼就是，还得做各种宗门任务，为宗门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你创造出来的价值，却只有极少部分能落在你自己的头上，大部分都用来供养上层修士了。总而言之，普通修士想要在宗门出人头地，几乎是绝无可能的。宗门只适合那些力求安稳、寻求一个庇护、没什么野心的人加入。听到这，其实沈秋月已经开始异动了。他本就处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又敬仰刚才大发神威救下自己二人的碧阳，同时他也想兑现自己的天赋，在修行的路上走得更远。既然回去青云仙宗是不可能的，自己两位弱女子也确实在这个世道生存艰难。若是碧阳口中说的都是真的，或许跟着他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云瑶也觉得确实不错，但和情窦初开的沈秋月想法不同的是，他想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沈秋月。只要能让沈秋月过得好，那他就满足了。看到二人神色变化，那沈秋月看着自己的眼神更是如荡春水。碧阳继续开展攻势，我的本事相信你们刚才也看到了，事实上我家中之人无论的天资还是修为，个个都不比我差。只要你们肯答应嫁给我，我保证无条件支持你们修炼，没人敢再欺负你们。在我碧阳心中，家人永远是最重要的，我永远都不会抛弃任何家人。或许是这最后一句真诚的话打动了云瑶，沉眠了良久的她终于抬起了头，那双灵动的美眸紧紧地盯着满脸真诚的碧阳，问道：你真能让我二人依靠吗？能。跟了我以后，你们完全不用再担心修炼资源这方面的问题，我还有一个家族为你们遮风挡雨不成问题，以后的荣华富贵
同样少不了。碧阳很干脆，自报家门，什么情情爱爱的，那都是锦上添花。成熟的男人展示的就是实力。云瑶闻言点了点头。其实今年26岁的她，年纪并不算大，说是成熟美妇，更多是形容她的气质，因为身世以及各种缘故，让她比同龄人更加成熟。但她的内心，实则也是一位未经人事的少女，这一点，从她那双依旧透着灵动的美目就看得出来。其实我的心里，对嫁人这件事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云瑶拉着一旁的沈秋月，对着碧阳说道：“我更在意的是秋月的将来。她为了我和亲哥决裂，拒绝加入仙宗，等于是我间接的葬送了她的未来。若是秋月同意，我当然希望她能跟着你，找到一个依靠和港湾，在修行路上走得更远，弥补这方面的遗憾，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我，若是你嫌弃的话，大可不必管我，我会自己找个清静的地方度过余生。不行的，嫂子。”话音刚落，沈秋月就急了：“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哪都不会去的。”看到云瑶给机会，沈秋月也没有反对。碧阳连忙顺杆爬，抓住机会表态：“秋月说的没错，她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只要她嫁给我以后，我养你们2个一辈子。”沈秋月一听，脸又红了，羞中带俏的看了碧阳一眼，讨厌：“谁说要嫁给你了吗？嫂子还在这呢，真是的。”碧阳被他那双好像会说话的眼睛瞪了一下，反而全身酥麻，喜形于色。这2个女人早已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谁都分不开，不管是谁嫁给自己，另一个都会跟着自己。都说受了伤的女人更脆弱，更好打动。云瑶刚被伤了心，现在说不嫁，以后可不一定。此事倒是不急，徐徐图之即可。毕大老爷心中暗道，云瑶算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女人了，她深知活在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没有依靠，没有资源，简直是寸步难行。也只有她知道，这些年为了照顾沈秋月，她究竟吃了多少苦，否则她也不会带着沈秋月翻山越岭，走遍万里，只为了寻找那个未过门的负心汉。这碧阳气度不凡，能力不俗，年轻轻轻就有筑基期的修为，即使放在仙宗大派，也是一代天骄，想来家中必定有所底蕴，否则以一般的家庭来说，绝对培养不出来这么一个年轻天骄。虽然说加入豪门世家多有不便，但碧阳不一样，他还是一家之主，家中由他说了算。只要他能做到所说的承诺，那毕家还真是一个好去处。想到这里，云瑶轻轻咬了咬嘴唇，说道：“那么好，我们跟你回去。不过，日后如果让我发现你现在说的和你日后做的有一分的不对，你敢对不起我们的话，就算是拼了命，我们也要和你划清界限。我发誓，日后一定。”看着2女郑重的表情，碧阳也重重点头，心中激动不已。又娶上老婆了，又能多生一堆孩子了，开心啊！你们之前说曾遇到过一只天生开启了灵智的白虎。这边刚准备带着云瑶和沈秋月返回家中的碧阳，忽然想起了2女刚才所说的白虎灵兽，不由得心头一动。方才你们的坐骑受到惊吓，掉落到了山崖之下，如今你们加入我毕家，为夫也不能不表示一番。那就由夫君为你们拿下这只灵兽，当做给你们的见面礼吧。青云城外，一座深藏在庞然的密林之中的山谷，一位青衫男子环抱着2位女子，缓缓降落在了山谷外。青衫男子风神俊秀，身姿挺拔，气度不凡。被他搂在怀中的2位女子，一位身着紫衣，韵味十足，容貌明艳动人，身材丰腴诱人；另一位女子则一身绿裙，长相闭月羞花，身材凹凸有致，活力逼人。3人正是前来捕捉灵兽白虎的碧阳、云瑶和沈秋月。嗨嗨，咱们都落地了，可以放手了吧？云瑶2人失去坐骑，只能腿着，3人中又只有碧阳可以御空飞行，因此毕大老爷以赶时间为由，一手搂一个，带着他们御空飞行了起来。2女也是第一次体验御空飞行，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甚至不需要碧阳提醒，双双主动抱紧了碧阳的身体。落地后，云瑶才有些不好意思地放开手，只是等了半天，也不见碧阳将大手从自己的腰间拿开，只好出言提醒：“哦，云瑶姑娘体质不错，我还以为你会恐高呢，这才多服了你一会。”略带遗憾地从云瑶那丰腴的腰间抽回大手，碧阳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该说不说，云瑶那腰明明不显赘肉，摸起来却肉肉的，手感真是不错。还有我的。”沈秋月俏脸通红的低头小声说道：“不，你听我的，你很晕，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我扶着你，别怕。”面对沈秋月的要求，碧阳一本正经地说道：“这姑娘心思单纯，好像对自己的话莫名的信任，比较好拿捏。”果然，沈秋月听到碧阳的话后，并未继续要求碧阳拿开手，只是带着颤音说道：“那你别揉好不好？这家伙揉得自己浑身酥麻，还真有点站不稳了。嗨，毕公子，那只白虎灵兽，我们就是在这座山谷中发现的，
云瑶实在看不下去这两人的小动作了，忍不住主动开口说道。碧阳这才仔细打量眼前的山谷，只觉得此地非常普通，就像是这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寻常山谷。放开手脚走近了几步，碧阳还是没能发现有什么奇异的地方。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居然会有一只白虎灵兽皱了皱眉。碧阳转身向二女告诫了一声小心，便带头走入了山谷。谷中四处空荡荡的，除了草木幽深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三人在空荡的山谷里，幽深的草木间穿梭着，寻找那处发现了白虎灵兽的山洞。走了大概不到片刻，云瑶便指着一处极为隐蔽的石洞说道：“那只灵兽就躲在这处石洞里。”碧阳打量了一下，只见石洞隐藏在一处山体的天然裂隙之中，洞口植被茂密，若不是机缘巧合，还真不容易被发现。运起神识，向着石洞内探查，果然发现了一丝微弱的妖族气息。碧公子，小心点，那只灵兽的身份似乎不简单，可以号令群妖。碧阳点了点头，因为担心遇到危险，便交代二女在洞口等候，自己独自进入了石洞。石洞之中并不像预料般的潮湿幽深，反而有些干净整洁。最深处的洞厅内，赫然蹲卧着一只眼神灵动、通体纯白、灵光缭绕、妖气缠身、浑身散发着王者之气的白虎猛兽。只是碧阳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进入洞厅的那一刻，他腰间的储物袋里，两枚金光闪闪的好似妖丹一样的珠子忽然颤动了一下。通灵白虎最近有些烦躁，还是幼年期的他正处于青幼衔接的阶段，即将突破退行期的关卡。现在的他极度虚弱，和人族修士顺天而为的天道不同，妖魔的修炼之路更加艰难，每前进一步都是在逆天而行，受到的天地桎梏更多。虽然冲破桎梏后，妖魔普遍都能吊打同境界的人族修士，但在遇到桎梏时，妖魔也往往会实力大减，虚弱不堪，除非能突破桎梏，打破天地意志的禁锢，踏入新的修炼境界。通灵白虎目前就处于这个尴尬的时期，实力相比全盛时期十不存一的他，现在连一只炼气大圆满的妖兽都打不过。若是此时被人趁虚而入，后果不堪设想。作为一只天生开启了灵智的天地异兽，只要能挺过这段时期，他就能一举跨入化形期，实力相当于人族金丹大能。但偏偏几个月前，他精心培养的两只白虎妖兽，因为自相残杀，陨落在了山谷之中，而他也因为在闭关，没有及时发现。等他闭关出来，两只白虎早已尸骨无存。更让他气愤的是，温养在他们体内的2颗本源珠也不见了。吼这帮灵智未开的蠢货，废物！通灵白虎气到不行，他的心里涌出了一股悲哀之感。身为一只天地异兽，成长之路就是逆天之路，但只要能够成长起来，那就是一方天地霸主。大成期的通灵白虎足以比肩人族仙神，但纵使是血脉逆天，只要跨不过天地禁锢，也注定要就此泯灭，谈何成为妖神突然。就在通灵白虎以为自己的妖神之路就此断绝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自己的2颗本源珠的气息，天无绝虎之路。他连忙运起神识感应，自己蛰伏的这处山谷之外，此时来了3位人族小修士，而自己丢失的那2颗本源珠就在其中一个身着青衫的男修身上。通灵白虎本想立刻冲出去诛杀了3人，夺回本源珠，这样他就能顺利冲破桎梏，踏入化形期，进入新的修炼境界。但他现在虚弱的身体却根本无法支撑他走出这个石洞。通灵白虎恼恨不已，破镜的机会近在眼前，却仿佛远在天边。难道血脉逆天的自己就要这么错过了，最后陨落在这石洞中吗？也是上古妖神保佑，那个人族男修竟然直奔自己蛰伏的石洞而来，甚至还孤身一人进入了石洞，这简直是上苍垂怜，天助虎也。通灵白虎激动不已，那个男修不过是筑基1层的修为，只要他能走进洞厅，自己一掌就能拍死。这个人族蠢货简直就是进来送啊！来吧，进来吧。感应着男修带着自己的本源珠越来越近，通灵白虎那双灵动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石洞的洞厅内，一只纯白的好似玉石雕铸的白虎静静地趴卧在中央。通灵白虎似乎并未察觉到碧阳的到来，闭着虎目仍在沉睡。健壮的虎躯匀速的起伏，虎喉之中发出的低吟好似神魔咆哮，连呼吸之间喷出的白气都带着灵光。端地是气象非凡，天赋异禀。碧阳站在入口处，神色一喜。这只白虎虽然说是幼兽，但体型已经接近了5米，周身妖气缭绕，宛如妖神，血脉之力已现端倪。想不到在青云城这种小地方，还有通灵白虎这种天地异兽的存在，我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吧！欣喜过后，碧阳谨慎观察，果然又发现了这只白虎的其他特别之处。通灵白虎虽然处处彰显着神异，但它的气息却透着虚弱之感，周身的灵力白雾也很紊乱，不像是一只实力堪比筑基期大圆满的灵兽白虎，倒像是只病猫。看到它这么虚弱，碧阳心里有些奇怪，难道这只通灵白虎
快要死了不成？像这种天生就开启了灵智的妖兽，智力完全不比人族差，务必要小心才是，免得被他的伪装给骗了。想到这里，碧阳并未贸然进洞，而是就立在洞厅门口，运起神识，仔细扫视着通灵白虎。他不动了，通灵白虎可急了，该死，这个可恶的人族蝼蚁竟然如此谨慎。看着碧阳迟迟不肯上前，心急如焚的通灵白虎再也等不及了。那双金光烁动的虎目豁然圆睁，眼中的凶狠暴力之气几乎快凝成了实质性的金光。他虎躯一震，霸气全开，血盆大的虎口之中爆发出了一声足以震慑心神的惊天虎吼。吼！下一刻，一只指尖闪着寒光的虎爪向着碧阳狠狠拍来，哈哈哈！碧阳见通灵白虎扑向自己，不禁反笑，他心中早有防备。就在虎吼爆发的那一瞬间，他左手虚抬，眼中金光爆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执掌乾坤。嗡！天地间仿佛响起一声无形的号角，一股源自洪荒本源、凌驾于生灵之上的大道威压轰然降临。望着带着无上虎威朝自己凌空扫来的虎爪，碧阳迅速扬起右手，九离灵犀大手印悍然发动。九离震天，一只覆盖着古老青铜纹路、掌心浮现巍峨太古山岳浮雕的巨灵大手印凭空显现。轰！大手印和虎爪悍然相撞，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响。通灵白虎那双怒睁的虎目之中，金光陡然一顿，肉眼可见的愣了一下，似乎万万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自己眼中那个渺小的人族修士，竟然能和自己对上一掌。吼！吼！通灵白虎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张口不断地发出震怒的虎啸，甩了甩自己发麻的虎爪，硬顶着忽然出现的巨大威压，再次凶狠地向着碧阳抓来。还来！碧阳笑了，通过刚才那一次对拼，他能感受到通灵白虎的状态不对劲，实力甚至都不如山崖上的那只黄色虎妖，完全不足为惧。那好，再吃我一记大手印吧。碧阳右手凌空摆出了一个击打羽毛球的姿势，向着那只袭来的虎爪狠狠地排出了一掌。刹那间，虚空震颤，一只巨手凝成了拳印，裹挟着风雷，以无上的威势迎上了那只虎爪。轰！碧阳的身躯猛地一晃，这次拳爪相击的冲击更大。对面的那只通灵白虎却是在这一击之下猛地一个趔趄，向后滑退了数尺。吼呜！通灵白虎那双流淌着纯金光泽、本该睥睨天下的树瞳，此刻猛地收缩了一下，一股难以置信的憋屈感瞬间弥漫他的心底。怎么会？本王可是天地异兽的通灵白虎，血脉高贵，生而为妖王。即便此刻因为突破退行期的天地桎梏而虚弱无比，实力实不存一，也不该被一个区区筑基一层的人族蝼蚁一拳击退。这简直是对他妖王尊严最赤裸的践踏。吼！身为天地异兽的骄傲瞬间点燃了他的骄傲，通灵白虎金色的虎目中再度燃起金光爆闪，仿佛要将碧阳焚烧殆尽。他发出一声震耳欲聋、充满屈辱与愤怒的咆哮，强行压榨体内最后残存的一丝妖力，准备不顾一切的再次扑向碧阳，必须撕碎这个胆敢冒犯自己威严的人族蝼蚁。但通灵白虎强行催动力量的后果立时显现。轰！一股更恐怖、更沛然的天地意志在此刻骤然降临，仿佛整个山谷都化作了巨大无比的磨盘，狠狠碾在了通灵白虎的妖魂之上。这是天地规则对妄图打破桎梏、逆天而行者的无情镇压。噗！在这股天地意志的面前，通灵白虎那庞大的身躯剧烈抽搐，周身的妖气瞬间崩散大半，庞大的身躯软绵绵地沉重地砸在地上，扬起一片尘土。呜呜！他甚至连咆哮的力量都失去了，只能趴伏在地上，喉咙里挤出断断续续、虚弱至极的哀鸣。那声音孱弱的如同刚出生的猫崽，哪里还有半分妖王的气势？金光灿然的虎目之中，先前所有的不屈、愤怒、暴力统统消散殆尽，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悲哀与深深的委屈。天要亡我啊！空有金氏血脉，却无法挣脱天地的禁锢，虚弱的被一只蝼蚁欺凌，想要挣扎捍卫尊严之际，却遭天地规则更猛烈的反噬。这就是他，一只注定要默默陨落在这阴暗石洞中的天生灵兽吗？碧阳站在原地，眉头紧锁，好像是这天地枷锁的反噬。碧阳瞬间明白了关键，他曾阅读过一些秘闻，知晓一些血脉逆天的异兽在突破关键境界时，会遭遇比寻常妖族更可怕的天地压制。眼前的这只通灵白虎，显然就处在这样的死局之中。若是无法挣脱桎梏，体内的力量将不断被天地反噬消耗，直至油尽灯枯。一股遗憾涌上碧阳心头，这样一只天地异兽，若能收服，将来必是纵横天地的助力。可现在看来，他身陷天地囚笼，自己却对此毫无办法，手中根本没有帮助妖族突破的方法。再继续强行收服这只白虎，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他突破不了境界，很快就会陨落的。罢了，我也不愿见你在这虚弱中受尽反噬的折磨。既然无法帮你挣脱这天地囚笼，那我便做个好人，祝你早日解脱吧。碧阳眼中杀机闪现，一步踏出，右手再次抬起，璀璨的灵光在掌心凝聚，一股凌厉的毁灭气息锁定了地上气息奄奄的白虎。看到碧阳的动作，通灵白虎的金色瞳孔剧烈收缩，恐惧达到了顶点。等会什么？天没杀我，你先杀我，你人还怪好的嘞。他感觉得到，这一次这个人类是真的要杀了他。停，住手！一个极其好听却带着恐慌、急迫和一丝稚嫩的女子声音骤然在碧阳的脑海中响起，声音尖锐，甚至还带着一丝哭腔。碧阳拍下的巨掌猛然一顿，悬停在了距离虎头不足3尺的地方。碧阳脸上的杀意凝固，随即化为浓浓的惊愕。刚才是你在说话？碧阳歪着头好奇地问道。是我。随着通灵白虎点了点头，那个急切的女子声音再次在碧阳脑中响起，断断续续，充满了虚弱与恐慌。别杀我，你可以救我。你的储物袋里有2颗珠子，那是我的本源珠，只要你把珠子给我，我就能冲破桎梏。等我突破成功，我愿意献上妖魂印认你为主，永生永世，为奴为仆，绝无二心。吼呜！说到最后，声音甚至还带上了一声孱弱的悲鸣。碧阳彻底愣住了。本源珠，妖魂印，认主，在我的储物袋里。碧阳连忙低头在储物袋里一顿翻找，终于找到2颗金光闪闪的珠子，形似妖兽内丹。这是之前在刘府击杀了吴勇等人后，从他们的储物袋里找到的战利品。当时还以为是普通妖丹，没想到竟然是这通灵白虎的本源珠。碧阳低头看着白虎那双充满恐惧、哀求与一丝绝境求生渴望的巨大金眸，缓缓地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看到碧阳手中那2颗金光闪闪的珠子后，通灵白虎立刻从中感受到了一股亲切之意，金色的虎目之中人性化地流露出了一丝渴望与兴奋。你说的是这2个珠子？碧阳手里握着本源珠，看着通灵白虎，好整以暇地问道。是的，没错。通灵白虎强忍着扑上去的冲动，点了点巨大的虎头，乖巧地说道。这就是我的本源珠，只要你交给我，我就能冲破境界，活下来。我保证，突破后定会向你献上妖魂印，认你为主，绝无二心。不，你说错了。碧阳淡淡一笑，这是我的本源珠，现在交出你的妖魂印，认我为主，我就将本源珠赏赐给你，助你突破。否则，我不介意送你一程。通灵白虎就算是死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通灵白虎闻言露出了一丝委屈的表情，开口说道。可是我现在太虚弱了，是根本凝聚不出妖魂印的。碧阳翻了翻白眼，天知道身为一只老虎，他是怎么做出那种委屈巴拉的表情。这妖兽开了灵智也不是什么好事啊，都会骗人了。行啊，那你就等死吧。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冰冷的决断。修行之路残酷无情，这通灵白虎虽好，但如果不能为己所用，留着便是一个祸根。如果没有先将他收服，贸然给了他本源珠，一旦他挣脱桎梏，突破了境界，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自己。通灵白虎心里有苦说不出，这个可恶的人族蝼蚁真的很难骗爱。但他自己也清楚，现在的形势根本就由不得他做主，只有屈服于眼前这个人类，才能留得一命了。想到这里，通灵白虎认命般的叹了口气，轻轻地从虎口中吐出了一团金色的妖魂。嗡！那团金色的妖魂缭绕着雾，形如一头腾跃之姿的猛虎，但只有巴掌大小。这就是通灵白虎的妖魂印记，代表了他的妖族神魂。交出妖魂印，就会从此受制于人，生死都在对方的一念之间。不错不错。识物者魏俊杰。见通灵白虎不再耍滑头，乖乖吐出了妖魂印，碧阳满意的点点头，神识齐开，瞬间接纳了那团金色的妖魂，运转魂力炼化后，冥冥之中他和通灵白虎之间多了一抹联系。现在只要碧阳一个念头，就可以引爆通灵白虎的妖魂印，将他瞬杀当场。不等通灵白虎催促，碧阳大手一挥，灵力托举着2枚本源珠送到了通灵白虎的面前。如同濒死的旅人看见了生命的泉水，通灵白虎那双充满了急迫与希望的巨大金色瞳孔骤然亮起，勉强抬起硕大的头颅，张开虎口，那2枚蕴含着他生命本源力量的金珠便毫无阻碍地被他吞入腹中。嗡！几乎在珠子入腹的瞬间，一道璀璨夺目的光芒猛然自白虎体内爆发而出。石洞外，山谷中异变陡生。云瑶和沈秋月原本在洞口等待着碧阳的消息，然而自石洞深处传来那第一声蕴含着无尽威严又带着一丝不屈与暴躁的惊天虎吼之后，整个山谷出现了让他们2人瞠目结舌的变化。远处山林传来树木摧折的簌簌声，
紧接着四面八方传来了密集的令人头皮发麻的奔踏声，群妖来袭，吼呜，嗷呜，哞！不过短短10数息，山谷入口乃至四周的山坡上，已密密麻麻挤满了形态可怖的凶兽。每一只妖兽身上都散发着暴力与嗜血的凶煞之气，瞪着猩红的双眼，看向石洞的入口处。轰隆！滔天的妖气仿佛凝聚成了实质的暗血色浓雾，铺天盖地般压向洞口。阴冷、疯狂，带着毁灭一切生灵意志的威压，如同无形的山岳，狠狠地碾在云瑶和沈秋月的身上。嫂子！面对着群妖的威慑，沈秋月脸色煞白如纸，娇躯抑制不住的剧烈颤抖。稳住！秋月！云瑶的脸色同样苍白，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但那双美眸却死死盯着洞外翻涌的兽潮，声音异常坚定。别怕，我们更不能乱。他深吸了一口气，强行稳住几乎被妖气压垮的心神，将吓坏了的沈秋月拉到自己身后半步，两人一起挡在了狭窄的洞口前。兽潮肯定是被洞内虎王的吼声召唤来的，毕公子现在在里面，正是收服那只白虎的关键时刻。我们此时冲进去，非但帮不上忙，反而会让他分心，甚至被兽潮内外夹击。那时我们3人必死无疑。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洞口，多拖延一刻，为毕公子争取时间。云瑶咬紧下唇，看着那越来越近，如同死亡洪流般的兽潮，眼中闪过一抹厉色。要相信他收服妖王之后，这些畜生就将不足为惧。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洞内深处再次传来一声通灵白虎的呜咽。这声呜咽虚弱中带着极致的痛苦与虚弱，落在群妖耳中，却如同导火索被点燃。吼嗷！石洞外的万兽瞬间疯狂，他们眼中最后一丝理智被那虎王的痛苦信号彻底点燃。呵啊！云瑶和沈秋月同时爆发出厉喝，两人灵力不顾一切的爆发，将手中法器催动到极致，咬着牙龈向那足以将山峰都撞塌的洪流。轰！扑哧！刀光剑影闪烁，灵力与妖气疯狂碰撞，两人如同怒涛中的一叶孤舟，瞬间被狂暴的兽潮淹没。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开始不受控制地蔓延上两人的心头。妖太多了，太强了，他们拼尽全力，也不过是稍微迟缓了前排妖兽的冲势片刻，眼看着后面无穷无尽的兽潮就要彻底将他们碾成齑粉。毕公子！云瑶的视线因失血和重压变得有些模糊，她死死地挡在沈秋月身前，用身体为妹妹承受着更多的冲击，心中苦涩而坚决。我们尽力了。就在两人意志濒临崩溃的生死一线，轰！一声无法形容，仿佛源自上古洪荒的虎吼，猛然自石洞的最深处炸开。这虎吼不再是暴躁或痛苦，而是充满了挣脱枷锁的狂喜，重获新生的力量，以及凌驾于万兽之上的不容置疑的王者威严。在这声虎吼响彻云霄的刹那，洞内陡然爆发出一道刺目耀眼的金色光柱，光柱洞穿洞顶岩石直冲天际，瞬间驱散了山谷中妖气凝聚的血色暗云。璀璨、威严、神圣，如同神王睁开了睥睨世间的眼眸。乌猫嗷！在这金光爆发、虎王咆哮的威严降临之际，所有疯狂向前的妖兽，无论等级高低，无论来自何方，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无数妖兽如同被抽掉了骨头，五体投地般趴伏在地，瑟瑟发抖。那滔天的妖气瞬间冰消瓦解，只剩下无尽的沉浮与恐惧。浑身浴血、摇摇欲坠的云瑶和沈秋月被这突如其来的死寂和金光所摄，茫然又惊愕地停下了所有动作。两人缓缓地带着劫后余生的不敢置信，艰难地转过头，看向那被金光笼罩的石洞入口。金光渐渐散去，弥漫起氤氲的云雾。云雾缭绕间，一声悠长、威严，如同神奇座驾行进的低沉虎啸响起。在那万兽跪伏朝拜的石洞入口之处，一只神俊精悍、宛如来自远古洪荒的巨兽，正从石洞里缓步而出。山谷中，石洞外，万兽跪伏。那从石洞里缓缓走出的妖王，带着一种睥睨天下的王者风范。他周身毛发纯净如凝脂白玉，流动着淡淡的月华般光晕。健硕的肌肉线条在皮毛下若隐若现，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巨大的、如同熔金铸就的树瞳，深邃、威严、智慧内蕴，带着跨越洪荒的苍茫古意，冷冷地扫视着下方跪伏的万千妖兽。而就在那只威严又圣洁的白虎背上，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从容端坐。风尘似乎都刻意避开了他，青衫衣袂轻微漂浮，黑发纹丝不乱，神情淡然自若，嘴角甚至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白虎周身缭绕着淡淡的云雾，每一步踏出，脚下竟生出缕缕风雷之气。行走间，虎王气象与仙家气度交融流转，凛冽的妖王气势与修士的道韵玄光，在男子身侧完美交织。此情此景，宛如神话传说中巡视9天的仙尊，带着他刚刚降服的洪荒神兽，
踏云御风而来，好似天神下凡。碧阳看清那人的容貌之后，云瑶和沈秋月二人的眼神从震撼转变成了绝处逢生的狂喜。是那只通灵白虎，怎么变得这么神异了？收服妖王，毕公子真的做到了，他到底是什么来头？他的实力一定深不可测。云瑶瞪大了美目，看着骑坐在妖王背上的碧阳，方才他们二人在群妖的围攻之下，真的快要撑不住了。还好碧阳在最后时刻成功收服了那只好似洪荒神兽的通灵白虎，如神王降世，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这一刻的碧阳看起来威武霸气，气度超凡，在他心中的形象陡然变得高大了起来。碧阳哥哥好厉害，连这等神俊威严的猛兽都能收服了。和云瑶隐忍克制的反应不同，青春活泼的沈秋月则将欣喜全部都写在了脸上。望着丰神俊秀，宛如仙王一般出场的碧阳，沈秋月的眼中神采连连，花容月貌之上写满了不加掩饰的欣赏。少女情怀总是诗，此刻的碧阳就像是驾着云辇的仙王，轰然闯进了他的心里。想起碧阳之前说的那句我想给你一个家的话，沈秋月感觉自己的小脸都在发红发烫。碧阳哥哥这么优秀，是我高攀他了。一丝难以言喻的自卑感涌上心头，沈秋月甚至有点不敢去看此刻声威并露、睥睨天下的碧阳。碧阳骑坐在白虎身上，缓缓行至二女身边，在看到二女身上的伤痕和山谷中突然多出来群妖以后，也是愣了一下，随后便想通了其中的关键。通灵白虎身为此地妖王，定是群妖听到妖王的虎吼前来救驾，二女联手抵抗群妖的侵袭。想到这，碧阳心疼地看了一眼云瑶和沈秋月身上的伤痕，道道伤痕触目惊心，顿时脸色一变，轻轻地拍了一下胯下的白虎。通灵白虎委屈地呜咽了一声，仿佛在说这关我啥事啊。碧阳看着通灵白虎委屈的眼神，冷哼了一声，这些灵智未开的低级畜生，竟敢伤害我的女人，罪无可恕。吼！白虎与他心意相通，闻言立即会意，虎口大开，发出了一声震天彻地的怒吼。随后在云瑶和沈秋月震惊的眼神之中，朝着最前方匍匐在地的妖兽们狠狠地挥了一爪。刹那间风云变色，雷云四起。通灵白虎此时已经突破到了化形期，实力暴涨，战力堪比人族金丹大能，他的一击绝不是普通妖兽可以抵挡的。在漫天的恐怖雷光之中，无数妖兽毫无反抗之力，转眼化成了焦炭，灰飞烟灭。面对通灵白虎的滔天威势，云瑶和沈秋月有些傻眼。虽然知道此兽必定不凡，但却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拥有堪比金丹大能的恐怖实力，心中对于碧阳更是敬佩起来。连这等猛兽都能降服，二人肯定是找到了好的归宿，以后定然不会再颠沛流离了。而碧阳口中的那句我的女人都敢伤害，更是让二女都俏脸微红，煞是好看。对于通灵白虎的表现，碧阳很是满意，轻轻抚摸了一下他的脖颈，以示鼓励。通灵白虎歪了歪头，在他的手上蹭了蹭，这亲昵的举动也表示了完全的臣服。看着身旁二女，碧阳微微一笑，伸出了手，柔声说道：云瑶、秋月，此间事了，随夫君归家吧。二女听到碧阳自称是自己夫君，白如凝脂般的肌肤更加羞红了起来，却并没有出言反驳，就连先前表示不愿出嫁的云瑶都没有说话。望着骑坐在通灵白虎身上宛若9天仙王的碧阳，二女皆是神色痴迷，顾盼流连。沈秋月最先反应过来，清纯活泼的她早已对碧阳芳心暗许，此时面对意中人的邀请，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拒绝，连忙伸出玉手握住了碧阳温暖有力的大手，口中细若蚊虫般的应了一声通灵白虎不愧是万兽之王，端地是神意非常。白虎周身缭绕着淡淡的云雾，每一步踏出，脚下竟生出缕缕风雷之气，行走间好似在腾云驾雾一般。碧阳怀中抱着清纯靓丽的沈秋月，成熟端庄的云瑶则在身后用玉手紧紧地环着她的腰，身前身后家人相伴，胯下骑着实力堪比金丹的兽王，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毕大老爷心神激荡，豪气干云，只觉得志得意满，春风得意。实力和女人果然是男人最不可或缺的两样东西。沈秋月蜷缩在碧阳的怀中，望着他俊朗的面庞，感受着他自信无比的气度，嗅着他身上那扑鼻而来的阳刚之气，只觉得一阵迷醉。在他眼中，碧阳就好像是那耀眼的星辰，绝代的天骄一般，如此的令人目眩神迷。而自己却是那万众瞩目的绝世男子怀中的女子。想到这里，清纯靓丽的沈秋月不由得心中暗喜，这才是他心中的天之骄子，如意郎君。至于云瑶，则是心事重重地趴在碧阳宽阔的背上，耳边听着呼啸而过的风声，心思复杂，眉目之中时而惊喜连连，时而暗淡无光，如花似玉的俏脸上神色变幻无常，不知道在想着什么。通灵白虎速度极快，似乎有着缩地成寸般的神通，不过短短一炷香的时间便来到了青云城外。
寻了一处无人的角落，碧阳三人下了虎背，通灵白虎也缩小了身形，看起来就像个纯白的小猫，憨态可掬，适逢乱世，仙魔大战的惨烈还历历在目，人妖魔三族之间的恩怨可谓是血海深仇。在这个节骨眼上，若是自己带着二美，骑着这样一头神异无双的妖王，堂而皇之的进城，怕是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为求保险起见，碧阳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低调一点。怀中抱着小白虎，碧阳领着云瑶和沈秋月回到了家。老爷，你回来了。苏媚娘刚好从修炼中苏醒，看到夫君回来，连忙喜笑颜开的迎了上来，友好的向云瑶和沈秋月打了个招呼。苏媚娘立刻就被碧阳怀中的小白虎吸引住了视线。哇，是可爱的小猫咪。老爷，这是你给我们找的宠物吗？苏媚娘太喜欢这个看起来憨态可掬、洁白无瑕的小猫咪了。毛茸茸的小东西，谁会不喜欢呢？连忙从碧阳的怀中抢过，抱在了自己的怀里，不断的揉搓着。碧阳哑然失笑，还以为他会先抱抱自己，没想到却被小白虎抢走了风头。看来无论是哪个世界，女生都拒绝不了可爱的毛孩子。看着小白虎枕着绝世尤物的大西瓜，舒服的眯起了眼睛，碧阳一阵无语。拜托，你可是一代盖世妖王，还真把自己当成猫了。要不是知道它是母的，敢占尤物娇妻的便宜，碧阳肯定是要把它活剥了才行。好了，媚娘，去叫诗雨和丽娜过来，给你们介绍2位新成员。毕大老爷掐着腰，一气指使。好的，老爷。绝世尤物应声而去，贤良淑德。这一幕看呆了一旁的云瑶和沈秋月二人。实际上，在见到苏媚娘的第一眼，二女就被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段，足以颠倒众生的容貌给震撼了一把。在苏媚娘的绝代风华面前，仿佛这世间所有的风景都黯然失色，世间所有的美好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云瑶和沈秋月一直以来都对自己的身材和样貌很自信，直到看到绝世尤物苏媚娘以后，瞬间觉得自己被打击到了。她简直美得不可方物。尤其是沈秋月，原本她还以为碧阳虽然很优秀，但是自己也不差。清纯亮丽的自己，身材一级棒不说，长相也是花容月貌，而且天资也不俗，配上碧阳绰绰有余。可苏媚娘的出现却让她感觉备受打击，在颠倒众生的绝世尤物面前，似乎自己唯一的一点优势也荡然无存了。好在她很快就调整了过来，起码自己还很年轻，只有18岁，成长空间是足够的。沈秋月心中暗暗的给自己打了口气，加油，你不是最差的。就在这时，周诗雨和金丽娜也在苏媚娘的呼唤下走了过来。在一阵嘻嘻哈哈的打闹声中，云瑶和沈秋月循声望去，只见迎面仿佛是从9天之上的仙宫中走来了3位艳绝天下的飘飘仙子相公。夫君，老爷。更让他们二人诧异的是，这3位绝代风华的仙子见到碧阳的第一眼就喜笑颜开的环绕了上去，那眼中的深切爱意浓得都快化不开了。天哪，我见到了什么？这3位仙子任何一个单独拎出去，那都是世间顶尖的美人了，她们竟然都是碧阳的妻子。这么多美娇妻，连我一个女人看了都会嫉妒。这个碧阳到底是什么身份啊？原来碧阳哥哥的家中还有着如此风华绝代的娇妻，这么普通的我还觉得自己配上她绰绰有余，我到底在想什么啊？云瑶和沈秋月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深深的震撼和莫名的挫败感。原本以为一个苏媚娘就已经是美人中的天花板了，可眼前的这3位娇妻，每一个都完全不输苏媚娘的美貌。她们一个美艳动人，一个性感妩媚，一个甜美可人，可谓是各有千秋，风味完全不同。可就是这3个性格样貌都不相同的美人站在一起，却又是那么的和谐和美妙。3美同出，说是天地失色也不为过。一一拥抱亲吻了自己的3位娇妻，毕大老爷心中春风得意。这些美人和他们腹中的孩子，就是自己在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财富了。怀中抱着他们的时候，就像抱着整个世界一般。简单的温存了一下，碧阳为3位娇妻和云瑶二人分别引荐了一下。相比较云瑶和沈秋月二人的拘谨和自卑感，3位娇妻倒是落落大方，平易近人，拉着二女亲切的嘘长问短，热情的帮助他们放松下来。尤其是在听到云瑶含辛茹苦以扫代母抚养沈秋月，却被沈清风那个攀附权贵的负心汉抛弃的时候，娇妻们个个义愤填膺，气得花容失色，纷纷谴责负心汉，一时间倒有些同仇敌忾的感觉了。云瑶妹妹，你就别难过了，那种人不值得你留恋。苏媚娘柔声劝慰。就是啊，云瑶妹妹，她抛弃了你，那是她的损失，世界上的好男人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家夫君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美艳娇妻眼波流转，她是最懂毕大老爷的女人。是的，没错。秋月妹妹，云瑶姐姐，相公说的对，既然你们没有地方去，那就留在这里吧，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咱们都是一家人。甜美可人的金丽娜也献上助攻。云瑶和沈秋月
在三位娇妻不断的安慰下，渐渐的也放松了下来。看着三位绝代风华、明艳动人的仙子，一个个平易近人，倒也生出了亲近之感。五人很快就叽叽喳喳的聊到了一起去了。五个各有风味的美人站在一起，还真是光辉璀璨，让人移不开目光。碧阳看的是津津有味，乐在其中。云瑶妹妹、秋月妹妹，跟我们走吧，去看看你们的新家。顺便啊，你们也选一下自己要住哪间屋子，我们大家一起打扫一下。美艳娇妻周诗雨不愧是碧家主母，见云瑶二人不知所措，很快就替他们拿了主意。几人连推带拉，周诗雨挺着大肚子在前面带路，莺莺燕燕一窝蜂地离开了院子。碧阳独自抱着小白虎，一脸无奈又幸福的笑，嘴角都快咧到了后槽牙。抚摸着怀中的通灵白虎，碧阳一时间还真不知道怎么安置它。随后将它放在了院子里，毕大老爷插了插老腰，对他说道：以后这里也就是你的家了，平时呢没什么需要你做的，就负责卖萌、修炼和看家护院就行了，其他的事情等本大老爷想到了再告诉你。小白虎憨憨的点了点可爱的小脑袋，随后一溜烟的追着五位美人去了，留下无所事事的毕大老爷挠了挠头，只好转身独自前去洗漱。半个时辰之后，等他再次回到了院中，却发现云瑶早已等候在院中。见到了毕大老爷精壮的身子，成熟美妇罕见的羞红了脸，饱满鲜艳的红唇欲言又止。月光下，庭院幽深，碧阳赤裸着上身，只围了一条浴巾，精壮的身子在月光之下泛着古铜般的色泽，配上他那线条分明的俊朗脸庞，倒也有种格外独特的帅气和魅力，散发着浓浓的人夫感。云瑶轻咬红唇，不敢多看他那成熟的身材，俏脸微红。碧阳看出了他似乎有话想和自己说，于是主动问道：怎么了云娘，有话就直说吧，不必这么拘束，以后都是一家人了。闻言，云瑶小巧的头颅都快垂进了胸前的深渊。这话说的想了想，云瑶还是开口说道：碧阳，我想知道你是真心想娶秋月的吗？碧阳微微一滞，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是以嫂代母，再和自己要一个承诺。当然你也看到了，我的家庭氛围还是比较和谐了，应该也能侧面说明我对于妻子的爱护和态度。事实上不仅仅的秋月，你们两个我都想娶。毕大老爷言简意赅，直截了当的话让云瑶再度脸红到了耳根。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好好对待秋月，她是个心思单纯的好女孩。至于我……说到这里，云瑶摇了摇头，露出了一抹苦笑。我现在心里很乱，并不是因为你，也不是因为那个人，只是我付出了那么久的真心，却换来如此对待，让我对情爱一事暂时提不起半点兴趣了。碧阳点了点头，其实他很理解云瑶的心态，无非就是被渣男负心汉，伤透了心，有些心灰意冷罢了。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他心里没有别人就行。现在拿不下他，以后却是未必没关系。你的事日后再议，我等你。谢谢。望着善解人意的碧阳，云瑶心中一暖。其实刚才在经过周诗雨等人的介绍后，云瑶二人对于碧阳的震撼，继他的三位美娇妻之后又多了几分。地阶功法、纯阴神虚宝典、先天至宝悟道台，而且还有护院大阵，甚至还是玄级的阵旗，现在就连看门的都是妖王通灵白虎，这一切的震撼让云瑶和沈秋月都感到有些麻木了。他们这一辈子也没有今天这么震撼过。即使是去到青云仙宗，见到那已经是封主赘婿、亲传弟子的沈清风，他费尽心机抱上的大腿，给他的修炼资源也没有毕家这么的奢侈。毫不客气地说，毕家现在掌握的修炼资源可能还真不比仙宗的差。如果要选，但凡是个聪明人都会选择帅气又有魅力还有实力的碧阳做道侣，只是他需要一点时间从上一段的伤害中缓过来而已。月至中天，毕大老爷摇摇晃晃地摸进了甜美可人金丽娜的房间。美艳娇妻周诗雨的身孕已有差不多8个月了，不易操劳。绝世尤物苏媚娘也有6个月身孕，不具备作战条件。云瑶需要时间去过渡，沈秋月今天受了伤，初来乍到的他们都需要一点点时间去休息和适应。因此毕大老爷今晚只能先宠幸一番甜美娇妻了。月光透过窗棂洒在金丽娜的玉体之上，让她又多了一层圣洁的光辉。1个时辰后，夫君。月光下，甜美娇妻在一声高亢嘹亮的提名之后，高高的扬起了雪白修长的脖颈，她极尽升华了。毕大老爷也配合的打了个冷战，感受着彼此之间扑通扑通的心跳，二人静静的享受着温存。这一刻的世界忽然变得好安静，充满了宁静与祥和。甜美可人的金丽娜在夫君温暖宽厚的怀抱之中沉沉的睡去了，嘴角还挂着甜甜的笑。自从有了身孕以后，她就特别是睡，这也是安胎的过程。碧阳在她粉嫩的俏脸上轻轻一吻，悄悄地走出了房间。金丽娜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天资雄厚、颇具战斗天赋的毕大老爷却还是感觉没有尽兴，因此他打算去院子里来一发月牙天冲，抒发一下自己的豪情。男儿理当带吴钩，挥斥猛至击天下。
经过隔壁厢房的时候，耳边忽然听到了一阵隐隐约约的哭泣声，那声音凄凄爱爱，冷冷清清，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碧阳侧耳听了半天，才听出这似乎是沈秋月的声音。摸了摸下巴，毕大老爷有些疑惑不解，这小妞大半夜的不睡觉也不修炼，在这哭个什么劲儿？莫非是到了新环境，有些陌生和恐惧？这倒也是正常，毕竟是个18岁的小女生，白天收到了妖兽的追杀，还在群妖的围攻下受了伤，有些应激也是难免的。沈秋月的哭声断断续续，不曾停息，站在门口想了想，碧阳还是伸手轻轻敲了敲她的房门。咚咚咚，哭声骤然停下，屋内没有了动静。碧阳等了一会，也没见沈秋月来给自己开门，担心她孤零零的待在房里，万一整出啥心理疾病就不好了。毕大老爷十分善解人意的推了推房门，出乎意料的门未上锁，应声而开。碧阳踏着月光走了进去，屋内被几位美人布置的还挺温馨。最中央放着一张大床，沈秋月身穿薄纱，黯然神伤的独自坐在床上，眼角还垂着2行清泪。哼！看见毕大老爷晃悠进来，沈秋月极为幽怨地瞪了他一眼，随后娇哼了一声，把头埋进了被子。咦？莫名其妙被瞪了一眼的碧阳奇怪地挠了挠头，心中暗道本大老爷又没招你惹你，甚至都没对你做什么，瞪我干嘛？秋月，你怎么哭了？缓缓地走到床前，碧阳柔声问道：是不是想家了？还是觉得害怕？跟我说说如何？沈秋月闻言，香肩微微动了一下，默默垂泪，就是不语。碧阳轻声一叹：哎，小女生真麻烦。他轻轻上手搭在了沈秋月的香肩，另一只手勾起了她精致的下巴。月光下，沈秋月那张花容月貌的俏脸上挂着2行清泪，那双原本活泼灵动的眼神里，此刻盛满了委屈的泪水，让她原本清纯靓丽的气质多了一丝破碎的美感。此情此景让毕大老爷看得心中一痛，像是被谁用力攥紧了心脏，将沈秋月的娇躯搂进了自己的怀中。碧阳轻柔地说道：秋月，怎么回事？为何在此暗自垂泪？和我说说吧，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还是说你不想嫁给我？那也没关系的，即使你不愿意嫁给我，还是可以待在这里的，我不会强迫你。不是。沈秋月摇了摇头，打断了碧阳的话。我不是不想嫁给你，那是为什么要哭呢？秋月。碧阳追问。沈秋月此时抬起了那张清纯中带着破碎的脸，瘪了瘪红唇，语气幽怨地说道：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是不是觉得我不如你的3位美娇妻，看不上我？碧阳微微一滞，愣了一下，这何出此言啊？没有这回事，我很喜欢你，别胡思乱想。毕大老爷继续柔声安慰。你骗人！沈秋月猛地坐直了身体，瞪着碧阳说道：你说喜欢我，那你今晚为何不主动来找我？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1个晚上？云瑶嫂子说了，男人要是喜欢你，就会主动来找你，想和你亲近的。入夜后我就一直在等，结果你压根就没想起我，我都听到你在隔壁吭哧吭哧了。你不主动，就是根本不喜欢我啊！望着沈秋月那气鼓鼓的俏脸，碧阳哑然失笑。看着清纯靓丽的沈秋月，那脸上气鼓鼓的表情显得十分的可爱和有趣。碧阳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傻瓜，你第一天到毕家，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多休息休息，适应一下吗？本大老爷都还没急，你这清纯可爱的姑娘家倒是急了。沈秋月闻言瞬间有些赫然，不好意思的哼哼道：那人家不是觉得被冷落了吗？说好的要把人家带回来做老婆，又不碰人家，还故意让人家听到。哼！碧阳闻言哈哈大笑，这沈秋月的性格还真是可爱与俏皮。秋月，你可真的想好了要做我的妻子？沈秋月娇羞地说道。我想好了，我和云瑶嫂子都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了，如果能有个好的归宿，找到一个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良人，那也是一件好事。那你觉得我是那个良人吗？碧阳问道。沈秋月再次娇羞点头。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在你身边我总是很有安全感。他永远也忘了那天在山崖边碧阳轻描淡写的3拳轰杀了那只筑基虎妖，也忘不了山谷中自己和云瑶在面对着群妖的冲杀时，碧阳骑着那只神异威仪的通灵白虎，如同先王将士般的出场。当时的他身上那种天下无敌睥睨众生的气质，早已深深地刻在了沈秋月的心里，让他心潮澎湃，暗生情愫，久久不能忘怀。碧阳现在就是他心里最崇拜的男人。朦胧月光下，身穿薄纱的沈秋月有一种清丽脱俗的美。碧阳轻轻拢过她耳边的碎发，露出她精致亮丽的容颜，眼神交汇，带出一丝酥麻的电流，轻轻地在耳边说道：做我的女人，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沈秋月的脸色瞬间红到了耳根，
机不可闻地应了一声，随后鼓起勇气说道：“准备好了，我不怕，你来吧。”碧阳心神一荡，望着花容月貌、婀娜多姿的沈秋月，眼神逐渐迷离。昏暗的光线下，人影摇晃。事后，系统的提示如约而至。叮咚，恭喜宿主觅得5行体质4品木灵根，向成为众仙之父的又迈出了一步，获得奖励：自身修为提升1层，自身灵根品质提升1品。看着提升，碧阳心中暗自思忖。修为进入筑基期以后，境界和灵根的提升也渐渐没有那么高了，不再像之前那样一次提升3、5层的小境界。估计以后想要获得巨大的提升，只能依靠培养子嗣了。还好周诗雨最多还有1个月左右就快要生了，他腹中的孩子虽未降世，但是也有神子风范，一旦出世，定能为我带来巨大的奖励。毕大老爷满意的颔首，接着往下看去。获得奖励：运灵丹星号200颗，道侣运期时服用，可大幅提升胎儿的先天灵根属性。获得奖励：洗髓丹星号100颗，服用后可洗炼灵根，淬炼道基，提升修炼体质。系统任务已发放，好运连连，让沈秋月成功好运。奖励：断体丹星号200，神魂丹星号200，三元聚灵大阵，中天地之神秀，此阵成福地线，灵气浓度翻倍，妙用无穷。碧阳此时眼前一亮，又是一件大阵的阵法。断体丹和神魂丹的妙用自不用说，修士的修为提升后，更多的变化体现在身体的内部，如经脉扩宽、气海加深、灵力浑厚。但肉身和神魂的强度还需要额外的去修炼，强大的实力也必须要有同样强横的肉身和强悍的神魂来支撑才行。如果说修为是武器，那么身体就是容器，神魂就是操作工，彼此相辅相成，任意环节薄弱都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弱点。肉身太脆弱，则会因为承受不住修为的强度而崩裂；神魂太虚弱，则将无法发挥出100%的实力。轻则道基不稳，重则危及生命。娇妻们因为有了地阶功法和悟道台之后，修为进展神速，很容易出现肉身神魂强度跟不上的情况。这些丹药刚好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好东西。至于三元聚灵大阵，根据提示来看，似乎是个聚拢天地灵气，形成洞天福地的一套阵法，和阴阳12煞阵旗一起布置在自家院中正合适。到时毕家将自成一片福地，灵气的浓度翻倍。生活在中天地之神秀的福地当中，就算不用刻意去修炼，无所不在的灵气也会潜移默化地滋养自己的身体，起到延年益寿、改善体质、滋养容颜等等神奇的效果。虽然效果比较缓慢，但重要的是不断持续，而且潜移默化，端地是一座极好的大阵。毕大老爷很是满意，看了看系统面板，发现以沈秋月目前的资质，40次就能中标，顿时干劲十足。望着怀中清纯靓丽的美人，碧阳微微一笑：“月娘，方才为夫的表现如何？”沈秋月依偎在夫君的臂弯，满面潮红。闻言甜甜一笑，给毕大老爷献上了一个香吻，一切尽在不言中。云瑶嫂子可没告诉他，夫妻恩爱居然如此恩爱。不过这也不能怪嫂子，毕竟嫂子也未经人事夫君，再来一次吧。碧阳一愣，这还说啥？给他啊！虽是心甜，却是沃土。一连半个月，毕大老爷都在辛勤地耕耘着。三位娇妻们早就对自家夫君的战斗力习以为常，唯有云瑶还不适应，一边娇羞地捂住耳朵，一边在心里暗自腹诽：秋月这死丫头，嗓子都喊哑了，也不知道休息休息。可随之而来的脸红心跳，又不知道她想到了什么。这些天来，云瑶也没闲着，自从来到了毕家，她也在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中融入了进来。三位娇妻虽然个个国色天香，绝代风华，实力也很强横，却都是通情达理之辈，为人很好相处。云瑶在融入了之后，也是把自己当成了家中的一员，每天自觉地为毕大老爷和各位娇妻们服侍操劳，搞得娇妻们都不好意思。碧阳也劝她只管自己修炼，不用太过劳累，好像是个下人似的。但云瑶却非是不听啊，她太勤快了，自嘲是天生的劳碌命。但谁都看得出，她就是心肠太好了，总是先为别人考虑，从没想过自己，真是好一位贤妻良母啊。在这修仙界中，这种性格和品质的人可太少了，让毕大老爷直呼难得，心中对她也是更加喜爱。因此谁的心里也没有真正的把云瑶当成是下人看待和使唤，心里都牢牢地记着云瑶的好。这天，毕大老爷终于完成了播种的任务，清纯靓丽的沈秋月也有了身孕，身上多了一种清纯小妹，成了人妻的多重气质。按照惯例，碧阳还是将系统奖励的运灵丹、洗髓丹、断体丹和神魂丹交给了美艳娇妻周诗雨，由她去分配这些资源。美艳娇妻绝对当得上一家主母的身份，一碗水端得平，从不厚此薄彼。家中的娇妻们对她的为人处事无不表示钦佩和尊重。将三元聚灵大阵也布置好之后，
毕家的灵气果然肉眼可见的浓郁了起来。极度浓郁的灵气甚至隐隐的凝成了雾霭，在小院中四处飘荡，倒让毕家看起来宛若仙境。对于家中的神奇变化，娇妻们心中自然十分高兴。对比青云仙宗来说，无论是修炼的资源还是修炼的环境，自家都稳胜一筹。而且附近七贤没有宗门的勾心斗角，更没有争分夺秒突破修炼的紧迫感，简直就是修行圣地，生活家园。这段时间过去，美艳娇妻周诗雨的身孕已经接近了9个月，据她自己感受，临盆的时候似乎就快到了。绝世尤物苏媚娘的身孕也有7个月了，甜美娇妻金丽娜则稍晚一点，目前只有3个多月，但她的肚子看起来却像是6月怀胎的样子，毕竟她怀是可是双胞胎。碧阳每天都会趴在娇妻们的肚子上听一会，再用神识感受着腹中胎儿的变化，心中激动万分。两世为人，这还是自己第一次要当爹，心里还有点小紧张。接下来的时间里，碧阳就没打算出门了，反正城中并无什么合适的道侣可以选择，索性就在家中等待第一个孩子出世。美艳娇妻周诗雨挺着大肚子，看着碧阳趴在上面亲亲抱抱的样子，一脸无奈。自从显怀以后，她原本清冷的气质渐渐的多了几分母性的光辉，反而越来越温婉了。目前来看，她腹中的孩儿定是体质逆天之辈，每次神识内视，那璀璨的神光都让人不敢直视，心中生出一种如是神明的感觉。身为母亲，她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能有更高的成就，更好的资源。现在家中资源不缺，孩儿又天资卓绝，未来的成就显而易见，怎能让她不感到欣慰和满足？和夫君温存了一会，美艳娇妻就有些疲乏了，挺着大肚子前去休息。碧阳则被清纯娇妻沈秋月悄悄拉走。这丫头自从体会到极致升华以后，逐渐有些食髓之味了，瘾很大。毕大老爷的辛勤劳作，也让沈秋月的修为轻而易举地突破到了炼气8层，灵根也提升到了3品木灵根，比做了火箭都快。这段时间，他不是拉着碧阳操练，就是在悟道台上修炼，进展飞快。看着沈秋月人前清纯靓丽，人后妖娆多姿的样子，毕大老爷心头火热，嗷的一声扑了上去。一时间，沙飞衣落人娇艳，龙腾凤舞齐欢唱。隔壁房间正在打坐修炼的云瑶，满脸通红的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心中暗骂：死丫头，又开始了，就不知道收敛一点，嗓子都哑了，还在。就在毕家其乐融融，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毕大老爷竟享其人之福，安居乐业之时，城西王家。王威自从那日将自己的一缕神魂交给了碧阳之后，就一直活在心惊胆战之中，生怕那碧阳那个杀神一不高兴，或是一不小心将自己的神魂捏爆了。这段时间他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备受煎熬。好在过了这么久，王威还安然无恙，显然那碧阳确实说话算话，并没有打算要了自己的命。从战战兢兢中缓过了一口气的王威，心中的胆怯和惊惧慢慢褪去后，随即涌上来的却是无边的恨意。一向作威作福惯了的他，怎能忍受自己的小命掌握在他人的手里？这种感觉简直令他如鲠在喉，如芒刺背，烦躁的痛不欲生。王威心中明白，想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只有彻底解决碧阳这个心头大患。但王家的最强战力王天霸还在闭关冲击金丹，不知道何时才能出关。这种大境界的突破很难确定时间，也许是几天，也许是1年，也许是一辈子。修士的悟性、天资、资源、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王威是一天都不能等了，被人掌控自己生命的感觉太难受了，每天都活在深深的焦虑和恐惧之中，这种感觉让他生不如死。因此王威特意的来到了青云仙宗，找到了他的3弟王狂。王狂作为王家年轻一代天赋最强的人，近年来一直待在青云仙宗，跟随着一位峰主修行，早已凭借天资成为了峰主亲传。年仅19岁的王狂已经是3品剑灵根，筑基4层的天骄了，他日若能成长起来，定是一峰之主的最佳人选。在听大哥王威讲述了前因后果之后，王狂气到七窍升天，当即就要冲下山去找碧阳报仇，却被王威一把拉住了。看着3弟王狂疑惑的表情，王威解释道：“3弟莫急，这件事咱们王家的人不宜露面，否则叫那畜生发现，定会在第一时间捏爆我的神魂。”王狂一听，立马反应了过来，低声问道：“那一大哥的意思？”王威冷笑了一声，道：“咱们不能出手，但可以找人出手。这青云仙宗多的是缺少修炼资源的天骄弟子，只要有人愿意出手替为兄斩杀那个畜生，为兄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王狂闻言沉思片刻，忽然眼前一亮：“大哥，此事你就放心的交给我吧，我心中也有合适人选。”王威狂喜，连忙追问：“果真吗？3弟，此人是谁？”望着大哥期待的眼神，王狂成竹在胸，缓缓吐出了一个名字：沈清风。朗朗乾坤，万里无云。一道剑光如惊鸿一般降落在了青云城中。剑光隐去后，一位面若冠玉、身姿挺拔的黑袍修士现出了身形。
他五官出色，外形出众，身上带着一种出自名门大派的倨傲感，看起来格外自负。此人名叫沈清风，收了王狂和王威的30万灵石，以及一颗破镜丹的酬劳，前来青云城杀一个名叫碧阳的人。王家兄弟只有一个要求，不能透露是受谁的指使。作为青云仙宗问天峰主的亲传弟子，沈清风曾是问天峰上一届的弟子首席，也因此被峰主向问天看中，将自己的女儿向雪柔许配给了沈清风。在他人眼中，今年28岁，修为已是筑基7层的沈清风，无疑是前途一片光明。但自己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沈清风的处境远远没有表面那么风光，虽然有着父母之命，但向雪柔根本就不喜欢沈清风，二人也迟迟没有拜堂成亲，还告诉沈清风，只有拿下这一届的弟子首席后，他才会考虑要不要成亲。以沈清风的4品剑灵根的天资来说，本来拿下这一届的弟子首席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坏就坏在他遇到瓶颈了。眼见弟子大比即将来临，但他的修为却迟迟无法突破，原本拿下首席，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这种10拿9稳的事，眼看就要泡汤。这件事急的沈清风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就在他寝食难安的时候，王家兄弟2人找上门来，让他帮忙出手杀一个人，而报酬也很大方，恰好就有一枚他目前急需的破镜丹。沈清风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只要能得到这枚破镜丹，他就能冲破修为瓶颈，成为这一届的弟子首席，然后迎娶向雪柔，成为峰主的女婿，抱紧这只大腿，从此扶摇直上。为此，别说是杀一个人了，就算是让他杀了自己的亲爹，他也会为了上位，毫不犹豫地去做青云城东拐子路888号，就是这里了。来到王家兄弟提供的地址，沈清风准确地找到了那个倒霉蛋的住处，望着眼前的小院，他的薄唇扯出了一抹即将得逞的笑容。一个筑基1层的废物，杀他还不是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真搞不懂有什么好畏手畏脚的。口中嗤笑了一声，沈清风自信迈步就要强行闯进去杀了那个名叫碧阳的男人，然后潇洒离去。却在抬脚的一瞬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窈窕身影从小院中走出。沈清风顿时愣在了那里。毕家院中，因为布置了阴阳12煞阵旗和3元聚灵大阵的缘故，外面看起来毫无特色的小院，其中内藏乾坤，灵气浓郁的仿佛身处仙山福地，让人呼吸畅快，心旷神怡。毕大老爷舒服地窝在躺椅之中，享受着清纯娇妻沈秋月的局部按摩。云瑶恰好路过，看着亲密无间的2人，心里忽然涌上了一丝羡慕。面对毕大老爷让他过来一起坐坐的邀请，云瑶摆了摆手，红着脸落荒而逃。结果刚迈出家门，一扭头却看到了一张陌生又熟悉的脸，一个令他万万没想到的人出现在了门口。此人正是那个没有良心的负心汉，也是沈秋月的哥哥沈清风。2人四目相对的瞬间，双双呆立当场。云瑶，你怎么会在这？良久，沈清风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听到沈清风疑惑万分的话，云瑶这才回过了神，冲着他勉为其难地扯了扯嘴角。我为什么不能在这？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云瑶没好气地说道，自己为沈家付出了那么多，却换来的是背叛与抛弃，让他对沈清风只有怨气和恼恨。沈清风闻言皱了皱眉，有些不悦地说道，云瑶别闹，快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这？云瑶听了他不耐烦的语气，心中反感更甚。我在这，是因为我就住在这。沈清风眉头皱得更深了，接着问道，你怎么会住在这？这间小院不是毕家吗？主人是不是叫毕阳？这里就是毕家，主人是叫毕阳，我也确实住在这。沈清风感觉自己有点懵了，眉心都快拧成了一个川字。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刚抛弃了的未婚妻会出现在一个即将被自己杀死的人的家中。若不是听到云瑶肯定的回答，他还以为是自己找错了地方，阴差阳错的才碰到了云瑶。但这显然不是偶遇，云瑶确实是住在了毕阳的家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到这，沈清风再次追问，你怎么会住在毕阳家里？那我妹妹秋月呢？她又在哪？云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沈清风总是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这让他心里难受的感觉更深了。明明是询问，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却像是咄咄逼人的质问，让人很不舒服。我不明白，你现在还问这些做什么？沈清风，请你注意自己的态度，别忘了你在青云仙宗的时候对我们2人说过的话，我和秋月早已经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了。沈清风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尴尬，当日在青云仙宗，面对找上门来的云瑶和沈秋月，他曾当着向雪柔的面和云瑶撇清关系，只为了保留自己在向雪柔心中的那点好感。尴尬只是一闪而过，沈清风随即恼羞成怒，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自私，就不能为我想一想？如果我能成为峰主的女婿，拥有了那些繁华富贵，你们岂不是也都能沾光，与有荣焉吗？我自私？闻言，云瑶气到发抖，花枝乱颤。你沈家突遭灭门，
是谁冒着生命的危险，从妖兽口中救下了秋月？又是谁没有一声怨言，以嫂代母，含辛茹苦地将她培养到现在？说到这，云瑶声音颤抖，语气哽咽。那些年她吃的苦，根本没有人能体会。一个弱女子独自拉扯一个半大的孩子，其中的艰辛难以言喻，而她自己也不过只比沈秋月大上4岁而已。可你呢？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你在青云仙宗受众人追捧，是备受瞩目的首席弟子，是令人羡慕的封主亲传，还是封主的乘龙快婿，享尽了荣耀。可在我们找上你的时候，你却为了你眼中的荣华富贵，狠心的和我们划清了界限，好像生怕我会赖上你一样。我云瑶岂是那种没有骨气的女人？你居然还有脸说我自私，真是可笑至极。沈清风的脸色变幻无常，逐渐铁青。云瑶说的话都是事实，可令他生气的也正因为这些事实，他根本无力反驳，几乎是怒吼着。沈清风对着云瑶大声喊道：先别说那些有的没的，我就问你一句，我妹妹秋月在哪？原本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沈清风，此刻却双眼通红，面色狰狞，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一头妖兽要择人而噬。快回答我，她在哪？望着气急败坏的沈清风，云瑶吓得花容失色，面露恐惧，一时间竟然忘了回答。我在这。就在沈清风向着云瑶步步逼近的时候，一道清脆又冷淡的声音从二人身后传来，让他停下了脚步。回首望去，只见毕家的大门外出现了2道身影，其中一个清纯靓丽，正神色不善地看着自己的，正是妹妹沈秋月。毕家的大门前，毕阳和沈秋月听到了门外的吵闹声，走了出来，正好见到了沈清风咄咄逼人，而云瑶面带惊恐的这一幕。不明真相的毕阳一把将瑟瑟发动的云瑶护在了怀中，这亲昵的举动顿时让沈清风更加目眦欲裂。你是何人？沈清风大声质问。毕阳一脸的莫名其妙。你在我家的门口对我的女人大吼大叫，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你的女人？云瑶她几时成了你的女人？沈清风顿时像是一个炸药桶被点燃了。哦，她现在还不是，不过以后会是的。毕阳肯定的说道。呵，沈清风冷笑道。好你个云瑶，这才过去多久，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夏家了。刚才还在这跟我装白莲花，原来你居然是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沈清风，你少在这胡言乱语，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厚颜无耻吗？云瑶被他的话气到浑身颤抖，柳眉倒竖的说道。我云瑶行得端坐得正，从来问心无愧。再说了，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对我指指点点？咱们之间早就没有关系了。毕阳这才听明白，原来这个货居然就是沈秋月的亲哥哥，也是云瑶口中的负心汉沈清风。他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本来就没有好感，更何况此人还在自己的地盘大放厥词，口吐芬芳，这更不能容忍了。毕大老爷脸色一沉，语气冰冷地对着沈清风说道：原来你就是沈清风，早就听说过你的德行，今日一见，你果然不是个东西。我警告你，若再敢狗叫一句，就将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现在马上低头道歉，然后滚出我的视线，我就当你没来过。沈清风闻言气急反笑，指着毕阳的鼻子怒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口出狂言？小子，你不要命了！沈秋月早已认清沈清风的真面目，对他早已失望透顶，见沈清风对着自家夫君怒目而视，心中极度不爽。此刻他面若寒霜，心系夫君，对着自己恩断义绝的亲哥哥寒声道：他是毕阳，也是我的夫君。你就是毕阳？沈清风呆了一下，随后反应过来，秋月，你也叫他夫君？没错。沈秋月闻言骄傲地挺起了上海平坦的肚子，大声说道：我嫁给了他，还有了他的骨肉。什么？沈清风如遭雷击，刚才的话仿佛一道晴天霹雳，击中了他。他大声喝问，语气癫狂：胡闹！你怎么可以嫁给他？沈秋月柳眉倒竖，也是娇喝一声回敬了过去：我要嫁给谁是我的自由，与你何干？别忘了，是你自己亲口要和我恩断义绝的。放肆！沈清风挥舞着右手，怒指沈秋月：你这个淫娃荡妇，先前在青云仙宗，我劝你嫁给关海峰的刘师兄，你还自视甚高，一副高岭之花的模样，可转眼你就将自己愚蠢下嫁，简直是在糟践自己。你知不知道那刘师兄颇有家资，嫁给他咱们都能一起荣华富贵。你这个蠢货，难怪你和云瑶形影不离，原来你们都是一副德行十足的下流坯子。沈清风似乎骂上了瘾，唾沫星子飞溅，面目逐渐狰狞的如同野兽一般。好好好，你们这两个小浪蹄子，今日我非要……他还未说完，一变陡升，天地变色，压力陡增，冥冥中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伟力降临，让人心悸。沈清风只觉得自己好似突然掉入了泥沼，行动困难，背上似乎压上了一座大山。正当他惊惧不已的时候，
余光忽然扫见，一只巨掌自虚空之中浮现，带着惊涛骇浪般的气势，向着自己狠狠拍来。同时，耳边传来一句炸雷般的暴喝：“我去你妈的狗东西！”原来是碧阳在盛怒之下，向着狂吼乱叫的沈清风出手了。叫你别再狗吠，你偏偏不听，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敢当着我的面侮辱我家娘子，你已有取死之道。今日定要叫你血溅当场，谁来了都没用。我说的。他左手轻抬之间，执掌乾坤轰然发动，大道意志骤然降临，右手虚握，发动神通九离灵犀大手印，灵力透体而出，化形为一只灌注了大道之力的巨掌，裹挟着风雷之势，向着沈清风迎头盖下。沈清风面色巨变，根本没有料到碧阳居然会突然暴起向自己出手，但他不愧是仙宗天骄弟子，问天峰的弟子首席，反应速度和实力都是一流水平，很快便反应了过来。在巨掌袭来的一刹那，在电光火石之间迅速地完成了招架，石浪翻天。在场众人谁也没看清他到底是从哪里掏出的一把飞剑，沈清风仿佛只是一翻手，飞剑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随后便是一招惊世绝艳的剑招，带起漫天的剑气，向着碧阳的巨掌呼啸而去。轰！剑掌相击，爆发出强烈的震击感，二人都身形摇晃了一下。这一击招架也让碧阳看清了沈清风的真正实力。作为青云仙宗的天骄，封主亲传弟子的他，绝非是浪得虚名。毕竟刚才自己是全力出手，而沈清风则是仓促之间招架，这一下足以证明他的硬实力。九离灵犀大手印乃是系统奖励的神通绝学，足以让如今筑基2层的碧阳跨越3个小境界作战，却依旧拿以是筑基7层的沈清风没有办法。而且这还是在自己的执掌乾坤的领域内完成的，若是没有这层领域的压制，恐怕这一击能不能摸到沈清风还未可知。碧阳心中暗暗心惊，这就是宗门天骄的实力吗？换做其他筑基的修士，早已在执掌乾坤之下被死死的压制，根本动弹不得，更别说能及时的进行招架了。这一点王家的10大高手和王威、王猛等人都是最好的证明。可这沈清风仓促之间招架，从发现、反应、拔剑到出招，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仿佛根本没有受到领域影响一般。宗门天骄果然强悍如斯，无论是从天资还是修为，乃至神魂强度、肉身强度，都是一流，甚至是顶尖。区区筑基2层的废物也敢主动向我出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该死的畜生，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沈清风彻底炸了，他咬牙切齿，目眦欲裂，用最大的音量对着碧阳狂吼道。对于碧阳的手段，他虽然也觉得神奇，那股大道之力确实非一般人能够承受和抵抗，但他沈清风绝不是一般人，他是宗门天骄，是弟子首席，更是注定要在未来成为一方之主，在修仙路上走到绝巅的顶级男人。今日他本就是带着任务来击杀碧阳的，心中其实还有一丝不忍，不过是利益驱使让他狠心出手。但此刻不同了，眼前这个碧阳的小畜生不仅对自己出言不逊，还搞大了自己妹妹的肚子，甚至还敢趁自己不备偷袭自己。要不是他绝非常人，还不得饮恨当场。这厮绝不能让他好死，应该将他千刀万剐。沈清风怒到极致，白净如玉的脸上狰狞不堪，此时的他哪还有半点名门大派弟子的仙气，眼神凶狠，满身戾气。狗杂种，去死吧！轰！沈清风脚步猛地一跺地面，身形暴起，如猛虎一般狂窜而出，龙击四海。一柄飞剑如惊鸿出世，带起漫天剑影，刹那间铿锵之声四起，金铁交击不绝于耳，杀意如龙。场中一时间剑气纵横，连空气似乎都变得锐利了起来。沈秋月神色巨变，不好，是他的绝学，这一剑曾击败过青云仙宗筑基7层的天骄。话音刚落，下一秒，场中剑气如虹，杀气如龙。沈清风身形暴起，在空中辗转腾挪间挥出了足以惊世骇俗的一剑。这一剑曾助他击败强敌，夺得问天峰弟子首席的桂冠，今日也必然能够摧枯拉朽一般的击杀对面那个该死的畜生，还有他身边那2个不知廉耻的下流胚子。别想着躲了，这一剑名为龙击四海，剑势纵横封锁8方，你们必死无疑。沈清风舔了舔嘴唇，露出了险恶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3人伏尸当场的画面。都给我去死吧！面对这声势滔天的恐怖一剑，云瑶和沈秋月花容失色，他们自然也看出来了，沈清风暴怒之下的这一剑，剑势蔓延4面8方，封死了一切的退路，根本没有留下3人活口的意思。他就是要置3人于死地，哪怕其中还有对他沈家恩重如山的云瑶，还有他的亲妹妹沈秋月。二女心中涌出绝望和悲痛，沈秋月万万想不到自己有一天居然会死在自己的亲哥哥手上。反观碧阳，心中虽然如雷霆般震撼，却面如平湖般宁静。他不动声色地将二女护在了自己的身后，
独自面对着惊涛骇浪般的狂暴剑气，事到如今只好使出那一招了，混元一气斩神咒。此时情况危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丝毫的犹豫，碧阳闪电般的抬起右手，食指虚点对准了空中的沈清风，寒芒乍现，碧阳的食指指尖绽放了一束如神光般璀璨的耀眼光芒。啊！碧阳狂吼一声，随即咬紧牙关，拼了命地调动全身的灵力，将其压缩灌注在自己的食指之上。神光闪动着，宛若指尖诞生了一颗璀璨的星辰。身形还在半空中的沈清风忽然感觉神识一震，自己仿佛被一股无上的意志锁定了一般，冰冷的感觉瞬间从心底蔓延全身，那是源自灵魂的战力。望着碧阳指尖的那团暴动闪耀的神光，沈清风有一种死到临头的错觉。这是境界高深的修士在感应天地规则后自然诞生的直觉，总能让他们提前感应到危险，趋吉避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过是一个筑基2层的小垃圾罢了，怎么可能掌握这种强悍的天地伟力？沈清风瞬间说服了自己，在他看来，天资一般的碧阳绝不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性命。他们之间的差距可是足足跨越了5个小境界，放在一般人身上，那可是天与地的鸿沟。错觉，一定是错觉。想要将我一击必杀，就连仙宗的顶级天骄都不可能做到。这畜生肯定是在诈胡，他在虚张声势，想将我吓退而已。沈清风状若疯魔，选择不管不顾，继续带着纵横八方的剑势呼啸而至。与此同时，碧阳在一瞬间也抽干了体内最后一丝灵力。下一秒，食指轻点，如绝世仙王摇立在云端，指点江山一般，睥睨天下。嗡！神光如流星飞出，在脱离指尖的一瞬间，迸射出铺天盖地的光束，光耀天地。璀璨的神光爆发出了毁天灭地的威能，让人无法直视，只能死死地闭上双眼。这一刻，沈清风心中警铃大作，强烈的危机感占据了他的心脏，死亡的阴影蒙上了心头。他终于惊觉，不，先前的惊悸竟然不是错觉，那道神光绝非是虚张声势的花架子，是真的可以杀死自己这个仙宗天骄的惊天杀招。就在神光即将临体，他的剑气也即将斩杀到碧阳3人面前的时候，沈清风他退缩了，他怕了，他害怕自己真的会死在这道无法匹敌的神光之下。该死，我不服，凭什么这个平平无奇的狗东西能掌握这种超凡脱俗的恐怖力量？纵然心有不甘，沈清风为了保命，也只能选择散去漫天的剑光，撤回手中的飞剑。他想逃离这个地方，但是来不及了，人的速度怎么可能快得过光呢？噗嗤，他根本来不及迈开脚步，陡然暴涨的神光就以摧枯拉朽的姿态轻易地撕开了他的身体，仿佛是利斧劈开了朽木。疼痛、恐慌、惊惧、后悔、绝望等等复杂的情绪萦绕在沈清风的心头，最后化作了深深的不甘。不，我不能死。在意识逐渐模糊的最后一刻，沈清风竟然强行地抽出了自己的全部神魂，将他们统统地灌进了自己的本命飞剑之中。用尽全身的最后一点力气，他硬顶着毁天灭地的神光，承受着肉体逐渐崩裂的剧痛，手中掐出了一道剑诀。咻！在漫天璀璨的神光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一道飞剑悄然飞向了天际，转眼间消失不见，仿佛过了很久，又仿佛只是一瞬。当场中的耀眼神光逐渐散尽，早已看不见沈清风的身影，地上只残留一道人形的灰烬。碧阳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在一刻开始松懈，无边的疲惫感逐渐涌上心头。夫君，碧阳。在二女的惊呼声中，失去了全身灵力支撑的碧阳终于坚持不住了，倒在了身后云瑶的怀中。我没事。碧阳的声音还透着虚弱，却仍旧向脸色担忧的二女露出了一张灿烂的笑脸。云瑶和沈秋月见她确实不像受伤的样子，这才放下了被揪紧的心。二女对于死去的沈清风没有丝毫的同情和留恋，方才她可是出手就想要了自己的命。要不是碧阳站出来，在关键时刻展现了强大的势力，恐怕现在倒在地上的将会是自己。二女一左一右地搀扶着碧阳回到家中，3位娇妻也从修炼中被惊醒，慌慌张张地来到院中。方才的大战看起来挺久，实际上不过是片刻之间的事。从3位娇妻被大战惊醒，再到他们冲出房间来到院中，大战就已经结束了。看着一个个面露担忧，对自己牵肠挂肚的娇妻，碧阳心里暖暖的。家人的关心和体贴，正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即便碧阳明确地表示自己并无大碍，只是力竭了而已，娇妻们还是手忙脚乱地扒光了他所有的衣物，将他全身都检查了一遍，直到发现确实没有一丝伤口之后，这才放下心来。众人冷静下来后，都觉得心有余悸。唯有碧阳分析着这次的事件，隐隐觉得有些不同寻常。这沈清风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了自己家门外的呢？难道是为了云瑶2人，所以特意寻找而来？对于这一点，
云瑶摇了摇头说道：“肯定不是。他在见到我的时候非常的惊讶，似乎也没料到我会出现在这里，而且我都还没开口，他就已经主动的提到了你的名字。”碧阳闻言神情一滞，提到了我的名字，莫非是冲我来的？这就奇怪了，我与他素不相识，他怎么会提前知道我的存在？碧阳大感意外。自从觉醒了系统以后，自己就一直待在青云城，就连熟人都没有几个，更别说仇人了。与自己有过仇怨的吴勇也早就死了，尸体都是自己亲手埋的，唯一剩下的可能也就是王家了。能让一位宗门天骄千里迢迢的来寻找自己，似乎也只有财大气粗的王家才能办到。想到这里，碧阳眼神一冷。已经在3元巨灵大阵中恢复了一些灵力的他，挥手就从体内取出了一缕青烟状的精魂之气，正是之前王威为了保命而交给碧阳保管的那缕神魂。通过这缕神魂，碧阳可以一念之间决定王威的生死。那就不奇怪了，思来想去，也只有你才能不惜代价的想置我于死地。王威，真不知道该说你聪明，还是该说你蠢。你以为借刀杀人，我就不知道是你在暗中向我出手吗？只可惜你高估了沈清风，也低估了我。看着掌中那缕如斗火般燃烧着青烟的神魂，碧阳眼神如刀，冰冷深邃。要是知道有这一天，你一定会很后悔当初亲手把自己的小命交到我手上吧。我活着这件事一定让你寝食难安，辗转难眠，对吧？既然如此，那你就别活了。就在碧阳大战沈清风的时候，青云城西王家议事堂。大哥，我收到消息，那沈清风已经离开了仙宗，赶来青云城了。议事堂中，一身黑色玄服，满脸张扬的王狂开口说道：“要不要我去城东打探一下，亲眼见证碧阳那小畜生的死状？”不可。王威沉稳开口：“无论沈清风收效如何，咱们还是不要露面为好，以免打草惊蛇，让那个狗杂种发现端倪，引爆神魂。”王狂闻言点了点头，附和道：“大哥说的对，是我关心则乱了。引爆神魂只需要一念之间，根本来不及阻拦。若是被那碧阳发现王家的人，导致他第一时间引爆神魂，势必要前功尽弃。三弟，碧阳那个小畜生并非寻常，他的手段也有些神异。那沈清风真能拿下他吗？”想起先前碧阳孤身一人大展神威，一招秒了王家10大高手的画面，王威仍是心有余悸，于是面露担忧地问道：“哈哈，大哥将心放在肚子，这沈清风乃是风主亲传，也是问天风的弟子首席。身为4品剑灵根筑基7层的仙宗天骄，沈清风的实力对那个刚刚筑基的小废物而言，简直就是蝼蚁对大象，小巫见大巫了。任何一位仙宗天骄，即使是在同等境界之下，都足以碾压普通修士，更别说是越级压制了。”说到这，王狂一脸得意之色。天骄之所以被称为天骄，那自然是有他的道理，这是凌驾于天赋的高层次领先，绝不是努力就能赶超的。在我看来，咱们请来沈清风对付碧阳，等于是给了他祖宗8倍的面子，简直在用牛刀杀鸡，毫不费吹灰之力。毕家的祖宗若是知道仙宗天骄亲自出手对付那小杂种，恐怕都会觉得光荣。大哥无需担心，我早已交代过他，让他无论如何不能说出背后主使，此事必将万无一失。二人说到这里，都已觉得胸有成竹，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此事注定10拿10稳，板上钉钉。王威心中更是觉得解气，等到沈清风杀死碧阳那个畜生，送来自己的那缕神魂后，一定要亲自去往毕家，将他那几房娇妻统统掳掠回来，玩烂他们，再将他们全部卖到黑市，为奴为婢。这就是敢招惹他王威的下场。轰隆！二人谈话间，忽然风云变色，王家祖地上空猛然阴云翻涌，铅灰色的结云自4面8方向王家祖地汇聚，狂风卷起沙石，天地间的灵气躁动不安，云层厚重如墨，内部隐隐透出血色雷光，结云盖顶，笼罩整个王家祖地。王威和王狂兄弟2人感受到雷劫的气息，俱是心头一震，随后狂喜：“大哥，这是金丹结云？”“没错，二弟，爹他闭关了1年，今日终于引动结云，要正式冲击金丹境了。”王威和王狂对视了一眼，纷纷冲出房间，向着自家祖的奔去。2人赶到祖地时，族中长辈早已聚集于此，纷纷喜形于色。王家家主王天霸靠着发放修炼带，逐渐成为了王家修为最高、天赋最好的修士。1年前，筑基大圆满的王天霸正式宣布闭关冲击金丹境，盼了1年，祖地中却毫无动静。就在众人以为他冲击失败的时候，没想到居然在今日引动了金丹雷劫。原来王天霸一直在厚积薄发，积蓄力量，准备在最巅峰的时候向金丹境发起冲锋。一旦他度过雷劫，将成为青云城第1个金丹大能，堪比青云仙宗护法。嗡！
天地间骤然响起了一声轰然的大道梵音，那是天地道则的回响。金丹雷劫正式开始了。咔嚓，上方翻滚的劫云之中，一道水桶粗细的赤金劫雷撕裂苍穹，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气息轰向王家祖地。雷光炸裂的瞬间，一道玄黑袍影冲天而起，手中青铜鼓戟引动九幽寒芒，悍然劈向雷柱。金铁交鸣之声响彻云霄，雷火四溅中，他须发倒竖，衣袍猎猎，宛若战旗。爹！劫云下方的人群中，王威神情荡漾，激动万分。他一脸崇拜地看着半空那道霸气的身影，忍不住振臂高呼。漫天的雷劫之中，王天霸宛如一位战神，傲笑9天，激战雷劫。一道道的雷劫劈在他肌肉虬结的肉身之上，却根本无法伤到他分毫，反而成了为他淬炼肉身的手段。劈多些，劈猛些，金丹雷劫太过无力了。半空中传来王天霸豪气万千的话语，尽显霸气。王家众人被家主的豪情感染，也都轰然大笑，个个都是喜气洋洋。王威和王狂兄弟二人尤为激动，这可是他们的亲爹啊！青云城第一位金丹大能，若是当日有他在场坐镇，哪还容得下碧阳那个小畜生在王家作威作福？轰！劫云之中，最后一道雷劫落下，漫天的雷光散去后，王天霸凌空而立，眼眸中的金芒暴涨如同烈日。丹城！他对着下方的人群振臂高呼，声如闷雷。金丹劫云来得快，去得也快，9道雷劫俱是无功而返，没有伤到王天霸分毫，反而将他的肉身淬炼得好似金身，宛若神兵，泛着神异的灵光。云破天开，烟尘散尽，新晋金丹大能的威势横扫全城，低阶修士伏地站立，飞鸟惊坠。王家众人放声高喊，齐齐冲向王天霸，迎接自家状若神魔一般的大能家主。恭喜爹成功踏入通玄金丹，爹今日金丹大成，我王家定能百世昌盛，福泽千秋万代。王威和王狂二人冲在最前方，神色癫狂，那头便拜。王天霸须发皆张，衣袍无风自动，浑身散发着玄奥高深的气息，看着自己的2个儿子得意大笑。忽然他眉头微蹙，向着王威问道：怎么只有你们2个？王猛何在？王威闻言脸色一变，眼中狂喜褪去，悲痛取而代之。他甚至不敢直视自己父亲那威严的脸，沉声答道：爹，我二弟他。王天霸看到他那闪躲的眼神，心中咯噔一下，暗道不妙，连忙怒声追问：你吞吞吐吐的干什么？快说，猛儿他怎么了？爹，二弟他被人害了，就在王家门前。王威说着，忽然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哭得像个刘备，将碧阳杀了王猛和王家10大高手，并强行收走了自己一缕神魂的事情说了出来。听着王威添油加醋的话，王天霸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最后仰天长啸，语气悲切，震动寰宇：爹，您一直闭关未出，孩儿神魂还在那个畜生手中，唯恐夜长梦多，我已和3弟派出了杀手，前往毕家收割那狗杂种的人头，估计现在应该已经得手了。看见王天霸震怒，王威心中一凛，连忙接着说道。王天霸双眸之中血色翻涌，神识掠向城东，冰寒彻骨的声音碾碎了风中的残云：杀我者万劫不复，就算那个小畜生死了，也要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我要让毕家9族血流成河。王家众人何在？王天霸踏空而立，大手一挥，带着无尽的恨意和滔天的怒火，高声吼道：随老夫杀向城东，势必要让毕家上下鸡犬不留，连根铲除。王威和王狂眼含热泪，与王家众人齐齐应声，笑动风云。鸡犬不留，连根铲除。与此同时，毕家院中此前因为灵力耗尽而力竭的毕阳已经缓和了过来，布置了阴阳72煞大阵和3才聚灵大阵的小院，宛如仙山福地，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不开。毕阳不过是调息了片刻，就将体内灵力充满，状态重回巅峰。当然也因为大阵隔绝外界气息的原因，他并不知道王天霸渡劫成功，城西王家出了一位金丹大能的消息。此刻的毕大老爷正在和娇妻们喝茶聊天，逗弄着小白虎。通灵白虎自从来到毕家以后，感觉自己就像是土包子进了城，大开眼界。先是毕家浓郁的灵气让他如闯仙境一般，就连一呼一吸之间都在进步，和他之前栖息的那个山谷简直天壤之别。其次是毕家的主母们，个个貌美如花，胸怀若谷，即使是以他妖兽的眼光来看，也是貌美如仙，让人心旷神怡。最后便是那座令人震撼到爱不释手的悟道台，竟然能提升5倍的修炼速度，5倍，而且还是在家中灵气翻倍的情况下，也能提升5倍的夸张程度。这还是人间吗？说是仙界都不为过啊！自从来到毕家以后，通灵白虎最爱做的事就是躺在一个个美若天仙的主母怀中，进入悟道台修炼了。
如果说之前他还有一丝侥幸，想凭借自己金丹妖王的寿命熬死碧阳，然后恢复自由，回归山林的想法，现在则是压根不存在这种想法了。天天生活在这种仙境之中，还回什么狗屁山林？那不是蠢吗？就算是毕大老爷赶他走，他都不会走了，就要赖在这里，直到天荒地老。不过呢，还有一点点小问题，让通灵白虎觉得不太自在，那就是这些主母们都下意识的把自己当成小猫咪去养了，没事还让自己翻个跟头，斗斗线团啥的，真是让他无力吐槽。拜托你们，我可是堂堂万妖之王，堪比金丹大能的天生灵兽啊，这么玩真的合适吗？尽管化形期的通灵白虎已经可以化为人形了，但他在左思右想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他怕化为人形的自己太美了，被毕大老爷给拱了。你看几位主母们被拱得鬼哭狼嚎的，多吓唬啊！还是默默的当小白虎好，每天随便翻几个跟头就能完成斗主母开心的任务，然后找个舒服的角落开始修炼，美滋滋。嘻嘻，刚翻了几个跟头的小白虎看着几位娇美的主母眉开眼笑，摇了摇可爱的小虎头，迈着优雅的猫步，准备找个舒服的地方继续修炼。忽然心中警铃大作，轰！一股强横的气息扫过自家院子，院中布置的大阵轰然光华流转，剧烈的抖动了起来。这是人族金丹强者的气息。通灵白虎心头一震，扭转虎头望向碧阳。碧阳和几位娇妻原本正在欢笑，发现自家大阵忽然开始剧烈抖动，瞬间也是神色变幻，敛去了笑意。阴阳72煞大阵和三才聚灵大阵都是玄阶阵法，足以抵挡金丹大能的一击，普通筑基修士根本无法动摇大阵，分毫能够引发大阵剧烈抖动的，只会是金丹境的大能。碧阳心中一沉，和通灵白虎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震惊，不动声色地对着白虎一招手，一人一虎心意相通。通灵白虎身形一跃，轻盈地扑到了碧阳的怀里。小白，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主人，刚才有一股人族金丹大能的神识在窥探，这才引动了大阵。识海中传来通灵白虎那略带稚嫩却极其好听的女孩子声音。碧阳闻言眉头一皱，金丹大能，这青云城并无金丹修士，莫非是青云仙宗的人找来了？沈清风刚死，这也太快了吧！通灵白虎摇了摇可爱的小虎头，应该不是青云仙宗的人，刚才那道神识是从城西来的。城西？碧阳眉毛一挑，心中有些诧异。小白虎忽然抬起头望向了天外，他来了。话音刚落，一道黑袍身影忽然出现在碧家上空，望着被大阵隔绝的小院，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怒吼，响彻云霄。碧家老小，通通滚出来受死！这道声音沛然浑厚，裹挟着道音，几乎震动了整个城东。这就是金丹大能的通玄威势，超凡脱俗，更贴近大道真意，一吼震山河。直面这金丹威能的碧阳等人，感受更为汹涌深刻，就连护院大阵都泛起层层涟漪，摇摇欲坠。那道怒吼之中的震怒夹杂着大道梵音，暗合天地规则，能直接震慑人心。几位美娇妻更是感到气血翻涌，神魂激荡，体内灵力运行骤然紊乱，顿时捂着肚子吓得花容失色。夫君，这是金丹威能？美艳娇妻周诗雨面露惊慌，心有余悸。方才我感觉自己浑身难受，腹中胎儿也在一瞬间抖了一下。碧阳闻言心中一抖，对着几位娇妻轻声说道：不要怕，我出去看看。你们若是觉得难受，就去悟道台中坐一坐。悟道台乃是先天至宝，与天地大道亲和，台深刻有大道之力，可以抵御大道梵音的侵扰。周诗雨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夫君千万小心，我们就在院中等你。碧阳心中一暖，冲着他们笑了笑，在几位娇妻担忧的眼神中，信步走出了小院。小院之外，风起云涌，一位黑袍的中年男人踏空而立，须发皆张，满面怒色。在他的身后，王威和王狂二人负手而立，随意的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在看到王威之后，碧阳面色一沉。这王威是真不怕死，刚派出了沈清风来杀自己，现在居然还敢出现在自己，莫不是真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不成？王威冷眼看着闲庭信步一般走出来的碧阳，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这个狗杂种居然还没死，难道沈清风没有得手？这不可能。沈清风是筑基7层的仙宗天骄，问天峰的弟子首席，对上筑基2层的碧阳怎么可能会失手？一定是他还没有赶到而已。想到这里，王威心中稍安，重新望向碧阳的眼中燃起了凶猛的怒火。若是眼神能杀人，其中的怒火都能将碧阳直接烧化。感受到王威那炽热怨毒的眼神，碧阳冷笑了一下，寒声道：王威，你可真有种啊，刚派了杀手来杀我，现在就敢明目张胆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看你是真的活腻了。王威闻言大惊，什么？沈清风来过了？不可能，那你怎么还活着？碧阳唇角微扬，一脸玩味地说道。
沈清风，你是说青云仙宗的那个废物首席吗？诺，他就在那呢。说着，碧阳指了指自家门前的地上，先前被混元一气斩神咒斩成灰烬的沈清风的肉身，还在那里无人打扫。什么？王威闻言不可置信地喊道：“沈清风死了！”在他身旁的王狂更是瞪大了双眼，下巴都快要掉在了地上。你居然杀了沈清风！就凭你，这不可能！碧阳，你闯下大祸了！你知不知道沈清风是什么人？他是青云仙宗问天峰峰主的赘婿，你敢杀他，就是在和问天峰主结仇。碧阳一脸不屑地看着他们，可不可能等你魂归9天，见到沈清风的幽魂，再亲自问问他吧？王狂神情一愣，他是第一次见到碧阳，也是第一次知道他居然这么狂妄，连家都被我们包围了，还在逞口舌之理，难怪敢在王家门口放肆撒野，这种性格简直就是个混世魔王，他就不知道害怕的吗？这时一直没有开口的王天霸抖了抖袖袍，带起如渊似海的灵力激荡，声如洪钟：你就是碧阳，就是你这畜生杀了我儿王莽！什么畜生？你这不孝子孙，我是你毕爷爷！碧阳讥笑着说道。王天霸气即反笑，手指着碧阳大声呵斥：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畜生，死到临头还敢大放厥词！看着气息浑厚的王天霸，碧阳脸色一沉，问道：刚才在我毕家门前狗吠的，就是你这条没有拴好的老狗吧？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狗叫声太大了，已经吓到我家娘子，害得她动了胎气。说着，碧阳甩手一指王天霸，怒声道：你该庆幸的是我家娘子没有大碍，否则你王家上下全都得以死谢罪。王天霸听完，脸皮狠狠一抽，那张老脸上被气得横肉抖动，七窍生烟。身为王家家主的他，何曾被人一口一个老狗的如此谩骂过？刚刚突破踏入金丹通玄的王天霸，感觉受到了此生都未曾有过的侮辱。小畜生，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王天霸双目血红，面目狰狞。哼，还敢狗吠！碧阳冷笑着回应，说着还轻轻拍了拍怀中的小白虎：去，把他的狗嘴给我撕烂！去把他的狗嘴给我撕烂！此话一出，众人皆惊，不由自主地看向碧阳怀中的那只通体纯白、没有一丝杂色的小猫咪。就连金丹通玄的王天霸闻言都眯起了双眼，惊疑不定地弹出神识查看。小白虎乖巧地趴在毕大老爷的怀里，见众人的目光都看向自己，还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这模样怎么看都像是只普通的家猫。众人再三确认以后，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洪荒猛兽，完全就是一只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小猫咪而已。顿时哄笑了起来，场面一时间由剑拔弩张变作闹哄哄的一团。王威更是不顾形象的猖狂大笑，用手指着碧阳，笑得前仰后合。碧阳，你是不是被我爹吓傻了？居然让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猫咪去撕烂一个金丹大能的嘴，我真的是信了你的鬼话，刚才还真差点叫你这个狗杂种给骗到了。王狂也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夸张的用手擦着眼角并不存在的眼泪，说道：我信了，我信你真的能杀死沈清风了，他一定是被你这蠢材给笑死的，对吧？王家众人听到自己少主的揶揄，哄堂大笑，就连原本满面怒容的王天霸都忍不住勾起了一抹嘲讽的笑意。在他的眼里，筑基2层的碧阳就跟路边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实力差距过大，犹如天地之分。碧阳依旧是微微一笑，大手一挥，一缕闪着淡淡幽光的神魂出现在掌心。望着猖狂大笑的王威，他淡然开口：王威啊王威，你看看这是什么？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小命还在我手里握着呢？王威闻言神色巨变，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碧阳手中的那缕神魂，笑声戛然而止。王狂也止住了笑意，阴沉着脸，眼神复杂：笑啊，你们怎么不继续笑了？不好笑吗？他们不笑了，现在轮到碧阳笑了。王威，你这个狗槽的野种，马上给你毕爷爷我跪下磕3个响头，否则我立刻引爆手中的神魂。什么？王威的瞳孔骤然缩小，眼神中闪过一道深深的恨意，他声色俱厉地喊道：你唬我！碧阳，你少来这套，你绝对不敢这么做，我爹在此，你但凡敢伤害我一根汗毛，定叫你毕家老小一起殉葬。碧阳听后冷笑一声：我是不是唬你？你敢赌吗？我数3个数，你不跪就死！此话一出，王威心神俱乱，他感觉碧阳手中似乎有一条线在牵着自己的鼻子，让他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碧阳说的没错，他不敢赌，只好把眼光投向一旁的王天霸。爹，你看他多嚣张，这畜生根本就没将你放在眼里。王天霸怒哼了一声，大到梵音嗡鸣，身形一晃就要对碧阳强行出手。庶子，你敢在老夫面前逞强，我看你是嫌命长了。碧阳潇洒一笑，握着神魂的手
轻轻一攥。啊！王威几乎是在同一刹那爆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哀嚎。王天霸心中一惊，赶紧止住身形，连忙回头朝王威望去。只见他正捂着脑袋，满脸痛苦之色，像条蚯蚓一样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不断哀嚎：“好痛，好痛啊！爹，快救我，救我啊！”王天霸威严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忍，对着碧阳怒声喝骂：“畜生，快住手！”碧阳一脸的风轻云淡，毫不在意他的无能狂怒，口中轻声倒数：“3。”王威，再不下跪磕头，你爹也救不了你。我说的。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同时手中还在用力。哎呀，痛死我了，痛死我了！王威痛得死去活来，脑中仿佛有无数大锤在乒乒乓乓地敲个不停。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碧阳的行为居然如此张狂大胆，真的敢当着王天霸的面拿命来要挟自己。偏偏王天霸还真的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这让王威如坠深渊，心乱如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王天霸看着王威痛不欲生的样子，气得面目狰狞，如同恶鬼，恨声威胁道：“碧阳，快放了我！若你敢捏爆神魂，老夫发誓定要你碧家10倍偿还，人人不得好死！”碧阳静静地看着暴跳如雷的王天霸，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嘴唇微张，缓缓地吐出一个字：“2。”手中再度用力，王威的哀嚎声顿时再度震耳欲聋：“哎呦哎呦，别数了，求求你别数了！爹，快想想办法，救我啊爹！你……”王天霸气到了绝巅：“畜生啊，畜生，简直是畜生！”他从没发现居然能有人像碧阳一样难缠，这个小畜生就像个泥鳅一样滑溜，让人无从下手。王威是他的大儿子，他不可能不救，可是怎么救？低头让王威磕头认错，那他身为金丹大能的颜面何存？王家以后还如何在青云城立足？怕不是要让人笑话一辈子？气势汹汹地带着人来报仇，却反被逼着下跪认错。他王天霸丢不起这个人，王家也丢不起这个人。那强行向碧阳出手，倒是能保住颜面，但是儿子肯定是没了。到了他这个境界的修士，儿子死一个就少一个，再想生可就难了。碧阳，交出神魂，我发誓留你碧家老小一条活路，不会赶尽杀绝。若你敢捏爆神魂，你碧家也将鸡犬不留。一命换10命，你也不想做的那么绝吧？王天霸将胸口拍得砰砰响，许下承诺。他相信这个条件，只要碧阳不蠢，肯定会同意的。就在王天霸心潮翻涌，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耳边再次传来了碧阳那仿佛催命符一般的声音：“1。”还是那么的轻描淡写，不带一丝感情。碧阳同意个屁！他根本就不相信王天霸的鬼话。事到如今，那还有和解的可能性，双方必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但是此时此刻，王威怕了，他是真的怕了。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面无表情的碧阳，在他的眼中就像是死神一样。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10大高手被碧阳一招秒杀，只剩下他独自面对碧阳指尖神光的那天，心里绝望的一匹。不，等一下！碧阳术道义以后，王威从未感觉到死亡离自己是如此的近。他连忙开口道：“我认错，我磕头，求求你不要捏爆神魂。”王威终于服软了，跪在地上扑通扑通地磕起了头，口中不断喊着饶命。他万万没想到，气势汹汹前来复仇的今天居然会这么收场。这碧阳简直太疯狂了，情愿鱼死网破，也不愿用王威的命换他碧家老小的安全。他简直是个疯子，这真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狠的，狠的怕不要命的。咚咚，王威跪在地上，不顾王狂和王家人的劝阻，拼命地朝着碧阳磕着响头，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狼狈。王家众人脸色像是吃了屎一样的难看。王威这一跪，丢的不是一个人的脸，是他们全家的脸。城西王家如此名门望族，在一个金丹大能的带领下，王家的大少爷被一个筑基2层的小杂种逼着下跪认错。今日之事若是传出去，怕是要被青云城的人笑话一辈子。碧阳，可以了吧？这样你满意了吗？王威磕得头破血流，晕头转向，血流满面，却根本顾不上擦，抬起头看着碧阳，眼神中又惊又惧，又羞又怒。碧阳看着他懦弱狼狈的样子，眼神中闪过一丝讥讽和不屑，嘴角勾出了一抹嘲笑的弧度。不错，磕得很响亮。话音刚落，王威眼前一亮，喜形于色。可下一秒，碧阳的话却让他倍感屈辱，如坠冰窟。可惜太晚了，我已经数到1了，机会给你了，你不中用啊，没把握住，所以你还是去死吧。什么？不要！王威绝望大喊。碧阳却根本不给他把话说完的机会，高举右手，在王家众人惊恐的注视下，
当着所有人的面轻轻捏爆了手中的神魂。噗呲一声轻响，像是一缕青烟被风吹散，恐惧和绝望还定格在王威的脸上，可惜他却没有了任何反应，眼神空洞，四肢僵硬，嘴巴长大，怒目圆睁。轰！尘土飞扬，王威的身体颓然倒地，眨眼间已是魂归西天，一命呜呼。场面一时间鸦雀无声，寂静无比，真落可闻。在场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呆若木鸡，满脸的不可置信。唯有碧阳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快意，敢对自己出手，威胁自己家人，王威他必须死。王家的人都一样。毕家门外的空地上，场面安静的吓人。王家乌泱泱的人群看着一命呜呼的王威，齐齐地愣在了那里。良久，一声厉啸陡然响起，刹那间天地变色，一道黑色玄袍的身影随即冲天而起，浑身气息暴涨，卷动风云。碧阳，你还我命来！王天霸凌空而立，双眸血光四射，面容狰狞扭曲，形似厉鬼，带着滔天的杀气。他的声音冰冷无比，像是来自九幽地狱。你这心狠手辣的畜生，竟敢当着老夫的面犯下如此滔天罪行！老夫要让你毕家血流成河，为我而陪葬！碧阳面色坦然，早已料到这一局面，不见任何慌张。他这副风轻云淡，毫不在意的态度，更是让王天霸感到气血上冲，恨意飙升。我儿死了，你倒是淡定的很，小畜生，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倚仗，敢无视老夫的存在！望着半空中怒不可遏的王天霸，碧阳只是微微一笑，轻轻地拍了拍怀中的通灵白虎。心意相通之下，小白虎瞬间会意，不紧不慢地从碧阳的怀中爬起来，身姿慵懒而优雅，只是在他那憨态可掬的可爱外表之下，磅礴的妖王血脉早已蓄势待发，金色的树瞳也逐渐凌厉了起来。王天霸的咆哮撕裂长空，金丹大能的滔天怒意裹挟着令人窒息的威压轰然降临。他的黑袍猎猎作响，须发皆张，赤红的双眼中只剩下碧阳的身影，刻骨的杀意如万载寒冰，冻结了周遭的空气。还我威儿命来！话音未落，王天霸身形骤然消失在原地，下一秒他已出现在碧阳的斜上方。太虚破月掌，王天霸右手五指齐张，掌心之中狂暴的金丹灵力正在疯狂的汇聚，凝聚成了一个散发着毁灭气息的暗金色灵力漩涡。那不是简单的灵力冲击，而是蕴含了他金丹出城，裹挟着无边怒火与大道威能的寒恨一击。这一击足以将一座小山丘夷为平地，更遑论碧阳这区区的筑基2层修士。王天霸的脸上浮现出了残忍的狞笑，仿佛已经看到了碧阳连同他怀中那只可笑的小东西，在这狂暴一击的威力之下，瞬间化为齑粉的美妙画面。死吧，小畜生！暗金色灵力漩涡带着刺耳的尖笑，撕裂了层层空气，以雷霆万钧之势当头砸向碧阳。古井无波，面色如狐。碧阳依旧静立不动，神色淡然，甚至嘴角还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讥诮笑意。他看也不看那足以令金丹修士都为之变色的恐怖灵光，只是安抚般的轻拍了一下怀中那团纯净的白容。电光火石之间，就在那王天霸那毁天灭地的一击距离碧阳头顶不足3尺，狂暴的灵力仿佛下一秒就会将他撕成碎片的刹那。呼！那一直慵懒趴伏在碧阳怀中，看起来人畜无害，十分可爱的小白猫竟慢悠悠地抬起了一只雪白的前爪。它的动作看起来是那么的随意，漫不经心，仿佛只是在驱赶一只烦人的肥虫。那稚嫩小巧带着粉嫩肉垫的爪子轻轻对着那王天霸随意的一挥，无声无息，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碰撞巨响，也没有刺眼夺目的剧烈爆炸。那蕴含着无上金丹威能，充斥着王天霸盛怒至极的太虚破月掌，仿佛撞上了一道无形的却坚不可摧的屏障。暗金色的光芒剧烈的扭曲挣扎，就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紧紧攥住。噗嗤！暗金色灵力漩涡如烟消散，那股足以裂山断月的恐怖灵力漩涡，竟在小白虎这轻描淡写的一爪之下，无声无息的崩解、溃散、消弭于无形，没有伤害到碧阳分毫。唯有灵力溢散时卷起的微风，微微撩动了碧阳的衣角和小白虎身上的绒毛。王天霸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转化为了深深的错愕与难以置信。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如针，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他那倾尽全力含怒而发的金丹一击，竟被一只小白猫如此儿戏般的轻松化解了。就在王天霸惊疑未定的时候，更让他感到头皮发麻的事情发生了。那只随意化解了通玄金丹毁灭一击的小白虎，歪了歪自己毛茸茸、看起来还有些憨态可掬的小脑袋，可爱至极地打了一个无声的呵欠。紧接着，他那张看起来小小的、粉粉嫩嫩的，如同花瓣一样的小兽嘴，缓缓地张开。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下一刻，吼！
那是一声惊天彻地的兽吼，宛如开天辟地之初的第一声咆哮。从小白虎那张小巧的兽口之中爆发出了一股肉眼可见，已经凝聚成了实质的黄金音波。磅礴、浩瀚、苍茫、神圣、威严。王天霸终于听出来了，这是一声夹杂着天地意志、大道之力的超级虎啸，是彻底觉醒的、血脉回归洪荒的远古圣兽之音。金色的声浪如同决堤的洪流，瞬间席卷整片天地，空气被狠狠压垮、撕裂，发出不堪重负的爆鸣。轰隆隆，声波所过之处，离得最近的王家众人如遭雷击，纷纷惨叫着捂住耳朵，修为弱者更是七窍流血，瞬间昏死。面对碧阳二人的王天霸更是首当其冲，那道黄金音波狠狠地撞在了他匆忙撑起的护体丹元之上，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碎裂声。他闷哼了一声，身形竟被硬生生震地在空中倒滑出数十丈，气血剧烈翻涌，耳膜刺痛欲裂，脸上的惊愕彻底化为了无以复加的震撼。这气息，这威压，绝非寻常妖兽。这只小白猫到底是什么怪物？就在王天霸心神俱震的瞬间，碧阳平静却蕴含着无尽寒意的声音清晰地穿透了那尚未散尽的虎啸余音，落入小白虎耳中。无需镇压，直接诛杀。是，主人。伴随着一道清冽稚嫩却又极其好听的女声在碧阳的脑中响起。原本蜷缩在碧阳怀中人畜无害的毛团子动了，小白虎轻盈地从碧阳的怀中一跃而出，小小的身躯在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抛物线。就在他离开碧阳怀抱腾跃到半空中的一瞬间，轰！天地灵气疯狂倒卷，汇聚于此。刺眼夺目的白金光芒猛然从小白虎那道可爱的身躯中爆发开来，如同降临人间的第二轮烈日。光芒之盛，让天光都为之暗淡。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只可爱玲珑的小白猫彻底消失了。当光华敛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傲立于天地之间的洪荒巨兽。它身躯庞大的如一座太古山岳，线条流畅却又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纯净如凝脂白玉的毛发在阳光下闪耀着圣洁的光晕，仿佛披着一层流动的日炎。四足踏立虚空，隐隐有风雷之纹在其脚下生灭环绕。最令人触目心惊的是他那双巨大的如同熔金铸就的树瞳，深邃威严，俯瞰众生，仿佛跨越了万古的岁月，带着睥睨天下的苍茫意志，远远超越了寻常妖王的神圣威压，浩瀚无边的在这片天地滚滚铺开。修为低下的王家弟子早已五体投地，瑟瑟发抖，宛如风中残叶。就连王狂这等筑基修士也感觉肩上如同压上了千钧重担，呼吸困难，面色惨白。这是天生圣灵的气象，源自血脉，凌驾于凡尘。原本沉浸在惊怒和一丝莫名震撼中的王天霸，在看到小白虎显露真身的刹那，那双燃烧着熊熊怒火的眼眸中闪过了一丝惊惧。这是天生灵兽，还是纯血通灵白虎？是仙魔大战前仙王大帝们得专属坐骑？碧阳，原来这就是你如此猖狂的倚仗吗？面对王天霸的质问，碧阳抿了抿嘴唇，冰冷地说道：聒噪，将死之人不必知道的太多。小白，快点动手！吼！通灵白虎发出惊天怒吼回应。碧阳微微一滞，你想吞了它，炼化气血之力？神圣威严的通灵白虎人性化的点了点头，模样乖巧。吃吧吃吧。碧阳不以为然的摆了摆手，王家有一个算一个，全赏你了。通灵白虎闻言喜笑颜开，碧阳都不知道他那颗硕大的虎头之上是如何做出这种人性化表情的。望着对面的王天霸身上那股如渊似海的灵气和磅礴的气血之力，通灵白虎贪婪地舔了舔嘴唇，像是在盯着最可口的食物。这可是一位金丹通玄的大能啊，胜过世间一切大补之物，一定很好吃。通灵白虎歪着脑袋这样想到，殊不知这一举动在王天霸看来简直是赤裸裸的轻蔑和侮辱。这是根本没把自己当个人啊，这么随意就将自己的生死归属决定了吗？语气轻松的像是面对一盘食物，一道菜。奇耻大辱啊，我可是青云城第一位金丹大能，比肩仙宗护法，整个城中的第一战力。就算你是通灵圣兽，但是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想到这里，王天霸只觉得气血直往自己脑袋上顶，简直快要气炸了。狂妄畜生，宽大命来！王天霸狂吼一声，浑身的气势陡然间再次飙升，新晋金丹的修为此刻毫无保留地爆发了出来，灵力激荡如沸。他手中灵光一闪，那柄曾力抗金丹雷劫的厚重青铜骨戟再次出现，戟身缠绕着暗血色的光芒，散发出恐怖的破煞威能。汉月战戟，碎心机。王天霸舞动骨戟，戟影重重，搅动风云，如同化身开天巨人，带着粉碎星辰般的蛮横气势，人戟合一。
向着那尊神圣威严的通灵白虎悍然冲去。与此同时，刚刚显露本体威势撼天动地的通灵白虎，面对这携金丹之威战意沸腾扑杀而来的王天霸，熔金色的巨大树丛中掠过了一丝被蝼蚁挑衅的真正怒意。吼！面对着漫天的疾影，通灵白虎庞大的身躯灵活的不可思议，猛地一个纵跃，化作一道撕裂长空的白金闪电，巨大的虎爪撕裂空气，带起了凄厉的音爆，卷起风雷，裹挟着洪荒巨力，毫不畏惧地迎向了王天霸手中那柄足以碎心的恐怖战戟。轰！白金神光与暗金血芒，神兽血脉与人类金丹的巅峰力量在这青云城上空轰然碰撞，灵力激荡如潮水般扩散，金丹气的威压铺天盖地。好一头神俊至极的通灵圣兽！想不到啊，想不到，青云城竟藏着如此之宝。半空中传来王天霸颤抖的声音，此刻的他兴奋得近乎癫狂，原本惊惧的眼神瞬间被一种极度的狂热和贪婪所取代。他眼中金光爆射，仿佛看到了绝世奇珍，连刚才的丧子之痛和攻击被轻易化解的惊愕，都被随之而来的巨大狂喜冲淡。连先王大帝都苦求不得的通灵圣兽，拿来做老夫的坐骑，再合适不过。此乃天赐福缘，何该为老夫所用？贪婪瞬间压倒了理智，王天霸完全忽略了通灵白虎身为天生圣灵的血脉之力究竟有多么逆天。他的眼中此刻只有收服这头神兽所带来的无上荣耀和实力飞跃。孽畜，乖乖臣服于老夫坐下，免得你待会儿魂飞魄散。吼！回应他的是一声充满了威严与不屑的低沉咆哮。冥顽不灵，血迹破煞，戮仙猎神戟。王天霸的身形化做了一道撕裂苍穹的血色流星，人戟合一，速度快到在空中留下道道重叠的残影，裹挟着足以将一方城池夷为平地，撕裂神魂的恐怖力量，悍然扑向通灵白虎。那滔天的气势真如神魔降世，欲行灭世之举。面对这搅动风云、声势毁天灭地的一击，通灵白虎那双熔金色的巨大树丛中竟然闪过一丝近乎人性化的玩味。他巨大的头颅甚至都没有任何角度变化，只是眼珠微微转动，用看扑火飞蛾般的眼神瞥了一眼那道毁天灭地的血色流星。然后就在那血迹撕裂空气的尖啸近在咫尺的时候，通灵白虎动了，准确来说是嘴动了。他的动作看起来依旧是那么舒缓，甚至带着一丝慵懒和优雅。巨大的虎口缓缓张开，那血盆大口开合之间，天地都为之暗淡失色。口唇所过之处，虚空竟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泛起诡异的扭曲涟漪。吞天巨口，无垠深邃，金色的神光在虎口之内翻涌，形成了无数玄奥旋转的星云漩涡，磅礴的吞噬之力骤然降临。这股力量超越了一切的物理规则，如同黑洞降临。在王家众人惊骇欲绝的注视下，在王天霸自身冲势已至巅峰，眼中复仇之火燃烧的最炽烈，甚至以为即将得手的瞬间，那道足以令山川破碎的戮仙猎神戟血光，竟如同被一只无形巨手攥住的烛火，明灭不定狂暴的血煞凶威，撕裂空间的金丹伟力，甚至连同王天霸那一往无前的身形，都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下一秒，嗷呜！吞天巨口一开一合，金色星云不断吞噬。王天霸那道足以戮仙猎神的血色戟光，如同泥牛入海，彻底的消失在了深渊般的虎口之中。紧随其后的是王天霸本人，他那魁梧的玄黑身影，裹挟着冲天的气势和绝望的咆哮，就像一只扑向焚天烈焰的飞蛾，连人带戟毫无抵抗之力的被通灵白虎一口吞没。仿佛王天霸刚才的惊天一击只是一场幻觉，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巨响，也没有绚丽刺眼的能量爆炸，仅仅是虎口一张一合，刚才还气焰滔天，犹如神魔降世的青云城第一位金丹大能王天霸，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至于下半空中因突然失去目标而疯狂逸散，发出不甘轰鸣的血煞之气，以及那股强大力量骤然消失后引发的短暂真空乱流，死寂，绝对的死寂笼罩了整个毕家门前，仿佛连风都忘记了呼吸。王家众人脸上的表情，愤怒、期待、快意、错愕转变的过程精彩纷呈，他们的眼睛瞪大到极致，眼球几乎要从框中突出，里面充满了无法置信的惊骇、深入骨髓的恐惧，以及一片茫然无措的空白。不是我那么大的一个家主呢？那刚刚度过金丹雷劫，威震青云，被视为王家顶梁柱、不灭神话的家主王天霸呢？那誓言要将毕家鸡犬不留的家主呢？那个带着他们气势汹汹杀奔而来的无敌家主，被吃了，就这么被那只宛如山岳般巨大的白虎给一口吞了。家主，人群中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走了腔调的哭嚎，这声哭嚎像是在平静的油锅里滴了一滴水，场面瞬间就炸了。家主，大伯，
老祖！无数道目光死死地盯着通灵白虎那张刚刚合拢的巨大兽嘴，眼神里充满了绝望，但更深处却涌动着一丝渴望。奇迹，他们渴望奇迹发生，渴望看到那张巨口再度张开，看到那熟悉的身影手持血色长戟从虎口之中飞驰而出，渴望看到家主的反击，看到那白虎惨叫吐血。王家众人甚至在这一刻集体屏住了呼吸，仿佛只要这样就能让奇迹更容易降临。1秒、2秒、3秒，通灵白虎微微地歪了歪脑袋，熔金色的树瞳扫过下方蝼蚁般渺小的王家众人。哥，然后他打了个舒服的饱嗝，饱嗝声悠扬，如同晨钟暮鼓。打完了这声饱嗝的通灵白虎，缓缓地转头看向了旁边已经傻成了一片的王家众人。在王家众人惊恐万分的眼神中，通灵白虎那张巨大狰狞的虎脸之上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弧度。通灵白虎笑了，他露出了一个自认为和善的笑容。然而这个和善的表情在王家众人的眼里却成了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笑容。一只大如山岳的白虎妖王对着自己微笑，这谁顶得住啊？扑通扑通扑通，接二连三的扑倒声响起，方才还群情激愤的王家族人此刻竟然当场直挺挺的晕厥了一大片，剩下还能勉强站立的面色惨白如纸，抖得如同风中枯叶，看向那巨大白虎的眼神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恐惧。王狂眼见自己眼中天神下凡一般的亲爹竟然被通灵白虎一口吞了，顿时吓得屁滚尿流，一边向外冲逃，一边裤裆里滋滋冒尿。他刚冲出人群，一道人影闪烁而来，挡在了他的身前。砰！啊！碧阳一脚踹出，踢在了王狂的肚子上，痛得他当场两眼一黑，惨叫了一声，随后双膝一软，脸色煞白的跌跪在了地上。碧阳，别杀我，只要你肯饶了我，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王狂忍着剧痛，颤声求饶道：碧阳，只要你肯放过我，我保证马上离开青云城，此生都不会再出现。碧阳的疯狂与手段，还有那只通天彻地威能的白虎，让王狂肝胆欲裂，怕到了极致。至少在这一刻，他对碧阳心中只有畏惧，没有任何一丝别的心思。这时通灵白虎也来到了碧阳的身边，山岳般的神兽微微低头，温顺地用自己那巨大的脑袋亲昵地蹭了蹭碧阳的腿，像一只小猫咪在讨好自己的主人。这一幕落在王狂眼中，让他的表情更加的恐惧难看。碧阳，我爹和大哥、二哥都死在你手里了，我王家已经彻底完了，求你了，放过我，我发誓此生永不回青云城，绝不复仇。更让他倍感煎熬的是碧阳平静的表情。良久，碧阳终于神色平静的淡然开口，但却不是对王狂说的：快吃，吃完还得去王家抄家产呢。通灵白虎闻言神色一喜，虎目圆睁，却让面如土色的王狂陷入了无尽的悔恨和绝望。他目眦欲裂，不要等等！吼！不等他说完，吞天虎口再现。王家众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被通灵白虎鲸吞牛饮般吞入了腹中，炼化成了精纯的血气。毕大老爷微微点头，轻轻地招了招手，通灵白虎摇身一变，重新幻化成了那只憨态可掬的小白虎。城西王家这次精锐尽出，却无一人生还，正是力量薄弱之时。此时不去抄家，更待何时？小友请留步。一人一虎正要踏着落日的余晖向城西走去，却被几道身影拦住了脚步。毕家门前，正准备前往城西王家的碧阳，却被从天而降的几道身影拦住了去路。碧阳惊愕抬头，才发现眼前的不速之客一共3男1女，皆都衣着华丽，气度不凡，而领头的那人竟然是道盟的王仙师。看见碧阳疑惑望来，王仙师微微一笑，捋了捋长须，开口问道：呵呵，小友留步，不知小友要去何处？碧阳微微一滞，其实这几人的气息早在王天霸和小白第一次交手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毕竟方才金丹境强者的大战足够恐怖，动静实在太大，想不引人注意都难。只是他们一直隐在暗处，一直到不可一世的王天霸被小白一口吞下，王狂以及王家众人全部葬身虎口，都未曾现身，却偏偏在碧阳准备前往城西抄家的时候出现，这实在是有些耐人寻味了。想了想，碧阳直言不讳地说道：方才一世仙师也看到了，王家经此一战可谓是已经穷途末路，我此去当然是城西王家。王仙师闻言点了点头，方才的金丹大战他们几人一直都看在眼里，就连大战的余威都是他们联手遏制的，否则2位金丹境大能的战斗，即使是余威也能将城东化为一片废墟。王天霸今日突破金丹一事早就传遍了青云城，谁也没有想到突破之日竟也是他丧命之日，青云城第1位金丹大能居然会折损在寂寂无名的城东毕家。王天霸被那只通灵白虎一口吞掉的时候，着实惊掉了一地的下巴。王仙师一脸惊讶地看着碧阳，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经常跑到道盟翻看道侣遇见，
一心只想娶老婆的家伙，居然在不知不觉间成长到了这种地步。他的身上到底有着怎样的境遇呢？小友，有一句话，老夫不知当讲不当讲。望着不卑不亢的毕大老爷，王仙师沉吟了一下，缓缓开口：仙师但说无妨。毕阳向他拱了拱手，说道：对于王仙师，毕阳还是比较尊重的。作为道盟派来青云城的执事，他身上倒是没有什么架子，挺平易近人的一老头。毕竟自己的美艳娇妻周诗雨和甜美娇妻金丽娜都是通过道盟接触到的。呵呵，我猜小友此去王家应该是想抄家吧？王仙师呵呵一笑，露出了一个了然的表情。此番之所以拦下小友，是因为老夫尚有一言相劝，这王家小友怕是吃不下。说到这里，毕阳神色一变，果然被他料到，王仙师此番莫不是想要趁火打劫，分一杯羹。看到毕阳神色不对，王仙师接着道：小友不要误会，老夫并无恶意。事情是这样的，经过王仙师的介绍，毕阳才知道，原来这王家一直以来在青云城发放修炼带，其势力早已和城中几大家族盘根错节。护城制衡王仙师身后的这两男一女，就是青云城另外三大家族的家主，分别是城北白家、城南赵家和城东李家。而他们几家的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大的势力在掌控。小友，老夫并不是在威胁你，也不是危言耸听。你做下的通灵白虎固然神异，能够斩杀大能，着实令老夫大开眼界。王天霸虽然是青云城第一金丹修士没错，却并不是这天下第一，他背后的势力实力更加的恐怖。老夫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友你拖家带口，能少惹点麻烦就少一点麻烦，你说呢？见毕阳沉默不语，王仙师一时拿不定他的心思，只得循循善诱地说道。毕阳眸光闪动，心绪翻涌，望着王仙师问道：不知道仙师有何高见？哼，老夫的意思是，王家已经彻底完了，但他的修炼带生意绝对不能完蛋，否则损失惨重，其背后势力必不可能善罢甘休，青云城也必定大乱。小友孤身一人，对这个局面根本无以为继，何必要趟这个浑水呢？倒不如就此收手，让白、赵、李三家接手，当然他们也必然不会让小友毫无收获的。你们说是吧？王仙师见毕阳开口，心里一松，他也怕毕阳头铁不听劝，将事态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他身为青云城的道盟执事，最不愿见到的就是鱼死网破的局面。王仙师身后三人闻言皆点了点头，其中城北白家家主是个极其妖艳的美妇，性感妩媚之中还带着身居高位的威严感。他看着毕阳俊俏的脸庞，美目之中顾盼流连，娇声道：王仙师说的没错，若是小友肯放过王家，我们三家定会出手为小友摆平后续的麻烦，此事造成的所有后果和影响都由我们三家承担。同时为了不让小友一无所获，我三家愿各献上100万灵石，只为和小友交个朋友。小友就算是将王家抄光，所得也不过就是这点收获罢了，那些修炼带的账目和业务，没有庞大的势力是掌握不了的。不知小友意下如何？话已至此，王仙师等人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了。白、赵、李三家要的是接手王家的一切，以便掌握其修炼带业务，而王仙师只要青云城保持安宁和秩序，不希望出现城中大乱的情况。毕阳平静地听完他们的话，心中暗暗计较着得失。王仙师他们说的确实不错，如果自己执意要抄光王家家产，就得独自面对后续的麻烦，王家等人背后的庞大势力势必会对自己出手，以后免不了有着更多更强的麻烦。虽然自己不怕麻烦，但也没必要去找麻烦，尤其是现在第一个孩子即将降世的节骨眼，能少点麻烦确实就少点，多娶老婆多生孩子才是当下应该做的。麻烦太多总会影响自己拔剑的速度，而若是自己放手，其他三家就会为自己摆平日后的一切麻烦，还能收获300万灵石巨款，这确实是一笔不错的交易。这一波没有谁输谁赢，只是各取所需罢了。想到这，毕阳心中一定已然是有了决断，当即点头表示同意。见毕阳点头答应，白、赵、李三大家主都是神色一喜，王仙师也是满意点头。城西王家手中的修炼带数量庞大，即便是三家瓜分都能瓜分到巨大的份额，相比之下，分给毕阳的100万灵石不过是9牛1毛。白家家主白灵运喜笑颜开，笑得花枝乱颤。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舒服。毕阳小友实乃人中之龙，日后若有任何需求，我白家定当鼎力相助。小友请放心，300万灵石稍后我会亲自派人送到毕府。他美眸之中对毕阳满是赞赏之色，如此年轻英俊，实力又不俗，还有天生圣灵追随，这等青年杰俊若是不死，日后成就必定无可限量，与之交好很有必要。不急不急。毕阳怀中抱着小白虎，眯着眼看着喜形于色的四人，忽然心中一动，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诸位家主先别急着高兴，毕阳还有一个请求，几位若能答应，这笔交易才算圆满。白灵运闻言
绝美的容颜上笑容一滞，连忙问道：“哦，什么请求？小友不妨直说。”其余几人也是脸色一沉，生怕出现变故，皆竖起了耳朵，好奇地看向碧阳。碧阳微微一笑：“诸位不必紧张，其实也不是什么太为难的事情。实不相瞒，碧阳对于钱财这种东西并不是十分看重。相比之下，家庭美满，人丁兴旺，才是我的毕生追求。因此，几位家主若是能将100万灵石换成一次与你们联姻的机会，那么我会非常满意的。”白、赵、李3位家主闻言一愣，都有些没反应过来。什么玩意？联姻？碧阳点点头，笑道：“不错，简单来说就是让咱们成为亲家，这样咱们之间的关系不就更紧密了吗？不过呢，我却是有个要求，一定要好看，而且还得天资不俗，这样才有资格加入我毕家。若是你们随便找个人糊弄我的话……”说到最后，话锋一转，已然带上了几分威胁的意思。3位家主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唯有王仙师对碧阳的心思早已看透，这小子一天能往道盟跑8趟，还真就对娶老婆生孩子有一种着了魔般的执念。现在居然连300万灵石的巨款都不要了，找老婆都找到了3大家族的头上去了。真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是哪来的那么多精力想到这里。他站在一旁忍不住抚掌大笑，偷偷对碧阳比了个大拇指：“你小子，我佩服。”当然，碧阳这样做不全是为了趁机娶老婆，而是也想和3大家族绑在一起。他担心3大家族有可能摆不平，或者是不会尽全力去摆平这次的麻烦。如果到时候大家都成为一家人了，自然也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心了。好吧，我们答应你，不过这需要一点时间。符合你要求的女子目前都在仙宗修行，要将他们喊回来才行。最终，赵家和李家还是放不下王家的巨额资产，选择了点头同意碧阳的要求。唯有白灵运一脸为难，手足无措的没有给出答案。见众人都盯着自己，白灵运那张妖艳的俏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他两手一摊说道：“可是我白家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女子啊。”其他人又齐齐看向碧阳，碧阳皱着眉头打量了一眼白灵运，若有所思。白灵运气质不俗，看起来不过27、8的样子，成熟丰满，身材性感，长得沉鱼落雁，肤若凝脂。可能是身为家主的缘故，常年养尊处优，让他在妖艳迷人的同时，还有一丝尊贵的感觉。与自己家里的几位娇妻都不一样，那是一种贵妇的气质。其实我觉得吧，毕大老爷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语出惊人：“白家主，你在我心里也是极有味道呢。”碧阳的一番话，直接让白灵运俏脸通红，心乱如麻。他一生未曾婚配，也从未有人对他说过这种露骨肉麻的话，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在赵、李2大家主业余的笑声下，落荒而逃。众人哄笑，他们还从未见过白家女强人这般狼狈的模样。对于碧阳其人，心中也觉得有趣。于是联姻之事就这么算是定下来了，他们也找了个理由告辞离开。王仙师直到走时，还对碧阳竖着大拇指，心中钦佩不已：“你小子真敢要啊你！”碧阳耸了耸肩，不以为然：“那咋了？娶老婆吗？不丢人。只有他不想娶的，没有他不敢娶的。承袭王家的事有3大家族接手和收尾，自然也是不用去了。解决了王家的威胁，又收获了3个未来的老婆，心满意足的毕大老爷怀中抱着小白虎，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家中。几位娇妻一直在院中等候，见到碧阳后，一个个笑意盈盈地迎了上来。方才的大战就发生在毕家的门前，他们全程目睹，本想在大战结束就马上出去，却又碰到王仙师等人出现。为了防止意外出现，美艳娇妻周诗雨连忙拦住了他们。此时见毕大老爷平安回来，都放下了提心吊胆。美艳娇妻一把从碧阳怀中抢走了小白虎，翻来覆去的看，美目之中满是惊奇。她一直认为这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猫咪，没想到居然是通灵圣兽白虎。方才王天霸气焰滔天，金丹境的实力全卡，让人心惊肉跳，忍不住为自家夫君冷汗直流。直到小白虎大发神威，他们才猛然惊觉，这只一直被他们当成小猫咪逗弄的宠物，居然是一只天生圣灵，万妖之王，是连古之仙王大帝都梦寐以求的专属坐骑。当下几位娇妻们一个个争抢着观摩把玩，可怜的小白虎被颠来倒去的看着，却不敢有任何反抗的念头。这一个个都是他的主母啊，没有一个是他能招惹的。好气哦，但还是得保持微笑。在确认了几位娇妻都没有动了胎气，一切正常以后，碧阳松了口气。这些还未降世的孩子是他崛起的关键，不容有一点闪失。美艳娇妻周诗雨腹中的孩子已经快到临产的时候了，碧阳估计最多半个月，自己的第一位子嗣就能降世，而他的天资必定震惊世人，也能为自己带来巨大的提升和收获。春风得意的毕大老爷一边享受着云瑶的按摩，一边笑着看娇妻们逗弄小白虎。
扭头看见云瑶心事重重又一脸羡慕的表情，碧阳心中一叹，这个云瑶美艳大方，温柔体贴，哪里都很完美，就是顾虑太多，心智太过成熟了，懂事的让人心疼。轻轻握住云瑶忙碌的玉手，毕大老爷心神一荡，他的手好软好暖，滑滑的。云瑶突然被碧阳握住手，娇躯一颤，瞬间羞红了脸。碧阳看着他花容月貌的俏脸，悄悄飞上红霞，忍不住看得痴了。云瑶，毕大老爷轻声呼唤。云瑶把头埋得极低，只敢望着自己的大山，不敢看他的眼神，声若细纹地应了一声，你心里的委屈其实我一直都懂。现在沈清风已死，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阻碍了，你们本就没有成亲，所以你也别一直介怀此事了。我想告诉你的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都很喜欢，因为你真的很好。就算你是先王大帝的妻子，我碧阳也要挺身而出，豁出这条命来，也把你抢到手，娶回家好好疼爱。毕大老爷望着云瑶眼睛，深情告白。听着耳边响起的情话，云瑶心中一暖，感觉自己快要融化在碧阳那双深邃的眼里了，也是忍不住伸出纤纤玉手，轻轻抚摸着碧阳帅气的脸庞。虽然耳尖通红，但却满目柔情，温柔似水。碧阳见云瑶终于情动，忍不住心中一喜，连忙抓紧机会，一把将她拥在了怀中。云瑶娇哼一声，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地瘫倒在了他温暖的怀中。软玉温香在怀，美人如画。碧阳轻轻贴近家人耳畔，柔声说道，云瑶，嫁给我，让我们极致升华好吗？耳边喷来炽热的阳气，云瑶双眼迷醉，感受着男子气概，直接让他被柔情冲昏了头脑。他心中其实也早已对碧阳倾心，每次看到碧阳和娇妻们恩爱，而自己却形单影只，也会觉得失落。他也早把毕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家里的每一个人，早已融入了这里。这里的家庭氛围也正是他一直苦苦寻找、梦寐以求的东西。此时的他在碧阳的柔情之下，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悸动，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得夫若此，人生何求？我愿意。云瑶感觉到自己的声音都因为激动而颤抖，简单的3个字却像是抽光了他所有的力气，让他浑身绵软，只觉得脸上发烫，心跳如肋骨。把真手深深地埋在了碧阳的怀中，紧紧地抱住了他，安全感十足。碧阳终于得到家人认可，心中狂喜，忍不住伸手勾起美人精致的下巴，视线相对，情意流动，深深地印上了那双柔软的唇。美人轻哼，双臂环绕，浑身无力，所有的柔情蜜意此刻都化成了水，将碧阳温柔包围。良久，唇分。望着怀中双眼迷离美人，碧阳将她拦腰抱起，向着卧室走去。云瑶顺从的娇羞闭眼，像一朵最美的花，等待怜惜，心中又紧张又期待，只有一个念头，待会一定不能像秋月那个死丫头一样鬼哭狼嚎，太不知矜持了。佳人俏如花，美景正当前，极尽升华时，情浓娇生欢。小院中，娇妻们都各自散去了，只剩小白虎百无聊赖地躺在地上，听着耳边回荡的阵阵嚎叫。小白虎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口气，怎么连云瑶都遭到了毒手，成为了主人的老婆？我的天，嗓子都喊哑了，这也太可怕了吧！掌声渐息，人影不再摇晃，好乏啊！说好的矜持呢？云瑶满面潮红，回想着刚才的疯狂，只觉得羞愧难当。以前还觉得秋月这丫头太过放浪形骸，现在云瑶反而有点理解她了。毕竟现在连自己的嗓子也哑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原来这就是极尽升华，太刺激了！毕大老爷满面春风，志得意满，一边怀抱新的温柔娇妻，一边查看着系统提示。叮咚，恭喜宿主觅得5行体质3品火灵根，向成为众仙之父的又迈出了一步，获得奖励，自身修为提升1层，自身灵根品质提升1品。这次还是只提升了1层境界，果然还是想要获得更大的提升，还是得靠子嗣的奖励了。现在的碧阳修为已经来到了筑基3层，灵根也提升到了7品5行灵根，进步也算不小了。要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只是一个炼器小垃圾，6品杂灵根的废物。获得奖励，运灵丹星号200颗，道侣孕期时服用，可大幅提升胎儿的先天灵根属性。获得奖励，洗髓丹星号100颗，服用后可洗炼灵根，淬炼道基，提升修炼体质。这些奖励似乎是固定的了，每次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上次秋月奖励的那些似乎都还没用完呢。现在碧阳的希望就全在子嗣提升上面了。无论是运灵丹还是洗髓丹，都是极为刚需的东西。运灵丹可以提升胎儿的天资，能将他们的先天体质直接提升到一个逆天的程度，一旦出世就必定是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洗髓丹则可以提升娇妻们的体质，毕竟母体的资质越好，胎儿的天资也就越好。
这样的话，除了对碧阳的提升大，娇妻们也在不断的成长和发育，以后也只会越来越好。配合先天至宝悟道台，进步嘎嘎的快。老戴派了，获得奖励：赐死剑气、道法神通，3个小境界以内，没有人可以硬接你一剑而不死。系统任务已发放，好运连连，让云瑶成功好运。奖励：断体丹星号200，神魂丹星号200，6叶碧桃神树，传说中生长在9霄天外天的神树，夺天地造化，受大道庇护，千年开花，千年结果，千年成熟，妙用无穷。赐死剑气，又是一道无敌神通。碧阳眼前一亮，拥有赐死剑气以后，自己的进攻手段又增加了一个。通过系统介绍来看，这门道法神通似乎非常霸道无敌，3个小境界以内，没有人可以硬接一剑而不死，完全是秒杀级别的神通。一剑惊鸿，斩神诛仙，那很有逼格了。更重要的是，这门神通并不像混元一气斩神咒一样是禁咒，不会发出一剑以后就灵力枯竭，任人宰割。随着自己的修为越来越高，这道赐死剑气的威力也将越发恐怖。试想一下，当自己成为仙王，面对同境界的仙王，哪怕是势均力敌的存在，自己一道赐死剑气过去，对方也是必死的局面，那是何等的无敌。而且若是能让云瑶成功好运，除了断体丹、神魂丹，甚至还有一株6叶碧桃神树奖励。单看介绍也是不得了的神物，绝世稀有的好宝贝。看完了全部的系统提示，毕大老爷干劲十足。温柔娇妻依偎在碧阳怀中，也已经从之前的疯狂中缓了过来。云瑶的美目之中充满了希望和美好，想到了其他几位姐妹们充满母性光辉的样子，内心十分期待。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类型的女子，云瑶也好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母亲。想到这，温柔娇妻憧憬地说道：夫君，你说我若是怀上了你的骨肉，会不会也像诗雨的孩子那样出色？碧阳感受着掌心的柔软，温柔地笑了：一定会的，我有预感你会成为全天下最棒的母亲，因为没有人比你更懂得疼人了。云瑶玉面绯红，感受到夫君气质和身体的变化，再度被撩拨得意乱情迷。柔情再起，云雨又来。无聊的沈秋月原本见屋内没了动静，还准备过来跟嫂子聊聊天，刚到门口就发现苗头不对，正要转身离去，却被毕大老爷开口叫住了。秋月，有话进来说。清纯娇妻吐了吐可爱的小舌头，一边说着这不好吧，一边鬼使神差地走进了房间。2只黄鹂鸣翠鸟，风光无限好。就在毕大老爷纵横无敌之时，另一边青云仙宗7大主峰发着灵根，在接天云海之中沉浮着，气象万千。一道金红剑光咻地落在了仙宗问天峰主殿门前。嗡！剑声嗡鸣震颤，惊动了主殿中一位仙风道骨的中年男人，浑身仙气缭绕，不怒自威。此人正是青云仙宗10位元婴大佬之一，也是沈清风的梦中情腿，问天峰主向问天。咦，这道气息莫不是？向问天眉头紧锁，袖袍一挥，金红飞剑乖巧顺从地落在了他的掌心。神识一扫，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清风，你怎么会如此狼狈？你的肉身呢？金红剑中传来了沈清风悲切的声音，如泣如诉：师尊，我前日下山。听完沈清风的讲述，向问天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惊人的怒意：混账，蠢材，废物，你缺少资源，可以跟为师索要，为何如此莽撞行事？都不清楚对方的实力，就敢独自下山，以身犯险，实在是愚蠢至极。你死有余辜！向问天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怒声训斥：不要啊，师尊，徒儿知道错了，还请师尊务必为我重塑肉身，救我一命。沈清风的声音带着极度的惊慌与悔意，生怕向问天会撒手不管。如今他肉身被毁，只剩神魂附身在本命飞剑中，苟延残喘。若不能及时重塑肉身，只怕神魂不保，要不了多久就会魂飞魄散，彻底消失。向问天听着逆徒沈清风那泣不成声的呼救，心中又气又怒。他真想就此撒手不管，任他自生自灭。可自己问天峰上的弟子本就不多，天骄一代更是青黄不接。他有预感自己100年之内大限将至，不久便要闭死关以求突破，也许攻城，也许陨落。在这期间，势必要有人站出来替他抗下大旗，撑起问天峰的事务。这个人选本该是由他的女儿向雪柔来做，只可惜向雪柔一心钻研草药丹道，根本无心接手宗门事务。无奈之下，向问天只好将希望寄托在了沈清风身上。结果这家伙太不争气了，既搞不定向雪柔的芳心，又心比天高，没有与之相配的实力，真是让人失望啊！师尊救命，徒儿真心知道错了。呜呜，好了，别嚎了，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向问天厉声怒喝，才将沈清风那聒噪的呼救声压了下去。事到如今，
看来只能委屈柔了，也只有他手中那件至宝才能救你一命。叹了口气，向问天匆匆离开了主殿，向着女儿向雪柔的闺房走去。时光如水，10天后，青云仙宗，可爱萝莉向雪柔最近很不开心，因为她的一株天才地宝九孔仙藕被她爹强行借走了，用来给她那个所谓的天骄爱徒重塑肉身，再活一世。九孔仙藕是她最喜爱的天才地宝，一直用自己的纯阴本源灌溉，平时自己根本舍不得碰，连摸一摸都是小心翼翼的。这次却直接被向问天连根拔起，心疼的他几乎快要窒息。沈清风本就是他心中最看不起的废物，明明资质也就一般而已，却总之自称天骄，无非也就是在问天风作威作福罢了。这次遇到硬茬子就显了原形了吧？废物一个，就是他再活一世又怎样？向雪柔还是看不上沈清风，他最爱的天才地宝被用来救一个他最讨厌的废物，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嘛！为了这件事，向雪柔心疼的直掉眼泪，为九孔仙藕也为自己感到不值，气得山都在疼。本来10几斤重就已经让他感到胸闷了，这下可好，更闷了。这件事也让向雪柔对那个打伤沈清风的家伙怀恨在心。碧阳，听这个名字也是个废物。沈清风要杀你，你要么出手利落一点，将沈清风彻底杀了，要么就洗干净，让沈清风杀掉算了。结果杀又没杀干净，让他半死不活的逃回来，还害得自己搭上了九孔仙藕去救，真是可恶啊！这个世上的废物怎么就那么多？雪柔，你在吗？忽然，一道如微风轻拂一般好听的女声传入耳畔。正在闺房中独自郁闷的向雪柔听出了这是自己的好闺蜜赵婉晴的声音，连忙迎了出去，却见好闺蜜穿戴整齐，肩上还挎着行囊，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婉晴，你这是要去哪里？去历练吗？向雪柔好奇地问道。赵婉晴生得沉鱼落雁，落落大方，给人一种阳光和煦的感觉，声音也似微风轻柔动人，尤其是她那温暖的笑容，足以让万年冰川都立刻融化，谁见了都会夸上一句好一个绝色温婉的美人。不是啦，雪柔，是我家中来信，说要暂停我在仙宗的一切资源，让我立刻回家成婚，否则不会再支持我修炼了。赵婉晴笑着说道，明明是很遗憾的语气，从她的口中说出来却是那么的轻松自在，仿佛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她就是这么的温婉善良，善解人意。向雪柔闻言叹了口气，虽然也替自己的好闺蜜感到遗憾，但这种事实属正常。这些年仙宗弟子因为资源不足，下山还俗的太多了，没办法，修炼就是财旅法地一样都不能少，否则太难进步了。想到这里，向雪柔就觉得好无力可恶啊！为什么自己身边真爱的人事物最终都要离开自己呢？仿佛是看出了向雪柔的失落，赵婉晴拢了拢耳边的碎发，轻声安慰道，没事了，不用为我感到难过，我爹在信上说了，只要我回家嫁人，还是一样可以继续修炼的。青云城离这又不远，咱们还是可以经常见面的。向雪柔闻言，这才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好奇地问道，婉晴，你要嫁的人也在青云城吗？是的，听说在城东，我爹说颇有家资，人也帅到不行，而且天资不俗，年仅19岁就已经是筑基2层的修为了。哦，青云城还有这种天骄，他叫什么名字？赵婉晴歪着脑袋想了想，答道，好像是叫碧阳，是碧家的家主。碧阳。向雪柔一听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顿时惊叫出声，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这个名字，这个人不就是打伤沈清风的那个碧阳吗？不会吧，有这要巧吗？怎么了，雪柔？你认识他？赵婉晴见好闺蜜一脸震惊的样子，还以为他们认识。向雪柔摇了摇头，接着问道，婉晴，你确定你爹让你嫁的人叫做碧阳，住在青云城东，还是碧家的家主？赵婉晴眨了眨好看的大眼睛，点头道，对啊，信上是这么说的。婉晴，你爹是不是骗你的？这青云城4大家族里哪有什么碧家家主，还颇有家资，听都没听说过。青云仙宗离青云城并不远，短短500里路，因此向雪柔对于城中的势力还是很清楚的。赵婉晴摇了摇好看的小脑袋，我爹说是最近刚崛起的一个家族，我都好久没回青云城了，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向雪柔脸色一黑，连忙劝道，婉晴，我看你100%是被忽悠了，这个碧阳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人。想到这个碧阳，向雪柔就一肚子的气，害自己损失了一株9孔仙藕，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了。不仅不是好人，恐怕还是个废物，连一个更废的沈清风都杀不死。向雪柔现在只要一听到碧阳这个名字就火大，再想到自己的好闺蜜就要停止修炼下山嫁给这个叫做碧阳的坏人，她心里更加难过和愤慨。我可爱萝莉向雪柔绝不能让自己的好闺蜜嫁给这种沽名钓誉的坏蛋。看着向雪柔那张可爱的萝莉脸，因为焦急和担忧而憋得通红，赵婉晴莞尔一笑，这个可不好说，
毕竟是父母之命，我也不敢不从。这不，我正打算下山回家看看去呢。是非曲直，到时我一看便知。听到这里，向雪柔更是急得团团转，看来自己是劝不了好闺蜜了。赵婉晴这是铁了心要下山呀。忽然，她可爱的萝莉脑袋灵光一闪，福至心灵地说道：婉晴，正好我也想要下山散散心，不如我陪你一起吧。赵婉晴听后笑道：那好呀，咱们一路上做个伴，到时候你还能喝一杯我的喜酒呢。那咱们快走吧。向雪柔忽然兴奋了起来。喜酒？哼哼，走着瞧吧。等我见到那个叫碧阳的混蛋，一定让他为我的九孔仙藕付出代价。与此同时，青云城内，城东毕家小院，一丝紧张的气氛在家中蔓延。毕大老爷不停地在院中踱步，神色复杂。他不时回头望向屋内，眼神中紧张、期待、担忧、兴奋交杂，整个人看起来非常不安。几位娇妻齐聚在他的身边，一个个的表情也都如出一辙。今天是毕家的重要日子，也是毕阳的重要时刻。美艳娇妻周诗雨正在屋中待产，怀胎9个多月，今日她终于要临盆了。两世为人的毕大老爷也终于要当爹了，辛苦耕耘了这么久，终于到了瓜熟蒂落的这一刻，叫他怎么能不激动？老爷，你坐下歇息会儿吧，看你走来走去的，我也跟着揪心。小院中，绝色尤物苏媚娘看着自家夫君不安的样子，挺着大肚子无奈地说道：媚娘，不是老爷我不想做，我是真是坐不住啊，太激动了。听到毕阳兴奋的回答，苏媚娘笑着摇了摇头。事实上，就连她自己也激动的坐不住，挺着大肚子也要跟着来回踱步。她的身孕如今也有7个多月了，不久之后也将临盆。因为服用了孕灵丹的缘故，她和周诗雨2人腹中的胎儿先天品质都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未出世就已经气象万千，如遇神明。苏媚娘一直是周诗雨为亲姐姐，2人关系极为亲密，是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也是闺房的好姐妹。今日的周诗雨其实也就是1个多月后的自己。哇！就在小院中被紧张的气氛笼罩的时候，忽然一道婴儿的哭啼声响彻天地。刹那间，一道璀璨神光自屋中冲天而起，穿透屋顶，直贯云霄。整座青云城顿时被笼罩在神圣的金辉之中，空中隐现古之宫阙，大道轰鸣，仙音缭绕，神光冲霄，祥瑞临尘。几乎就在神光诞生的一瞬间，城中各大家族的家主、强者、无数修士都心有所感，纷纷抬头望向天空。苍穹之上落英缤纷，天幕震颤，似有古之仙神在低声吟唱。那声音像是轰鸣，又带着泛音，清晰又模糊地传入每个人的神识之中，让人产生莫名的敬畏之感。这是大道在轰鸣，天地规则在交织所引发的异象。几乎每个听到这声音的修士都心神俱震，心中陡然生出明悟之感，如遭醍醐灌顶。还来不及仔细感悟，下一刻令人更加震惊的画面出现了。天空之中像是被不知名的伟力撕开了一道口子，9天之上的银河倾泻而下，却在半空中凝成了一条横亘天际的万里寒江。江面浮冰碰撞，森白的寒气如巨龙吐息般席卷全城。随着万里寒江奔流不息，天地间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整个青云城瞬间银装素裹。不，那不是大雪，也不是真正的寒江，而是极度精纯浓郁的灵气显化而成的天地异象。随着那一声响彻天地的婴儿啼哭，他们忽然明白，天降异象必有今世血脉诞生。这是城中有神子降世了。是谁家诞生的祥瑞？城南赵家，赵家主满脸惊骇，掐指推算。道盟驻地，王仙师眼中金光爆闪，随后身形一闪。城北白家，白灵玉那张妖艳的脸上惊奇一闪而过，美目牢牢锁定了城东的方向。毕家院中，随着那声婴儿的啼哭响彻云霄，毕阳的脑海中的系统提示也如约而至。叮咚！恭喜宿主，成功孕育出了第1个子嗣，达成了后继有人成就。恭喜宿主喜得水属性变异灵根冰灵根神子一位，向着成为众仙之父又迈进了一步。获得奖励：自身修为提升3层小境界，自身灵根体质提升3品，子嗣以后每提升1层大境界，宿主提升1层小境界。看到这条系统提示，毕阳眼前一亮，自己所料果然没错，众仙之父系统果然还是得靠子嗣成长，才能获得更多的奖励和提升。获得奖励：冰灵根专属天地异象寒江春雪飞白鹿，和子嗣共享天地异象，对水属性灵根修士天生3成压制力。不错不错，不愧是被系统称为神子的存在，出生自带天地异象，在和水属性灵根的修士作战时，天生产生3成压制，几乎同阶无敌了。就算是同阶的大帝，在我儿面前也得矮3分。吾儿甚屌，有力压大帝之姿。毕阳喜上眉梢，因为系统的提示还在响。获得奖励：捆仙索、地阶法宝、
一念所至，万物可捆。修士境界差距太大会被挣脱，谨慎使用。还有地阶法宝奖励，这个捆仙威力也很强，以碧阳现在的修为，连金丹大能都可以说捆就捆。虽然境界差距太大会被挣脱，但即使是有一瞬间的机会，也足够自己反击或是逃命了。不错，非常棒。获得奖励：天阶冰灵根专属修炼功法，冰心天玄心法，天阶剑诀，冰心天玄剑诀，天阶半生飞剑寒江春雪剑。不得了，神子就是不一样，得天独厚啊！果然受天地眷顾，出生居然自带功法和半生飞剑，这小子的未来成就能低了，怕不是躺着都能成帝。碧阳的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获得奖励：宁元丹心号500颗，筑基丹心号500颗，聚气丹心号500颗。碧阳的脑海中不断的被系统轰炸，已经从震惊、狂喜直到现在有些麻木了。第一个孩子的降世给了碧阳足够的惊喜，经过他和周诗雨的阴阳调和，外加洗髓丹、悟道台、运灵丹等等各种资源的培养，此子的天资已经拔高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恐怕放眼整个东域，也是最顶级的天骄，不仅直接被系统判定为神子，还奖励了专属的功法、剑诀、飞剑，甚至还有那么多的丹药资源。以碧家现在的底蕴来说，搭配上这些顶级资源，一旦他踏入修炼境界，必然是一路狂飙。恐怕等到他成年时，已经足够保送他升到金丹期了。一个18岁的金丹修士，什么概念？恐怕就连青云仙宗最精彩绝艳的那位祖师都比不了这天赋吧。虽然当初在他还未降生之时，就已经大胆预测过此子天赋惊世，绝非等闲。可直到孩子出世，碧阳才发现当初的判断还是太保守了。碧家上空，神子已经降世，但神光还未消散，天空都被染成了神圣的金辉，空中浮现着古之仙躯的虚影，大道之音仍在虚空共鸣，似有远古仙神在吟唱，为世人讲经传道，涤荡众生的神魂。万里绵延的磅礴寒江奔流不息，充满着仙家气韵的白鹭在江面盘旋，空气中的灵力都凝结成了片片雪花落下。受神子降生的天地异象影响，整个青云城的灵气浓度暴涨，也算是降下了一场造化。一时间，城中修士纷纷抓住着难得的机会盘坐感悟，不时有突破的灵光从各处传来。碧家第一位神子降生时，天降祥瑞，负责全城1天1夜。这件事直到数千年后还一直在青云城中流传着。碧家屋内，周诗雨虽然浑身疲惫，但眉目中却喜色连连。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孩子降世的那一刻，他仍是被那副天地奇景震惊到了。看到碧阳急匆匆地走来，周诗雨甜甜地冲着他笑了一下，充满了迷人的母性光辉。娘子，你辛苦了。碧阳为他擦去额头的汗水，柔声说道。周诗雨温柔地摇了摇头，将襁褓中的孩子递给了自家夫君。夫君，给他取个名字吧。碧阳小心接过，望着小神子那极有灵气与慧光的眼神，心中被深深触动。虽然两世为人，却初为人父，而且还是一个神子，心中期望颇多。寒江应道，福泽天下，就叫他碧天泽吧。听到碧阳的话，周诗雨和身旁的几位娇妻都满意点头。他们还真怕碧阳起个什么碧福建、碧广东之类的地名。对此，毕大老爷表示绝对不可能，因为他老爹就叫毕广东，那不是差辈了吗？苏媚娘玉手掩唇，靠着碧阳的肩膀，眼中泪光闪烁，好像比他自己生孩子还要激动。金丽娜紧紧握着云瑶的手，也是一脸慈爱。一旁的秋月兴奋地跳了起来，却又马上被云瑶给温柔按住了。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围在一起，看着襁褓中的小神子，喜爱非常。正在阖家欢乐之时，忽然听到院外有人朗声唤道：“碧阳小友，道盟王仙师听闻碧家神子降生，前来道贺。”碧阳贤婿，城南赵家主听闻碧家神子降生，前来道贺。碧阳贤婿，城东李家。青云城中道盟王仙师以及青云城中的几大家主，他们几乎在天降异象的一瞬间，就感应并推演到了城中有神子降生的契机。而当他们跟随天地异象，不约而同地来到碧家门前时，更是难掩惊讶之色。尽管心中也有猜测，但当他们真的看见碧家上方那条横贯长空的寒冰天河时，还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万万没想到，这名在降生时引动了天地异象的身子，竟然真的是来自碧家。感受着大道轰鸣与异象奇景的几人，皆都面露震惊之色，相视无言。自从上次碧阳大发神威，以一己之力将整个王家从青云城除名之后，几人后来都暗自对碧阳展开了一番调查。调查的结果既在情理之中，也在他们的意料之外。一个最垃圾的资质的少年，在被仙宗劝退之后，回到了青云城，选择和其他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平凡一生。不过平凡一生的却是别人，而不是碧阳。这小子居然在短短的不到1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了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奇迹。不但自己的修为突飞猛进，
从炼气3层一路飙升到了筑基3层，还娶了几房妻妾，个个国色天香，貌美如花。不仅如此，他还在炼气4层时就斩杀了炼气7层的吴勇，后来更是不知道从哪收服了一只堪比人族金丹大能的化形七妖王，更是凭借着这只天生圣灵，一举击杀了青云城第1位金丹修士王天霸，将在青云城中盘踞多年，拥有数百年家族传承的城西王家一举歼灭。而城中其他3大家族也因此托了碧阳的福，得以瓜分王家的家产和业务，赚得盆满钵满。面对3大家族的巨额临时酬谢，碧阳却直接拒绝了这笔足以让普通人羡慕到发狂的财富，反而转头和3大家中要起了老婆，想与3大家族结成亲家。你说这扯不扯？对此3大家族皆表示无法理解，但是尊重，毕竟这小子的疯狂劲儿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王天霸这么强的一位金丹通玄的大能，都被他那只人畜无害的小白虎一口吞了，其他家族更加不是碧阳的对手，现在的碧家就算说是青云城第1家族都不为过。因此3大家族也不觉得和碧家联姻很丢人，这里是修仙界，一切以实力为尊，若真是以实力论起来的话，3大家族不仅没吃亏，反而还高攀了碧家呢。更别提碧家现在还诞生了一位神子，那更是如虎添翼，前途不可限量啊！一位神子对一个家族来说，那是什么概念？那可是为祖上争光，负责整个人族的大功德。假以时日，等到神子大成，足以带领碧家成为天玄大陆最强世家，成为全人族对抗妖魔的先王。只怕到了那天，无数强者打破了头，踏破碧家门楣，也要抢着和他联姻。就这，到时候还得看他碧家愿不愿意呢。想到这里，赵家家主赵玄就一脸得意，佩服自己的高瞻远瞩。因为3家之中，只有他家最先做出承诺，他的大女儿赵婉晴现在已经离开了仙宗，正在赶回青云城的路上了，估计也差不多就快回来了。因此当碧阳挥手散去了阴阳72煞大阵和3才巨灵大阵，将门外众人迎进家门的时候，赵玄一把就握住了碧阳的手，无比亲热地说道：贤婿啊，老丈家中独坐，忽见天降异象，掐指一算，原来是碧家神子降世，第一时间便赶来恭贺。说着，他自怀中掏出一块流光溢彩的古玉，塞到了碧阳的手中，接着道：贤婿，此乃温养神魂的上古仙玉，全当老丈送给神子的见面礼。赵玄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整个其他几人都是一愣，心中对其鄙夷不已。好在他们也都早有准备，并非是空手而来，毕竟神子降世就代表一个世家的崛起，谁都想上门打好关系。碧阳呵呵笑着，一边将他们的礼物纷纷笑纳，一边将众人迎进家中。一进碧家大门，赵玄和王仙师等人俱是心神震动，面面相觑。无他，皆因这在外面看来平平无奇的小院，竟然内有乾坤，好似一片仙山福地，灵气浓郁的几乎都快化不开了。仅仅是闻上一口就觉得心旷神怡，体内功法随着灵气激荡而自行运转，身处此地仿佛是无时无刻不在修炼一般。真不敢想，若是能常年生活在这里，那对于修炼的增幅会是多么的恐怖。惊叹之余，赵玄悄悄地拉着城东李家的家主，小声的道：李兄，你李家扎根城东数百年，怎么城东有此福地，你却不知？李家主闻言一愣，也小声回道：赵兄，你这还真的问倒我了。这城东各处地界，我李家可以说是摸得门清，若是早发现这处福地，按理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啊。这时一旁的王仙师听到二人的悄悄话，也凑近了小声嘀咕道：二位家主误会了，依老夫看来，此地恐怕并非是一处天然的洞天福地，而是由大阵改造而成的巨灵福地。大阵改造的巨灵福地。赵玄闻言微微一滞，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福地。是的，没错，就是巨灵福地。王仙师捋了捋他的长须，接着说道：若是老夫没有猜错，毕家应该设置了一座巨灵大阵，这院中浓郁的灵气都是由大阵自周围汇聚而来，最终才形成的这处福地。不过这种巨灵大阵实在过于稀有，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毕竟这等质宝救连青云仙宗都未必拥有。嚯，真的假的？连仙宗都没有这种大阵？众人闻言皆是惊讶不已，纷纷表示难以置信。不错，王仙师在道盟多年，见多识广，十分笃定地说道：我曾在8大古世家之一的江家做过客，有幸曾见过此等规模的巨灵大阵。呵，8大古世家才有的大阵吗？那可真是了不得了。8大古世家可是自仙魔大战前就鼎盛的家族了，传说每一家都曾出过仙王和大帝。乖乖，这么说来，这毕家岂不是和8大古世家有着相同底蕴了？就是说啊，难怪毕家能诞生神子，这底蕴深厚就是不一样。咱们家族跟他毕家相比，简直就是猪圈一样简陋。嗨嗨，赵家主言重了，没那么不堪，没那么不堪。几位家主小声讨论着，全然没发现一旁的城北白家家主白灵韵一双美目越来越亮。
他看向碧阳的眼神，就像是在欣赏一块稀世美玉一般，美眸之中水波荡漾。白灵韵的眼神中洋溢着惊喜的神采。事实上，在碧阳向三大家族提出联姻的那天，在场众人当中最是手足无措的便是白灵韵了。她作为城北白家的家主，无奈何家中却并无合适的女眷可以嫁给碧阳，只因白家3代单传，到了她这一代更是只有她这么一个独苗。因此面对碧阳既要好看又要天资不俗的要求，白家符合要求的还就真的只有她了。当碧阳说我看你也是极有味道的时候，白灵韵被他吓得落荒而逃。身为碧家之主，从小养尊处优的他，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道侣，是因为他本身就自视甚高，不愿平凡。在他的心里，能配得上他的男人应该是无上的神主，有着显赫的家世和强大的实力才行。区区一个碧阳，虽然有些手段，但还不足以让他倾心。所以这几天以来，白灵韵一直都很纠结，难道为了分一杯羹，还得把自己搭里头吗？还好碧阳并没有急着要三大家主马上安排联姻事宜，让忐忑不安的白灵韵松了口气。没想到紧接着碧阳又给了全城一个震撼，碧家竟然诞生神子了。神子啊，千万人中无一的大道神子，天生清和大道，受天地规则滋养，被天道庇佑，享无上气运的神子。每一尊神子一旦成长起来，无一不是人族之光，成为先王大帝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碧家要崛起了，这是每一个人心里的真实想法，白灵韵也不例外。这件事给了她极大的震撼。作为白家之主，她虽是个女子，却极为成熟与聪明。与其他人想法不同的是，白灵韵十分好奇碧家究竟是怎样诞生神子的。在她看来，无论是碧阳还是周诗雨，他们的灵根资质都很一般，按理说他们二人结合的子嗣天资也不可能太高，可偏偏就是这么普通的2个人却生下了一个神子。碧家主，恕我冒昧的问一句，莫非你和令夫人的家中祖上曾诞生过神子吗？这让白灵韵心中震惊不已，忍了很久的她终于趁着一个无人的机会向碧阳问出了心头的疑惑。她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血脉是可以遗传的，哪怕是隔代遗传。有些人祖上是出过顶级血脉，哪怕后来平庸了很多代，最后依然有可能生出顶级血脉。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血脉不可能是突如其来的。2只老鼠在一起，若是没有优化，血脉之力只会越来越稀薄，是不可能突然有一天生出来一个龙子的，绝不可能。碧阳闻言愣了一下，摇了摇头，没有，我们2人都是普通家庭，普通的资质。白灵韵闻言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心中的疑惑更深。没理由啊。想了想，他觉得没有其他的理由，碧阳肯定是在瞒着自己。碧家就算了，青云城土生土长的老百姓，那个周诗雨的来头肯定不小，祖上肯定有着极为强大的血脉之力流传下来，只是碰巧在他这一代激活了而已。真是好命啊。白灵韵瞄了一眼碧阳，心中感慨道。相公、夫君、老爷。这时几位娇妻们从屋内莺莺燕燕地走了出来，环绕在碧阳的身边。美艳娇妻周诗雨，绝世尤物苏媚娘，甜美可人金丽娜，清纯靓丽沈秋月，温柔体贴云瑶众女，争奇斗艳，各有千秋，一个个花容月貌，国色天香，将毕大老爷众星拱月一般的环绕。小院中一下子涌入了这么多明艳动人的美女，个个都是人间绝色，一时间天地失色，令人目眩神迷。众人一下都看呆了，瞠目结舌。他们倒是听说过碧阳家中有几房妻妾，但从没想到竟然会是这等难得一见的绝色女子，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个个都有着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姿。那个名叫周诗雨的女子，就是诞下神子的碧家年轻主母，她气质清冷如谪仙，却待人如沐春风，尽显大家风范。还有那个名为苏媚娘的女子，仿佛媚骨天成，仅仅是不经意的看你一眼，就能让人浑身酥麻。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毕大老爷的这几位绝色娇妻们，个个都有身孕，且皆都透着不凡。苏媚娘已经怀胎7月了，但其腹中胎儿的神异之处已现峥嵘，仿佛是在面对神山，亦像是直视神明，仙音缭绕，宛如洪中大吕，振聋发聩。这竟然又是一尊未降世的神子，看起来这位神子的血脉之力还要更胜一筹。难道说这竟然是一尊天生圣人不成？这帮人哪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都看傻了，面面相觑。这还没完，但他们看到甜美娇妻金丽娜时，心中的震撼更深了。因为这位看起来娇俏甜美、宛若邻家少女般的女子，腹中的胎儿竟然还是双胞胎，那一黑一白2道仙韵十足的光团，让人根本不敢直视。这是日月神体，只存在于上古的传说之中的顶级体质，阳为日，阴为月，日炎四海，月华如瀑，是没错，这就是上古日月神体。天哪，人族神子，天生圣人，日月神体，没想到老夫今日居然能在一个小小的毕家见到这么多人族顶级天骄。
道盟的王仙师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修仙160载，他这辈子都受到过今日这般的震撼。今日的所见所闻，若是传到外界去，足以将整个修仙界震翻一个跟头。这种逆天的血脉，就算是整个天玄大陆也难找出一个吧。可那么多顶级体质、神级血脉全部出现在一个小小的家族，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就算是8大古世家，也不敢说能拥有这么多神子吧。一家能有一个就足以名垂千史了。而毕家呢，人人如龙。想起毕阳口中那句：“诸位不必如此恭维，咱毕家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罢了。”这真是一个普通家庭吗？你这样的家庭都叫普通了，那我们这些家族又叫什么？边角料家族吗？回答我。震撼之余，几位家主和王仙师向着毕阳缓缓地发出了一个问号。你小子到底凭什么？一个人他到底是如何能生出这么多神级子嗣的？他还是人吗？你回答我。在场众人里，王仙师算是和毕阳比较熟悉的，毕竟这小子3天2头，有事没事就往道盟跑，就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娶老婆，娶漂亮老婆，天才老婆。王仙师还曾问过他，要求那么高，能生出孩子吗？甚至还对毕阳百发百中的说法嗤之以鼻，只当他是在吹牛逼开玩笑。现在看来，这哪是吹牛逼啊，这太牛逼了，谦虚了铁子。除了王仙师以外，现场最惊讶的就属白灵韵了。当毕阳的几位娇妻没有出来的时候，明艳动人、成熟又极有的韵味她，无疑是场中最美丽的风景，如花中牡丹，美艳尊贵。而自从几位娇妻宛若仙子折尘般出现后，明艳成熟的白灵韵瞬间就被他们比下去了。白灵韵瞬间觉得自己引以为傲的美貌，在他们几人中间完全不占一点优势，甚至还隐隐被艳压一筹。当看到几位娇妻个个身怀异象、孕育神子的时候，白灵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双美目不敢置信地望着毕阳。她真的很想知道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那么准又那么神。天哪，他到底是谁？难道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吗？可是一个普通人怎么会创造那么多神子出来？这场面说是神迹也不为过了。白灵韵心潮澎湃，思绪翻涌，她忽然心中一动，她的娇妻无一例外，腹中胎儿无一不是天骄。那么如果说我嫁给他以后，是不是也能怀上神子呢？我好歹也是筑基大圆满的修士，曾经也是青云城有名的天骄，样貌、体质和修为样样都不比他的几位娇妻差。既然他们都行，那为什么我不行呢？如果我也能怀上神子，白家的血脉、荣耀都能更上一层楼，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望着志得意满的毕大老爷，白灵韵心思急转，一双美眸之中神采飞扬。这个家伙年轻力壮，前途无量，而且长相也很俊美，外形上绝对没得挑，嫁给他也不算吃亏。如果能怀上神子，那就更好了。神王曾经也是神子，既然我嫁不了神王，那就嫁给神王他爹。嫁不了神王，我就生一个神王出来。小院中，仿佛是感受到了白灵韵那火热的目光，毕阳扭头看了他一眼，见他一脸春意盎然，眼含秋水的模样，便对着他扬了扬头，抛去了一个笑容。白灵韵被他猝不及防地挑逗了一下，看到那个温润如玉的笑容，顿时感觉芳心乱跳，像被一只小鹿给撞到了，顿时躲闪地低下了头，那花容月貌的脸上飞上了一片红霞，美不胜收。我决定了，为了早日怀上神子，我必须马上嫁给他。脸上害羞，但白灵韵心里却在窃喜，此时也是暗暗下定了决心。另一边的毕阳此时正在和道盟的王仙师交谈着，王仙师恭维着说道：“毕阳小友，今日你毕家神子降世，真是可喜可贺呀！此等天大的喜事，除了是你毕家荣光，也是我人族之福。仙魔大战刚刚过去1000年，修仙界百废待兴，实在是太需要一位顶级天骄站出来扛起我人族中心的大旗了。”毕阳闻言诚惶诚恐，王仙师说笑了吧，我儿天泽才刚刚出生，就要扛起人族中心的大旗，是否言之过早了？哎，不早不早。对于毕阳的说法，王仙师却并不认同，他摆了摆手，接着说道：“我跟你说，老夫越是看天泽这娃娃，心中越是喜爱，老夫实在是爱才心切啊。毕阳小友，这修炼就是得从娃娃抓起，可不敢耽误啊。”毕阳点了点头，不知仙师有何高见？王仙师捋了捋长须说道：“实不相瞒，老夫心中确实有培养天泽成才的想法。”你……毕阳上下打量了一眼王仙师，眼中的玩味显而易见。这老头修炼100多年，也不过是筑基大圆满的修为，距离金丹还有一步之遥。这等糟糕的资质，怎敢口出狂言，要来教导我毕家神子的？仙师莫不是在说笑？不是，小友别误会。王仙师讪讪一笑，连忙解释道：“原来这王仙师所指的，并非是他自己，而是替师收徒。据王仙师所说，
他的师尊祁阳道人乃是道盟的东域长老，原因大圆满修为，半步化神的强者，统管整个东域的道盟事务，位高权重。而他不过是祁阳道人门下天资最差的弟子罢了。王仙师的师兄弟中，修为最高的已经逼近了师尊的境界了。碧阳小友，只要你肯让天泽神子拜入我师尊门下，以天泽的神体，老夫可以断言，3岁炼气，10岁筑基，20岁必然踏入金丹期。说到这，王仙师一脸的激动神色，抓着碧阳的胳膊狂喊道：“20岁的金丹啊，老夫平生仅见。”碧阳尴尬的笑了笑，不知道该怎么打击他。这也太捞了吧！我就算再自家培养，也不至于这么慢啊！凭借系统的那些奖励，碧阳完全有信心让大儿子天泽在18岁就金丹大圆满，20岁才踏入金丹期，太慢了，让隔壁老妖魔看见，还以为咱们修不起仙呢。想到这，碧阳撇了撇嘴，赶紧拦住了激动万分的王仙师，口中说道：“仙师，我儿天泽修炼之事就不劳您老费心了。不过呢，关于我娶老婆这件事，倒是还需要您老多操心操心，看看有没有哪家天资不俗、相貌出众的仙子有想要结婚生子的意愿。一旦发现目标，请仙师立刻告知。”碧阳感激不尽。王仙师闻言一愣，差点没反应过来：“什么？你还要娶一个老婆？这么多风华绝代的仙子，还不够你霍霍的吗？你是什么仙人啊你？”“对，还要娶，不过不是一个，是多多益善。”毕大老爷郑重地对着一脸懵逼的王仙师点了点头：“只要老婆足够多，我毕家的神子也必然不会少。我儿天泽是毕家第1位神子，但绝不是最后1位。只要您肯帮忙介绍一些绝世仙子给我，假以时日，我必阳定还人族无数天骄。这样说起来，也算是造福人族了。您说是吧，仙师？”说着，碧阳丢给了王仙师一个灿烂的笑容，转身离开了，留下一脸呆滞的王仙师一脸呆滞。此子当真逆天啊！与此同时，青云城外，2道翩翩身影御剑飞行，自远空似流星划过，落在了城中。咦，好奇怪啊，婉晴，这城外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怎么城中却飘起了大雪？其中一个身着绿裙，梳着发髻，长相可爱至极，像个瓷娃娃一样的女子惊疑地说道。2人正是从青云仙宗返回赵家的赵婉晴和向雪柔。我也不清楚，这雪花看起来似乎不像真的，倒像是灵气凝结而成一般。赵婉晴用葱白一般精致的手指拢了拢耳边的碎发，沉鱼落雁的玉面之上也是浮现出一丝惊讶。与身旁可爱俏皮的向雪柔比起来，她更像一个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一举一动都透露着温婉和知性。灵力雪花，向雪柔皱了皱可爱的小鼻子，伸出玉手接住一片身旁飘落的雪花。那雪花落入手中，果然不似寻常一般融化，而是化作了一丝精纯的灵气，直接钻入了她的体内。其灵力精纯的程度，比之青云仙宗驻地内的灵气还要浓郁。婉晴还真的是灵力雪花，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灵力化成的雪花。青云城怎么会下起这种雪呢？向雪柔惊呼一声，小脸上露出可爱的恍然表情。赵婉晴摇了摇头，这种奇景她也是第一次见。2位仙子是从城外来的吧？这时，一位路过的老者见2人惊奇，笑呵呵地对他们说道：“那你们可算是赶巧了，这场雪可是了不得的福泽啊！咱们城南只有飘雪，而城东还有天地异象显化呢。城中不知有多少修士，因为这场福泽受益匪浅，纷纷突破了呢。”天地异象，赵婉晴和向雪柔闻言，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震惊之色。赵婉晴连忙追问道：“老人家，这天地异象又是怎么一回事？好端端的青云城怎么会平白无故天降异象呢？”向雪柔也是点着小脑袋，望着眼前的老者：“哼，2位仙子有所不知，这可不是平白无故。咱们青云城之所以会天降异象，是因为城东毕家喜的神子啊！”城东毕家神子，赵婉晴2人再次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呼，脸上皆是茫然与迷惑。向雪柔喃喃地说道：“婉晴，这城东毕家不会就是你爹让你嫁的那个毕家吧？他都有孩子了，还是个神子。”一脸懵逼的赵婉晴也是一脸懵逼，冲着向雪柔摊了摊双手，默默摇了摇头。向雪柔挠了挠可爱的小脑袋，一把拉住了赵婉晴的玉手，朝着空中那条浩瀚的寒江飞奔而去。“走，咱们先去城东看看，这个诞下了神子的毕家到底是什么来头。”毕家院中，毕大老爷正在百花丛中游龙，忽然视线对上一双柔情似水的眸子，顿时心中一动。这位气质成熟、美艳尊贵的美人，正是城北白家的家主白灵韵。自从得知了毕阳身上的种种神奇之处后，见识到了毕家绝非普通家庭的他，就对毕大老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双美眸如寒春水，不时的在俊朗帅气又不失风度的毕阳身上扫来扫去。“白家主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发呆？”毕大老爷晃悠着踱步走来，
此刻的他红光满面，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整个人意气风发，堪称全场焦点人物，潇洒不羁。为什么发呆？还不是你毕家底蕴，今日让我大开了眼界吗？林韵现在才知道，原来毕大家主这么有实力，还真是深藏不露啊。白灵韵眼唇轻笑，那张动人心魄的俏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如牡丹花开，艳压群芳。当日毕家主说要联姻，林韵还觉得委屈，可现在回想起来，青云城三大家族能和毕家联姻，倒确实是咱们高攀了呢。毕阳会心一笑，望着笑意盈盈的成熟贵妇，从对方口中的称呼中发现了美人的态度转变，那声毕大家主显然是美人的调侃和打趣。二人交谈时，他更是已经自称灵韵了，这都是一种示好的表现。种种迹象表明，眼前这个成熟贵妇很可能对自己已经心动了。那就好，毕阳心知三大家族对自己不够了解，这次把他们请进家门，也有点展示实力的意思。没办法，在这个更加现实的修仙界，说的天花乱坠，远远不如直接展示实力更有说服力。毕竟毕大老爷如今也算是颇有家资，有的就是实力。不过，成熟贵妇白灵韵的想法还得再敲打敲打，试探试探。是吗？那不知道白家主对于联姻一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想到这里，毕大老爷又漫不经心地向着他轻轻靠近了一步，二人几乎都快挨在了一起。若有似无的触碰，让二人都是心神激荡。白灵韵感受到身旁醇厚的阳气，顿时霞飞双颊，心中小鹿乱撞，脚下却像生了根，不曾移动分毫。毕阳见他如此表现，心中一动，暗道有戏。虽然白灵韵脸红到了耳尖，都像在滴血，但却并未闪躲拉开距离，只是娇羞地低着真手，不敢对上毕阳火热的视线。经验老道的毕大老爷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不过是成熟贵妇的故作矜持罢了。欲却还迎吗？伸手轻轻地握住白灵韵软弱无骨的柔仪，如冰肌玉骨般温润。毕阳轻轻靠近她的耳边，柔声说道：灵韵，你好美，只看一眼就能被你的柔情融化。你决定好什么时候嫁给我了吗？感受到自己耳边温热的气息，白灵韵心中一颤，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色。那要看毕大家主如何安排了。毕阳眼中金光爆闪，连忙趁热打铁说道：我的意思当然是越快越好。灵韵就在白家，随时恭候毕家主的光临。成熟贵妇娇羞地说道，真手越埋越深，逼近怀中深渊。哈哈，好。毕大老爷心中一喜，顺势将丰腴饱满的白灵韵搂入怀中。等我忙完家中的事，就马上去白府将你娶回家。都听毕家主的，灵韵静候佳音。白灵韵没有挣扎，也顺势倒在毕阳的怀中，只是那羞涩的绯红已经蔓延到了她雪白修长的脖颈。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怎么还家主家主的？看着成熟贵妇娇羞的模样，心思大大低坏的毕大老爷起了逗弄的心思，刻意低声说道：该改口叫夫君了。白灵韵闻言花枝一颤，咬着红唇迟疑地说道：这日后再说吧。毕阳嘴角勾起了一抹满意的弧度，这青云城三大家主都是筑基大圆满的修为，白灵韵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天资卓绝。身具风属性灵根，也是一种超脱了五行之外的变异灵根，十分稀有，能够娶到这样一位优质的仙子，毕大老爷还是非常满意的。毕家娇妻团又将添上一员猛将，至于另外两大家族，也还欠着自己两个老婆呢。毕阳觉得自己得去敲打敲打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顺便问问他们自己的老婆准备的怎么样了。虽然这是不急，但也不能拖太久吧。一抬头，却正看到王仙师那张笑眯眯的脸。毕阳小友。王仙师一把拉住了想要趁机溜走的毕阳，无奈地说道：为何小友那么反感天泽神子加入道盟呢？加入道盟多好，有编制有保障，还有名师指导，更有无数和妖魔战斗磨练的机会，至于修炼资源更是完全不用担心。老夫真的认为天泽神子加入我道盟才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最适合他走的路。闻言，就连白灵韵都好奇地抬起头看着毕阳，心中暗暗惊讶，没想到道盟下手那么快，毕家神子才刚刚降世，王仙师居然就已经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不过这也正常，以天泽神子的顶级天资，以后的成就必定不可限量。作为人族未来的希望，无论是道盟还是仙宗，都不可能会放过这个顶级天骄。不过让白灵韵更吃惊的是，毕阳居然拒绝了道盟。要知道，道盟可是人族修士联合起来的超级势力，严格说起来，就连各大仙宗都是道盟的附属。能被道盟看中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的。普通人都得在仙宗中努力修炼，兑现天赋，崭露头角以后，才有机会被道盟选择。只要能成功加入道盟，就等于背靠一座永远不会倒的大山，这辈子肯定有了。白灵韵也很想知道，毕阳到底为什么会拒绝王仙师的邀请。看着王仙师和白灵韵双双不解的眼神，毕阳叹了口气，悠悠说道：仙师，我知道你很急，但是请你先别急。不可否认，
你说的确实没错，但是不知你可曾听闻神体已是无敌路，何须再由他人助？我儿天泽乃是无上神体，今后必定会踏上无敌仙路，加不加入道盟区别不大。我儿天泽注定是无敌的。胡闹，这区别太大了。王仙师听完碧阳话，气得吹胡子瞪眼。加入道盟以后，自然有名师做神子的护道人，为他修炼上遇到的瓶颈答疑解惑。你怎么能把一个堂堂神子留在手里当成野修培养呢？这简直是在浪费天泽神子的天资，毁灭我人族崛起的希望。天泽神子就应该加入我道盟，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他的顶级天资。对于王仙师口中的话，碧阳完全不以为然，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说道：然后呢，被你道盟当成枪使，当成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恕我直言，无论是道盟亦或是仙宗，都不过如此罢了，还没有资格培养我碧家神子。除非是什么绝色女帝，仙王女师尊倒是可以介绍接触一番。说到最后，碧阳冲着目瞪口呆的王仙师挤眉弄眼地说道：不知仙师手中可有这方面的资源呀？听完碧阳厚颜无耻的话，王仙师手哆哆嗦嗦地指着碧阳，被他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白灵运倒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看出来了，这是碧阳在逗王仙师呢，毕竟现在神子还小，哪有那么快就要做抉择。他正想安慰安慰差点气成脑血栓的王仙师，却忽然被一声娇喝打断。好大的口气，那声音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子可爱和纯真，却明显带着一丝怒意。我倒要看看是谁那么神气，连道盟和仙宗都敢不放在眼里了。小院中喧闹的气氛随着那声可爱娇憨的怒喝而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回头向声音的主人看去。只见在毕家的大门口，一个精致可爱像个瓷娃娃一样的漂亮萝莉正叉着腰对着碧阳怒目而视。她歪着可爱的小脑袋，上下打量了一下碧阳，皱着可爱的小鼻子说道：你这个家伙真是口出狂言，也不怕大风里闪了舌头。说你究竟凭什么敢这么大口气，都不把道盟和仙宗放在眼里了？说着他还冲着碧阳挥了挥可爱的小粉拳。要是你不出个所以然，今天姑奶奶绝不轻饶你，我定要揍你个满地找牙不可。或许是看到满院子的人都在神色古怪地盯着自己，漂亮萝莉说到最后语气渐渐软了下去，有些底气不足，看起来非但没有一丝飞扬跋扈，反而显得有些蠢萌可爱。碧阳挠了挠自己的大脑袋，费解地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漂亮萝莉，啼笑皆非。这个精致到像个瓷娃娃一样可爱的小姑娘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怎么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个子不高，和甜美娇妻金丽娜差不多，大概到碧阳的胸口处，但她的打扮气质和金丽娜完全不同。金丽娜是属于娇俏甜美的类型，形似玉婉，各种比例都很协调，属于超级甜美的类型。而眼前这个漂亮萝莉却是个头娇小，曲线爆炸，五官却精致可爱到让人想犯罪的类型。从她那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有点天然呆的极品萝莉。碧阳捏了捏自己的下巴，眼中闪过了一丝欣赏。这是谁家的可爱仙子，想娶？向仙子不得无礼。那是毕家的家主，天泽神子之父碧阳。就在众人互相面面相觑的时候，赵家主赵玄着急忙慌地跑了出来，一脸的尴尬之色。就在刚才，他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女儿被他一封书信从青云仙宗叫回来的赵家明珠。赵婉晴回到青云城了，还带着青云仙宗问天风主的掌上明珠向雪柔。他正和女儿赵婉晴聊天，还没来得及带他们来和碧阳见面，一个没留神就让古灵精怪的向雪柔从身边溜走了，还搞出了当面斥责碧阳口出狂言的这么一出尴尬的局面。顿时尬得赵玄脚趾头扣地，连忙跑上来制止他的胡闹。听到赵玄的话，向雪柔一拍小脑袋，圆圆的小嘴哦了一声，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对着碧阳喊道：原来你就是碧阳那个混蛋啊！碧阳听到这呆萌的漂亮萝莉知道自己名字以后，脱口而出就是混蛋二字，更加摸不着头脑了。不仅是他，就连其他众人都神色古怪地看着碧阳，一脸的吃瓜表情。怎么了？我有哪里说错了吗？自私的大色狼，没有本事的惹祸精，你就是个大混蛋。哼！向雪柔小手叉腰，一脸嫌弃地看着碧阳。喂，你到底在说什么嗨话？本大爷压根就没见过你，再在这里胡言乱语，小心我把你丢出去。碧阳真的觉得有点无语了，这谁家不懂事的仙子，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呢？虽然他的样子很可爱，但是被他接二连三的对了几次，碧阳的心里也有些窝火。说着，碧阳瞅了一眼旁边的赵玄，看样子他们好像认识。哈哈，闲絮息怒，这位是青云仙宗问天风主的掌上明珠向雪柔向仙子，这次是和小女一同下山来赵家做客的。赵玄瞧见碧阳脸色不对，连忙介绍，随后又对着身旁的赵婉晴使了个眼色。赵婉晴会意，连忙走到向雪柔的身边，冲她摇了摇头，
示意他别冲动。向雪柔这才收起气呼呼的小脸，只是仍旧撅着嘴，用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瞪着碧阳。见到向雪柔终于安分下来，赵玄暗中松了口气，这个小祖宗他可惹不起，万一哪里得罪了他，被问天峰上那位知道了，赵家可吃不了兜着走。他定了定神，继续和碧阳介绍道：哦对了，贤婿，说起小女，还容我为你们介绍一下。赵玄指了指身旁的赵婉晴，这便是我赵家明珠赵婉晴。婉晴可是我赵家年轻一代天资最高的了，最符合你的要求，咱们两家既然选择联姻，她可是最合适的人选。说到这里，赵玄一脸得意之色，甚至满意地拍了拍自己的大肚皮。碧阳这才注意到，原来旁边还有一位自己从没见过、温婉知性、沉鱼落雁的大美人。相比古灵精怪的漂亮萝莉向雪柔，温婉美人赵婉晴更加符合碧阳的审美。往哪一站虽然不声不响，却自带一种恬淡静美的气质，仿佛出尘的仙子，又像仙葩绽放，极有婉约的魅力。她不像绝世尤物苏媚娘那么的妩媚，美的让人挪不开眼。赵婉晴有种独属于自己的气质，一旦你发现她，第一眼就会被她的温婉所吸引，第二眼才是惊艳，第三眼她就翩然地落进了你的心里。听到赵玄的话，赵婉晴有些羞涩的也看了碧阳一眼，见他正打量着自己，便不好意思的回了他一个笑脸。一刹那，碧阳只感觉冰雪消融，百花盛放，那是一个仿佛阳光般和煦，足以令冰川都融化的温暖笑颜。之前心中所有的火气都在瞬间消退了，赵婉晴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让人心平气和的温暖魔力，就连见过无数美女的碧阳都忍不住在心中赞叹：好一朵温婉美丽的茉莉仙葩！那个什么叽里咕噜的漂亮萝莉，搞对象回味一下初恋倒是可以，娶回家肯定会很麻烦，说不定家里就被他折腾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反而像赵婉晴这样的仙子，估计没人会不喜欢。娶老婆啊，还是得娶这样的。这个老婆好不好，毕大老爷一眼就能看出来。满意的不能再满意的毕大老爷偷偷给赵玄竖了个大拇指，干得好啊，便宜老丈人。赵玄注意到了碧阳的小动作，顿时眉开眼笑，对着他拱了拱手。一切尽在不言中。婉晴，你真的要嫁给碧阳这个家伙吗？另一边，向雪柔和赵婉晴二人正在小声的嘀咕着。唉，看着一脸担忧的好闺蜜，赵婉晴不知道怎样回答，只得无奈的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看我爹的意思，他应该是很想我加入毕家。父母之命，我若是不答应，恐怕我爹那边很难交代啊。他脾气倔，性子又急，我怕。说到这里，赵婉晴也是面露为难之色。像雪柔从没见过性格温婉如云的赵婉晴像现在这么为难过，她一向都是恬静淡雅的，从没苦过脸。抿了抿嘴唇，向雪柔问道：难道你就真的甘心离开仙宗吗？要知道，你一旦嫁人，可就跟修炼彻底无缘了。你看看这毕家的几位夫人，个个大着肚子，恐怕早就沦为了生育的工具。他指了指碧阳的几位娇妻，一脸的苦口婆心。你要是嫁给了他，以后的生活可想而知。我的好姐姐，你真的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吗？愿不愿意又能怎样？赵婉晴摇了摇头，我爹他是不会同意的。向雪柔一听好闺蜜要认命，立马急了，他不同意，咱们还不同意呢。你爹不给你做主，我给你做主。你爹不为你着想，我为你着想。好姐妹，这事你就交给我吧，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搅黄了。雪柔，你要做什么？赵婉晴被他吓了一跳，慌忙拉住他，你可千万别乱来。向雪柔却打断了他的话，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别慌，别慌，看我表演。不，我不同意这门婚事。就在毕大老爷准备和赵玄商议什么时候让赵婉晴过门的时候，向雪柔又不甘寂寞地跳了出来，双手叉腰表示反对。她那张粉雕玉砌般的可爱小脸，此刻都成了一团，柳眉倒竖地看着碧阳。就凭你，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婉晴？碧阳都快被他气笑了。我配不配是你说了算吗？我们的姻缘乃是父母之命，哪轮得到你这古怪的萝莉反对？哼，我和婉晴可是好闺蜜，事关她的幸福，我当然有资格反对了。咱们婉晴本来在仙宗修炼的好好的，就快被关海峰的峰主收为亲传弟子了，却被一封家书叫了回来，还要嫁给你这个见识浅薄，连仙宗都敢不放在眼里的乡巴佬。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一己私欲而已，就要断了我们婉晴的仙路？你这个自私鬼，当然配不上那么好的婉晴了。总之，想要婉晴嫁给你，就得先过我这关。向雪柔毫不客气地称呼碧阳为自私鬼，在他看来，碧阳不过就是青云城的一个土哥们，非常低端的乡巴佬。想到自己的好闺蜜就要自毁前程，嫁给这个讨厌的家伙，向雪柔就浑身难受。雪柔，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想干嘛？赵婉晴小声问道，她是真的担心天不怕地不怕的向雪柔捅出什么篓子来。嘻嘻，我要做的很简单啊，既然你爹那边说不通，咱们就从源头下手，
把这个可恶的家伙打趴下，让他主动和你取消婚约。把他打趴下，主动取消，这能行吗？赵婉晴有些担忧。哎呀，没事了。向雪柔大咧咧地摆了摆手，接着说道：这个家伙之前和沈清风交过手，连那个废物他都杀不死，实力肯定猜得没谱了。你是筑基7层，我是筑基8层，这个乡巴佬不过是区筑基6层，咱们姐妹同心2打1，肯定轻轻松松就能把他打趴下。咱们打败了他，再让他亲口说出不娶你了，到时候你爹也拿你没办法。看着赵婉晴仍是一脸不放心的模样，向雪柔拍了拍她的香肩，安慰道：放心啦，没事的，这方法保管万无一失。向雪柔可没忘了，就是这个碧阳毁掉了沈清风的肉身，害得自己失去了最宝贵的9孔仙藕，被征用给沈清风重塑肉身。这个碧阳真是可恶啊，现在就连自己唯一的好闺蜜她都要抢走。而且这个乡巴佬连沈清风那种废物都杀不死，到底凭什么看不起青云仙宗，又凭什么娶赵婉晴？区筑基6层的小垃圾，想打爆他那还不容易吗？岂不闻姐妹同心，其利断金？哦，那不知要怎么过了你这关呢？看着气鼓鼓的向雪柔，碧阳闻言皱着眉头问道：想要过我的关，很简单。向雪柔精致可爱的小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接着说道：修仙界一向以实力为尊，想要娶婉晴，那就拿出你的真本事来。只要你能同时打败我和婉晴2个人，我就承认你有实力，不是乡巴佬，同意婉晴嫁给你。听到漂亮萝莉的话，碧阳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说道：你讲的很有道理，修仙界确实以实力为尊，可是我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啊。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赵家都会把他许配给我，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去和你一个外人证明自己呢？碧阳摇了摇头，他真不知道这个漂亮萝莉到底为什么对自己敌意那么大，自己好像也没惹她吧。而且嫁人的也不是她，人家赵婉晴都没说啥，她急个什么劲？你向雪柔闻言一愣，她倒是没料到碧阳这个家伙居然直接拒绝了。你这个胆小鬼，你分明就是怕了，想当缩头乌龟是不是？哼，真是想不通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人愿意嫁给你？怕不是他们都瞎了眼吧？你说什么？碧阳的语气陡然转冷，神色不善地盯着向雪柔。今日是自家神子降生的大喜日子，按理说应该笑迎8方客才对，可这小丫头一口一个乡巴佬、自私鬼，言语间多有冒犯，让人心里很不舒服。一副高高在上看不起人的模样，很明显就是个养尊处优的仙宗大小姐，被惯得无法无天了。对自己出言不逊也就罢了，现在越说越不像话，都说到自己娇妻头上来了，看来是自己的好脸色给的太多了。此时的向雪柔也意识到自己刚才情急说错了话，但她却死也不愿向碧阳低头认错，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反正话已说出去了，她索性豁出去了，梗着修长的脖子嘴硬道：怎么，我说错了吗？就你这乡巴佬也好意思自称家主，逼别人如花似玉的大小姐下嫁给你，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咱们婉晴可是正经人家的大小姐，你以为谁都像你家的那几位一样无脑好骗吗？你这样的货色在我们青云仙宗一抓一大把，根本就没人要。就凭你这癞蛤蟆，居然也妄想染指9天明月，做梦吧你！什么狗屁逼家，我呸！一群跳梁小丑罢了。向雪柔越说越不像话，浑然没有注意到碧阳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眼神愈发冰冷。此时众人都注意到了二人这边的情况，纷纷围了上来。几位娇妻也环绕在了碧阳的周围，听到向雪柔的话，都是一脸气愤。周诗雨看出了自家夫君脸上的怒意，连忙抚上他的胸膛，想帮他平息怒火。碧阳却对他笑了笑，伸手攥住了他的柔仪，随后看着向雪柔的眼神更加冷到了极致。看看我家娘子多么体贴温柔，却被你这胡搅蛮缠的小丫头片子说得那么不堪一番话，阴阳怪气，明显就是在指桑骂槐，说自己的娇妻们不正经又无脑，还像个捡破烂的，这如何能忍？你说我可以，我对我自己大度，可以原谅你，但说我家人不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太过分了。今天不教训教训这个无法无天的向雪柔，他碧阳还有何颜面面对自家的娇妻们？当初将他们娶回家的时候，那句永远保护他们，不受任何人欺负的诺言，还如何兑现？此时所有人都发现了碧阳的神色变化，皆是一惊，别人不清楚，可青云城谁人不晓？这位年轻家主可是个连金丹大能都敢杀的狠人啊！要说此刻场中最左右为难的人，那必然是赵玄了。无论是碧阳还是向雪柔，他的一个都得罪不起，帮那边都不是。赵玄不由得在心中暗暗埋怨起了向雪柔这个口无遮拦的小丫头。你说你惹谁不好？你惹她干嘛呀？就在他心中惴惴不安的时候，碧阳冰冷的声音响起，仿佛淬过了九幽寒冰。青云仙宗问天风主的掌上明珠是吧？很好，有机会碧阳定要上门去讨教讨教，
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教的女儿，如此没有教养。别说你是仙宗封主的女儿，就算你是仙宗的宗主，也不能在我毕家口无遮拦，指桑骂槐。无论是谁敢对我毕家出言不逊，都要付出代价。说着，毕阳冷漠地看了一眼在场众人，对着向雪柔冷冷说道：现在就让我看看你这牙尖嘴利的小丫头到底有几斤几两吧。毕家院外，众人围成了一个圈。毕阳傲立场中，冷冷地看着对面的惹祸金萝莉向雪柔和神色复杂的赵婉晴。赵婉晴怎么也没想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这和她心中所想的情况差了10万8千里。向雪柔看出了好闺蜜的心烦，劝慰道：没事的婉晴，我承认我刚才对这个乡巴佬说话语气太重了，但是想开点，起码咱们的目的达到了不是吗？只要咱们姐妹齐心，将这个自大狂打趴下，你就不用嫁给他了。今后我们只管回仙宗修行，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了，哪还用管他什么看法？赵婉晴闻言神色稍缓，明白向雪柔说的不错，事到如今也只有全力而为击败毕阳，让他取消联姻，以后天涯陌路，从此各自一方，今日种种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望着对面交头接耳的两人，毕阳蓦然开口：等你们商量好了，就一起上吧。如你们所愿，只要能在我手底下接我一招而不败，我就取消和赵家的联姻。想好了就快动手，省点时间，我还要回家陪夫人抱孩子。乡巴佬，你休得狂妄！听到毕阳的话，向雪柔叉着腰娇声喝道：区区筑基6层的修为，怎敢在姑奶奶面前大言不惭？说着，他朝着毕阳扬了扬小粉拳：你不要着急，姑奶奶马上就打得你满地找牙。毕阳闻言嗤笑了一声：那你还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快点出手啊！你好，姑奶奶这就成全你。向雪柔被他的话气得咬牙切齿，和赵婉晴对视了一眼，抢先一步攻了上来。只见他捏起粉拳，浑身气势暴涨，筑基8层的威压轰然爆发，乾坤变色，风摇云动。随着一声大喝，那只高高扬起的秀气小拳头上猛地连接了天地旋风之力，四神女在云端摇动了风云。向雪柔的气质陡然一变，瞬间从精致可爱的漂亮萝莉变成了可以令风云变幻的神女。那张可爱的小脸上满是高傲之色，她对自己的这一拳很满意，定能把那个不自量力的乡巴佬一拳砸得稀巴烂。另一边，赵婉晴也一改往日温婉恬静的模样，一把3尺清风飞剑舞得密不透风，散开了漫天的剑影。剑招看似随意，实则机关算尽，每一朵剑花都恰到好处地封住了毕阳全身的退路。两人配合默契无比，一攻一防，相得益彰，围观众人看得连连点头，不愧是青云仙宗的天骄，就是章法有道，行云流水。眼看二人杀招将至，围观的众人都屏住了呼吸，为毕阳提心吊胆了起来。毕阳却老神在在，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只是用余光瞥了一眼，随后轻描淡写的并指成剑，向着虚空一划而过。刹那间，乾坤嗡鸣，惊天动地。枪！一道神剑出鞘的铿锵巨响，回荡天地。苍茫的剑意从毕阳的修长指尖透体而出，看似朴实无华，却带着万里肃杀之意，向着执剑攻来的赵婉晴奔袭而去。一束剑芒破万峰，敢叫仙神来赴死！赐死剑气。此刻，赵婉晴手中舞出的朵朵剑花，在那道朴实无华苍茫剑气面前，显得极为华而不实。瞬间从仙宗名门的高端剑招，变成了街头巷尾的花拳绣腿。叮叮叮叮，清脆的剑锋交击声响起，赵婉晴的剑花应声而碎。赐死剑气势不可挡，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继续斩向赵婉晴。赵婉晴感受到剑身上传来的剑意，心神俱震，她从那道剑气之上感受到了一股无敌的剑意，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所有的念头都在疯狂地发出示警，这道剑气万不可挡，若是强行对招，必然生死道消。真的小看他了，这个毕阳居然那么强，他甚至都没有用剑，只是随手挥出的一道剑气就有如此威势，他到底是什么人？赵婉晴心中思绪翻涌，但眼前的危机还未化解，根本来不及多想。电光火石之间，他只好紧咬银牙，尝试用毕生的功力，运用自己对于剑道的理解，尝试去化解这道所向无敌的剑气。而另一边，毕阳在并指成剑挥出赐死剑气，成功的化解了赵婉晴的剑舞之后，就没再管他了。在相差3层小境界的对手面前，没有人可以硬接一道赐死剑气而不死。赵婉晴筑基7层的实力确实可以称之为天之骄女，但比起筑基6层的毕阳来说，还是不够看。想活命就自己化解去吧。看着一脸傲气捏着拳头向自己飞来的向雪柔，毕阳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风摇云动，切，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是拳法吧。九黎灵犀大手印。随着毕阳的冷哼，他的那对铁拳之上灵光爆闪，啊！虚空之中大道轰鸣，
灵力宛如狂潮一般灌注在双拳，在大道之力的加持之下，那对铁拳骤然化作了巨大的青铜巨拳，拳印如山岳一般，仿佛能砸碎虚空。轰！两拳相接的一瞬间，巨大的灵力激荡，掀起了一圈一圈的浪潮，席卷全场。随着振聋发聩的大道梵音响起的，还有2声痛苦的闷哼。几乎是在同时，2道声音向后斜飞而出。赵婉晴拼尽了全力，才用自己对于剑道的理解，堪堪化解的那道刺死剑气，却还是被那剑气的余韵伤到了丹田。剑气入体的一瞬间，腹中绞痛万分，就连道基上都剑痕密布，纵横交错，竟然已被伤到了根基。他浑身浴血地瘫倒在了地上，心如死灰。而向雪柔则被碧阳一拳砸飞了，只觉得胸口如遭山岳撞击，心口闷得不行，连气都喘不上来了。哇的一声，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他低头一看，一边大一边小，向雪柔气得差点把自己的银牙咬碎，一抬头却被吓得差点魂不附体。此刻他的身形都还在半空中，没有落地，但碧阳的身影已如鬼魅般出现在了眼前。眼看他冲着自己龇牙一笑，那笑容看似灿烂，却怎么都透露着一股不怀好意。向雪柔心里咯噔一下，闪过一丝不妙的念头，连忙大声喊道：等下我输了。谁知那碧阳竟然充耳不闻，再度扬起了小山般的青铜巨拳，笑着说道：输没输，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向雪柔顿时目露惊恐之色，感受到了被巨拳支配的恐惧，慌忙说道：不是说一招不败就行了吗？更何况我都认输了，怎么还打？确实是一招没错，不过碧阳冲他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纯真笑脸，如沐春风。这一招总共12拳，全部打完才算一招，别急，很快的。你无耻！向雪柔的话音刚落，碧阳那小山般的拳罡已如暴雨一般倾泻而下。对于赵婉晴，碧阳只想给他一点苦头尝尝，让他明白2人之间的差距，不要总觉得是自己是高攀，而赵家是下嫁即可。但对于这个娇蛮任性的向雪柔，碧阳就没有那么好脾气了，绝不惯着他，势必要狠狠地教育教育他才行，打到他心服口服，真心悔改为止。还是那句话，我认为你服了，你才是真服了。砰砰砰，咣咣咣，一时间场中拳与肉的交击声不断响起，夹杂着怒喊叫骂，不绝于耳。围观的众人一个个看的是心惊肉跳，于心不忍。好家伙，这毕家之主真是疯狂之徒啊，对一个精致的瓷娃娃一般的小丫头也下这么重的手，罪不至此，罪不至此啊。赵玄那边刚把道基受损的赵婉晴扶起来，回头一看，差点被吓到魂飞魄散。赵婉晴也就算了，毕竟都是自家人，但这项雪柔可千万不能出事啊！万一他有个3长2短，他那个问天峰上的半步化神的爹，还不得将赵家夷为平地了？赵玄可惹不起那个祖宗啊！想到这，他赶紧大声说道：贤婿，贤婿，快住手，别打了！听老丈一言，这是出口气也就算了，万不可意气用事，闯下大祸啊！转头他又对着在场的其他人说道：大伙别光看着，一起劝劝啊！万一这位明月有个3长2短，到时候问天峰上的那位怪罪下来，今天在场的一个都别想跑。围观的众人这才幡然醒悟，是啊，现在可不能袖手旁观的时候了。若是不知道像雪柔的身份也就算了，现在知道了还不拦着点，到时候被封主迁怒，恐怕整个青云城都得血流成河。于是一个个纷纷开口劝说道：毕家主，快住手，别打了，适可而止吧。毕家主，贤婿，快收了神通吧。一套丝滑流畅的小连招打完，碧阳这才心满意足地收了手。在场众人看着碧阳的背影都是心有余悸，就连道盟的王仙师都是一脸无语，真是个毫不顾忌的狠人啊，一点情面也不留，将问天峰主的掌上明珠教训了一顿。这下毕家算是和青云仙宗结下了仇怨。难以想象问天峰上的那位超级大能，若是得知出事后会是如何的震怒。死碧阳，臭乡巴佬，你到底懂不懂怜香惜玉啊？向雪柔感觉自己全身都快散架了，在那么多人面前被一个自己看不起的人暴打，让他根本下不来台。从小娇生惯养，被人捧在手心里的封主大小姐，几时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心里又羞又气，忍不住对着碧阳破口大骂。碧阳嗤笑了一声道：对你这刁蛮任性的小丫头，我用不着怜香惜玉，现在向我几位娘子好好道歉，我就饶了你这次，再敢出言不逊，那就不是挨揍了，我会直接灭了你。呸！你我承认你确实有2下子，先前是我大意了，这次算我认栽。不过你若再敢动我一根毫毛，等我回去告诉我爹，你就死定了。向雪柔虽然跌坐在地上，梨花带雨，却还是梗着雪白修长的脖子回腔道。碧阳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怎么不服气？现在想跟我拼爹了是不是？你别废话，
快点道歉认错，否则我就废了你的修为，让你当一回真正的废物。你敢废了我的修为，我爹的怒火可不是你能承受得住的，我就不道歉，看你能拿我怎么样。听到碧阳的威胁，向雪柔气鼓鼓地说道。他才不相信碧阳真的敢这么做，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听到向雪柔嘴硬的话，碧阳眼神一冷，危险地眯成了一条缝，轻抬右手，指尖凝出一点神光，如星辰一样耀眼夺目。此举吓得众人心头一跳，看样子这个疯子碧阳还真的想动手废了向雪柔的修为，那样祸可就闯得更大了。不过是几句口舌之争罢了，闹到那种地步实在不值得。贤婿啊！身后赵玄苦笑着走了上来，一脸无奈地说道：听老丈一句劝，千万不要太冲动了。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了，雪柔他爹可是一位封主，半步化神的超级大能啊！你不为了自己考虑，也得为了家中妻儿想想吧。今日毕家神子降生，本是大喜的日子，闹成这样实在是不好看。他虽然话说的难听了点，但也被你教训了一顿，得饶人处且饶人，还是放他一马吧。听到赵玄的话，碧阳沉吟了片刻，沉声说道：我可以不废去他的修为。赵玄闻言心头一松，点了点头，可碧阳却又继续说道：不过这点惩罚我觉得对他来说还是不够。这个小丫头虽然嘴上认输，心底却毫无悔意，显然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刁蛮，因此我决定让她留在我毕家当丫鬟，为我娘子们斟茶倒水，给我尔天泽换洗尿布，以示对她的惩戒。至于什么时候还她自由，那就看她的表现了。话音刚落，场中哗然一片。他刚才说什么？让封主家的明月去给他毕家当将洗尿布的丫鬟，让半步化神超级大能的亲女儿做丫鬟，每日呼来喝去的使唤，这真的合适吗？这年轻人是真年轻啊！赵玄更是被惊得打了一个激灵，瞠目结舌地看着碧阳，心中暗道：这小子太嚣张了，人家含在嘴里都怕化了的明珠，你打算站起来蹬啊？还斟茶倒水换洗尿布，这不比杀了向雪柔还让他难受吗？果然，向雪柔听到碧阳的话后，神色巨变，满脸的不可置信。她一个仙宗大小姐去给一个乡巴佬当丫鬟，想到那个画面，她都觉得备受屈辱，让她忍不住瞪着一双大眼睛，冲着碧阳喊道，声音尖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做梦！碧阳，你想得美，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当丫鬟，奶油的你愿不愿意？聒噪！捆仙索，给爷捆了！碧阳脸色一沉，大手一挥，怀中飞出了一条金龙盘带一般的绳索，闪着灵光，飘逸灵动，眨眼间飞到了向雪柔的身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她捆成了一个肉粽子。捆仙索上身的一瞬间，向雪柔灵力全失，识海封闭，连一丝力气都使不出来，顿时花容失色，吓得滋哇乱叫，连声咒骂。碧阳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捆仙索的绳头就自动地拢成了一团，塞进了向雪柔的小嘴巴，将她后面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失去了反抗之力的向雪柔只能呜呜咽咽地瞪着碧阳，眼中的怨气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了。贤婿啊！一旁的赵玄迟疑地说道：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妥当啊？他好歹也是封主的掌上明珠，将他收为丫鬟使用，未免不太体面了。碧阳不以为意地说道：怎么不体面？仙宗的大小姐是我家呼来喝去的丫鬟，这太体面了好吧？赵玄无语地咽了咽唾沫：不是啊，贤婿，我说的是封主那边不体面啊。若是让他老人家知道你这么不顾情面，恐怕真会招来封主的怒火，到时候只怕个屁！他封主体不体面，关我屁事！看着赵玄那难看的脸色，碧阳瞬间明白了他的担忧，这老狐狸是怕引火烧身啊。不过畏惧强权，碧阳倒也可以理解，毕竟也是人之常情，青云城小小家族的家主，哪里敢触青云仙宗封主的眉头？想到这，碧阳微微一笑，直截了当地说道：赵家主不必担心，此事碧阳会一力承担，必不会牵连到你赵家。不过至于你我两家的婚约，我看也没必要继续了，毕竟我要的是心甘情愿想嫁入毕家过日子的人，而不是总觉得自己被胁迫，心怀怨气的人。有这种想法的人，再好我碧阳也不要，因为不利于我家中和谐。贤婿啊，你这是取消和婉晴的婚约吗？听到碧阳要取消联姻，赵玄忽然急了，取消婚约就意味着赵家德退出城西王家的修炼带产业，这笔损失可就太大了，那可是一笔会让无数人争得头破血流的巨大利润啊！而且刚才他查看过了赵婉晴的伤势，很明显他的道基已经受损非常严重，几近报废。如果不能想办法修复道基，估计这辈子的修仙路也就到头了。如果碧阳在这个时候取消婚约，那赵家等于是人财两空，损失惨重。贤婿啊，婉晴这丫头一向温婉之性，只是在仙宗待久了，沾染了一些陋习，都怪老丈我疏于管教。不过她性格还是不错的，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脾气也很好，
长得又美，娶回家以后好好教教她就可以了。你们年轻人嘛，多包容彼此，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赵玄苦着脸说道，他可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另外，他那个价值不菲的上古仙玉都送了碧阳，却摇了摇头，打断了他的话。赵家主，这件事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这样吧。赵玄闻言一愣，听出了碧阳的弦外之音，回头看了一眼赵婉晴，心中明白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看来回去后还得多劝劝婉晴才行。只要赵婉晴心态改变，愿意心甘情愿地嫁入毕家，那么此事还是有回旋余地的。无奈地叹了口气，赵玄向着碧阳拱了拱手，不再多言，带着赵婉晴转身离开了。至于她的好闺蜜向雪柔，赵玄表示无能为力，他又劝不动碧阳，只能由她去了。现在青云城中要问战力最强的人，恐怕还就属那个疯子碧阳了。回想碧阳刚才击败赵婉晴和向雪柔的那2招，赵玄觉得即使是筑基大圆满的自己对上，都不一定能完美化解，更何况毕家还有知化形期的天生圣灵小白虎呢，战力可比肩人族金丹大能。青云城中早就将毕家传为了目前的第一家族，尤其是在这次毕家神子降生，福泽全城之后，声威更加的鼎盛了。凭借神子的无敌仙路，将来最少也是个一流世家。毕家这是要在世间强势崛起了呀。随着赵玄心事重重的离去，毕家门前的人群也渐渐散去了。现在天泽神子将士引动的天地异象还悬在青云城上空，寒江映道，灵气化雪，道运流转。若能趁此机会抓紧修炼感悟，必将受益匪浅。一时间，众人纷纷告辞离去。碧阳送走了众人后，扫了一眼躺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漂亮萝莉向雪柔，眼中闪过了一丝戏谑。他正愁家中没有下人使唤，这就有人迫不及待的毛遂自荐。以后云瑶老婆就可以休息休息了，那些脏活累活就交给萝莉女仆干好了。心情不错的毕大老爷哼着小曲，将身轻体柔的向雪柔扛在了肩头，晃晃悠悠的走进了家门。向雪柔被捆仙索牢牢束缚，根本动弹不得，只得一脸绝望的看着青云仙宗的方向，眼神暗淡的在心中呼唤：爹啊，你快来救救我吧！青云城中有坏人啊，我被他收下当丫鬟了，以后我可怎么活啊？呜！碧阳，你放开我！想让姑奶奶给你当牛做马，你痴心妄想！向雪柔小嘴巴巴巴，愤怒地对着碧阳一顿输出：闭嘴！再吵让你3年生俩！碧阳实在受不了他的聒噪，忍不住开口吓唬道。大老爷一怒，满庭子孙顿时吓得向雪柔闭上了小嘴，只敢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无声地瞪着他。小白过来，看着他，别让他乱跑，以后他就是你的铲屎官，吃喝拉撒都找他。将他放在后院的那棵6叶碧桃神树下，碧阳叫来圣兽小白虎看管他，便不再理会向雪柔，转身回到了前院。小白虎应声而来，歪着可爱的小脑袋，看着气呼呼的向雪柔，看什么看？你这只臭猫！向雪柔气不打一处来，现在的他郁闷极了，路过的狗他都想上去踹2脚。自己一个仙宗大小姐，居然沦为了一个小瘪三的家里丫鬟。更让他郁闷的是，他还打不过那个小瘪三，只好拿他家的猫出气了。嗷呜！小白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小小的虎头上流露出一个人性化的轻蔑表情，张口发出了一声怒吼。他最近天天泡在悟道台上修炼，连吼声中都自带大道梵音，能直入人心，摄魂夺魄。向雪柔当场被震得头皮发麻，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白猫，竟然是指天生圣灵，未来成就可比肩仙王的妖王白虎。我的天哪，我不是眼花了吧？居然在这里还能看到通灵白虎！就连青云仙宗都不曾有过这等级别的圣兽，一个小小的毕家怎么可能会有？向雪柔瞪大了眼睛，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自己身旁的这棵小树居然也不平凡。不过1人高的古树，每一根树枝上都点缀着6片碧玉的神叶，神叶之上流淌着天地道纹，道运流转，如同仙物，天生汇聚天地精华，吸收日月星辰之力，凝聚大道本源。每一片枝叶皆蕴含着玄奥的大道法则，令人惊叹。神叶之间凝结着一枚枚碧桃道果，果实如琉璃一般透亮，表面缠绕着亘古的混沌气息，不时闪烁神光异象。果实香气仿佛可以涤荡神魂，只是闻上一口就让人心生明悟之感，执念畅通。仅仅是站在树下，向雪柔就已经能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灵力波动，正在和神树散发的大道波纹产生共鸣。这是传说中的了6叶碧桃神树。向雪柔瞪大了美目，不可置信。他从小就对修炼无感，一直醉心于各种天材地宝的研究，对于许多上古神术都有研究。在他问天风的家中，就有一本玄天玉露宝鉴，上面记载着无数天地间最宝贵的仙药神术，其中就有一株名为6叶碧桃神树的上古仙药，和眼前的这株古树十分相像。
树生6枝，根系自动汲取天地规则，凝结为天地道果。枝生6叶，枝叶摇曳时洒落道运光雨，滋养灵植，净化污秽。叶结6果，服用后可重塑道基，延续寿元万载，可助大地悟道。没错了，这就是传说中诞生于先古时代，与天地同寿的6叶碧桃神树，是连先王、大帝、古之世家都梦寐以求的无上仙药，竟然就这么随意地种在了院子里，周围连一汪灵泉都没有，甚至连行云布雨的法阵都没布置。身为花草鸟木爱好者的向雪柔，心底又震撼又心疼，这样一株仙药就这么随意地栽种在凡土之中，实在是暴殄天物。和6叶碧桃神树相比，他那颗9孔仙藕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了，这可是最顶级的神树啊！这碧阳还是这碧家，到底是什么来头？向雪柔眼神复杂，思绪翻涌，久久不能平复。喂，那个丫鬟，快过来给本女王顺顺毛，愣在那干嘛呢？向雪柔还在发呆时，却被一道极其好听却略显稚嫩的女声打断。她连忙转头回顾四周，却没有发现一个人影，只有那只纯白色的圣灵小白虎正慵懒地趴在地上，虎目微睁，瞅着自己。看什么？没见过这么美的白虎吗？快点过来给我顺一顺背上的毛，不然我就揍你哦！悦耳稚嫩的女声再度响彻脑海，向雪柔微微一愣，确认过眼神，是白虎在出声。我……向雪柔用玉手指了指自己，一脸的不敢置信。你叫我给你顺毛？我就算是个丫鬟，呸！我才不是丫鬟！你个小白虎，休想使唤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了吗？嗷呜！哎呦，别生气，白虎大王，我这就给你顺毛。可恶啊！叫我女王大人。好的，白虎大王，没问题。白虎大王，夫君，你真的要让向雪柔给咱们家当丫鬟啊？前院里，美艳娇妻怀抱绳子，一脸担忧地问道。对啊，以后你们有什么事都可以吩咐让她去做。碧阳一脸不以为然地说道。之前家里的事都是云瑶在打理，眼下就连她也怀孕了，而且也不能老使唤她。咱们家也确实需要找一些下人了，只是一直没碰到合适的。她算是个幸运儿，成为了咱碧家的大丫鬟，以后高低是个管家婆。周诗雨被碧阳的话逗得扑哧一声，明艳动人。夫君你真会说笑，人家好歹是个仙宗大小姐，你忍心这样对她吗？是啊，老爷，我们可不敢使唤她，万一她爹找上门来，可不好交代呢。夫君，我看不如再揍她一顿，就放她走吧。苏媚娘和其他几位娇妻们也都纷纷开口说道。交代个屁交代，随便用，放心大胆的用。碧阳闻言摆了摆手，正色道，不管她的谁，青云仙宗的封主之女也好，古世家的明月也罢，就算是皇朝女帝，敢当着我的面侮辱我家娘子的，我也要让她付出应有的代价。毕竟我将你们娶回家的时候，曾经向你们发过誓，一定会保护你们，不让任何人伤害你们。身为一个男人，连家都保护不了，还算什么男人？几位娇妻被毕大老爷霸气的话感动，纷纷投怀送抱，将他簇拥了起来，献上温柔。碧阳忙活了一阵，这才从花丛中脱身，理了理凌乱的衣衫，望着家中几位倾国倾城的娇妻，毕大老爷豪情万丈，激情四射。这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更有奔头了。夫君，那道盟的王仙师要带师收徒，你却拒绝了他，莫非是想让天泽以后加入仙宗吗？美艳娇妻周诗雨想起之前王仙师爱才心切的样子，不由得出言问道。碧阳摇了摇头道，天泽要去哪，由他长大以后自己决定，他现在还小，就让他留在父母身边，做个快乐的孩子吧。说着，他轻轻接过周诗雨怀中的神子天泽，碧阳的脸上流露出满满的欣喜和疼爱，伸手入怀，将系统之前发放的奖励拿了出来，顺手递给了美艳娇妻。这是……天哪！周诗雨接过一看，顿时被惊呆了。天阶冰灵根专属修炼功法，冰心天玄心法；天阶剑诀，冰心天玄剑诀，甚至还有配套的天阶飞剑函江春雪剑，这些都最适合天泽神子的功法和飞剑，甚至还有大量的凝元丹、聚气丹、筑基丹等等灵丹，保守估计得有2-3千颗。这下真的是灵丹当饭吃了，用不完，根本用不完。天泽正好是变异冰灵根，这些都是夫君为天泽特意准备的吗？周诗雨红着眼问道。碧阳轻轻点头，不错，先交给你，等天泽长大一点，再由你教他修炼。说着，他又对着其他几位娇妻说道，不光是天泽，你们腹中的孩儿降生后，无论天赋高低，夫君都有特别的奖励。此话一出，众娇妻皆是喜上眉梢，本来他们还十分羡慕天泽神子的体质，更羡慕夫君准备了天阶功法等大礼。这下好了，大家都有，夫君一视同仁，并没有厚此薄彼。一时间，众星捧月般的又围了上去，莺莺燕燕的笑闹成了一团。毕大老爷见娇妻们心情不错，便将自己马上要迎娶白家家主白灵运的事情也趁机说了一遍。对于此事，几位娇妻之前都听自家老爷提过，倒也不觉得意外。
反而还对碧阳退婚赵婉晴一事集体感到惋惜。对于那个温婉知性的大美人，几位娇妻心底还是蛮喜欢的，但碧阳却表示心气高傲的不是心甘情愿要嫁给自己的，宁愿不要也不能强行娶回家。毕竟娶妻纳妾并非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要为全家幸福去考虑的。听到这话，娇妻们纷纷感动不已，自家老爷就是好啊，连纳妾都想着要让所有人满意。因此毕大老爷迎娶白灵运一事获得了娇妻们大力支持，全票通过。温存了一阵，莺莺燕燕散去，唯有美艳娇妻周诗雨留在了毕大老爷的身边。天泽神子刚喂饱了奶，由苏媚娘抱走哄睡去了。美艳娇妻眼中水光潋滟，媚眼如丝，盯着碧阳笑意连连。夫君，你可好久没有和人家恩爱了呢，难道你就不想吗？娘子，夫君当然想了，这还不是因为你要养胎吗？现在不用了，你来吧。嘿嘿嘿，娘子挺住，夫君要来了。一连数日，碧阳都沉溺于温柔乡之中，无法自拔。美艳娇妻周诗雨怀孕的那些日子里，天天听着雷霆雨露，估计是真的憋坏了。第一次让自认为一条游龙的毕大老爷觉得自己还得再练练。这段时间向雪柔似乎是认命了，也不提让碧阳放了他的事了。每天除了给小白虎顺毛撸背，就是围着后院那株6叶碧桃神树鼓鼓捣捣，甚至为了浇灌神树还搞了一口灵泉出来。毕大老爷偶尔过去看一眼，还被他一脸敌意的拦住了，说他糟蹋东西，不让他靠近，搞得碧阳一脸懵逼。不是，这不是我家吗？这是我家的树啊，你拦我干啥？我爱糟蹋谁就糟蹋谁，你还管起我来了，真把自己当管家婆了。当即辣手摧花，将向雪柔狠狠地吊打了一顿。受到教训的向雪柔这才如梦初醒，连眼神都变得清澈了，终于认识到了她如今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仙宗大小姐了，而是毕大老爷家的一个小丫鬟。这个认知让向雪柔内心委屈极了，可怜巴巴的眼里含着泪水，乖乖地按照毕大老爷的要求为他捏肩捶背，鞍前马后。毕大老爷得意地享受着小女仆的服饰，只觉得飘飘欲仙，满意至极。虽然这小丫头按摩的手法一般，但不得不说的是，这项雪柔确实打理起神树来颇有手段。6叶碧桃神树那是一天比一天神光璀璨，道韵盎然了。这株6叶碧桃还是让云瑶怀孕后系统奖励的上古神树，碧阳得手后也是随意的种在了后院，每天浇水，这样也不懂打理。反正像雪柔在毕家也没啥要做的，几位娇妻都比较宽容大度，通情达理，没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对她也比较和善与友好。算起来，唯一需要向雪柔分心照顾的，除了那株神树，也就只有圣兽小白虎和知人善用的毕大老爷的了。既然他愿意打理神树，那就让他打理好了，只要别养死了就行。毕大老爷也懒得管他，只顾着自己在几位娇妻之间游龙搞耍，逍遥快活。这一日，赵玄带着赵婉晴来到了毕家，一是为了之前联姻之事，二来是想要看看向雪柔在毕家过得咋样了，有没有被虐待啥的。毕竟赵婉晴和向雪柔二人是好闺蜜，又是跟着她下了山，万一有个3长2短，赵家也脱不了干系。结果二人到毕家一看，这向雪柔在毕家不仅没受到任何虐待，反而还过上了每日种树撸猫的田园生活。婉晴，你怎么来了？看到好闺蜜的到来，正在后院中撸猫的向雪柔顿时眉开眼笑的迎了上来。我这次来是和毕家商量联姻一事的。赵婉晴的情绪有些低落，她的修炼道基被毕阳一剑斩碎了，几乎报废，前路尽毁。眼下就算她想回仙宗都回不了，似乎只有嫁人生子这条出路了。唉，此事都怪我太过鲁莽任性了。出乎意料的是，向雪柔这次却没有反对她嫁入毕家，反而突然叹了口气，说起来，咱们之前还真的小瞧毕家了，以她家中的底蕴，确实有资格瞧不上咱们仙宗。赵婉晴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向雪柔低头折服？快来，我给你看个好宝贝。见好闺蜜一副不解的样子，向雪柔献宝似的将她拉到了一边，指着6叶碧桃神树，神神秘秘地介绍着，这棵神树上的道果就能修复你的道基，而且甚至还能帮你洗涤肉身，增强天赋灵根。有此神树，等到了修炼后期，说不定成就大道，达成仙缘都未尝不可。此等仙品，估计8大古世家都未必能有。说着，向雪柔又指了指怀中眯着眼享受的小白虎，还有这只小猫咪其实是天生圣灵，连大地都梦寐以求的专属坐骑通灵白虎。不仅如此，毕家还有先天制宝物道台，在那上面修炼的速度至少能提升5倍。还有毕家修炼的功法，最低也是地阶玄功，甚至天泽神子更是有着全套天阶功法，剑诀和飞剑。难怪面对道盟仙师的拉拢，毕阳却死不同意，原来是这毕家的底蕴太可怕了。听着好闺蜜的介绍，赵婉晴暗暗啧舌，像雪柔所说的每一件东西拿出去都是能震动8荒的神物，这种底蕴比起上古世家也丝毫不虚。
他心中一直认为自己应该算是下嫁，没想到这一对比，原来自己才是那个高攀的人。原本还有一丝丝不甘的心理，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还有点忐忑，毕竟碧阳曾经明确地表示过要和自己退婚来着。他会不会嫌弃自己了？会不会看不上自己呢？万一他不同意娶我咋办？想到这，赵婉晴心乱如麻，竟然开始患得患失了起来。不过婉晴，这毕家好是好，就是可能有点危险。向雪柔咬了咬牙，犹豫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说道：什么危险？赵婉晴微微一滞，连忙问道。向雪柔鬼鬼祟祟地左右打量着，悄悄说道：我怀疑这个碧阳喜欢打老婆。啊！赵婉晴闻言瞪大了美目，不敢置信，碧阳看起来还蛮俊朗清秀，怎么会有这种恶习？是真的。向雪柔接着说道，我经常听到他房间里传来震耳欲聋的怪动静，他几乎每天都会打老婆，有时候一天打好几次，没怀孕的打，怀了孕也打，就连刚生完绳子的他也打。不信你问问小白虎是不是这样。小白虎舒服地趴在向雪柔温润的怀中，闻言乖巧地点了点头，是真的姐妹。这赵婉晴紧咬红唇，内心很是纠结。没想到啊，看起来浓眉大眼的碧阳，背地里居然是这种人。婉晴啊，快来！正在胡思乱想之间，听到了赵璇的呼唤，赵婉晴连忙告别好闺蜜，来到前院。前院中，碧阳正和赵璇围坐在石桌旁闲聊。听说你想通了？见赵婉晴匆匆出现，毕大老爷看着她花容月貌的俏脸，似笑非笑地问道。赵婉晴的玉面唰的一下就红了，小心脏扑通扑通的乱跳，像是里面装了纸不听话的兔子。温婉知性的她羞涩地点了点头，真心想嫁，不觉得委屈了？温婉美人脸颊发烫，无声地摇了摇头。碧阳点了点头，说道：其实嫁给我也没什么不好的，除了要生孩子以外，无论是修炼资源还是任何一方面，我可以保证会比你在仙宗还要过得舒服快活。至于你道基的伤，无需担心，我会帮助你疏通堵塞的通道的。只要你心甘情愿地为我毕家开枝散叶，我一定力挺你，大力支持你继续修炼。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赵婉晴咬着莹润的唇瓣，有些欲言又止，又觉得难以启齿，不知道该说不说。碧阳看出了她的犹豫，大方地表示，有什么话就直说，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不必拘谨。那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天天都打老婆呀？赵婉晴闻言歪着脑袋，仔细想了想，为了自己以后的幸福，还是觉得应该问清楚比较好。啥？碧阳闻言一愣，不明所以。看到碧阳愣住了，赵婉晴又道：是听雪柔说你天天都在房间里面打老婆，求饶都不放过，不要命的那种啊。碧阳闻言神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连身旁的赵璇都听出来了，尴尬的脚趾扣地，低头憋着笑。傻孩子爱那个贤婿啊，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吧？最终还是赵璇实在忍不住了，开口打破沉默。小女以后就拜托你多多照顾，用心培养了，要是有哪里做得不好，毕家就多担待，毕竟她年纪小，懂得少。我们就先回去准备准备，贤婿忙完了手中之事，随时都可以来赵家迎娶婉晴。碧阳点了点头，将二人送出门外，一扭头却看到向雪柔正抱着小白虎在鬼鬼祟祟的偷看。看到毕大老爷忽然板起的脸，吓得落荒而逃。碧阳笑着摇了摇头，转身也走出了家门，向着城北白家方向飘然而去。他之所以让赵璇二人回家等等，正是因为在这之前，他要先把白灵韵给娶回家。这是二人早就约定好的，总有先来后到不是。接下来要做的事还挺多，要先去城北白家将成熟贵妇白灵韵娶回来，然后就该轮到城南赵家的温婉家人赵婉晴了。在之后还有城东李家，还欠着自己一个老婆呢，抽空还得去趟李家看看怎么个事。不过李家之事倒也不急，因为等到赵婉晴过门的时候，估计绝世尤物苏媚娘也该临盘了毕家的第二个神子，甚至是超越神子，目前天赋最高的圣子要降世了。这么一想，毕大老爷忽然觉得自己还挺忙的，连娶带生的还个个都是顶级美人，超级神子，恐怕连皇帝都有自己逍遥快活吧。爱果然人还是不能太优秀，要不然连老婆都不知道该从哪家开始娶为好了。各种风味的顶级美人都要嫁我，都要嫁我，非是不听呢。青云城南，毕大老爷摇头晃脑，春风满面的来到了白府门前。家主，家主，毕家的老爷来了。自从白灵韵上次从毕家回来后，就已经将毕白两家联姻的消息吩咐了下去，府中也早已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就等着毕大老爷登门提亲的这一天了。因此毕阳甚至都还没说话，就被眼尖的下人认出来了，嗷嗷叫的冲进府内报信。片刻后，成熟贵妇白灵韵笑容满面的出现，亲自将毕阳迎进了白府。搂着白灵韵那丰腴的娇躯，
毕大老爷红光满面地参观着白家各处，频频点头。这白家不愧是青云城4大家族之一，府中各处旗姿异景，气派非凡。说起来，这次毕、白、赵、李4家联姻，属白家的牺牲最大，其他2家不过是省了100万灵石，而白家却是将家主送出去了，等于搭上了整个家底。不过毕大老爷根本不在乎白家的这点家底，他就图成熟贵妇这个人。而白灵运也是一心想当神子之母，帮助白家完成阶级跃进，成为名噪一方的大家族，于是心甘情愿地决定嫁给毕阳。这样说起来，倒也没有什么谁输谁赢，不过是互惠互利，一拍即合罢了。白灵运的闺房中，毕阳和白灵运围坐在桌前，气氛有些尴尬。在参观完白家所有地方以后，毕大老爷非要来他的闺房坐一坐。白灵运从没和任何一个男子单独在闺房中相处过，俏脸羞红，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他只能装作忙前忙后的样子，掩饰自己的心慌。毕老爷，这些都是从城西王家得到的修炼带，托您的福，这次我白家获利颇丰。这些事说好了交给你们3家处理，我就不操心了，所以收获和风险都由你们3家共同承担，不用和我汇报。毕阳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而且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你这称呼是不是也得改一改了？这个总得圆房之后才能改口吧。听到毕阳的话，白灵运的脸刷的一下更红了，像是熟透的苹果，浑身散发着浓郁的苹果香。好话呀，这个家伙居然这么调戏人家，这种局面叫人家怎么叫得出口吗？望着成熟丰腴的白灵运，毕阳咽了咽口水，心头感觉有些燥热。这个女人真是美到了极致，那张不施粉黛的脸上，明眸皓齿，黛眉琼鼻，每一处细节都恰到好处，身材更是珠圆玉润，没有任何一丝赘肉，该瘦的地方瘦，该饱满的地方饱满，堪称极品身材。但更让人觉得回味无穷的，还是她身上的那一股逼人的贵气。她不似周诗雨那般清冷的如同谪仙，也不像苏媚娘那样魅惑众生，和毕阳的任何一个老婆都不同。白灵运有一种独属于她自己的贵妇感，既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又不失平易近人的态度，待人接物有理有度，分寸感十足。与人相处有一丝距离感的同时，又不失亲切。她就是那种让你一看就觉得很难征服，又总会给你一丝希望，让你心中不由自主地想要拿下她，得到她的一切，疯狂地占有她，与她融为一体，永不分离。夫人说的有道理。毕阳看得心头火热，忍不住出言说道：春宵一刻值千金，良宵苦短，我看不如就立刻马上开始我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吧。白灵运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眼下明明还是大白天，离天黑还早着呢，哪里就良宵了？虽然我也很想早日怀上神子，但这家伙也太猴急了吧。成熟贵妇低着头不说话，只是那白嫩的皮肤都泛起了粉红，羞怯万分。毕大老爷得意一笑，一把将她抱在了怀中，温润如玉，柔弱无骨。啊！白灵运猝不及防惊呼了一声，抬眼正对上毕阳那双深邃如渊的眸子，似有星辰流转，顿时怔住了。看着他帅气逼人的俊朗面容，感受着他身上阳气逼人的热度，白灵运心中小鹿乱撞，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罢了罢了，既然决定要嫁给他，这一步早一点晚一点，白天黑夜的又有什么关系？因此成熟贵妇也就没有再抗拒，双臂轻轻环绕上意中人的脖子，扬起了雪白修长的天鹅颈，害羞地闭上了双眼。干柴遇上烈火，一触即燃。闺房内风光无限。这一日，日出了东方，日落了西山，天昏地暗，直到深夜，云雨才歇。望着窗外刚停的大雨，白灵运俯身爬进毕阳的怀中，柔声说道：这场雨下的可真大，一片泥泞。夫君，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今夜你别回去了，留在这吧。毕阳轻轻地应了声好，怀抱着美娇妻，就像搂着顶级美玉般细腻。他本来就没打算这么快离开，白灵运和其他娇妻不同，他乃一家之主，白家还有许多产业要经营照顾，所以并不能其他娇妻们一样搬去毕家长住，只能偶然过去承受恩泽。因此这次毕大老爷准备直接在白家待上一段时间，直到让白灵运彻底怀上身孕为止。日后的事情就等日后再说吧。不多时，身旁传来成熟贵妇均匀的呼吸声，熟睡的美人脸上还挂着甜甜的笑容。毕阳无心睡眠，开始查看起了脑海中的系统提示。叮咚，恭喜宿主觅得特殊体质3品风灵根，向成为众仙之父的又迈出了一步，获得奖励，自身修为提升2层，自身灵根品质提升2品。哦，没想到这白灵运不仅气质独特，竟然还是个特殊体质。自从修为踏入筑基以后，普通资质的老婆加成已经不多了，像是云瑶就只提升了1层，而白灵运这次居然提升2层。毕阳摸着下巴想到，看来以后再找老婆就得提高要求了，至少也得是特殊体质，变异灵根才配得上本大老爷。
现在毕大老爷的修为已经来到了筑基8层，灵根也提升到了5品5星灵根，又精进了不少。毕阳估计，等到自己将赵婉晴拿下，再等苏媚娘腹中的圣子降生，甚至可能直接突破筑基，踏入金丹通玄。到时候，他将会成为青云城唯一的金丹修士，战力第一的猛人。毕家也会因此成为青云城第一大家族，独领风骚。当然，现在的毕家也因为神子降世的荣耀，隐隐有第一家族的派头了。而且筑基8层的毕阳，凭借各种系统奖励的道法神通，其实在城中已无敌手，无冕之王了属于是。收敛心神，毕阳继续向下看去，获得奖励：运灵丹星号200颗，道侣运期时服用，可大幅提升胎儿的先天灵根属性。获得奖励：洗髓丹星号100颗，服用后可洗炼灵根，淬炼道基，提升修炼体质。不错，运灵丹这些固定奖励多多益善，老婆越多，资源就越多，资源越多，孩子就越强，孩子越强，本大老爷的实力也就越强。跟着道盟的政策走，多娶老婆多生孩子，准没错。现在毕阳的希望就全在子嗣提升上面了。要知道，仅仅是天泽出世，就给他带来了3层小境界的提升，更别提后面等天泽开始修炼，还能源源不断的为毕阳提供修为加成。而他只需要平时动动腰就行，完全不用自己苦修。毕大老爷成了躺赢狗。获得奖励：造化灵池，先天至宝，可自动吸收天地灵气，化为灵液，修士服用强化肉身，妖族饮用净化血脉，灵植浇灌催熟助产，功效神奇。系统任务已发放，好运连连，让白灵运成功好运。奖励：断体丹星号200，神魂丹星号200，玄霄5行真解，天阶功法，内含5行修炼之法，最适合5行灵根修炼的功法，修炼至大成，可提升5行灵根天赋上限。又是一件先天至宝，还有天阶功法，还是最适合5行灵根修炼的功法。不错，不错，果然最大的惊喜总在最后出现啊！看到造化灵池后，毕阳心中十分高兴，先天至宝的神奇之处不言而喻，从家中的悟道台就能窥见一斑，足足提升5倍的修炼速度，几乎每个人见到悟道台后都震撼不已，爱不释手，就连极致升华时都巴不得在悟道台上进行。虽然暂时还不知道这个造化灵池又有着什么样的神奇功效，但可以预想到的是，绝不会比悟道台差到哪里去，必然又是一件令人呼吸急促、眼红心跳的稀世珍宝。再配上适合每个人修炼的天阶功法，毕阳几乎已经可以想象到家中的几位娇妻在见到造化灵池后那欣喜若狂的表情了。一天就是一日，一日就是一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毕阳一直待在白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起居都有专人照顾，当起了他管鲍之交的大老爷生活。而白灵运在尝到了双修的甜头以后，也是有事没事就和毕阳搞耍一番，逍遥快活。毕竟谁能抗拒这种又能让身心愉悦，又能使修为、体质全方面进步的方式呢？一时间，二人都有一种乐不思蜀、不顾一切的感觉。转眼半个多月过去了，在百发百中的帮助下，白灵运也是成功怀上了身孕。她果然不愧是特殊体质，经过3品风灵根的母体加强，又在运灵丹、洗髓丹、断体丹、神魂丹等丹药的帮助下，让腹中胎儿仅仅是初始阶段就已经显露不凡之处。虽然目前只是一个闪耀的光团，但神识探查之下，隐约可以看出其中孕育着一个空灵如仙的存在。每一次光团闪动，随呼吸明灭的瞬间，都有丝丝仙气溢出，道运流转。对此，毕大老爷表示十分满意，真是不愧他辛苦操劳啊！白灵运更是开心的合不拢腿，每天摸着平坦的腹部，一脸的慈母笑，如同魔怔。这天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修炼之后，毕阳春风满面的搂着成熟贵妇，大手游走在峰峦叠嶂之间，二人正在闲聊，忽然听到白灵运抱怨说白云城的刘家如何难缠，似乎对城西王家的覆灭有很多不满之处。看着爱妻愁眉苦脸，如此惆怅的模样，毕大老爷心中一动，有些心疼的询问起来。夫君有所不知，这修炼带虽然利润庞大，但其实风险不小，无论是前期审核还是后期收账都有很大的隐患，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利润要上交给白云城的刘家。之前我们说要帮你擦屁股解决的，就是来自刘家的麻烦。白灵运任由自己玉体横陈，躺在毕阳的身边，悠悠地说道：是不是这刘家不好摆平，所以你才会这么烦？毕阳捋着他的秀发，柔声问道。成熟贵妇叹了口气回道：是也不是，城西王家的事经过我们3家的疏通和打点，已经被压下去了，但坏就坏在这，刘家的一部分听说了这件事，觉得这块的利润太诱人，想要从我们手中将生意收回，由他们刘家派人入驻青云城，自主经营修炼带生意。我们3家为了吃下王家的份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然不可能同意这件事。一旦修炼带被刘家截胡收回，咱们所有的投入都将前功尽弃，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段时间，我和赵
李两家一直在为这事头疼，却没有什么好的对策。毕阳闻言点了点头，看来这刘家的胃口也不小，收下了白、赵、李三家的孝敬以后，野心暴露，还想要将他们吃干抹净，彻底占有独享这块大蛋糕。可是这刘家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吗？为何你们不联合起来反抗刘家呢？毕阳好奇地问道。不行。白灵运不假思索，连考虑都没考虑，斩钉截铁地说道。刘家可不比王家小门小户，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家族，在白云城至少排在前3之列，家中天骄辈出，光是金丹修士就有至少7、8位。而刘家的家主刘万春更是魏元婴初期的大佬，杀伐果断，性格残暴。咱们3家虽然在青云城是大家族，但在刘家的眼里最多只是个家庭罢了，根本算不上是家族，拿什么和刘家拼？毕阳闻言点了点头，看来自己当初放弃抄家，将王家的问题留给其他3家去处理的决定做得没错。这个王家果然是个烂摊子，只是如今的自己与白、赵、李3家通过联姻紧紧捆绑，恐怕也并不能独善其身。尤其是白灵运，她不仅嫁给了自己，还有了自己的骨肉，万一惹上麻烦，毕阳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娘子不必烦忧，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过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那刘家若真是不讲情面，拿了你们的打点，还要行过河拆桥之事，为夫定会为你讨回公道。毕大老爷豪气干云，霸气地将成熟贵妇搂在怀中，掷地有声地说道：我毕阳只要存活在这世上1天，就没人能欺负我毕家人一丝一毫。若有犯者，无论高低，虽远必诛。听着毕阳的话，白灵运面露感动之色，在这风雨飘摇、危险万分的修仙界，她一个女子孤身带领一个家族，早已坚强惯了。倒不是她生来就比谁坚强，而是因为她没有靠山，没有退路，只能逼着自己坚强。在她接手白家的这些年里，白灵运早就习惯了有苦自己受，有难自己抗的生活。本以为自己早已心如止水，不会再起波澜，却没想到还是有一天会沦陷在一个男人霸气的誓言里，被他深深打动。那些关切的话让他心里暖暖的，很安心，像是风雨里找到了港湾的小船。这一刻，白灵运真的有种靠了岸的感觉。情动之下，白灵运不由得红了眼眶，扑进了毕阳的怀中，将他紧紧抱住。毕阳感受到爱妻的温情，心中也是感慨万千。需要和被需要，都是一个人被肯定的过程，都会人觉得满足和开心。家主，家里又来客人了。门外有一个大嘴眯眯眼的壮汉，带着一群自称是白云城刘家的人，指名道姓的让您出去见他呢。2人正在相拥温存之时，突然听到白家下人前来通报。毕阳和白灵运诧异的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表情上读出了一丝惊讶。白云城刘家说曹操，曹操就到。2人这边才刚说完刘家，他们就找上门来了。夫君，我去看看，你就在家中歇息吧。白灵运起身穿好衣服，对着毕阳说道。毕阳却摇了摇头，紧跟着起身道：不，为夫和你一起出去看看，正好见识一下这大城池来的大家族到底有多威风。白灵运担忧地看了一眼毕阳，这家伙在青云城那可是出了名的疯子，筑基2层就敢灭了王家，杀了金丹大能王天霸，之后更是对着青云仙宗的封主明珠拳打脚踢，甚至还将对方收为了使唤丫鬟。他还真怕到时候这刘家众人万一说错厉害，惹得自家夫君不高兴，到时候闹出麻烦。毕阳像是看出了成熟贵妇眼中的担忧，朝他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灿烂笑容。放心吧，娘子，一切都听你的，我保证就在旁边看着，不插嘴。青云城北白府，白灵运匆匆走出家门，后面还跟着不紧不慢的毕大老爷。白府大门外，果然有一位大嘴眯眯眼的壮汉，神色倨傲的带着另外7人，不耐烦的等在门口。几人神色不善，气势汹汹，除了眯眯眼大汉是筑基大圆满修为，其他几人的修为也都在筑基8、9层。你就是白家主白灵运，怎么磨磨蹭蹭这么久才出来，害得爷们等了这么久。见到毕阳2人出来，眯眯眼轻蔑的扫了一眼吊儿郎当的毕阳，对着白灵运沉声开口道。虽然是询问，但他的语气很冲，像是在责骂下人一般，让人听着很不舒服。我就是白灵运，阁下是何人？毕阳听到后眉头紧皱，就连一向好脾气的白灵运闻言都微微一滞，忍不住秀眉微蹙的回道：爷们，我是白云城刘家的人，我的名字你们还不配知道。你们只需要知道，我这次来青云城是为了吩咐你们3大家族一句话。我家2公子刘耀说了，限你们在3日内交出手中有关王家的一切。眯眯眼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边说边用手指指点点，神气十足。记住，是一切，生意、灵石、资料、人脉，所有的一切不得有任何隐瞒和保留。如有违令，咱们刘2公子不介意让3大家族在青云城集体消失。听完眯眯眼的话，白灵运皱着眉头道：刘耀，我不记得认识这个人，关于王家的事
我们都已经打点好了。刘二公子说了。眯眯眼毫不客气地打断了白灵运的话，眼中的蔑视让人皱眉。之前的约定全部作废，现在王家的事由我们刘二公子做主，任何人都得无条件服从，不得有异议。胡说八道！白灵运闻言火冒三丈，怒声说道：王家一事，我们青云城早和刘家达成了一致，约定好了的事，岂能说推翻就推翻？你口中的这个什么二公子刘耀，我根本就不认识，仅凭他一句话，就想让我们三大家族屈服，你怕不是在说笑吧？谁知道白灵运愤怒的话落在眯眯眼等人的耳中，却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几人指着一脸莫名其妙的白灵运猖狂大笑，眯眯眼更是夸张的前仰后合。这一幕直接把白灵运气了个够呛，脸上青一阵红一阵，饱满的胸脯在剧烈的起伏，显然怒火中烧，正在极力压抑着。什么狗屁三大家族，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罢了。对于白灵运怒气升腾的样子，眯眯眼却根本毫不在意。他笑够了以后，才接着说道：一群乡下的土哥们土娘们，真以为学别人收了几个下人，就能自称为一大家族了？你们口中的家族，在我们刘家看来，就像是小儿玩闹一般可笑，挥手间就能让你们引以为傲的家族灰飞烟灭。你还敢跟我吹胡子瞪眼，摆上家主的架子了？呸！你！白灵运怒不可遏，他身为白家家主，养尊处优惯了，还从未受过如此侮辱。往日里谁见了自己不得笑脸相向，即便是去了白云城，面对那刘家的执事、长老和家主，也有几分薄面。没想到今日却被一个小小的狗腿子给指着鼻子骂了个狗血喷头，侮辱的体无完肤，简直快把他的肺都给气炸了。嚣张，太嚣张了！这刘家的下人毫无尊重可言，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堂堂家主放在眼里。行了行了，爷们没时间和你废话。白灵运还想说什么，却被眯眯眼不耐烦的摆摆手再次打断。他依旧用手对着白灵运指指点点的说道：反正二公子的话也都已经给你带到了，最后奉劝你们一句，最好是乖乖听话，别触二公子的眉头。我们刘二公子的怒火，你们承受不住。在眯眯眼说出最后一个字的瞬间，碧阳再也忍不住了，眼神骤然冰寒，那玩世不恭的笑容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冷酷。大道临身，执掌乾坤。轰！碧阳低沉而威严的喝声如同惊雷一般炸响在众人耳畔。与此同时，一股无法形容无法抗拒的恐怖伟力瞬间降临在了白府的门前。大道嗡鸣，天地共振。包括眯眯眼在内的8名刘家修士身体猛地一沉，仿佛背负了万钧山岳，体内奔涌的灵力瞬间编制滞涩迟缓，几乎难以调动，就连动弹一根手指都变得艰难无比。他们脸上那嚣张跋扈的表情瞬间被无边的惊骇和所恐惧取代，众人原本那筑基8、9层乃至大圆满的强横修为，此刻在这股凌驾于境界之上的大道规则之力面前，脆弱的如同风中残烛，实力瞬间暴跌数成。怎么回事？我动不了了，我全身的灵力都被锁死了，这是大道之力。怎么回事？难道白家有金丹大能不成？眯眯眼壮汉是筑基大圆满修为，此时属他挣扎的最为剧烈，但也最为惊骇。他奋力抬头，试图对抗那无形的重压，额头上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恐惧。就在众人惊惧之时，毕大老爷风轻云淡的踱步走上前，一脸和煦的笑，似阳春白雪。你是何人？这是你搞的鬼？不过区筑基8层修为，你居然能掌握大道之力？眯眯眼诧异地看着眼前这个平平无奇却笑得如沐春风的男人，一脸惊奇。我的名字你们还不配知道？望着眯眯眼那张充满了惊惧的脸，碧阳轻轻说道。他缓缓踱步，像是在场中闲逛一般轻松，那让众人踹不过气来的无形大道伟力却根本影响不到他分毫。你很喜欢指指点点的。碧阳的声音平淡无波，却带着刺骨的寒意。他闪电般出手，精准地抓住了眯眯眼那只还没来得及收回就被执掌乾坤定格了的右手食指。刚才他就是用这根手指在嚣张地对着白灵运指指点点。眯眯眼一愣，根本不知道他要干嘛，但心里却隐隐有了一丝不妙的预感。你要干什么？放开我的手！我是刘家。眯眯眼惊怒交加，色厉内荏的呵斥咆哮，试图用刘家的名头吓退对方。咔嚓，回应他的是一声清脆刺耳的骨折声。碧阳的手指就如同铁钳一般，一边淡淡笑着，一边毫不留情地捏碎了他食指的第一节指骨。撕心裂肺的剧痛让眯眯眼爆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冲破云霄，面容瞬间扭曲变形。住手！你这个杂种，再敢动我一下，我保证让你白家血流成河，鸡犬不宁。手指传来的剧痛让眯眯眼气到七窍生烟，愤怒的叫嚣。碧阳呵呵一笑，
不咸不淡的道：“血流成河是吧？”咔嚓，第二声骨裂应声响起。啊！眯眯眼的食指第二节指骨也被碧阳捏得粉碎了。这一次痛上加痛，直接让眯眯眼那张大嘴不住的直抽冷气，大脑一片空白，几乎快要昏厥。可偏偏在大道之力的威压之下，他根本无法动天，只能死死站在原地忍受折磨，如同被钉在砧板上的活靶子。畜生，畜生啊！刘家不会放过你们的，二公子一定会替我报仇，把你们碎尸万段，把白家夷为平地。哦吼吼，碎尸万段是吧？咔嚓！啊，夷为平地是吧？咔嚓！令人压根发酸的骨裂声随着碧阳淡淡的话语接连响起。碧阳面无表情，手法精准而残酷，将眯眯眼那只右手的骨头从指尖到指根一节一节的全部捏成了粉末。你们完了，白灵韵，你这个骚娘们，还有你这个该死畜生，彻底完了，等着承受我家刘二公子的怒火吧。剧烈的疼痛让眯眯眼看着自己肿成了一个皮球的右手，疯狂地咒骂着，那诅咒声中充满了怨毒和恐惧。承受不住刘二公子的怒火是吧？碧阳听着眯眯眼口中那不堪入耳的咒骂，眼中的杀意早已凝成了寒冰。那我就先让你看看惹怒我的代价。说话间，他并指成剑，向着虚空一划而过。刹那间，乾坤嗡鸣，惊天动地。枪！一道神剑出鞘的铿锵巨响回荡天地，刺死剑气。眯眯眼大汉感觉自己仿佛被来自于洪荒的可怕存在盯上了，令人感到绝望和冰冷的死气从脚底板蔓延全身。你还敢杀我？他喃喃自语，看着碧阳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疯子。可碧阳那决绝的表情和冰冷的眼神直接让他的瞬间沉到了谷底。他不是在虚张声势，也不是在吓唬自己，眼前这个人狠话不多的男人是真的要不顾一切的杀了自己。不要杀我！眯眯眼大汉瞬间崩溃了，痛苦哀嚎，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哀求。求求你，饶我一命，我不想死。吃！苍茫的剑意瞬间从碧阳的修长指尖透体而出，带着洞穿神魂、湮灭一切的恐怖气息，瞬间没入了还在疯狂求饶的眯眯眼壮汉的眉心。吵闹声戛然而止，眯眯眼壮汉那因为彻骨恐惧而扭曲变形的脸庞在一瞬间凝固，小小的眼中瞳孔放大，充满了彻底的绝望和难以置信。他甚至连最后一句话都没能完整说完，那蕴含着毁灭意志的刺死剑气便已在他的头颅内部轰然爆发，将其神魂连同生机彻底在世间抹除了。扑通，一具生机断绝，脸上还残留着惊骇与怨毒表情的尸体如同烂泥般重重地砸倒在地。随着碧阳轻描淡写的一摆手，大道的威压骤然消散，原本滞涩凝固的空间也恢复了流畅。在眯眯眼的后方，剩下的7名刘家修士身体一松，却感觉自己浑身冰冷，如坠冰窟，眼中只剩下无边的恐惧，一个个噤若寒蝉，脸色煞白，连口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惹得那个杀神一样的男人注意，将他们一网打尽，哪里还有半分之前的嚣张气焰？可惜他们以为不说话就会没事了，还是太天真。碧阳早已潇洒地轻轻甩了甩手，一脸的风轻云淡，似乎刚才不过是碾死一只吵闹的蚊子。他身姿挺拔如松，气息如渊似海，整个人透着股高深莫测的神秘，感望着瑟瑟的发抖的刘家众人，忽然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你们7人，我只会留一个活口，替我向刘家二公子传话。狂妄、嚣张、霸气！白府门前一片死寂。听到碧阳的话以后，刘家众人面面相觑，神色复杂。如果是在之前，碧阳这样说的话，他们只会当成一个自不量力的笑话，觉得他一定不知死活罢了。但现在没有人敢怀疑他的话，碧阳刚才那宛若神魔般的手段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深深地烙印上了恐惧。那是眯眯眼用命验证过的实力，没有人会怀疑。我愿意回去传话。刘家7人中不知道是谁先开口说了这么一句，瞬间场内就像是开了锅的热水，再度沸腾了起来，一片嘈杂。别杀我愿意回去替您传话。放过我吧，我打小就爱传话，我可会传了。让我去吧，爷爷，我愿意做您最听话的乖孙。您吩咐的话，我保证传得一字不落。7人争抢着要做活下去的那个，纷纷要替碧阳回刘家传话，一边说着，还一边开始推搡了起来。闭嘴！我有说让你们自行决定了吗？淡漠的声音如同淬过了九幽寒冰，灌入众人的耳中。场面再次寂静了一瞬，可怕的危险气息在众人之间流转，几乎让他们窒息。去你妈的！老子就不信你能追上我！分头跑！他最多杀一个。又不知道是谁提了一嘴，刹那间身形晃动，6道身影如离弦之箭，向着不同的方向夺命而逃，
每个人都拼命地调动灵力，恨不得多长2条腿出来。哼，碧阳摇了摇头，轻蔑地冷哼了一声，眼神中金光一闪，忽然身形暴起，如龙翔9天般直冲云霄。刷刷刷，下一秒他并指成剑，向着6人逃亡的身影连劈了6下，一束剑芒破万峰，敢叫仙神来赴死。刺死剑气，神光如电，6道锋芒惊天，凝练到极致的刺死剑气，后发先至，在转眼间追上了逃亡的6人。噗噗噗噗噗，剑气挥洒间，精准无比地斩落了他们的头颅。随着最后一具无头尸体无力的倒地，碧阳如仙王凌晨般缓缓飘落，气质出尘飘逸。砰！场中唯一剩下的那名刘家的小弟，被碧阳的眼神直接吓得双膝一软，跪坐在了地上。碧阳扫了他一眼，淡淡开口：“你很聪明，没有逃，不然你也得死。多谢爷爷不杀之恩，乖孙一定帮您把话给刘二公子带到。”那人心有余悸，捡回一命的他连忙磕头如捣蒜。很好，碧阳满意点头。你回去后告诉那个刘二，如果他活得不耐烦了，爷爷就在青云城等着他来亲自赴死。记住，爷爷叫碧阳。白家门前，白灵运一脸无奈地看着大开杀戒的自家夫君，想不到事情最后还是发展到了这一步。碧阳那挺拔的背影，一如那天挥手间覆灭王家众人一般霸气无双。虽然白灵运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却没想到碧阳竟然将刘家的人全都杀了，只留下一个人回去传话。望着娇妻担忧的眼神，碧阳还以为他在害怕刘家的报复而忧伤，于是便微微一笑，有些抱歉地说道：“抱歉娘子，魏夫方才一时没忍住，让你担忧了。夫君莫要自责，都是这刘家人说的话太过分了，怎么能怪你呢？别说夫君生气，就连我刚才都气到不行，忍不住要出手了呢。”谁知白灵运轻轻摇了摇头，接着说道：“看来这刘家是铁了心要独吞了，为此甚至不惜过河拆桥。今天的仁慈可能会换来明日的变本加厉。谁知道等刘家来到青云城，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看来这城内的格局又要变了。”听到成熟贵妇美娇妻善解人意的话，碧阳心中一暖。他最怕女人麻烦、优柔寡断、妇人之仁。如果刚才白灵运因为担心受到报复而指责自己做得太过分了，碧阳会觉得很失望的。毕竟从刘家的行为方式来看，这刘家不可能是个好相处的家族。眯眯眼大汉不过只是刘家的一个下人而已，就敢如此嚣张，对一个家主吹胡子瞪眼、指指点点。都说狗随人性，就连刘家的狗都这么嚣张跋扈，难以想象若是刘家的嫡系又会是怎样的狂妄。刘家二公子若是亲自前来，还不得把白家掀个底朝天。想到这，他握住了娇妻的柔仪，将她轻轻拥入怀中，柔声道：“娘子不必担心，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就斩首。有为夫在，谁也不能欺负你分毫，否则为夫定要让他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为夫永远在你身后，给你最大力的支持，做你永远的坚强后盾。夫君，你真好。”白灵运闻言，心里甜滋滋的，依靠在自家夫君的怀中，只觉得安全感十足，满心欢喜。又是一番游龙搞耍之后，毕大老爷告别成熟贵妇美娇妻，回到了毕家。半个月没回来，家中的变化并不大。大老爷不在家的时候，娇妻们都在按部就班的养胎修炼。经过大量的洗髓丹、断体丹、神魂丹的滋养，绝世尤物苏媚娘的体质提升巨大，已经从最初的9品地灵根提升到了5品。有地阶功法、天虚神阴宝典修炼，配合悟道台5倍修炼速度的加持，修为也一路突飞猛进，踏入了筑基初期。他的身孕现在已有9个月了，神意非常，如孕神明。神识探查之下，其腹中之景气象万千，在云雾缭绕之间，隐藏着连绵不绝的山脉，散发着苍莽高深的气息。一身筑基期的浑厚灵力如渊似海，化为山泉在山脉之间流动，又在最高峰变作瀑布飞流直下，在腹中天地洒下一片银辉。那身处在山岳之中的胎儿，气势通天彻地，体态如神似仙，仿佛一位仙王在沉睡，心跳声宛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丝丝道音盘旋在天地之间，在山脉之中回荡，仿佛仙神在吟唱，道韵流长。但凡所见这番奇景之人，无不赞叹玄妙，对这位即将出世的神子十分期待。媚娘之子气象万千，堪称绝世神子，天资恐怕还在我儿天泽之上，真是厉害啊！美艳娇妻抱着天泽神子，浑身充满了母性的光辉，圣洁而伟大，由衷的赞叹道：“虽然天泽才不足满月，但他灵智颇高，远远超出正常人，非常聪慧。最近周诗雨在修炼时也会带上天泽，在悟道台上为他讲解冰心天玄心法，从小培养基础。就是，诗雨姐姐的孩子一出世就引动了天地异象，福泽天下。媚娘姐姐的孩子天赋恐怖如斯，一定也会天降异象，昭告世人有神子降世的。”金丽娜也抚摸着自己7个月大的孕肚，一脸羡慕地说道。事实上，
他腹中胎儿的意象更加玄妙，那一黑一白两团神光，日夜流转着大道梵音，天地回响的共鸣，生生不息。阴阳神子之光彩显而易见，这可是双胞胎神子啊，更加珍惜与难得，可谓是天地之造化。姐姐们的孩子都是神子，咱们毕家后代人人如龙，真是太好了。沈秋月和云瑶在一旁也是一脸激动，神情既兴奋又羡慕。沈秋月的身孕不过才4个月，但腹中已是神光璀璨，相信日后悉心培养，也定会产出神子，为毕家的崛起添砖加瓦。云瑶的身孕更短，还不到2个月，但神光已成，若隐若现，很明显又是一个神子在蛰伏，等待着降世，震撼人间。苏媚娘也是一脸自豪的模样，依偎着毕大老爷，那张媚骨天成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和娇妻们温存了一番，享受到奇人之福的毕大老爷拿出了系统奖励的各种丹药和功法，照例交给了美艳娇妻周诗雨。作为毕家公认的主母，娇妻们对于周诗雨都很服气和信赖，因此交给她去分配最合适不过了。留下娇妻们欢笑一堂，毕阳独自走进了后院。后院中，向雪柔正和小白虎趴在6叶碧桃神树下打盹，直到被毕阳拿出的造化灵池所散发的朦胧仙光所惊醒。这是什么仙物？向雪揉揉了揉水灵灵的大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后院中凭空出现的一汪灵池，从圆圆的小嘴里发出一声惊呼。只见6叶碧桃神树下，此刻凭空多出了一汪灵池，池边的材质非金非玉，乳白色的灵池表面还有着天然形成的玄奥道纹，触感温和莹润，散发着朦胧的仙光。但真正让向雪柔惊叹的还是灵池中的池水，晶莹剔透，好似液态的水晶，流动时还会折射七彩的霞光，泛着星辰般的光泽，水面上氤氲着乳白色的仙雾，只是靠近嗅上一口，就让人通体舒泰，舒服的不想离开。这池水竟然全是天地灵气所化，是浓度极高的灵液，一滴就可抵100颗灵石蕴含的灵力。而且池水流淌时翻涌的金色和银色的光点，竟然是道泽碎片，到底是什么仙物？这要是喝上一口灵液，将其中的灵力和道泽碎片吸收炼化，必将更加亲和天地，贴近大道。天哪，我从未见过如此神奇之物，这是你搞出来的吗？可爱萝莉向雪柔围着造化灵池跑了一圈，口中惊呼不断，不可置信地望着碧阳。这个家伙总能拿出让自己震惊的东西出来，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这叫造化灵池，别大惊小怪的，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本大老爷的宝贝还多着呢。碧阳淡定地瞟了他一样，一边风轻云淡地脱着衣服，一边吩咐道：现在你可以出去了，顺便帮我叫几位夫人进来，本老爷今天要和老婆们泡一泡灵池，好好搞耍一番。啊，我出去。向雪柔愣了一下，怎么，你不出去，难道也想留下和本老爷搞耍一番？说着，碧阳扫了一眼向雪柔，接着道：也不是不行，那你也脱光了下来吧，先替老爷我搓搓背。呸，你想得美。可爱萝莉向雪柔听到毕大老爷的话，激动的俏脸通红，叉着腰蹦起来说道：那就去叫夫人们进来，别在这碍事。碧阳没好气地说道：这小丫鬟还是这么不听话，必须好好调教调教才行。不行。眼看毕大老爷就要坦诚相见，向雪柔连忙蹦跶着跑到他面前，双臂张开皱着可爱的小鼻子喊道：这可是仙物，池子里都是灵液，最适合修士服用、炼丹、浇灌神术了，你怎么能进去泡澡？你这是暴殄天物，真是过分。可爱萝莉一脸的不忿，对于毕大老爷将灵池中的灵液用来泡澡的行为非常不满。她小巧的娇躯拦在大大的老爷面前，仰着头凶巴巴地看着碧阳，一手叉腰，一手伸出玉葱一般的手指，轻轻戳着碧阳的胸膛。碧阳一把握住了他那只雪白的柔仪，软弱无骨，惊愕地看着他说道：你说就说，点我干嘛？吃我豆腐？向雪柔这才反应过来，刚才自己不小心戳到了他精壮的胸膛，想起那手感，不由得让可爱萝莉瞬间耳根通红。他把头摇成了拨浪鼓，大声道：呸，谁要吃你豆腐呀？你这个可恶的家伙，我现在跟你说的是你的行为，灵池这么圣洁，我不许你用来泡澡，玷污灵池。看着双手抱胸虚怀若谷的可爱萝莉，碧阳无奈地皱了皱眉。他轻轻拍了拍向雪柔的香肩，语重心长地说道：首先呢，你不过是个丫鬟，有什么资格对老爷我指手画脚的？请你摆正自己的身份。其次呢，这是我的家，我的灵池，本老爷我爱咋耍就咋耍。说着，他狐疑地看了眼可爱萝莉，你这么紧张，是不是想趁老爷我不在的时候偷喝本老爷的洗澡水？呸呸呸，好恶心，谁要喝你的洗澡水？向雪柔吐了吐可爱的小舌头，反驳道：这池中灵液不仅是咱们可以服用，就连小白也可以饮用，还有6叶碧桃神树，也可以用它来浇灌催熟稻果，总之就是妙用无穷。若是被你泡一泡，脏了一池的灵液，岂不是浪费了吗？碧阳歪着头，
精准地抓住了他话中的漏洞。你这小丫鬟伶牙俐齿，谁跟你是咱们了？论家里的地位，你还得排在小白的后面。你真把这当自己家了？我警告你，最好老实一点，乖乖地伺候好老爷夫人和小白，然后就滚回你的仙宗去，少在本老爷面前晃悠。向雪柔被碧阳的一番话呛住了，小手指着碧阳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那你别管，反正我不走。一向痴迷丹道药材的向雪柔，平生最大的乐趣和爱好就是照顾和培养各种天才地宝了。他在仙宗时就因为自己最宝贵的9孔仙藕被征用而气愤不已，没想到却在毕家发现了更为珍贵的6叶碧桃神树，顿时让他喜出望外，早将9孔仙藕抛在了脑后，眼里只有那棵神树，恨不得做梦都抱着它入睡，喜爱至极。只可惜这棵神树再怎么珍贵，那也是毕家的宝贝，终究不是他向雪柔的。在听到碧阳要让他离开以后，向雪柔顿时就急了，就算不是我的神树，我照顾了那么久，眼看他的稻果就要成熟了，怎么也得等我看到他结果的那一天吧。再说了，你碧阳说留我就留我，说让我走就让我走，把我堂堂仙宗明月当成什么人了？请神容易送神难，本姑奶奶打定主意了，就是不走，看你能拿我怎么办？哼！咦？听到向雪柔一反常态的话，碧阳惊疑不已。这可爱萝莉不是一直不愿意留在毕家，对碧阳收她做丫鬟耿耿于怀，视为耻辱的吗？怎么现在让她走，她反而不走了？碧阳眯起了眼睛，撇了撇嘴说道：你这小丫鬟在打什么鬼主意？耍无赖是不是？难不成你垂涎本老爷的美色，被本老爷的魅力所吸引，被我深深折服，暗中为我倾心？你不走，难道你想嫁给我不成？谁要嫁给你了？简直是白日做梦，本姑奶奶才看不上你呢。向雪柔听到后直接气得跳了起来，可爱的2个小发髻摇摇晃晃，她咬着银牙说道：我情愿嫁给这棵神树，也不会嫁给你。切！碧阳不屑地切了一声，你想嫁给神树，也得神树愿意娶你才行。他上下打量了几眼可爱萝莉向雪柔，发现她筑基8层的修为其实还不错，但是灵根不显，看不出来虚实，而且身材娇小，最多也就1.5米的高度。虽然长相极为美丽，堪称绝色，但她身上的可爱气质更加明显，总让人不自觉地忽略她的美貌，而把她当成一个小萝莉，实际她挺大的。单论姿色来说的话，像雪柔的样貌绝对符合毕大老爷的标准。她和其他几位美娇妻都不同，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可爱气质，算是极品少罗了。若是放在前世，恐怕会让无数萝莉控们为之疯狂。但是很可惜，毕大老爷不是萝莉控，他娶老婆除了样貌，还看着对方的性格和天赋。除了样貌，性格也很重要，毕竟谁都想家里和谐美满，不想家里鸡飞狗跳，一堆烦心事，对吧？作为自己的女人，碧阳觉得你可以有自己的性格，哪怕是刁蛮任性或者泼辣狂野，也千万不能对自己家人刁蛮和泼辣，还是要以家庭为主，以家人为重。而且老婆们的天赋也更加重要，毕竟这关乎着未来子嗣的先天资质，毕竟母体越强，孩子天赋就越高。所以对于天赋不显的像雪柔，碧阳其实兴致缺。美人老婆她从来不缺，自己身边的娇妻个个都是绝色大美人，她缺的是天才老婆。不过看着刁蛮倔强的像雪柔，碧阳还是决定吓唬吓唬她，谁让这小丫鬟总是一副看不起自己的样子。于是毕大老爷故意板起了脸，神情严肃地说道：你还挑起来了？你是我的丫鬟，我说让你嫁给谁，你就得嫁给谁。你若不想走，就乖乖地伺候好本老爷，最好别让老爷我生气，否则就让你留下给我当老婆，再生上17、18个孩子，等你变成黄脸婆了，本老爷再休了你，把你丢出家门。哼，嫁人就嫁人，你吓唬谁呢？谁知向雪柔完全没被毕大老爷的话吓到，反而冷笑了一声，叉着腰仰头大声说道：反正姑奶奶回仙宗去，也是要嫁给沈清风那个废物，嫁给谁不是嫁？娶了我就得被我爹抓回问天峰去当首席，继承他的衣钵，我敢嫁，你敢娶吗？在毕家的这些天，向雪柔可以说是收获颇丰，比他在青云仙宗还要自在，每天都能和他梦寐以求的6叶碧桃神树相伴不说，还能跟着几位娇妻蹭一蹭悟道台修炼。几位娇妻的性格都非常好，非但没有排挤他，甚至还对他很是包容，平时都以妹妹相称相待，照顾有加。毕家这宛如洞天福地般的环境，相爱融洽的氛围都让向雪柔心生好感。在这里，他不仅没人管，自由自在，就连唯一看不顺眼的毕大老爷都不在家，真是快活极了。现在的向雪柔终于明白了，为何毕阳会连仙宗道盟都看不上，以毕家的这种家族底蕴，确实有资格傲视仙宗，因此他也改变主意了，反正回去也不自在，还不如待在毕家呢。这里的姐姐妹妹长得又好看，说话又好听，个个都对她很好，她超喜欢这里的。再说了，很快她的好闺蜜也要嫁入毕家了，到时候姐妹汇聚一堂，岂不是人间仙境一般？毕阳，操，还真吓不住她。
对于沈清风没死，不仅逃回了仙宗，还用像雪柔的9孔仙藕重塑了肉身这件事，碧阳早就听说了，不过却没放在心上。就像雪柔说的一样，沈清风不过是个废物而已，这个臭虫不值得毕大老爷过多关注。至于让毕大老爷放弃偌大的家业和几房娇美的爱妻去迎娶像雪柔，被抓到仙宗当什么无论弟子，那几乎是更不可能的。毕竟现在毕家的底蕴可比仙宗丰厚多了，仙宗那种贫瘠的地方，颇有家资的毕大老爷根本看不上。大老爷迎娶仙宗明月，相当于扶贫了说是。见碧阳沉默，向雪柔得意洋洋，终于让他对赢了一次这个可恶的家伙。挺起了骄傲的小胸脯，可爱萝莉趾高气昂，那得意的眼神仿佛在说：来，你动动我试试，你这小丫鬟到底在得意什么？快给本大爷端茶倒水，揉肩捏腿去。小丫鬟如此不听话，毕大老爷气不打一处来，真是反了他了。一把揪住了可爱萝莉晶莹剔透的耳朵，暗暗发誓一定要狠狠地使唤她，让她精疲力尽。小白虎一脸无语地看着大老爷和小丫鬟在神树旁扭一团，摇了摇可爱的小脑袋。这小丫头，她狠起来可是连老婆都敢打得狠人，你说你惹她干嘛？夫君，快来，城南赵家主来了，问你什么时候去赵家提亲。后院中，二人正在玩闹之间，忽然听到美艳娇妻的呼唤。趁着毕大老爷一愣的功夫，可爱萝莉一溜烟逃出了大老爷的魔爪，还回头冲他扮了个可爱的鬼脸。毕阳意犹未尽地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身影，提好裤子就向前院奔去。惭愧，惭愧，方才使唤丫鬟的时候太用力，连衣服都使唤掉了。面对赵玄的询问，毕阳沉吟了一下，觉得也差不多是时候将赵婉晴娶进家门了。除此之外，城东李家还欠自己一个老婆，前段时间自己一直在城北白家忙活，搞耍了半个月，终于将成熟贵妇白灵运耕耘完毕。接下来确实也该轮到赵家了。老丈，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这件事小婿我早有打算。想到这，毕阳不由点头答复道：这样吧，明日一早我便去你赵家将婉清娶回来，至于仪式之类的，一切从简吧。好的，贤婿。没问题的，贤婿。见毕阳给出确切的时间，赵玄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喜上眉梢，连连点头说道：我家婉清能加入未来的神王家，这本身就是无上的荣光了，仪式嘛，有没有都可以，我们都不在乎这个。看着笑成一朵花似的赵玄，毕阳觉得有趣，心中忽然想起白云城的刘家，于是便接着问道：老丈，不知道这几天白云城刘家可有人上门找事？原本喜笑颜开的赵玄听到毕阳的问话后，脸色一凝，沉默地点了点头。想不到就连你也听说了。没错，白云城刘家确实来人了，要我们3家都交出手里的王家家产，非常的强势与贪婪。哎，贤婿，这件事你就别管了，老丈我既然答应了会处理好王家的后事，就肯定不会食言的。你只管将婉清娶进门，好生照顾着，别让她受委屈，刘家一事就交给老丈吧。说到这，赵玄一脸认真地看着毕阳，郑重地说道：那刘家之前收了咱们的好处，应该也不会将事情做得太绝，最多不过是想多吸点血罢了。但是贤婿你放心，不管刘家提出什么要求，老丈都不会坐视不管，就算是让我赵家倾家荡产，也不会连累到你。刘家的咪咪眼确实找上过赵玄，通知了他交出王家的一切财产，由刘家二公子刘耀接手修炼带的事情。赵玄当时既没答应也没反对，只是表示会和其他2家商议后决定。在他看来，刘家不过是闻到了腥味的猫，想要独吞这笔生意而已，不足为惧。目前最要紧的是和毕家这个大腿绑在一起，毕竟这可是未来的神王家族啊。毕家子4人人如龙，年纪轻轻的毕阳更是以19岁的无敌之姿官爵整个青云城，前途无限光明，可谓是风光无量。白云城刘家或许有些实力，但要论起未来成就的潜力来说，还远远不如毕家。孰轻孰重，赵玄还分得清。不错不错。听到赵玄的话，毕阳满意点头。不过老丈你既然已成我的岳父，那么就不必向那刘家妥协了。这王家的家产既然是我交给你们的，那就是你们谁也不能抢走。之前是怎么做的，以后还怎么做。刘家之事你也不用管了，以后再有刘家人找上门来，就让他们直接来找我，全部交给我来处理。我倒要看看这刘家到底有什么了不起，敢欺负到我毕家头上。赵玄闻言一惊，连忙追问，这才得知毕阳已经将刘家那位嚣张跋扈的咪咪眼斩杀在了城北白府的门外，还留了一个活口给白云城的刘二公子带话，算是彻底得罪了刘耀。看着意气风发豪气万千的毕大老爷，赵玄暗暗啧舌。别人都说那个刘耀太狂，但他怎么感觉自己的这个女婿好像更狂啊。心中不由得想起之前王家覆灭的那天，毕阳那独对强敌而面不改色傲视风度，心中对于毕阳的看法
又拔高了一层，都说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但不气盛那还叫年轻人吗？不愧是覆灭王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狠人。这个女婿果然够嚣张。碧阳看见赵玄的脸色，还以为他在担心刘家的报复，微微一笑问道：怎么，老丈若是怕了那刘家，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若是等到明日，可就下不了船了。哈哈哈哈，贤婿莫要开老丈的玩笑了。赵玄闻言回过神来，哈哈大笑。毕家注定要在这乱世中崛起，成为与八大古世家并肩而立的顶级世家，与毕家联姻是老夫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想那天泽神子天资盖世，我女婿可是未来神王之父，岂会是寂寂无名之辈？有此贤婿，我赵玄岂会怕他小小的一个刘家？赵玄越说越激动，双手不住挥舞着，口若悬河。说到最后，似乎是怕碧阳不相信，赵玄梗着脖子说道：贤婿你就在家里候着，不许你亲自前去我赵家，明日老丈我亲自将婉晴送到你府上。就这样，我先走了。说罢，也不管碧阳如何挽留，赵玄扭头匆匆离去，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碧阳。第二天一早，毕大老爷还沉浸在美艳娇妻周诗雨的温柔乡里，正梦到自己被绝世女帝强推，马上要攻入敌营了，忽然就被美艳娇妻一阵轻推给摇醒了。夫君快醒醒，你听听这外面一大早到底是什么动静啊？碧阳把头从山峰中抽出来，睡眼惺忪，侧耳一听，果然听到门外一阵噼里啪啦的敲锣打鼓声，热闹非常。正在疑惑间，忽然听到门外赵玄那高亢嘹亮又激动的声音在大声呐喊：贤婿，贤婿，快开门啊！老丈，我给你送老婆来了。贤婿快开门，老丈我把婉清给你送来了。贤婿。听着门外赵玄的话，碧阳瞬间从睡意朦胧中清醒了，瞪大了双目，和美艳娇妻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面面相觑。好家伙，碧阳昨天还当赵玄是说着玩的，哪有这么上杆子要嫁女的，听都没听说过。本来他还打算日过三竿后再去赵家将赵婉清娶回来，谁知道一大早天才刚亮，晨雾都没散呢，赵玄就已经等不及，亲自敲锣打鼓将赵婉晴送到自己家门口了。赵玄这老小子是真能处啊！毕家门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赵家下人们敲锣打鼓，扛着一顶八抬大轿，在家主赵玄的带领下等候在门口。赵玄满脸焦急的在叫门，昨天他被碧阳说是怕了刘家，顿时热血就涌上了头，梗着脖子要碧阳等他的好消息。为表示自己的决心，赵玄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真的在一大早就张罗着让女儿赵婉晴坐进了大红轿子，抬到了毕家门前。这一波属于老夫聊发少年狂了说是。对此，赵婉晴一脸无奈，你可真是我活爹。嘎吱，毕阳一打开大门，就看见赵玄那张笑出强大的脸，在人群中格外瞩目。贤婿啊！见自己的贤婿终于露面，赵玄冲过来一把攥住了毕阳的手，指着大红轿子说道：你看，老丈我说话算话，帮你把媳妇送上门来了。毕阳哭笑不得地看着赵玄一副求表扬的脸，连连点头，忍不住对他竖了个大拇指。真有你的，岳父哥，你就算要送，也挑晚上或者是下午也行，大清早送媳妇，还真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啊。但那又怎么办呢？来都来了不是？将赵玄等人迎进院中，倒是吵醒了其他几位娇妻，就连向雪柔都揉着睡眼，抱着小白走了出来。众人看到这一幕都觉得稀奇，赵玄倒是老神在在，不以为然，跟毕阳等人唠了几句，又匆匆带着一干下人扛着空轿子屁颠颠的走了，只留下一脸蒙圈的赵婉晴，身穿大红嫁衣，孤零零的站在毕家院中，不知所措。婉晴，你今天真好看。还是像雪柔看到好闺蜜的到来，兴奋的活蹦乱跳。不得不说，温婉知性，大家闺秀的赵婉晴确实美得不可胜收，尤其是穿上这身大红嫁衣之后，更是美得不可方物。肤如凝脂，白到反光的赵婉晴，皮肤状态极好，泛着莹润的光泽，五官立体又协调，黛眉琼鼻，明眸皓齿，堪称沉鱼落雁。她的身材被贴身的大红嫁衣凸显得更加诱惑，前凸后翘，峰峦叠嶂，极具曲线玲珑，十分完美。就只是静静地站在院中，她那恬淡静美的样子就胜却人间无数，仿佛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汇集在她一人身上。尤其是当她露出那抹温暖无比，足以让冰雪融化的和煦笑容时，那一瞬间，天地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万花的娇美全都不值一提，世间只有她最引人瞩目。即便毕阳身边全是倾国倾城的娇妻，也从未见过如此温婉美丽的女子，一时间都看得痴了。注意到众人的目光，一向性格淡雅腼腆的赵婉晴不由得害羞地低下了头，玉面飞上两朵红霞，更添几分绝美的风味。婉晴妹妹真好看，欢迎你来咱们家，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眼看自家夫君双眼迷离，被赵婉晴迷得五迷三道，关键时刻
还得是毕家主母周诗雨站了出来。她将怀中的天泽神子交给毕阳，冲着赵婉晴笑意盈盈地打招呼。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几位娇妻簇拥着赵婉晴进屋，并为她一一介绍家中成员，倒是把今天的男主角毕大老爷晾在了院子里。毕阳抱着天泽神子，挠了挠脑袋，望着空荡荡的院子，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干嘛。也罢，既然没人搭理咱们，现在倒也是个咱们俩父子了解彼此的好时机，爹陪你玩玩。看着怀里的天泽，毕阳不由露出了慈父的和蔼笑容，一脸的得意和满足。还不足满月的天泽神子已经彰显了他的神异之处，那双可爱的大眼睛闪着智慧的灵光，似乎真的能听懂别人和他说的话。而且和大部分懵懂的婴孩不同的是，天泽他从来不哭不闹，早慧的他已经知道了通过动作来表达需求，想要什么伸手一指，别人就会明白。对于这个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毕阳还是喜爱有加的。他的长相集合了毕阳和周诗雨的一切优点，既有毕阳的俊朗帅气，又有美艳娇妻的出尘气质，真如神子一般，眼神灵动之间散发着仙家韵味。父子两人难得相处在一起，毕阳抱着小天泽，父爱的光辉爆棚。就在他连亲了天泽神子108下，弄到他一脸口水的时候，周诗雨娇俏着走了出来。夫君，把孩子给我吧，你该去洞房了。要不是说周诗雨是最了解自家的夫君的，他当主母毕大老爷很放心。趁着毕阳带娃的时间，美艳娇妻已经带着云瑶和小丫鬟向雪柔为毕大老爷和赵婉晴准备好了一间新房。毕大老爷心中十分感动，有妻如此，夫复何求？虽然自己娶妻众多，但要论他心中最喜爱的、最满意的，还得是相濡以沫，从卑微走到如今的美艳娇妻周诗雨啊！娘子，你真好，为夫最爱你了。将美艳娇妻搂在怀中，一顿胡亲乱啃。毕大老爷热情地邀请他一起进房开一局。日后有机会的夫君，快进去吧，婉晴妹妹还在等你呢。周诗雨娇羞地白了毕阳一眼，玉面粉红，连声催促道：这个美艳娇妻无论进了多少人世，和毕阳缠绵多少次，依然一副少女感十足的模样，还是会被毕阳动不动就搞得脸红心跳，娇羞不已。毕大老爷脸皮极厚，见状嘿嘿一笑，踏入了新房之中。洞房之中，早已换上了大红的装扮，喜气洋洋。一身大红嫁衣的温婉美人赵婉晴娇羞地坐在床边，看着毕大老爷晃悠进来，紧张地攥紧了手心。未经人事的她对于即将到来的事情，心里既期待又感到害怕。看着温婉美人那娇羞紧张的模样，毕阳会心一笑，主动上前握住了她发抖的手，柔声说道：别怕，放轻松，日后我们就是紧密相关的一家人了。感受到毕大老爷的柔情，赵婉晴心中稍安，轻轻点了点真手，对着毕阳再次露出了她那足以令冰雪消融的温暖笑容。在她的绝美笑容之下，烛光都为之一暗，春暖花开。毕大老爷再次看得痴了、醉了、迷了、爱了，眼中的迷离和炽热的鼻息让温婉美人也为之感染，羞怯地低下了头。乖，看着我。毕阳呼吸粗重，伸手挑起了美人精致的下巴，望着那张完美的脸，温柔地问道：你准备好了吗？赵婉晴望着毕阳近在咫尺的帅气脸庞，美眸之中闪过了一丝迷离，贝齿轻咬了一下红唇。这样的她在这一刻忽然间魅惑力十足。听着美人声如细纹却略显坚定的回答，毕大老爷再也忍不住了，对着她那饱满的红唇就吻了下去。两唇相接，电流涌动。赵婉晴花枝一颤，闭上了美目，欲却还迎。大红嫁衣褪去，雪白闪耀，曼妙无限。昏暗的花烛光照之下，人影摇晃，雨打芭蕉。洞房内烛火还在摇晃，人影休止，美人如画。温婉娇妻赵婉晴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在极尽升华之后，她惊喜地发现自己之前被伤到了本源的道基，居然在毕阳的治疗下有所好转了。被剑气划伤的道基之上，那深深浅浅的剑痕已经肉眼可见地开始了修补。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如初，但在那种强度之下，赵婉晴觉得最多20次就能将濒临破碎的道基彻底修补完毕。到时候她将从内而外的焕然一新。除此之外，身心愉悦的温婉娇妻还发现自己的修为还有体质也都跟着提升了一大截。短短的1个时辰内，和毕阳的修炼效果居然比他自己苦修10天的收获还要大。这个发现让他心中又惊又喜，这以后如果天天都能这样进步的话，那还不得起飞喽啊！这谁能顶得住进步的诱惑？赵婉晴神色复杂的望着毕阳的侧脸，她太想进步了。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乖乖女形象的她，从没有过什么疯狂过激的想法和行为，但此刻的她心里居然有了以后要活得更疯狂一点的想法。感受到身旁忽然炙热的眼神，毕大老爷低头看了一眼紧紧依偎的温婉娇妻，惊讶地发现一向温婉之性、落落大方的她，此时的气质陡然一变，仿佛换了一个人。你准备好了吗？温婉娇妻甜美一笑，
如雨润林田。碧阳，这次换我。什么？哦，等下。又一个时辰后，碧阳喘着粗气看着窥贼的赵婉晴，他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是有说法的。都说那些平时看起来温温柔柔一本正经的人，背后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平常人见不到，只有在他最亲近最信任的人面前才会展露另一种性格。碧阳一直以为周诗雨、沈秋月或者是云瑶就已经很不一样了，但和温婉知性的赵婉晴比起来还是差了很多，犹如小巫见大巫。他是真的窥贼。摇了摇头，碧阳转头查看起了系统提示。叮咚，恭喜宿主觅得5行体质2品水灵根，向成为众仙之父又迈出了一步，获得奖励，自身修为提升1层，自身灵根品质提升1品。5行水灵根也还不错，虽然修为和灵根都只提升了一个小境界，但也马马虎虎过得去。我记得周诗雨好像就是水灵根来着，润过春雨，虽然不如变异灵根罕见，不过照样能生出神子。碧阳并不觉得5行灵根不好，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青云城比较是个小地方，特殊灵根也没那么容易获得，像赵婉晴、金丽娜这样的5行灵根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体质了。毕大老爷决定，等再将城东李家欠自己的老婆娶回来，就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寻找一些更加稀有的血脉，这样才能培养出血脉更加逆天的后代。距离青云城最近的大城就是白云城，据说那里至少有青云城3倍大，人口密集，天骄辈出。听说美艳娇妻周诗雨的老家好像就在白云城，还有刘家也在白云城，而且家族实力还不错，在白云城中能排进前3。收敛心神，碧阳继续向下看去。获得奖励，运灵丹星号300颗，道侣孕期时服用，可大幅提升胎儿的先天灵根属性。获得奖励，洗髓丹星号200颗，服用后可洗炼灵根，淬炼道基，提升修炼体质。运灵丹和洗髓丹这些固定的奖励，这次倒是多了100颗，可能是系统也觉得自己老婆多，怕给少了不够用吧。现在毕大老爷的修为已经来到了筑基9层，灵根也提升到了4品5行灵根，实力又精进了。等到苏媚娘腹中的圣子降生，踏入金丹通玄应该不是问题。现在修为上最大的加成就是来自子嗣的提升了，到时候成为金丹大能的毕大老爷，行走修仙界将更有底气了。以他手里的道法神通，那可是同阶无敌的存在。毕大老爷独领风骚，现在毕阳的希望就全在子嗣提升上面了。如果他的每一个孩子最低资质都是神子，那么除了在出生时能带来的巨大提升，神子神女们踏入修行以后，以他们的恐怖天资，修炼的速度和未来的成就都是极高的，而毕阳能获得的收益也将是无比巨大的。等以后子嗣满天下，他几乎不需要任何修炼，哪怕躺着不动，修为也会持续不断的提升，比滚雪球还要恐怖。获得奖励，九霄玲珑阵旗，地阶法宝，布阵成功后内部自成一片小秘境，可隔绝神识探查，防御外部袭击，提高灵气浓度，提高修士大道感应，妙用无穷。系统任务已发放，好运连连，让赵婉晴成功好运。奖励，断体丹星号300，神魂丹星号300，古妖神血星号5滴，上古妖神的5滴神血，奇珍无比，可助妖兽提升血脉之力，淬炼妖体，突破境界。居然是地阶法宝九霄玲珑阵旗，这可是个好东西。家里的阴阳72煞阵旗只是玄阶法宝，只能挡住金丹一击，而且隔绝神识的效果很差，几乎没有其他功能，早就该淘汰了。现在有了九霄玲珑阵旗替换，还能自成一片小秘境，灵气浓度更高，娇妻们在家修炼的时候也有可能领悟到大道规则了。不错不错，还有这个古妖神血，虽然娇妻们用不到，但是给小白虎刚好。自己平时除了扔给小白虎一些灵石和丹药，也没有什么宝物能送他的。来到毕家这么久，他也只不过提升了一个小境界而已，到现在也才不过是金丹2层，提升的太慢了。妖族之路每前进一步都是在逆天而行，相信有了这5滴古妖神血，小白虎的血脉之力和肉身强度一定能更上一层楼，实力更加强悍。看到最后的2件奖励之后，毕阳的心中十分高兴，九霄玲珑阵旗和古妖神血都是极为难得的至宝，相信小白虎看到古妖神血以后一定会欣喜若狂，激动万分的。作为古之仙王大帝得专属坐骑，通灵白虎可谓是连大帝看到都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天生圣灵。据说每一只通灵白虎都会觉醒专属的血脉天赋，大成的通灵白虎实力可比肩人族大帝，堪称世间最顶级的战力，仅凭血脉之力就能打爆天地。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毕家所有人的天赋都不如小白虎高。想到这里，毕大老爷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好像小白还是个可可爱爱的女孩子呢。真不知道她化形人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这么神异的圣灵，就算化而为人，一定也是一位绝美的女子吧。是该好好培养培养，
日后肯定也是一大战力。就在毕大老爷胡思乱想的时候，后院中正舒服的窝在向雪柔的大西瓜中眯眼享受的小白虎，忽然间莫名的打了个寒战。冥冥中他感觉到，似乎自己被什么可怕的存在惦记上了。可恶啊！到底是谁在打自己的主意呢？小白虎歪着可爱的虎头，百思不得其解。一连几日，向雪柔听着毕家新房里不断传来好闺蜜那嘶喊的声音，心里一阵难受。这个可恶的毕阳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啊！我婉清姐妹多么温婉美丽，既然你娶回家，就该用心疼她，好好爱她才对，怎么可以打老婆呢？还是这么没日没夜的打。可怜的好闺蜜嗓子都喊哑了，连连求饶声连我都听见了。就这万恶的毕大老爷也不肯放过她，噼里啪啦的也不知道是用的什么酷刑。在向雪柔的印象中，赵婉晴可是世间最温柔最贴心脾气最好的女子了，结果连她都这么失态，可想而知这个可恶的毕阳到底是有多心狠手辣。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向雪柔心有余悸地拍着波澜壮阔的心口，吐着小舌头说道，嫁给谁都不能嫁给这个毕阳，他真的下手太狠了，你说对不对小白？小白虎趴在向雪柔的虚怀若谷之中，甚为认同地点了点可爱的小脑袋。他比向雪柔来毕家的时间更长，自然也更清楚毕大老爷的手段。他这个家伙没人性的，从来没有人能躲过他的魔爪，每一个老婆他都揍得呼天喊的凄惨无比。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不敢在毕家化为人形的重要原因。可千万不能让好色的大老爷发现人形的自己居然会美若天仙的这个秘密，绝对不能。不行，我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婉晴受苦受难，我得进去救她。作为好闺蜜，我必须要把她救出火海，然后再狠狠地臭骂那个可恶毕阳一顿，不能再让她继续作恶了。想到好闺蜜在里面受苦受难，向雪柔皱着可爱的眉头，握了握粉拳，坚定地说道，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据本女王所知，大老爷的手段高深莫测，每一个被他揍过的老婆都会死心塌地地爱上他，真不知道毕阳给他们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看着蠢蠢欲动的向雪柔，小白慵懒地伸了个懒腰，传音道，他的声音清脆好听，像是清泉流淌，清澈又可爱，还带着一丝稚嫩。再说了，这是人家的家事，你还是别插手了，万一你闺蜜她也喜欢呢？不可能，婉晴绝对不可能是那种人的。向雪柔斩钉截铁地反驳道，我的姐妹我最了解，婉晴她最有原则了。对此，小白虎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可爱的虎脸上露出了一个走着瞧的人性化表情。不犟熬姐妹，这事他可太懂了。另一边，留下出林恩泽的温婉娇妻独自休息，神清气爽的毕大老爷满面红光地走出新房，径直来到后院。后院中，毕阳发现向雪柔和小白虎正两脸鄙夷地看着自己，搞得他摸不着头脑。我咋了？三双眼睛对视了半天，最后毕大老爷败下阵来，摆了摆手，懒得和这两个莫名其妙的家伙计较，伸手从怀中掏出了一只青玉瓶，扔给了小白虎。小白虎茫然接过，用神识查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好浓厚的血脉之气，堪比古之妖神，这是什么神物？诺，这里面呢是5滴上古妖神的神血，可以提纯净化你的血脉之力，淬炼你的妖神之躯，是本大老爷赏你的。接下来你就用这古妖神血好好修炼，以后本老爷还要骑着你征战四方呢，别给老爷我丢范儿。快说谢谢大老爷。看着小白虎那张可爱虎脸上人性化的吃惊表情，毕大老爷得意洋洋地抖了抖腿，解释道，谢谢大老爷。识海中传来小白虎那清脆好听的声音，语气中非常明显的欢喜雀跃。刚才可把本老爷我累坏了。毕大老爷看着眉开眼笑的小白虎，满意的点了点头，转头对着一脸蒙圈的向雪柔一气指使小丫鬟，你过来给大老爷我揉揉腰，捏捏肩。向雪柔，可恶啊，就知道欺负女人。好啊，看我不捏死你。不一会，后院中传来毕阳惨绝人寰的痛吼，哎呦，你吃火药了，轻点行不行？飞飞飞，叫你用手捏，你再咬我就揍你了啊！啊，你这小丫鬟真是反了你了，看老爷我家法伺候。就在毕大老爷对小丫鬟施行家法的时候，另一边的青云仙宗问天峰上，一个巨大的白玉池内，灵气氤氲，翻涌着七彩霞光。白玉池底，一株形态奇特的9孔仙藕正在静静沉卧，仙藕内部似有金色的脉络流淌，均匀地分布着的9个孔窍，此刻正如同呼吸般吞吐着磅礴的灵气与生机，发出微弱的嗡鸣。藕身上隐隐勾勒出一个盘膝而坐的人形轮廓，生机勃勃。白玉池边，一位身着深紫色法袍，面容威严，眼神如渊似月的中年男子负手而立，正是青云仙宗问天峰峰主，向雪柔之父向问天。他周身气息浩瀚如海，仅仅是站在那里，便仿佛与整座问天峰融为一体，
给人一种不可撼动的压迫感。向问天目光沉凝地注视着池中那具偶身，指尖不时掐动玄奥的法诀，手指翻飞间，一道道精纯至极、蕴含大道真意的灵力符文被打入偶身的9个孔窍之中。每一次符文落下，9孔仙偶就剧烈的震颤一下，七彩霞光也更成一分，那道人形轮廓也随之清晰一分。9981次之后，一声低沉而压抑的呻吟从偶身方向传出，莲池中的霞光骤然向内收敛，汇聚成人形。七彩光芒渐渐褪去，显露出一个全新的躯体，隐约可以看出是一位俊朗不凡的男子。他皮肤白皙如玉，隐隐流转着温润的光泽，五官俊朗，眉宇间因仙偶重塑而带来的纯净灵气，使他看起来竟有几分超凡脱俗之感。当他缓缓睁开双眼时，那带着强烈欲望和野心的光芒瞬间取代了眼中的所有纯净，正是重生归来的沈清风。沈清风低头看着现在这具完美、充满力量感的新躯体，激动到难以置信。先前筑基7层的瓶颈早已不复存在，灵力如同奔涌的大江大河，在全新的经脉中咆哮流淌，每一寸血肉都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神魂也前所未有的凝练强大。更让他感到惊喜的丹田内那颗淡金色的一颗金丹。金丹静。沈清风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和狂喜，甚至有些颤抖。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经过9孔仙偶的滋补和重塑，沈清风竟然直接提升到了金丹境，成为了一名金丹通玄的大能。他猛地抬头看向池边的向问天，眼中瞬间充满了感激涕零的神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个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多谢师尊再造之恩。师尊大恩大德，弟子沈清风万死难报。向问天微微颔首，深邃的目光在沈清风身上停留片刻，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淡笑。清风，你能重获新生，是你的造化，也是雪柔那株9孔仙偶的功劳。此间事了，为师即将闭关冲击化神境，期间不容打扰。向问天的声音沉稳而宏大，眼神中仿佛蕴含着无尽星辰与雷霆，目光如电射向沈清风，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为师闭关之后，还有一事要你去办。师尊请吩咐。弟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沈清风立刻挺直身躯，斩钉截铁地应道。雪柔那丫头。向问天眉头微蹙，提到女儿时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和宠溺。离家出走多时，竟去了那青云城。她玩性太大，不知归家。为师闭关在即，无暇分心。你既已恢复，实力更有精进，便替为师走一趟青云城，务必将她安然带回问天峰。是，师尊请放心，弟子定当竭尽全力寻回雪柔师妹，绝不让师妹有丝毫闪失。向问天看着沈清风恭敬的姿态，点了点头，颇为满意他现在的状态。去吧，待为师出关，就为你2人主持婚礼，昭告仙宗上下，正式认定你为问天峰的衣钵传人。巨大的喜悦几乎冲破了沈清风的胸膛，他强忍着激动，再次深深叩首。弟子叩谢师尊隆恩，定不负师尊厚望。静候师尊功成出关，踏足化神之境。向问天最后深深看了他一眼，身影缓缓地融入虚空，消失在了原地。沈清风缓缓抬起头，眼神带着前所未有的狂热，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站在问天峰之巅，成为峰主女婿，执掌一峰权柄，受万人敬仰的无上风光。他望向仙宗之外，目光死死地锁定了青云城的方向，眼中的感激和恭敬瞬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怨恨、冰冷的杀意以及即将复仇的扭曲快感。碧阳，一个名字从沈清风的牙缝中挤了出来，带着刻骨铭心的恨意。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畜生，竟敢染指我妹妹，还敢羞辱于我！他脑海中闪过那惊天动地、摧毁他肉身的一指神光，闪过妹妹沈秋月依偎在碧阳身边的画面，闪过云瑶那冷漠怨恨的眼神，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了焚心的怒火。感受着这幅如江海般奔涌着浑厚凌厉的新躯体，一股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暴力充斥在沈清风的心间。这一次，我必以金丹威势强势登场，你拿什么跟我斗？沈清风嘴角勾起一个残忍而狰狞的弧度，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我要让你生不如死，我要将你加诸于我身上的一切100倍1000倍地讨回来，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在乎的一切在你面前一点地毁灭殆尽。青云城，碧阳，等着跪在我脚下痛苦哀求吧。话音刚落，他周身剑意冲霄，化作一道更加凌厉、更加霸道、带着无尽杀意的惊鸿剑光，瞬间撕裂了问天峰顶的云雾，朝着青云城的方向破空而去。风和日丽的青云城，正值午后，烈阳高照，毕大老爷正在家中院子里享受着小丫鬟的服侍，一身反骨的向雪柔撅着小嘴巴，一脸的不情愿。刚才他被毕大老爷揍了一顿，这才老老实实的乖乖伺候着。感受着小丫鬟柔弱无骨的双手，轻柔的按压，
毕大老爷舒服地闭上了双眼。听话的丫鬟，美丽的娇妻，聪慧的儿子，可爱的宠物，没有任何压力，每天游龙搞耍的这种日子，还真是潇洒惬意啊！就在碧阳在贴心小丫鬟的周到服务中昏昏欲睡的时候，忽然，光线突然毫无征兆地变得刺目，仿佛有无形的巨手猛然掀开了笼罩天地的幕布。在遥远天际的尽头，厚重的云层开始疯狂地积聚和翻涌，晕染出一片庞大的流金色云海，像是有某种伟岸的力量即将降临在了苍穹之上。嗡！紧接着，难以言喻的低沉嗡鸣从极高远的天穹深处弥漫开来。嗡！那原本微弱的嗡鸣，眨眼间便化作了万钧雷霆，在灵魂的深处骤然响起。这股无形有致的声浪扫过了青云城的每一个角落，城中之人无不面露惊悸，全都茫然地抬起头望向远处苍穹。这是……碧阳猛地从昏睡中睁开了双眼，惊坐而起。这是天降异象的征兆。上次天泽降生时也是这种动静。他匆匆站起，带着同样一脸惊骇的向雪柔来到了前院之中。夫君，我正要找你呢，媚娘要生了，圣子即将出世。果然，刚一露面就碰见一脸焦急喜色的周诗雨迎面而来。美艳娇妻抬头望着风云变幻的苍穹，心中又惊又喜。她早有预感媚娘腹中孩儿的天资会更加出色，此刻也是由衷的为好姐妹感到激动。碧阳也感受到了美艳娇妻的兴奋，微笑着将她揽入怀中，轻轻拍着她的美背，二人就立在院中仰望苍穹。苍穹之上，五座庞然的巨影，轮廓虽然还很朦胧，但却已经带着镇压万古的磅礴气势，在沸腾的云海和刺目的金光中缓缓凝实。它们巍峨耸立，接天连地，占据了大半幅的天幕。虽为一片虚影幻象，但其蕴含的形与势，赫然像是传说中的五座太古神山。细看那山体轮廓嶙峋，峰峦走势苍劲，带着亘古的蛮荒气息。山巅积雪皑皑，山腰云雾缭绕，山脚似有茫茫林海与奔腾大河奔涌不息，一片苍茫与巍峨的气势扑面而来。就在五岳神山彻底显现其巍峨身姿的刹那，环绕着他们的云海猛然间沸腾了精纯到肉眼可见的天地灵气，从神山虚影的峰峦沟壑间奔涌而出，就如同是九天上的银河决了堤，自那连天彻地的峰顶垂落。轰！汹涌的灵潮化为了绝巅上的瀑布，奔涌而下。灵潮瀑布携带着沛然无匹的万钧之力，从五座太古神山之上直贯而下，眨眼间便化作了一片蓝色的灵雨，洋洋洒洒地落在了这片天地。亿万点蕴含着精纯灵气的灵雨覆盖了整个青云城。灵雨交落，异象纷呈，路边沾着灰尘的枯萎野草在雨点触及的瞬间，枯黄的叶片猛地舒展开来，几息之间便抽出翠绿新枝，绽开了点点细小的花苞。干枯的苔藓贪婪地吮吸着雨水，瞬间泛起一片生机勃勃的青绿。几棵半死不活的月季枯枝上眨眼冒出绿叶，更有蓓蕾迅速鼓胀，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绽放出娇艳的花朵，浓郁的芬芳混杂在清冽灵雨中弥漫开来。神迹，又是神迹啊！毕家又有神子降世了。不知是谁第一个撕声裂肺地喊了出来，声音因极度的激动而变形。这声呼喊引爆了沉默的人群，无数道目光带着近乎狂热的崇拜和不可置信，死死地盯着那五岳神山的中央。在那神山最高峰的虚无缥缈处，云气缭绕的最为浓郁，一道朦胧而宏大的身影若隐若现地盘坐于无穷高处，其身姿挺拔，带着一种超越尘世的高远与孤寂，周身流淌着淡淡的清辉，面容模糊不清，甚至无法分辨其具体轮廓，唯有一股无上的威严与道韵自然流转，如同自亘古便长存的法则化身。嗡啊啊！玄奥难明的音节自那道身影扩散开来，直接烙印在所有人的灵魂深处，如同古老祭祀时的呢喃，很快便化作了抑扬顿挫、节奏玄妙的经文之声。这声音没有源头，又无所不在，经文交织，时而如古刹晨钟，洪亮清越，涤荡星辰；时而如亘古风雷，低沉滚荡，蕴藏着几乎可以开天辟地的力量。它引动着天地间无形的脉动，每一次经文念诵的起伏，都有大道之音在轰鸣。苍穹与大地乃至虚空本身都在随之共鸣脉动。仙王，是仙王在讲经啊！一个须发皆白、挂着拐杖的老修士激动得浑身颤抖，布满皱纹的脸上浑浊的老泪纵横。这名老修士至少也有200余岁了，老迈不堪，早已是荣辱不惊的年纪了，却还是在这煌煌天威与仙音妙地面前失去了矜持。又是天降异象，又是毕家，这毕家是祖坟冒青烟了吗？怎么神子一个接一个？这次的奇景好像比上次天泽神子那次还要神异。我上次就说了，这毕家隐隐已有青云城家族之首的势头，如今再次天降祥瑞，毕家必然大兴。对去毕府，拜谢家主，拜谢仙王赐福，我等也去沾沾仙气。一时间，
青云城人头攒动，所有人都向着毕家蜂拥而至。除了要抓住机会修炼的修士们，他们要在先王5月奖金的意象中抓住机遇参悟天地大道。与此同时，一道金丹大能的气息轰然降临在了青云城东。沈清风面露疑惑地望着城中的奇景，心中惊骇莫名。天穹之上，那顶天立地的五岳神山，那倾泻而下的灵潮瀑布，以及那盘坐云巅诵经的先王虚影，那宏大的令人灵魂战栗的天地共鸣，都仿佛无形的重锤，在狠狠地撞击他的胸膛。神山巍峨，先王诵经，灵雨普降，万民朝拜，这景象堪称亘古未有之祥瑞。他那原本浑厚的金丹气息，在这股宏天伟地的无上意境面前，仿佛蝼蚁一般渺小。太盛了，祥瑞太盛，如同鲜花之景。那神山虚影磅礴威严，先王讲经道运天成，如此气象，顿时让沈清风眼中的那抹倨傲和嚣张悄然隐去，再也不敢释放半点修为气息。沈清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暂时夹起尾巴，小心谨慎地踏入城中。当他从城中得知这罕见的天地异象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如此磅礴的天地异象，只是天地大道在庆贺一个凡俗家族的子嗣诞生，而且还是第2次庆贺。什么时候天地异象这么常见了？都说天道恒长，何以如此慷慨而直白地眷顾一家一姓？千秋万载间，但凡有一家能够得到一次神子，就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到底是谁家那么有福泽，能够得到这铺天盖地的祥瑞，还有这天意垂青的盛景？就在沈清风心念急转的时候，再次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到差点翻跟头的答案。引发这恐怖伟岸的天地异象的家族，居然是毕家，就是那个把他亲妹妹肚子搞大了，还差点将他一指灭杀的毕阳他们家。而现在这个神子已经是毕阳的第2个孩子了，他的第1个孩子也是天降异象的神子。这次是五岳神山，先王讲道，上次是寒江应道，福泽天下。沈清风听完人都骂了，连生2个神子，这毕阳有这么屌？不是他到底凭什么？神子是这么容易就能生出来的吗？沈清风不由想到了自己追求了那像雪柔这么多年，就为了攀上峰主的高枝，飞上枝头变凤凰。为此他甚至不惜和亲妹妹断绝关系，抛弃了未过门的云瑶，却连对方的小手都没碰到，结果却被毕阳这小畜生轻而易举地收入了囊中。相比之下，这毕阳好像才是个人生赢家啊。他沈清风反而像个屌丝，自视甚高却眼高手低，什么都想要，又什么都得不到。想到这，沈清风的眼中莫名多了几分让他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嫉妒和羡慕。这天道是真的公平吗？凭什么所有好事都让毕阳那个小畜生给占了？我自己的失败不要紧，他人的成功才让我更加难受啊！一丝冰冷的金芒在沈清风的眼底深处倏然闪过。哼，毕阳小畜生，今日喜得神子，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但是别忘了，上次的仇我还没和你算呢，最起码老子现在的实力比你强出了不知道多少倍。望着不远处热闹非凡的毕家，沈清风神色阴沉地冷哼了一声，你还是那个区区筑基小修，而我已经是金丹通玄的大能了，你怎么和我斗？这次我一定狠狠地把你踩在脚下，让你看着你所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在你面前，而你这废物却无能为力。等我杀了你这个惹人恨的小畜生，再带着像雪柔那个贱人回到仙宗，老子也能一跃成龙。人生赢家还得是我，哈哈哈哈！沈清风在心底疯狂大笑着，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无限风光的未来。随后他毅然决然地随着人潮走向了毕家的大门，眼中金光闪动，面色不善。毕家院内喧嚣鼎沸，喜庆万分。今日毕家神子降生，城中一干重要人等全部到场庆贺。毕阳因此不得不打开了九霄玲珑阵旗，光引宾客。恭贺的人群如潮水般将毕阳围在中心，赞美之词不绝于耳。不得不说，今年19岁的毕大老爷身姿挺拔如松，气势如龙，总是一副风轻云淡、仙风道骨的模样，倒也真有一大家主的风范。在他身边，几位姿容绝世的娇妻更是引人注目。美艳动人的周诗雨抱着天泽神子，眉宇间尽是母性的光辉与自豪。甜美可人的金丽娜抚摸着孕肚，神光璀璨，俨然是下一位神母的派头。沈秋月与云瑶这对姐妹花，一个清纯俏丽，一个温婉坚韧，相映成趣。成熟高贵的白灵韵，一脸的幸福微笑，气质雍容，倾国倾城。温婉知性的赵婉晴身着华服，气质恬淡，立在一旁浅笑，如同空谷幽兰。几位风姿卓越、艳冠天下的美娇妻纷纷环绕着毕阳，如同众星拱月，构成一幅令人艳羡的和谐画卷。在场宾客看了无不连连赞美，对享尽了奇人之福的毕大老爷羡慕不已。毕大老爷满面红光，在人群之中游龙，志得意满。毕阳小友，毕阳小友请留步。天泽神子不入我道盟也就罢了，这位神子
可得让老夫引荐引荐吧。女帝我真的接触不到，实在不行，老夫将我师娘介绍给你认识认识。道盟的王仙师追在他的屁股后面撵，却总是抓不住这个家伙，只能无奈高喊。赵家家主赵玄一脸高瞻远瞩的模样，得意地对着几个小家族的家主狂吹不止。我跟你们说，当初我一眼就看出了我家这位贤婿的不凡之处，所以才义无反顾地将我家婉晴从仙宗叫回来，就是为了让她嫁入毕家享福。当初你们还说我得不偿失，现在你们再看看，我这下的是不是一步好棋？一门神子，个个如龙，啧。说话间，赵玄又指着赵婉晴平坦的小腹，神神秘秘地表示：实话不瞒你们说，我家婉晴如今也怀上了，她腹中的孩儿日后必定也是一位神子，你们走着瞧吧。就说完，赵玄得意洋洋地嘿嘿笑着，大腿抖得像条死鱼一样乱晃。而在人群外围的阴影里，沈清风的眼神冰冷的就像是淬过了剧毒的寒刃，他强行压制着自己金丹境的气息，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普通的宾客，目光死死地锁定了人群中心的碧阳。看着碧阳春风得意，受到众人的大力追捧，他气死了。再看着他那几位颠倒众生的娇妻，他嫉妒死了。特别是当他看到自己亲妹妹沈秋月大着肚子温柔地依偎在碧阳身侧时，他简直恨欲狂，一股难以言喻的嫉妒与怨恨如同烈火一样灼烧着沈清风的心脏，让他难受到了极致。更让沈清风难以置信的是，他看到了那个青云仙宗有名的温婉美人赵婉晴，如今她竟然也依偎在碧阳的身旁，绝美的容颜上满是幸福的笑意。不是吧，温婉迷人的小师妹竟然也成为了碧阳的娇妻，凭什么？这个小畜生到底是凭什么啊？沈清风在心中无声的咆哮，指甲深深地掐入了掌心，心中愤愤不平。一个筑基期的蝼蚁，出身贫贱，却能够坐拥如此美眷，如此家业，连生神子，得天地眷顾。而我青云仙宗的天骄问天峰主座下的亲传，如今更是成为了金丹大能，却要躲在这里看着他到处风光。碧阳越是表现得风头无量，就越发映衬出沈清风心中的扭曲与失败。那些被他抛弃背叛的人，如今竟成了碧阳幸福生活的一部分，这比碧阳当初伤他肉身更让他难以忍受。还有什么比自己瞧不上的人过得却比自己还要幸福更让人难受的呢？沈清风恨不得马上跳出来，用自己强横的通玄修为将那个小畜生狠狠镇压。金丹期的他毫无疑问可是青云城中最高的修为，想到自己的修为，沈清风就一阵骄傲，毫不夸张地说，此刻的场中他想镇压谁，抬手就能镇压。就在他心中妒火快要烧穿胸膛的时候，沈清风的目光猛地一凝，瞳孔骤然收缩。他看到了一个绝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身影，向雪柔。只见可爱萝莉打扮的向雪柔正抱着那只神异的小白虎，有些无聊地站在稍远处。他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无语地看着热闹的恭贺人群，小嘴高高撅起，似乎对出尽了风头的碧阳颇为不满。雪柔师妹怎么也在这里？沈清风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可爱萝莉，顿时心头一动，眼神中闪过了一丝狐疑，眼神扫过全场，再次看到赵婉晴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向雪柔和赵婉晴乃是多年的好闺蜜。赵婉晴嫁到了毕家，向雪柔师妹在这出现，倒也说得过去。沈清风点了点头，趁着人群喧闹无人注意的功法，他瞅准一个机会，身形如同鬼魅一般，悄然地贴近了落单的向雪柔。雪柔师妹。沈清风压低了声音，带着一丝急切和自以为是的关切，一把抓住了向雪柔纤细的手腕。向雪柔被这突如其来的触碰吓了一跳，猛地回头，等看清突然出手抓住自己玉腕的人竟然是沈清风。他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惊愕、厌恶，随即又燃起了熊熊的怒火。沈清风，你怎么会在这里？他用力想甩开沈清风的手，声音虽然压着，却充满了火药味。大胆，谁给的胆子让你敢抓着我的手的？快放手，别碰我！雪柔师妹，是我是你清风师兄啊！沈清风非但没放，反而抓得更紧了，脸上挤出了一丝焦急的神色，急急说道：我此番是奉师尊之命，特意来接你回仙宗的。此处龙蛇混杂，碧阳此寮更是居心叵测，你怎么能待在这种地方？快跟我走吧！他试图拿出封主亲传弟子的威严和师兄的架子，接我回仙宗。哈，真是天大的笑话！向雪柔仿佛听到了世上最荒谬的话，她停止了挣扎，反而仰起了头，用那双清澈却充满鄙夷的眼睛瞪着沈清风，声音清晰而冰冷地戳穿了他的虚伪。沈清风，收起你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吧！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来管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云瑶姐姐都告诉我了，你为了攀附我爹的权势，就能狠心抛弃救你妹妹性命，含辛茹苦抚养她长大的未婚妻云瑶。为了保全你那点可怜的虚荣心，
你就能毫不犹豫的要与自己的亲妹妹恩断义绝，甚至在她找上门时视她为耻辱。我原本还单纯的以为你只是一个废物而已，没想到你还是个自私自利、薄情寡义、狼心狗肺的小人。云瑶姐姐骂你骂的真是半点没错，你的骨头都是黑的。向雪柔越说越来气，娇躯颤抖不已，指着沈清风的鼻子大骂：我真不敢想象，爹居然真的用我的九孔仙藕给你这个废物重塑肉身。呸！真是白瞎我那株千年仙药，滚回去继续当你的首席弟子去吧。我现在就连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放开你的脏手，别弄脏了我的衣服。向雪柔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一边怒斥着沈清风，一边狠狠地甩手挣扎。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狠狠地刺在了沈清风的痛处，也刺穿了他那可怜的自尊心。两人的拉扯在喜庆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兀。放手我的脏手！哼！向雪柔，你别忘了，你也是我未过门的媳妇，这可是师傅他老人家亲自做主的。难道你还敢违抗你爹的命令不成？别说是抓你一下，就算是把你强行收了，你又能如何？反正你早晚都要嫁给我的，你迟早都是我的人，你还敢如此辱骂于我？沈清风被向雪柔骂得脸色铁青，眼中戾气暴涨。向雪柔的每一句话都精准地撕开了他故意掩盖的伪装，让他恼羞成怒到了极点。他手上不自觉地用上了几分金丹镜的力道，想要强行制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师妹。啊！你弄疼我了，混蛋！放手！向雪柔的玉腕通红，忍不住痛哭出声。闹够了没有？快跟我走！沈清风不为所动，阴沉着脸喝问道：哪来的大胆狂徒，竟敢在我毕家撒野？就在二人拉扯冲突升级之际，一个冰冷而饱含怒意的声音如同惊雷一般在他们不远处炸响。还不住手！马上放开我家的小丫鬟！大胆狂徒，马上放开我家的小丫鬟！这声饱含怒意的冷喝如同惊雷在喧闹中炸响，瞬间吸引了无数目光，也将拉扯中的沈清风与向雪柔定格在了原地。沈清风愕然回头，这才发现碧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二人身后，正站在不远处对着自己怒目而视。你刚才在叫什么？谁是你小丫鬟？沈清风不可置信地指着碧阳，他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奇怪的称呼。本老爷还能叫谁？当然是他了。碧阳面露不悦，他用下巴点了点向雪柔，接着道：向雪柔，现在是我毕家的贴身丫鬟，负责伺候老爷我的日常起居。你是哪里来的登徒浪子？怎么还抓着我家丫鬟？快放开，别让老爷我生气！放肆！你狂妄！哼！我倒想知道，我家仙宗大小姐问天风主家的明月，怎么成了你这废狗家的丫鬟了？沈清风闻言，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度不屑的冷笑。之前强行压制的气息，此刻再也按捺不住。只见他猛地一挥衣袖，笼罩在身上的伪装术法忽然全部消散，露出了他俊朗却有些扭曲的真容。轰！一股远比筑基期修士更加浑厚霸道，仿佛带着天地威压的气息，如同无形的海啸，骤然从沈清风的身上爆发出来。金丹期的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瞬间席卷了整个毕家前院，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喜庆的喧闹声戛然而止。修为稍低的宾客只觉得心头一滞，呼吸困难，仿佛有千斤重担压在胸口，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甚至有人腿脚发软，几乎站立不住。金丹通玄，这居然是一位金丹大能。青云城什么时候来了位金丹通玄的高手？听他说的话，这人似乎来自青云仙宗。场中众人感受到这股金丹威压，顿时动容失色，目瞪口呆地望着沈清风，一脸震惊。这小子行事大胆，之前收了人家青云仙宗的大小姐当丫鬟，这下恐怕是惹出事端了。王仙师和赵玄等人齐齐望向碧阳，带着一丝担忧。之前他们就觉得此事不妥，还劝过碧阳，可他非是不听啊。这下被人找上门来了吧？沈清风无视了因他身上威压而陷入恐慌的其他人，他的目光如同淬毒的利剑，死死地定在了碧阳的身上。碧阳，你看看我是谁？他瞪着凶狠的眼睛，带着滔天的怒火，一字一顿地逼问道：谁给你的胆子，敢称呼我家雪柔为小丫鬟？我看你是在找死！碧阳面对着金丹威压，身形微微一滞，但眼神中的惊讶也只是一闪而过。没想到此人竟然是重塑了肉身之后的沈清风，而且看他的样子，似乎还因祸得福，直接跃升到了金丹期。九孔仙藕果然不愧是仙药，药力通神，真不知道自家的六叶碧桃神树成熟后又会有怎么样的神意。不过这份惊讶很快就消失不见，他只看到这个本该死去的家伙居然敢胆大包天地闯进了自己的家，还在众目睽睽之下粗暴地抓着自家的小丫鬟，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沈清风，谁是你家雪柔？快放开我！
像雪柔那白皙纤细的手腕都已经被沈清风捏得通红，疼得她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眼中满是惊惧和厌恶。听到小丫鬟委屈巴巴的话，毕大老爷面色一沉，一丝愤怒从眼底闪过，他微微眯起了眼睛，冷漠开口，声音清晰地传遍全场：沈清风，你这记吃不记打的狗东西，居然还敢在我面前出现！既然你师尊用9孔仙藕为你捡回了一条命，就该珍惜这次机会，夹起尾巴好好做人才是。可你这废物倒好，是一点都不知道死活为何物啊，还敢来我毕家放肆！难道你忘了上次差点被我一指点死，落荒而逃的画面了吗？真是一颗金丹为了狗，白白的浪费了那株9孔仙藕。说到这里，毕阳语气顿了顿，眼神陡然变得锐利如刀锋，直刺沈清风。你该不会觉得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吧？沈清风被毕阳的话刺激得浑身直发颤，他真是被气到七窍生烟了。毕阳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尤其是像雪柔的面，直接将上次自己狼狈逃的事情说了出来，而且毫不留情地对自己出言不逊。我可是金丹大能啊，我不要面子的吗？他只感觉一股热血直冲头顶，几乎要冲破天灵盖，用手哆哆嗦嗦地指着一脸平静毕阳，怒声骂道：你这畜生，羞得猖狂！你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不成？不知道你上次用了什么邪法，我只是一时不慎才被你侥幸得手而已。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现在可是金丹通玄的大能，你不过是筑基9层而已，拿什么跟我斗？金丹威能岂是你可比拟？你我之间的差距犹如鸿沟，可谓是云泥之别。你凭什么敢对我叫嚣？毕阳闻言微微一笑，似乎根本没把沈清风的话当成一回事。他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不咸不淡的开口道：那又如何？不过走了狗屎运罢了，废物就算成了金丹，也还是一样的废物。毕大老爷才不在乎沈清风现在是什么修为，在他眼里，废物始终是废物。之前的沈清风是筑基废物，现在是金丹废物，大差不差，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沈清风敢对自己出手，毕大老爷也不介意再次一指点死他，教他下辈子怎么做人。想到这，毕阳冷冷开口：我再说一遍，放开我家的小丫鬟，我就放你体面离开，否则这次你必死无疑。你住口！沈清风脸色涨得通红，大手指着毕阳怒斥道：我不许你再叫雪柔小丫鬟，你算个什么东西，也如此羞辱我仙宗明月，还敢不把我放在眼里，真是狂妄至极。沈清风脸上的表情从愤怒、震惊迅速转变为一种极致的荒谬和羞辱。他心心念念、苦苦追求、视若女神，连手指头都不敢轻易触碰的未婚妻青云仙宗问天风宗主的掌上明珠向雪柔，现在竟然成了毕阳家的贴身丫鬟。他死都不信，他和毕阳的仇不共戴天。合着我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女人，你居然把她当作下贱的丫鬟来使唤！我心疼爱慕，不敢有丝毫亵渎的女神，你竟敢如此作践！我碰都不舍得碰的女人，你站起来登势吧！啊啊！毕阳小畜生！沈清风彻底炸了，理智被焚烧殆尽，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扭曲变形。好你个卑鄙无耻的畜生，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抽筋剥皮，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指着毕阳，手指因为愤怒而剧烈颤抖，唾沫星子横飞，声嘶力竭的咆哮，辱骂着，每一句都充满了极致的嫉妒、屈辱和恨意。毕阳面对沈清风癫狂的辱骂，毫不示弱，脸上甚至浮现出一抹讥讽的冷笑。呵，你算什么东西？眼屎吗？凭什么值得老子把你放在眼里？别说是我，就算是你心心念念的女神，又何曾把你放在眼里过？恐怕她宁愿留在我毕家做丫鬟，也不愿和你回仙宗吧。他负手而立，迎着对方金丹期的威压，声音陡然拔高，如同惊雷般轰然炸响，清晰地盖过了沈清风的咆哮。沈清风，你真是个可悲又可怜的废物，死不足惜。上次我能一指点死你，这次也一样可以，不过这次可就没人能救你了，想必就连你师尊也拿不出第2株9孔仙藕了吧。毕阳这轻描淡写、充满极致轻蔑的话语，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如同最狠毒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沈清风的脸上。更让他心痛的是，身旁的向雪柔眼中依然有痛楚和惊惧，可就是没有半点好感。他的那双美目看向沈清风的眼神，更是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厌恶。向雪柔没有反驳毕阳的话，反而咬着嘴唇，努力扭动着手腕，想要挣脱沈清风。那闪躲的眼神仿佛在无声地印证着毕阳话语的真实性。他真的宁愿做毕阳口中的小丫鬟，也不愿被他这个师兄触碰。这巨大的反差和赤裸裸的羞辱，让沈清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刻骨铭心的屈辱。他苦心经营的形象，他梦寐以求的女神，他的亲妹妹沈秋月，他那未过门就被他抛弃的云瑶塔，沈清风，青云仙宗的一代天骄，在毕阳面前竟然如此不值一提。
在碧阳眼中，他更是如同跳梁小丑。碧阳，一声凄厉、疯狂、蕴含着无尽怨毒和杀意的咆哮，如同受伤野兽的濒死嘶吼，从沈清风的喉咙深处爆发出来。他的双眼瞬间变得血红一片，金丹期的灵力如同失控的火山轰然喷发。我要你死，还要你全家陪葬！轰隆！沈清风再也无法忍受，彻底暴走。他猛地松开了像雪柔的手腕，整个人化作一道裹挟着毁灭性剑意的金色流光，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如同出膛的炮弹，悍然向着碧阳猛扑而去。金丹大能含怒一击，威势惊天动地，狂暴的灵力波动瞬间将周围的桌椅、装饰乃至地面都震得粉碎。宾客们惊恐尖叫着四散奔逃，场面一片大乱。碧阳面对着排山倒海般的攻势，眼神凝重到了极点。虽然嘴上不曾轻饶沈清风，心里也看不起他，但对方金丹通玄的实力却不能小觑。他不敢有丝毫怠慢，体内筑基9层的灵力疯狂运转，双手闪电般结印，执掌乾坤。嗡！一股玄奥的领域之力瞬间以碧阳为中心扩散开来，试图压制、迟滞那道毁灭性的金色剑光。九黎灵犀大手印，青铜巨掌轰然出现在碧阳身前，大道气息流转，挡在二人之间。同时，碧阳身上也爆发出4品5行灵根的光芒，5行灵力流转，构筑起最坚实的灵力盾。刺死剑气，电光火石之间，碧阳已经做好了一切防御，再次抬手发出了一道神威无敌的刺死剑气，剑气纵横。凭借着大道法则级的压制力，碧阳眼神坚定，面如平湖，毫不畏惧地迎着沈清风滔天的气焰悍然迎击。轰！震耳欲聋的巨响在碧家前院炸开，沈清风那道足以毁天灭地的金色剑光与碧阳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气浪如同实质般向四周疯狂扩散。幸好家中已经提前布下了9霄玲珑阵旗，因此只是灵力激荡了一瞬间就被大阵彻底吸收，没有伤到其他人。否则仅凭阴阳12煞阵旗，这一击怕是能直接将碧家打穿。烟尘弥漫，灵力乱流四溢，碧阳的身形在碰撞中剧烈晃动，噔噔噔连退数步才稳住身形，脸色发白。显然就算有执掌乾坤压制了沈清风的3成实力，应接金丹大能的含恨一击也并不轻松。踏入了金丹期的沈清风，其威势与筑基期相比果然是天渊之别。那并非简单的灵力多了几分，而是连生命的层次都进行了一次大的跃迁。修士对于天地规则和大道之力更深层次的理解、掌控与运用。沈清风体内的那颗金丹，每一次滴溜溜的转动都引动着沛然莫遇的天地之力，让他在举手投足间都带着煌煌天威，仿佛他就是这片小天地的主宰。看到碧阳脸上罕见的露出惊惧之色，沈清风的一大笑：小畜生，现在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了吧？任你有诸多手段，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终究不堪一击。碧阳，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受死吧！话音刚落，沈清风大手一翻，那柄金红剑已带着惊世之威再度出现，向着碧阳猛扑了上来。剑意通玄，通天彻地。哼，我看你也很一般，根本不值一提。碧阳口中冷哼，其实已然拼尽全力。嗡！执掌乾坤的领域全力张开，试图压制着沈清风的动作，扭曲他引动的天地之力。然而沈清风冷笑间，金丹一震，浑厚的真元便如洪流般奔涌而出，竟将那无形的领域冲击的剧烈摇晃，束缚之力大减，仿佛蛛网缠上了蛮牛，虽能迟滞他几分，却难以将其真正的禁锢。轰！金色的九黎灵犀大手印破空而出，带着碧阳筑基巅峰的全力，掌印之上符文流转，威能足以开山裂石。可沈清风只是冷哼一声，剑锋一抖，一道凝练到极致的金色剑气激射而出，后发先至，精准地刺在掌印核心。吃啦！犹如利刃划破布帛，那足以碾压普通筑基修士的巨掌，竟被沈清风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道剑气从中撕裂溃散。气机反噬之下，碧阳闷哼一声，胸口如遭重锤。混元一气斩神咒。碧阳眼中厉色一闪，指尖凝聚起一点令人心悸的，仿佛能洞穿神魂的神光。上次筑基2层的碧阳之所以能够一指点杀了沈清风，就是凭借这招可以提高5倍威力的杀招禁咒。神光璀璨，无声无息，速度却快得超越神识捕捉，带着足以令日月失色的神威，直刺沈清风的眉心。沈清风脸上首次露出凝重碧阳手中的那一点神光，让沈清风想到了之前一指点杀了他的那道禁咒。心有余悸的沈清风不敢托大，飞剑瞬间出现在身前，剑身嗡鸣，绽放出璀璨的金丹光华，化作一面凝实的剑盾。当，刺耳的金铁交鸣声响彻云霄，狂暴的能量涟漪猛地炸开，将周围的宾客逼得连连后退，院中石桌石凳瞬间化为了齑粉。沈清风身形一晃，剑盾光芒暗淡，
连手中飞剑都发出一声哀鸣，却终究还是挡下了这刁钻致命的一击。小院中，王仙师和赵玄、城东李家家主白灵运等人站在一起，面露惊惧之色。想不到这碧阳小友成长如此之快，还记得1年前老夫第一次见他之时，他才不过炼气4层而已。现在他竟然在短短1年突飞猛进，来到了筑基9层，还能跨越一个大境界，和金丹通玄的大能打得有来有回。此等天资，真是让老夫为之惊叹，佩服不已啊！王仙师捋着长须感叹着，可他的眼中还是闪过了一丝担忧。不过，这位金丹大能也很厉害，不愧是来自仙宗的天骄，年纪轻轻就有着金丹期的修为，那把金红剑更是威力无匹。碧阳小友这回恐怕是踢到铁板了。赵玄闻言脸上的骄傲根本就藏不住，得意地说道：“什么狗屁大能？我家贤婿可是神子之父，他连神都能造出来。怎么说，未来也是神王级别的存在，区区金丹不足挂齿。”赵玄一边抖腿，一边摆手，看向沈清风的眼神中写满了不以为意。在他心里，自己的贤婿碧阳才是最屌的。哈哈，碧阳，你的杀招对我已经没有用了。金丹的实力不是你能够揣摩试探的，我对你来说就是你必须仰望的仙。曾经的你仰仗禁咒将我击伤，而如今的你，我则视为蝼蚁。沈清风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怒，随即被更深的杀意取代。就让我来告诉你天骄和蝼蚁的区别吧。沈清风彻底失去了猫捉老鼠的耐心，他感觉自己这头大象竟被蚂蚁屡屡挑衅，甚至差点被咬到，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他不再有任何保留，金丹全力催动，手中飞剑长吟一声，剑光暴涨100丈，如同一条金色的孽龙，带着镇压一切的恐怖威势，朝着碧阳当头斩下。剑势笼罩四方，封锁了碧阳所有闪避的空间。这是堂堂正正的金丹碾压，要以绝对的力量将其彻底镇压碾碎。给我束手就擒，我要当着你的面，让你亲眼看着你拥有的一切灰飞烟灭。沈清风面容狰狞，咆哮声震的人耳膜生疼。碧阳的手段几乎倾囊而出，却仅仅让沈清风失去了气定神闲而已，根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反观他自己，在应接了沈清风随手反击的几道金丹剑气后，已是气血翻腾，连嘴角都溢出了一丝鲜血，防御圈被压缩到了极致，身形在狂暴的攻击下显得摇摇欲坠。金丹威势果然非同小可，大境界之间的鸿沟果然不是那么好跨越的。碧阳面色惨白，体内灵力在连番激战下已经枯竭，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剑，他避无可避，挡无可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哇！一声嘹亮到仿佛能穿透九霄云外的婴儿啼哭骤然自毕家后院炸响，这哭声仿佛蕴含着开天辟地的初音，带着无与伦比的生机与威严。刹那间，天地失色，风起云涌。小院中因为沈清风的金丹威压而略显凝固的灵气，如同冰面般轰然破碎。前一刻还万里无云的天空，瞬间被无边的金光渲染。五座巍峨苍茫，仿佛自亘古便永存世间的太古神山虚影，破开云层，轰然降临。五岳神山顶天立地，散发着镇压万古的磅礴气势，那来自洪荒的气息直接将沈清风金丹期的威压冲得七零八落。嗡呢，宏大庄严，仿佛来自时光尽头的仙王诵经声，毫无征兆地在每一个生灵的灵魂深处响起，字字珠玑，句句运道。神山最高峰，灵力瀑布潇潇而下，洗炼世间万物。青云城内的灵气浓度瞬间暴涨100倍，凝结成实质的灵雨倾盆而下，滋润万物，枯木逢春，百花竟在瞬间绽放。毕家的神子降世了！不知道是谁激动地呐喊了一声。所有之前被沈清风威压震慑的修士，此刻都感觉神魂被仙音洗涤，灵台前所未有的清明，甚至有人当场陷入顿悟。这天地为之庆贺的异象，正是第二位毕家神子降世的奇景。就在这神子啼哭，天地共鸣的同一瞬间，正苦苦支撑濒临绝境的碧阳身体猛地一震，他的识海如同被一道开天辟地的神雷劈中，无数玄奥的信息流伴随着磅礴无匹的力量轰然涌入。叮咚，恭喜宿主成功孕育出第二位子嗣，达成双星耀世成就。恭喜宿主喜得变异地灵根子4、5月神体神子一位，灵根潜力超越凡俗。获得奖励，自身修为提升3层小境界，瓶颈突破，晋升金丹期。获得奖励，自身灵根品质提升至1品5行灵根。获得奖励，获得5月神体部分威能，肉身强度、力量大幅度提升，可引动5月神山之力，镇压世间一切敌。获得奖励，天阶功法5月镇狱经。获得奖励，轰隆隆，大道轰鸣，天地震颤，直接将剩下的系统提示声彻底淹没。碧阳的体内仿佛有一道无形的枷锁，在这一瞬间彻底崩碎。轰隆隆，天地的轰鸣声中，碧阳引动了天地灵气贯体，
浑身气息暴涨。他的丹田气海就如同干涸了千秋万载的河床，遇到了9天银河的疯狂倒灌天地之间。那因圣子降世而浓郁到了极致的灵气，以及神山虚影、仙王诵经带来的无穷道韵，都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疯狂地朝着碧阳头顶的百会穴倒灌而入。他身上的气势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般疯狂的暴涨，筑基9层的修为在一瞬间被冲破，眨眼间跳过了第10层大圆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一股更加浩瀚、更加深邃，带着一丝天地威严的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他全身的所有毛孔此刻都在喷薄着道道霞光，整个人被一个巨大的由精纯天地灵气和五岳道韵形成的漩涡所笼罩。碧阳小友身上的气息是怎么回事？这好像是金丹通玄的气势，难道说神子降世后，贤婿他竟然也踏入金丹了？一旁的赵玄等人万分吃惊地望着陡然变得深不可测的碧阳，全部目瞪口呆。什么？正准备以雷霆之势将碧阳彻底镇压的沈清风，脸上的狞笑和杀意一瞬间僵住了。他挥出的那招足以斩杀金丹初期的惊天一剑，在接触到碧阳周身那狂暴的灵气漩涡和出生的却无比纯正的金丹气息时，竟如同泥牛入海，被生生震偏，瓦解了大半威能。沈清风瞪大了眼睛，瞳孔因为极致的震惊而剧烈的收缩，几乎要裂开。他死死地盯着碧阳那在万道霞光下气势节节攀升的身影，喉咙里发出难以置信的嘶哑声音：金丹境！不可能，绝不可能！他完全无法理解，明明前一秒还在被自己压着打，灵力枯竭、濒临死亡的蝼蚁，怎么会在这生死一瞬，仅仅因为一个婴儿的啼哭就引动了天地共鸣，瞬间冲破了筑基期，连跳了2个小境界，成为了一位真正的金丹大能？不是你玩呢！事实上，不仅是沈清风，在场的所有宾客，无论是王仙师、赵玄、金丽娜、周诗雨、云瑶、沈秋月、白灵韵、赵婉晴，还是那些普通的修士，他们此刻的表情都与沈清风如出一辙，目瞪口呆，满脸骇然。他们看着五岳神山虚影下的那道身影，久久无语。在仙王诵经声中，在漫天灵雨沐浴下，在狂暴灵气漩涡和煌煌天威中，傲然挺立的碧阳气势如虹，众人心中的震撼早已无法用言语形容。激战之中，在敌人最强的镇压之下，在己方濒临绝境的时刻，境界神子降生引动的天地伟力，临阵突破，凝结金丹，这一幕简直堪称神迹。夫君美艳娇妻看着自家夫君伟岸的身影，美目含泪。他原本看到沈清风的实力后，为碧阳深深担忧，生怕他有个3长2短。直到看到碧阳也突破了金丹，将形势彻底扭转以后，周诗雨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相公他真厉害啊！其他几位娇妻也都放下了心中的担忧，一脸崇拜地看着如同仙王凌晨般的自家夫君。道盟的王仙师口中喃喃自语：太神奇了，碧阳小友今日真是让老夫大开眼界啊！赵玄老神在在地拍了拍王仙师的肩膀：仙师不必惭愧，我家贤婿有神王之姿，他乃神子之父。众人，赵家主你真的够了！五岳神山的虚影之下，仙王的诵经之声滔滔不绝。碧阳周身那狂暴的灵气漩涡忽然消失不见，全部被他收入了体内。随后，一股如渊似海、煌煌如日的金丹威压轰然爆发。五岳神川镇山河，只见他大手一挥，苍穹之上的五岳神山虚影忽然一闪，凭空消失不见，随后竟然降临在了他的身后。背对着5座神山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仙王凌晨一般。这正是第2位神子出生时引起的天地异象，也是相伴神子一生的大道本源之力，是道的体现。不仅如此，寒江春雪飞白鹿，碧阳再度挥手，一条奔流不息、激流狂涌的寒江猛然出现在5岳神山之间。在他身边10丈方圆内，陡然下起了灵力凝结成的鹅毛大雪。几只仙韵盎然、道义勃发的白鹿飞翔在寒江之上，转而又在天际神山之中徜徉盘旋。这是天泽神子的天地异象，是独属于神子的天地规则和他的道。碧阳气势全开，气息几乎攀升到了顶峰，威压太盛，盖过了天地间的一切。所有人都看傻了。此刻的碧阳威势滔天，状若仙神，几乎无人能比。2道原本应该独属于神子的旷世异象，寒江春雪飞白鹿与5岳神川镇山河，竟然在这一刻清晰地在碧阳的头顶交织显化。我了个无量道祖嘞！王仙师看着碧阳身上那种睥睨天下、无敌于世的气概，惊得好半天才憋出一句。他上下打量着碧阳身后的天地异象，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喃喃的道：这都是神子们的天地异象啊，怎么成他的了？他是怎么能调动这般神异的异象呢？赵玄在一旁斜了王仙师一眼，没好气的说道：你猜猜神子是谁造出来的？
他能生，肯定就能用仨。王仙师被他对了一句，郝玄被背过气去，吹胡子瞪眼的指着赵玄喷了一句：“你不许再说话了。”赵玄瘪了瘪嘴，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转头又是一脸笑意的看着他那得意的贤婿，嘴角都咧到了后槽牙。这个贤婿可是太给自己长脸了。瞧瞧这惊天动地的威势，看看他那睥睨天下的帅脸，想想他那人人如龙的子嗣，谁说这女婿不好的？这女婿太棒了。虚空之上，大道嗡鸣，苍穹震荡。碧阳身后，寒江蜿蜒，春雪飘零，白露清明，五岳巍峨，神川震世，山河震颤。磅礴浩瀚的天地道运如同实质，以碧阳为中心不断的流转激荡，而碧阳则面色平静，好似一切都只是寻常一般，脸上没有任何一丝波澜。他双眸神光内蕴，平静地望向惊骇欲绝的沈清风，口中轻斥：“直、掌、乾、坤。”四字真言如同天道律令，响彻云霄。嗡！大道真意轰然运转，一股远超之前千百倍的大道压制力骤然降临。这是来自天地规则的伟力啊！沈清风只觉得自己好像突然坠入了万年的玄冰里，他引以为傲的金丹灵力，此刻就如同被无形的枷锁重重缠绕。无论是灵力还是功法，运转起来的时候都迟滞艰涩到了极点。那一身通天彻地的修为，现在竟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被硬生生的压制的暴跌了5成不止。沈清风慌忙引动天地之力想去抵抗，却发现神识如同泥牛入海，消散于无形之中。天地拒绝和他沟通，这是怎么回事？沈清风惊惧莫名，他怎么也想不到，现在的自己就连沟通天地大道都无法做到了。此刻的他感觉自己仿佛不再是曾经高高在上的金丹大能，而是重新变回了之前那个挣扎的可怜虫，不，甚至更加的卑微无力。看着惊慌失措的沈清风，碧阳微微一笑，在大道之力的映照下，身处天地意象中的他，浑身都发着圣洁无匹的璀璨神光。沈清风，你自以为掌握了天地伟力，但其实你对什么是伟力根本就不了解。金丹很了不起吗？不知所谓。本老爷我同阶无敌，跨阶亦可杀。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以筑基2层的实力一指将你点杀了吗？今日你休想再苟活了！你！噗！来自仇敌碧阳的那领域、意象、气度、实力全方位的压制，让沈清风怒火攻心，猛地喷出了一口心头精血，脸色瞬间煞白如纸。他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执掌乾坤的真正恐怖，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压制，而是对大道规则的绝对掌控。他引以为傲的师门绝学，金丹境界的绝对力量，在这凌驾于法则之上的神通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而碧阳的话，更是让他如坠深渊，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早已深深烙印在心底的那一幕。沈清风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碧阳手指间神光璀璨，只是轻轻一指，就将自己的肉身打得灰飞烟灭的场面。他看向碧阳，那头顶交织的天地意象，那深不可测的金丹威压，那平静眼眸中蕴含的无情杀意，他终于明白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他招惹的根本不是蝼蚁，而是一条正在化龙并已显露出峥嵘爪牙的前渊巨兽，而自己还可笑的以为踏入了金丹就可以将碧阳随意玩弄在股掌之间，就可以凌驾在他之上。无边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海水，瞬间淹没了沈清风。先前的倨傲、嫉妒、怨恨刹那间被碾得粉碎，只剩下深入骨髓的寒意和对死亡的极度恐惧。看着碧阳再度对着自己举起了右手，那食指之上神光再闪，依旧璀璨如星。沈清风彻底的慌了。碧阳，碧道友，不，碧老爷。沈清风的声音因恐惧而扭曲变形，再也顾不得什么颜面尊严，连忙带着哭腔嘶喊道：“住手！快住手！我错了，我沈清风有眼无珠，我该死！求求你看在我妹妹秋月，看在云瑶的份上，饶我一命。他们都是你的人啊！碧阳，你忘了吗？我可是秋月的亲兄长啊！这么算的话，你算是我的妹夫，我还是你的大舅子呢！去你妈的！别来恶心我，谁是你的妹夫？”碧阳悬浮在半空，青山烈烈，气定神闲，看着沈清风那痛哭流涕的样子，眼中闪过了一丝厌恶和鄙夷，冷冷的：“有你这种大舅子，简直就是一种耻辱。我还是青云仙宗问天峰的首席弟子，峰主向问天是我师尊，我师尊他正在闭关，马上就是化神大能了，杀了我，你无法承受仙宗的怒火，青云城也承受不起。”见亲情牌似乎无效，沈清风又色厉内荏地搬出师门威吓，语无伦次，试图抓住任何一丝可能活命的稻草。不过你放心，只要你饶我一命，我发誓立刻滚回仙宗，永世不再踏入青云城半步。
我身上还有宝贝、灵石、破镜丹，都给你。我师尊那里还有更多，只要你放过我，我就算立下心魔大事都行，永世为奴为仆。求求你，饶了我吧！面对沈清风涕泪横流、声嘶力竭的威逼利诱，碧阳的神色却如同千年寒潭，没有丝毫波澜。那恳求与威胁的话语，在他听来不过是败犬临死前的哀鸣，可笑至极。他心中唯有冰冷的杀意。此人不仅忘恩负义，三番两次上门寻衅，更是在他神子降世、阖家欢庆之时行凶，其心可诛。聒噪！碧阳冷冷地吐出一句话，右手已然抬起。你这种人，死不足惜。在他食指的指尖，绽放着一道璀璨无比的神光，炫目如同大日，其上缠绕着浓郁的大道气息，伴随着五岳神山的镇压之力和寒江春雪的凛冽杀机，轰然指向被执掌乾坤死死禁锢的沈清风。神光所过之处，连空间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死亡的阴影瞬间吞噬了沈清风，心里除了无边的绝望，还有极致的愤怒。凭什么？凭什么我沈清风天纵奇才，却总被别人压着打？凭什么你娶了我的妹妹，还要将我心中的明月收为丫鬟？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乡野村夫，凭什么敢这么欺辱我？这一刻，无边的愤怒与怨恨，还有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的理智。沈清风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疯狂与肉痛，他猛地咬破了舌尖，一口精血喷在了手中的惊鸿剑上。与此同时，他丹田内的那颗金丹疯狂的旋转，将仅剩的未被完全压制的灵力，连同本源神魂之力，不顾一切地灌注进了本命飞剑之中。给老子爆！沈清风发出绝望的嘶吼。沈清风扔出的那柄惊鸿剑，是陪伴他多年，承载着他首席弟子的荣耀与野心的地阶飞剑。在碧阳发出的神光即将临身的刹那，轰然自爆，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猛然炸开。轰隆！狂暴的金丹级能量混合着破碎的剑意碎片，如同失控的灭世风暴，陡然席卷而出。这是金丹修士拼命时最后的底牌，自爆本命法宝的威力，足以重创乃至灭杀同阶对手。碧阳的混云一气斩神咒首当其冲，在那毁灭性的爆炸冲击下剧烈震战，神光明灭不定，竟被硬生生地炸散了大半威力。恐怖的冲击波也撞上了执掌乾坤的领域壁垒，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让整个领域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为沈清风撕开了一线生机。剧烈的爆炸中，场面混乱不堪，强如王仙师和赵玄等人都面露惊骇之色，生怕被冲击波及。金丹级别的威能，即便他们是筑基大圆满的巅峰，一旦被波及，也是非死即伤。碧阳虽然挥手间就震散了身旁的余威，但瞧见其他众人不堪抵挡的样子，还是忍不住出手相助，双手不停挥舞，驱散了场中所有的爆炸威势。而另一边，沈清风如同断线的风筝，浑身浴血，趁着爆炸引起的混乱，头也不回地化作一道暗淡的血色流光，以透支生命潜能的秘法，拼了命地向远空激射而去。速度快得惊人，眨眼间便只剩下天边一个模糊的小点。不知死活的东西，还敢跑！碧阳眼神骤然锐利如刀锋，杀意更盛。他一步踏出，正准备撕裂空间追击出去。老爷！就在这时，一声充满喜悦却又带着一丝虚弱的温柔呼唤在耳边响起。碧阳回头一看，只见绝世尤物苏媚娘正抱着一个裹在柔软襁褓中的婴儿，在沈秋月的搀扶下从后院走了出来。她脸色有些苍白，但眉眼间洋溢着初为人母的巨大幸福，怀中那个小小的生命正散发着与天地共鸣的微弱神光。碧阳的身形猛地顿住，滔天的杀意在看到妻儿的那一刻瞬间化为了绕指柔。眼前是刚刚为他诞下神子，此刻最需要他陪伴呵护的爱妻，远处是仓皇逃命的废物东西，孰轻孰重不言而喻。他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沈清风消失的天际，随即毫不犹豫地将冰冷的目光转向了一旁慵懒趴着的小白虎。小白！碧阳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威严。小白虎早已与他心意相通，此时瞬间领会了毕大老爷的意图。他慵懒的姿态一扫而空，纯金色的虎目金光爆射，一股古老、威严、凶厉的气息轰然爆发。吼！一声震天动地的虎啸响彻云霄，小白虎周身金光绽放，身形在光芒中急剧膨胀。眨眼间，一头体型庞大如小山，通体雪白，周身玄奥神纹流转，四足踏着氤氲祥云，灵光缭绕的天生圣兽通灵白虎，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了院中。他仰头看了一眼沈清风逃窜的方向，金色虎瞳中闪过一丝冰冷的狩猎光芒。下一刻，巨大的虎躯化做了一道撕裂长空的白金色闪电，裹挟着风雷之势，朝着沈清风遁逃的方向，以比对方快上数倍的速度绝尘追去。空气中只留下他奔袭时带起的低沉风雷之音。碧阳收回了目光，脸上重新浮现出温柔的笑意，大步地走向了苏媚娘和襁褓中的神子。
将所有的杀伐果断都暂时掩下。此刻他只想拥抱这份来之不易的圆满。至于沈清风，那条丧家之犬早已气息萎靡，哪里是经过了古妖神血强化后的小白的对手？要知道，作为一只天生圣兽，小白早就有了能和金丹一战的实力。城西王家的家主王天霸，作为青云城第一位金丹修士，就是被小白一口吞下，顷刻炼化了。这段时间，小白在毕家日夜趴在悟道台上修炼，又经过5滴古妖神血的洗礼，实力更加深不可测。恐怕不久的将来就能突破妖兽的化形期，进入御神期，实力直逼人族化神大佬。交给小白对付那个半残废的沈清风，毕大老爷十分放心。正好让小白一口吞了他，炼化为血肉精气，肯定实力又将精进不少。毕阳心念流转，神光渐渐消散，周身环绕的五岳神山与寒江飞鹿异象缓缓收敛，那股令天地色变的金丹威压也如潮水般退去。他转身过，温柔的目光落在了怀抱襁褓的苏媚娘身上。苏媚娘的脸色虽有些产后的苍白，但那双勾魂摄魄的美眸中，此刻盛满了初为人母的温柔与难以言喻的骄傲。她看着自家老爷，嘴角噙着幸福至极的笑意。碧阳大步流星地走到他身边，动作轻柔地伸出双手，从苏媚娘的怀中接过了那个散发着微弱神光、正安详沉睡的婴孩。襁褓入手，如同捧着稀世的珍宝，一股血脉相连的悸动涌上心头。那磅礴的生命力无一不在说明，这是他碧阳的骨血，是引动五岳异象的神子。媚娘，辛苦你了。碧阳的声音低沉而醇厚，带着毫不掩饰的心疼。他腾出一只手，轻轻拂开苏媚娘额角被汗水浸湿的几缕发丝，指尖的温度传递着无尽的怜惜。苏媚娘顺势将自己的琴手轻轻地靠在碧阳坚实温暖的肩膀，感受着自家老爷身上那份坚实的依靠，只觉得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只剩下满心的甜蜜与安定。能为老爷诞下神子，是媚娘的福分，何谈辛苦？绝世尤物扬起笑脸，笑容明媚的如同3月里的桃花，娇笑道：老爷，快给咱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碧阳闻言低头沉思，凝视着怀中婴儿那粉雕玉琢、隐隐透着不凡神韵的小脸，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五岳神山那镇压万古的苍莽气势。他沉吟片刻，眼中金光一闪，朗声道：此子将士引动五岳神山共鸣，天地为之加冕，其势如岳震山河，咱们就叫他毕天岳。毕天岳、毕天泽，天泽神子和天岳神子，好名字。阴天时和异象，大气磅礴。天岳2字一出，院中众人回味咀嚼，无不拍案叫绝。赵玄第一个跳了出来，激动的老脸通红，声音洪亮：天岳，好名字。贤婿取名果然不同凡响，此子未来必如神山擎天，威震寰宇。恭喜贤婿，贺喜贤婿再得神子。他激动的无以复加，仿佛这神子是他赵家所出一般，与有荣焉。城东李家家主也连忙上前，脸上同样堆满了最诚挚的笑容，对着碧阳连连拱手道：恭喜贤婿，贺喜贤婿啊！天岳神子将士，五岳异象相伴，此乃我青云城亘古未有之大祥瑞。毕家真乃天命所归，气运绵长啊！他看向毕天岳的眼神充满了敬畏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火热。碧阳敏锐地察觉到了李家家主的称呼变化，不由得挑了挑眉头。这李家家主对自己的称呼一直都是毕家主，今天却突然改口称为了贤婿，他可没忘了这李家还一直都欠自己一个老婆呢。只是这个看起来十分精明的中年男子一直态度模棱两可，不说不提也不问。碧阳还准备这几天忙完一切就去李家走一遭，问问自己的未过门老婆到底在哪呢。没想到今日还有意外收获。果不其然，实不相瞒，李家也早已准备好了明珠仙子，就等贤婿抽出空来前往李家商议成婚一事了。见毕大老爷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李家家主微微一笑，朗声道：还望贤婿莫要让李家久等，早日登门成亲呀。毕阳闻言心中甚是开心，忍不住开怀大笑。今日真的喜上加喜啊！既得了神子天岳，又要娶新媳妇了，实力也成功地突破到了金丹，还有这大把的系统奖励没有领取，这日子赛过了活神仙。就在毕家满院欢腾、皆大欢喜之际，一个执拗的身影又挤到了毕阳的面前。毕阳小友啊！道盟的王仙师用手捋着胡须，脸上挂着求贤若渴，甚至有点死缠烂打意味的笑容，笑容可掬地说道。王仙师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更热络。你看，神子可是人族中心的希望，必须要入道盟好好教导才行。这天岳神子天赋逆天，此等天降奇才，实乃万古罕见。若不入我道盟，接受最系统、最顶级的培养，岂不是暴殄天物吗？我道盟资源丰厚，更有化神大佬乃至大成期的超级巨佬指点修炼，对神子未来的成长那是如虎添翼啊！之前的天泽神子
你不答应也就算了，这个天月神子，你总不能……仙师，王仙师话都还没说完，就被碧阳抬手打断了。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早已洞悉其意图的似笑非笑的神情。王仙师的好意，碧阳心领了，怀中抱着碧天月，毕大老爷目光平静地看着王仙师，语气淡然，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只是我毕家的子嗣，自有其缘法，无需再借他人之手了。不过嘛，他顿了顿，看着王仙师瞬间垮下来的脸，嘴角又勾起了一抹狡黠的笑意，慢悠悠地补充道：仙师若真是如此有心，想要为我毕家神子引路，倒也不是完全不行。哦，小友有何条件？但说无妨，只要你开口，老夫竭尽全力一定办到。王仙师闻言眼前一亮，心中刚熄灭的火苗瞬间又燃起了希望，连忙追问。碧阳微微一笑，促狭地说道：如果说仙师你能为我介绍一位真正的女帝认识认识，本老爷要单身待嫁的那种。若能有幸请得一位女帝入我毕家之门，为我毕家开枝散叶，那到时候让毕家的神子加入道盟，倒也不是不能考虑。你说呢，仙师？王仙师的老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胡子气得一翘一翘，手指哆嗦地指着碧阳：你，碧阳，你这年轻人真不像话，怎能如此戏耍老夫？还女帝？老夫要是能接触到女帝，还会在这青云城待着吗？王仙师不要生气嘛，就算不认识女帝，那其他圣女啊、天骄啊也是可以的嘛。碧阳耸了耸肩，无奈的劝慰道：你道盟既然这么好，天骄圣女总是有的吧，介绍一个认识下。你！王仙师吹胡子瞪眼的，半天也没你出来下文，最后狠狠一跺脚，指着碧阳骂道：好你个小子，圣女是吧？行，老夫这就去帮你牵线，可你若是拿不下怎么说？碧阳望着王仙师一脸认真的模样，心中一动，不会吧，这老小子来真的，还真能牵线搭桥，帮我搞到圣女。王仙师，我碧阳今天把话撂在这，你只管帮我牵线，只要是天骄圣女，我必还你一位神子入道盟。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王仙师闻言喜出望外，兴奋地跳了起来，向着门外匆匆而去。你等着，老夫这就去道盟摇人，到时候你敢不认账，自然有人收拾你。然而就在毕家院内洋溢着心生喜悦之时，远在重重青云山脉的深处，却是另外一番血腥残酷的景象。沈清风正燃烧自身精血，透支着生命本源，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在险峻的山林间疯狂逃窜。他浑身浴血，气息萎靡到了极点，金丹暗淡无光，仿佛随时都会碎裂。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撕裂般的痛楚，魂飞魄散的死亡阴影紧紧地缠绕着他。这一切都来自于他身后那道如影随形、快如闪电的白金色身影。通灵白虎的体型犹如小山一般，四足踏着氤氲祥云，速度快得撕裂空气，发出低沉的呼啸。他那双纯金色的虎目死死地锁定这前方亡命奔逃的沈清风，眼神里没有丝毫戏谑，只有最纯粹最原始的食欲。沈清风这具由九孔仙藕重塑、蕴含大量精纯生命精华和金丹修为的躯体，在通灵白虎的眼里简直比最顶级的灵丹还要诱人。吼！通灵白虎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咆哮，带着迫不及待的兴奋。他猛地加速，瞬间拉近距离，那好似深渊一眼的巨大虎口腥风扑面。沈清风顿时吓得亡魂皆冒，就地一个狼狈不堪的驴打滚，险之又险地擦着虎口的边缘逃了过去。沈清风吓得连头也不敢回，连滚带爬继续亡命奔逃。这样的情形在翻越山岭的过程中不断上演。通灵白虎时而高高跃起，时而猛然前扑，血盆大口噬咬，逼得沈清风不得不以损伤经脉为代价，强行催动秘术才能侥幸逃脱。每一次逃脱都让他距离油尽灯枯更进一步，脸色惨白如纸，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绝望。一人一兽在生死追逐中，不知不觉地翻越了人迹罕至的青云山脉主峰，来到了一片妖气弥漫、古木参天的地界。空气中弥漫着原始、野性而危险的气息，远处隐约可见用巨大兽骨和粗砺岩石搭建的原始部落轮廓。就在通灵白虎又一次蓄力，准备一举将前方那个令他垂涎欲滴的人形大捕要彻底拿下时，异变陡生。吼！一声远比通灵白虎的虎啸更加暴力、充满王霸之气的狮吼，如同平地惊雷，猛地在前方炸响。恐怖的声浪裹挟着超级大妖的磅礴威压，如同无形的重锤，瞬间横扫而来。狮吼升起，万籁俱寂，山林震荡，百兽噤声。轰！下一刻，一道青黑色的巨大身影如同陨石般轰然地砸落在通灵白虎和沈清风之间，挡住了去路。嗷呜！小白虎猝不及防，被这蕴含可怕妖力的恐怖狮吼正面冲击，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他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呜咽，庞大的身躯不受控制地倒飞了出去，
狠狠撞断了几棵合抱粗的古树，才勉强停下。雪白的毛发凌乱，嘴角溢出了一缕刺目的金色血液，显然受了不轻的内伤。小白虎惊诧莫名，这才发现来者居然是一头体型比自己还要庞大的青狮精。青狮精以部分化形，保持着雄狮的威武头颅和强健的躯体，但他此刻已经人立而起，穿着简陋的兽皮战裙，双臂肌肉球结如老树盘根，覆盖着青黑色的坚硬鬃毛，锋利的爪子闪烁着金属般的寒光，一双铜铃大的狮眼闪烁着贪婪、残暴与居高临下的审视光芒，死死地盯着通灵白虎。小白虎惊疑不定地看着眼前这头气息恐怖、远胜自己的青狮精，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刚才追击沈清风的凶悍气势荡然无存。这只青狮精虽然血脉之力不如自己，但他的气势更甚，显然修为和妖力远在自己之上。你是通灵白虎，纯净的圣灵血脉。青狮精看都没看地上半死不活的沈清风，他的注意力完全被小白吸引，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口吐人言，声音如同金铁摩擦，轰隆作响。哈哈哈哈！天助我也！想不到在这穷乡僻壤，竟能遇到此等天地异种。青狮惊狂喜不已，贪婪地盯着小白虎，仿佛在看一件稀世珍宝。小虎崽子，乖乖束手就擒。他对着小白虎开口说话，声音如同闷雷炸响。等将你献给妖族圣地，本座便是大功一件，说不得还能得圣地点化。这也是你的造化，说不定你还能成为妖族圣女呢。话音刚落，青狮精忽然出手，他伸出巨大的覆盖着鳞片的狮爪，带着毁天灭地的可怕威势，径直向受伤的小白抓去。这一爪又快又狠，蕴含的力量足以捏碎山丘。小白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再也顾不得伤势和人形大补要沈清风了。哦！巨大的虎口之中发出了一声带着惊惧和不甘的低吼，然后扭转身躯，强忍着伤痛，猛地调转方向，四足祥云爆发，化作一道速度远超来10数倍的白金色流光，头也不回地朝着远处青云城的方向惊慌失措地逃去，只是一眨眼就消失在了天边，无影无踪。吼！青狮精一爪抓空，看着瞬间消失在视野尽头的白影，狂怒地咆哮了一声，震得山石簌簌落下。他这才将暴力的目光缓缓地移向地上那个气息奄奄的人类修士身上。沈清风此刻面如死灰，被青狮精那毁天灭地的气息和狰狞嗜血的目光吓得魂飞魄散。眼看青狮精那只能轻易捏碎自己的可怖狮爪再次抬起，求生的本能再次压倒了一切。沈清风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绝境中的疯狂算计。大王饶命！妖王大人饶命啊！他猛地挣扎着跪伏在地，磕头如捣蒜，声音凄厉而尖锐，带着前所未有的谄媚和急切，迫不及待地大喊道：小的有重要情报！重要情报！见青狮精动作一顿，沈清风神色一喜，连忙继续说道，语速快得像在倒豆子。刚才逃走的那头通灵白虎，小的知道他的来历，还知道他的落脚之处。哦，你知道？快说他在何处落脚？青狮精声若惊雷，他就藏在青云城，在一个叫碧阳的人族修士家中。那碧阳不过区金丹初期，以大王您的通天修为，捉拿那白虎易如反掌。如果大王感兴趣，小的愿意为大王带路。为了活命，沈清风毫不犹豫地小白虎和碧阳的底细对着妖族卖了个干干净净，只求大王饶小的一条狗命，小的愿为大王效犬马之劳啊！沈清风一边说着，一边不断磕头，眼中只剩下对狗命的极度渴望，卑躬屈膝。青狮精俯视着脚下这个卑微如蝼蚁却提供了重要信息的人类，狂暴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思索。青云城，金丹期的碧阳，通灵白虎的主人。他的鼻翼翕动，那令人窒息的恐怖杀意仅仅是收敛了一瞬，又化作了滔天的怒火。混蛋，区金丹小修也敢做我妖族圣兽的主人，谁给他的胆子？青狮精怒吼一声，忽然指着瑟瑟发抖的沈清风吼道：你这卑微的蝼蚁，给本座带路，待本座召集坐下妖魔，就血洗青云城，活捉圣兽献给妖族圣地。荒野的风带着血腥和妖气吹过沈清风冷汗淋漓的脊背，他匍匐在地，身体陡如筛糠，眼中却闪过了一丝复仇的烈焰和报复的快感。碧阳呀，碧阳，这次你必死无疑，全青云城都要为你陪葬。毕家院中，宾客散尽后，毕大老爷正在查看着之前没看完的系统提示。叮咚，恭喜宿主成功孕育出第2位子嗣，达成双星耀世成就。恭喜宿主喜得变异地灵根子4、5月神体神子一位，灵根潜力超越凡俗。获得奖励，自身修为提升3层小境界，瓶颈突破，晋升金丹期。获得奖励，5月神体专属天地异象5月神川镇河山，肉身强度、力量大幅度提升，可引动5月神山之力，镇压世间一切敌。不错不错，
竟然是五岳神体。碧阳满意点头，媚娘不愧是地灵根，天生资质就比诗雨好上一个台阶，果然莲子寺的天资都强上一些。五岳神体啊，传说能以肉身成圣的神级体质，单论肉身强度的话，恐怕也只有妖族的圣体才能和天月一拼了吧。天月就算不修任何道法，仅仅是修炼肉身之力都能成圣，若再配上强力功法，未来成就定然不在天择之下。碧阳喜上眉梢，接着向下看去，获得奖励：神域炼妖塔，地阶法宝，炼妖化魔，无所不收。凡入此塔内，必受神域业火祭炼，血肉为药，神魂为饮，百炼成丹。地阶法宝炼妖塔，看系统说明，似乎可以将妖兽和邪魔收入塔内，经过神域业火的祭炼后炼化成丹。那岂不是说，这城外的妖兽和邪魔都可以炼化成丹药，变成己用，再也不会浪费一丝一毫了。甚至以后的丹药都不会再缺了，直接降妖伏魔，一把抓住，顷刻炼化就是。哈哈哈，太好了！毕大老爷喜上眉梢，如今他的丹药来源全靠系统奖励，说起来是不缺，但也不是非常富裕。大部分的时候，娇妻们修炼的时候，还是得依靠五行聚灵大阵和悟道台的加成。若是能有更多更好的丹药支持，娇妻们提升的速度还会更快。非常不错，又很实用的地阶法宝了。获得奖励：五岳神体专属天阶修炼功法，五岳镇玉经，天阶法宝山河万里印，先天至宝藏天图。获得奖励：宁元丹心号500颗，筑基丹心号500颗，聚气丹心号500颗。天阶法宝，先天至宝。碧阳微微一滞，没去管那些丹药，连忙查看起这2件至宝的属性。看完才发现，这先天至宝藏天图可非常不得了，天地万物一图囊之，手握藏天图就等于手握整个世界。方圆之内，无论有什么天才地宝、秘境宝藏，在图中皆有显化，无处遁形。随着持有者的修为越高，可以掌握的范围也就越大。可以说的藏天图者，将执掌万界天地于一念之间。而那个天阶法宝万里山河印也很了不得，可炼化地精灵脉，借山川地势之威对敌作战。炼化的地精灵脉越多，法宝的威势也就越强，竟然是一件没有上限，可以无限升级的至宝。只要你能力足够，完全将整个人间大陆都炼化进万里山河印，等到神印大成，其威势连仙神都莫能抵御。东西确实都是难得的至宝。碧阳嘬了嘬牙花儿子，感叹道：又是藏天图，又是万里山河印，哎呀，看来我天月以后是注定要行走天涯，踏破山河喽。这2件至宝，说实话都和天地万物有关，并不是待在家中就能有所成就的，必须踏遍山川大地，手握藏天图，寻遍天下至宝，祭炼山河印，镇压一切敌手天月神子的路，注定是一条波澜壮阔、与世争锋的无敌大道，是在山与水、火与海之间搏杀天地的成仙路也罢。而孙自有儿孙福，路就在脚下，随他们以后自己怎么走。毕大老爷摇了摇头，他倒是看到很开，什么人要走什么路，除了天父决定，唯一能替他做决定的只有他自己，只有自己选的路才不会后悔。自己作为父母，只需要给他们支持，为他们护道即可。老爷，你怎么在这坐着呀？正当毕大老爷思绪万千的时候，刚给天月神子喂完奶哄睡的苏媚娘走了出来，看到自家老爷一脸唏嘘的模样，绝世尤物媚眼如丝的靠了上来，直接骑坐在了熟悉的位置上。10月怀胎，除了最开始那1个多月，后面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和自家老爷温存，苏媚娘还真有些忍不住了。碧阳收回了心神，望着耳际厮磨的绝世尤物，温柔的一笑。苏媚娘为自己诞下神子，实乃大功一件，辛苦非常，是该好好的犒劳一番才是。自己好像也很久没有和这位媚骨天成、颠倒众生的绝世尤物缠绵悱恻了。说起来也是非常怀念那些躺着不动就能极致升华的日子了。想到这里，碧阳不免开始心猿意马起来，大手一边游走，一边将天月神子得专属功法和法宝拿了出来，放心的交给了苏媚娘。身为神子的生母，这些东西就该由她保管，等到神子踏入修炼了，再亲自传授给她。苏媚娘看到专属于天月神子的天阶功法和先天至宝，还有大量的灵丹等物资之后，果然眉开眼笑，喜不自胜，心中的欢喜简直溢于言表。她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脸上，因为初为人母，更添几分成熟妩媚，诱惑至极。被毕大老爷撩拨到不行的苏媚娘，一头倒在了自家老爷精壮的胸膛，娇哼不已。眼见绝世尤物娇妻如此，毕大老爷哈哈一笑，哪里还不懂娇妻的心思，连忙起身将她拦腰抱起，正要踏入房中极致升华，忽然瞥见一旁有道可爱玲珑的身影，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2人。小丫鬟，你在那里偷看老爷多久了？呸，谁偷看你了？姑奶奶是来看看小白在不在这里的，
谁知道你们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向雪柔听到碧阳的揶揄，俏脸顿时羞红了一片，昂起一片粉红的白玉脖梗，嘴硬道。听到向雪柔的话，碧阳神情愣了一下，询问道：小白还没回来吗？这不应该啊，以小白的能力追杀一个区区金丹初期还是重伤状态下的沈清风，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情，怎么会到现在还没回来？从他离开到现在最少也有1个时辰了吧？难道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吗？想到这里，碧阳不由得摇了摇头，应该不可能，以小白的实力在青云城的范围内绝对是横着走的。嗷呜！就在这时，天外忽然传来一声痛苦的虎刨之声，碧阳心头一震，听出了这正是小白的声音。他连忙放下怀中的绝世尤物，皱着眉头撕开了九霄玲珑大阵，身形一闪，消失在了院中。再次出现时，他的怀中正躺着呜咽不止、神情憔悴的小白虎。小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看着小白虎受伤后萎靡的样子，碧阳的心里一阵心疼。绝世尤物苏媚娘也温柔地抚摸着小白虎痛苦的虎头，眼中满是关切。自从来到毕家以后，虎头虎脑的可爱小白就深受毕家众人的喜爱，尤其是几位娇妻，就连修炼时都宠爱的让小白虎趴在他们绵软的高峰之上，那里可是毕大老爷最爱待的位置。小白，是不是沈清风那个混蛋打伤了你？你告诉我，如果是他干的话，本姑奶奶绝不会轻饶了他。向雪柔来到毕家不久，可以说她唯一的好朋友就是小白虎了，二人平时总是形影不离，俨然是一对好闺蜜的模样。此刻见到小白虎这番痛苦，也是义愤填膺的皱着可爱的柳眉，挥舞着粉拳嚷嚷道：不是他。感受到众人的关切，小白虎心中一暖，轻轻摇了摇小虎头，虚弱的说道。他的声音有些微弱，完全不似平日里的清澈与乖巧稚嫩，是一只青狮精。我猝不及防，被他的狮吼神通震伤了神魂，神魂受损了。小白虎将自己在青云山脉尽头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青云山脉的尽头居然还有着一只实力远胜通灵白虎的青狮精。听完小白虎的话，碧阳眉头紧锁，这个情况他始料未及，如果早知道如此，他就不让小白前去追击沈清风了，而是自己出手，执掌乾坤加上捆仙锁，足以将沈清风轻松拿下，一直碾灭。想到这里，碧阳心生愧疚，柔声对着小白说道：小白，此事都怪我，你先安心养伤，等你痊愈，本老爷一定亲手为你擒下那只不知死活的青狮精，到时候你想怎么折磨他都行。敢伤我毕家的女人，就算她是上古妖神，老爷我也为你报仇，当面斩给你看。小白虎听到毕大老爷霸气的话，不仅不敢感动，反而虎躯一震，虎目圆睁，像是听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大老爷你说归说，可得悠着点说啊，本女王大人可不敢成为你的女人，你打老婆那么凶，谁敢呀？能成为你老婆的人，在本女王眼里那都是勇士好吗？毕大老爷却浑然没有发现小白虎的异样，轻轻地将他放在了悟道台上，那里灵气充沛，道运盎然，用来修炼疗伤最合适不过了。小丫鬟，你也别闲着了，快给本老爷铺床去，别在这打扰小白疗伤。安顿好了小白虎，毕大老爷看了一眼身旁的向雪柔，轻轻地拍了拍他可爱的小脑袋。顿时气的可爱萝莉张牙舞爪，要和毕大老爷拼命，却被金丹通玄的大老爷单手镇压了，只得哭丧着脸，闷闷不乐地给碧阳铺床叠被。望着趾高气扬、嘚嘚瑟瑟的毕大老爷，可爱萝莉咬牙切齿，心中暗道：可恶的碧阳，别得意得太早，等有一天你落到我的手里，姑奶奶也一定要骑在你的脸上耀武耀威，狠狠地折磨你，叫你欲罢不能。就在可爱萝莉心中悱恻着该如何反抗毕大老爷淫威的时候，另一边的青云山脉深处，青狮精已经集结了妖族部落的数千妖族大军，准备攻打青云城，抢夺天生圣灵通灵白虎。站在浩浩荡荡的妖族大军最前方，青狮精眼中金芒爆闪，吼！他振臂一呼，高声呼喝，一时间群妖激愤，兽吼不止。血洗青云，迎回圣灵，生吞血肉，火饮神魂，人族新柴，燃我妖族，妖兽永不为奴。朗朗乾坤，风和日丽的毕家小院，日头正浓。俗话说得好，帝王一怒，伏尸千里。毕大老爷一怒，家中哀嚎3日。一连3日，毕大老爷一直在家中补课，尽心尽力，根本不敢偷懒。绝世尤物苏媚娘怀胎10月，老爷欠下了太多功课，这次他想要毕大老爷一次性交齐。林田干枯了太久，终于承泽天恩雨露，绝世尤物那媚骨天成的风情似乎越来越浓了，整个人容光焕发，越发的娇艳欲滴。每一次极致升华过后，都宛若春雨过后绽放的海棠，摇曳生姿，美得令人心醉。只是可怜了可爱萝莉像雪柔，成了大老爷和娇妻恩爱的见证人，
或者说是受害者雪柔铺床。雪柔换背，雪柔去取些灵果来。碧阳懒洋洋的吩咐声不时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大老爷威严。可恶的碧阳，就知道欺负人，一天到晚的他就没个消停。哼！向雪柔气得小脸通红，咬牙切齿地抱着被弄得皱巴巴的颈背，恨恨地捶打了2下，表示泄愤。媚娘姐姐也是，怎么就那么由着他胡闹？她一边铺着柔软的被褥，一边对着刚刚恩爱完毕、满面红霞的苏媚娘小声抱怨着：“媚娘姐姐，你得反抗啊，不能总让他这么欺负你。他揍你揍得那么凶，你就不怕吗？”嘻嘻。正慵懒地倚在榻上回味余韵的苏媚娘闻言一愣，随即痴痴地浅笑了起来，那笑容仿佛春水出笼，媚意横生。她眼波流转，瞟了一眼还在愤愤不平的可爱萝莉，意有所指地低语道：“傻妹妹，你呀还小，不懂其中滋味呢。这哪里是欺负，这是是老爷的疼爱。等你哪天也尝到了，哼哼，怕是躲都躲不及呢。改日我让老爷也好好调教调教你，你就明白了。嘻嘻。啊，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听到绝世尤物的揶揄，向雪柔瞬间像被踩了尾巴的小猫，白皙的小脸刷一下红的滴血。她那颗小脑袋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碧阳那带着坏笑的俊脸和暴力揍人的场景。哎呀，媚娘姐姐你病入膏肓了，没救了，彻底没救了。向雪柔摇了摇小脑袋，不敢再想，再也待不下去了，捂着小白兔落荒而逃，仿佛身后有洪水猛兽在追。看着小丫鬟惊慌失措的背影消失在门外，苏媚娘笑得花枝乱颤：“老爷，您看您把小丫头吓的。”绝世尤物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腰肢，好似娇花盛放，美不胜收。他对着一旁好整以暇的碧阳嗔怪说道。碧阳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一脸无辜的道：“本老爷什么都没做，是你自己吓他的。”说着他又揽过尤物娇妻，亲昵地捏了捏他的脸颊：“不过嘛，调教，这倒是个不错的提议。”老爷，苏媚娘娇嗔一声，整个人又软倒在他怀里。这3日里，小白虎的状态已经焕然一新。首先是5滴古妖神血已经被他全部吸收炼化，磅礴浩瀚的血脉之力不仅完全修复了他被青狮、金狮吼震伤的神魂，更令其通体雪白的毛发隐隐流转着一层淡金色的神辉，气势比受伤前更加凝练强盛。除了古妖神血的改造，家中那汪造化灵池，其中蕴含生机的池水每日浸润，6叶碧桃神树散发出的浓郁道韵与生机，更是温养着他的妖神之躯。再加上悟道台书里灵气，注意感悟的功效，小白虎可谓因祸得福，修为与血脉都更进了一步。而可爱萝莉像雪柔，在照顾小白虎之余，也未曾忘记毕大老爷的嘱托，每日细心呵护着那株在造化灵池旁茁壮成长的6叶碧桃神树。神树也很争气，不负所望。在这段时间里，碧玉般的叶片愈发的剔透，第一簇枝头终于结出了第一批成熟的果实，7颗流光溢彩的稻果。每一颗稻果都道韵流转，散发着不同的神韵与馨香，气息很浓厚。有的赤红如火，蕴含澎湃的生命精气，仿佛一颗浓缩的小太阳，正是起死人肉白骨的圣药。有的湛蓝如海，波光粼粼，能滋补壮大神魂，修复识海损伤，再塑神魂。有的金黄璀璨，质地坚硬如金刚，服下可强化筋骨皮膜，锤炼无上肉身。有的翠绿欲滴，蕴含浓郁的木灵生机，能加速伤势愈合，修复凝练道基。有的紫气氤氲，似有雷霆蕴藏，可洗涤经脉，提升灵力纯度，领悟道则之力。有的银辉闪烁，带着空间波动，似乎能短暂提升速度或某种空间感悟。最后一颗则呈混沌初开般的灰蒙蒙色泽，气息最为玄奥，功效暂时不明，但必然神异非凡。这7颗稻果是真正的天地奇珍，妙用无穷。向雪柔收获后欣喜万分，忍不住捧着这7颗稻果，激动的小脸通红，第一时间冲到了碧阳面前，献宝似的展示。毕大老爷仔细端详着这些稻果，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磅礴能量和大道法则碎片，眼中也掠过一丝惊喜和满意。做得不错，小丫鬟。他赞许地拍了拍向雪柔的小脑袋，夸赞道：“这神树是你照料有功，这第一批果子就由你全权分配吧，想给谁用就给谁用，不必请示老爷我。”真的吗？听到毕大老爷的话，向雪柔的眼睛瞬间亮得如同星辰一般，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和甜蜜。这甜蜜不仅是因为神树结果带来的成就感，更是因为毕老爷这难得的带着信任的夸奖。他捧着稻果，只觉得心里甜滋滋的，比吃了最甜的蜜糖还要开心。我好开心啊！嘻嘻。就在碧阳整理衣冠，准备动身前往城东李家，迎娶那位素未谋面却早已定下婚约的李家明珠时，一道焦急的身影却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毕家，正是道盟的王仙师。碧阳小友，
碧阳小有留步。王仙师满头大汗，气息都有些不稳，脸上没有半分牵线成功的喜色，只有浓浓的忧虑。王仙师莫急，莫急。见王仙师一脸焦急，碧阳挑了挑眉，笑着问道：仙师这么着急找我，莫非是已经为我和圣女牵上线了？不知道是哪位天骄？哎呀，什么圣女？火烧眉毛了。听到碧阳没个正经的话，王仙师急得直跺脚，指着城外大声喊道：是城外，城外出大事了。见一向稳重的王仙师难得如此焦急，碧阳不由得神色一凝，问道：仙师稳住，城外出了何事？王仙师深吸了一口气，快速说道：青云城外盘踞了足足数千妖族，妖气冲天啊！为首的是一个已经化形的青狮大妖，气息恐怖至极，恐怕已是御神期级别的大妖王，实力堪比人族元婴大佬。更可恨的是，那青云仙宗的沈清风也在其中，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青狮大妖身边。这个沈清风真是枉为人族天骄。说到这里，王仙师一脸的气愤，吹胡子又瞪眼的骂道：你知不知道，他正对着城头叫嚣，让你立刻交出妖族的天生圣灵通灵白虎，然后滚出去受死，否则他就要率领妖兽血洗青云城，鸡犬不留啊！什么？碧阳瞳孔骤缩，眉头瞬间凝成了一个川字。沈清风竟然投靠了妖族，那青狮精莫非就是前几日打伤了小白的那头妖兽？他竟然和沈清风搞到了一起，而且还带了数千妖兵妖将围城。碧阳的眼神闪过了一道金光，心中冷哼：好啊，打伤了我家小白，还敢在我面前出现我没去找你麻烦，你反倒跑到我面前嚣张了起来，还让我交出通灵白虎，什么狗屁妖族的圣灵，那是本老爷的专属坐骑。这沈清风真是不知死活。小白，想到这里，碧阳脸上一沉，向着小院后沉声喊道：吼！一声低沉而威严的虎啸响起，小白虎以神完气足地出现在碧阳身边。仇敌当前，他金色的虎目中燃烧着熊熊战意和怒火，显然也听到了王仙师的话。经过这几日的修养和炼化，如今的小白虎可根本不必青狮精弱到哪里去。身为天生圣灵兽，再将5滴古妖神血全部炼化，又终日饮用造化灵池中的灵液，早就迈入化形期的小白，如今也已经是半步御神的超级巨兽了，实力堪比人族元婴大佬，血脉之力和肉身强度更是强过那只青狮精好几倍，只不过神魂稍差而已。像雪柔刚才也给了他一粒6叶道果，专养神魂，现在算是彻底补足了短板。就算是对上那头青狮精，也丝毫不惧。他身上留意的淡金色神辉何比之前更加强大的气势，让王仙师都暗自心惊。好，恢复的正好。看到小白虎的神意，碧阳眼中寒光一闪，冷声说道：血洗青云城。哼，好大的口气。王仙师带路，咱们一起去看看这沈清风到底能做出什么妖。碧阳毫不犹豫，翻身骑上通体神光流转，威风凛凛的小白虎。我也去，我也去。向雪柔一听到沈清风的名字，也立刻收起道果，一脸紧张却又带着几分跃跃欲试的要跟着大老爷一起。碧阳骑在小白虎身上，打量了他一眼，向着可爱萝莉伸出了手。行，上来吧，小丫鬟。两人一虎在王仙师的带领下，化作数道流光，急速朝着青云城东那座巍峨的城门楼飞驰而去。青云城东巍峨的城墙之上，往日熙攘的城门楼此刻气氛凝重如铁。守城的修士们与闻讯赶来的城中强者们，个个面色煞白，握紧兵器的手心满是冷汗。目光所及，城外景象令人头皮发麻。只见漫山遍野，黑压压一片，尽是面目狰狞、利齿森然的妖兽。数千双充满嗜血与贪婪的兽瞳，死死地盯着青云城。腥臭的妖气汇聚成浓稠的黑云，沉沉压在城头之上。咆哮、嘶鸣、利爪刨地的摩擦声汇成一片死亡的交响，冲击着城墙上每一个人的神经。在这片令人绝望的妖兽海洋最前方，一头庞然巨物如山岳般矗立。它正是那只一声狮吼伤到了小白虎的大妖，半步御神青狮精。金毛如针，根根倒竖，闪烁着金属般的冷硬光泽。一张青面獠牙的狮脸狰狞可怖，铜铃般的巨眼凶光四射，弥漫着化形期巅峰半步御神的恐怖威压。仅仅是站在那里，那股源自血脉深处的凶戾与强横气息，都足以令人呼吸一至青狮精足下大地皲裂，周身妖风呼啸，宛如一尊来自洪荒的灭世魔神。而就在这尊魔神的脚边，一个身影正对着城头声嘶力竭地叫嚷着，语气充满了怨毒与得意，正是沈清风。碧阳，狗杂种，听见没有？速速将妖族圣灵兽通灵白虎交出来，然后给老子滚出来受死！沈清风指着城门楼方向，唾沫横飞，面容因极致的恨意而扭曲变形。青狮大王神威盖世，你若敢顽抗，
今日必血洗青云城，将你毕家上下，无论老幼妇孺，统统生吞活剥，连你那些娇滴滴的美娇妻也休想逃过。我要你亲眼看着他们在你面前神魂俱灭。哈哈，他笑得癫狂，眼中闪烁着报复的快意和扭曲的兴奋。至于青云城数万人族的死活，沈清风毫不在意，只要能逼死毕阳，只要能发泄他心中那滔天的妒火与怨恨，就算拉上全城陪葬，他也只会拍手称快。他只想看到毕阳恐惧、绝望，最终跪在他脚下摇尾乞怜的模样。青狮精则微微昂首，猩红的舌头舔过森白的巨大獠牙，对沈清风的叫嚣似乎默许又似不屑。他凶厉的目光扫过城头，带着睥睨无敌与志在必得的意味，等着享用那人族血肉带来的美味，和那只大有价值的天生圣灵兽自动送上门来。城墙之上，众人听着沈清风那丧心病狂的言语，看着他投靠妖族、引兵屠戮同胞的卑劣行径，无不气得浑身发抖，目眦欲裂。曾经青云仙宗的天骄，竟堕落至此。就在这时，吼！一声威严清越、带着神性光辉的虎啸骤然响起，瞬间压过了城下群妖的嘈杂。一道白金色的神光自城内冲天而起，快如闪电，瞬间落在了城门楼最高的垛口之上。光芒散去，现出身形。毕阳在通灵白虎背上傲然气坐，青山在妖风中猎猎作响，面色冷峻如冰，眼神锐利如电，周身散发着深不可测的威势。而娇小的可爱萝莉向雪柔正坐在毕大老爷的怀中，望着城外不停叫嚣的沈清风，向雪柔俏脸含煞，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充满了刻骨的鄙夷与愤怒，仿佛在看一堆污秽不堪的垃圾。而在他们身下，通体雪白、毛发流转、淡金神辉的通灵白虎神俊非凡。小白虎体型庞大如一座小山，四足踏着氤氲祥云，金色的虎瞳冰冷地锁定着下方的青狮金和沈清风，喉咙里发出威慑的低吼，散发着同样强大甚至血脉更加高贵的半步玉神威压。太好了，是毕家主来了！仙宗的明月像仙子也在，快看快看，那沈清风的眼睛都快喷火了。毕阳的到来让城墙上响起一片欢呼声。现在的毕大老爷在青云城中那可是绝对的风云人物，当之无愧的第一家主。看到毕阳骑着威风凛凛的小白虎登场，尤其是看到他怀中安坐的像雪柔，这一幕就如同在沈清风的妒火上狠狠地浇了一桶油。沈清风脸上的得意和癫狂瞬间凝固，他死死地盯着通灵白虎背上郎才女貌的毕阳和像雪柔，尤其是当沈清风看到像雪柔望着自己毫不掩饰的厌恶眼神时，沈清风心中的妒火几乎快要将他烧穿了。为什么他梦寐以求、奉若神明的问天风明月，他沈清风未过门的妻子会如此温顺地依偎在那个贱种、那个仇敌的怀里？这巨大的反差就像是对沈清风赤裸裸的羞辱。毕阳，沈清风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充满了无法言喻的痛楚和滔天的妒火。他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无数根毒针狠狠刺穿、搅动。毕阳将沈清风那扭曲的表情尽收眼底，浑然不以为意，他心中只有冰冷的怒意。他一手护着怀中的像雪柔，一手直指下方如跳梁小丑般的沈清风，声音如同九霄雷霆，裹挟着金丹威压和无比的愤怒，响彻整个青云城头。沈清风，你这吃里扒外、猪狗不如的畜生！你身为人族修士，身为青云仙宗弟子，不思除魔卫道，庇护同族，竟敢勾结妖族，还引妖兵围城，是这青云城中数十万人族同胞为何物？你师尊乃是堂堂仙宗封主，赐你九孔仙偶重塑肉身，传你道法，寄望你成才。可你呢？你就用这身修为给妖族当走狗，戕害你的同族吗？青云仙宗的脸面都被你这背祖忘宗、狼心狗肺的东西丢尽了。你枉为仙宗子弟，更不配为人。毕阳的斥责字字如刀，句句诛心，蕴含着浩然正气，清晰地传遍四方。对，没错，毕家主骂得对，沈清风，你枉为人族。城墙上的修士们听得热血沸腾，对沈清风的鄙夷和愤怒达到了顶点。沈清风被毕阳骂得浑身巨震，脸色由红转青，再由青转紫，羞愤欲狂。毕阳字字句句都戳在他的痛处和伪装的遮羞布上，尤其是同族、仙宗脸面、不配为人这些词，像鞭子一样狠狠抽在他的脸上。住口！毕阳，你这狗杂种没有资格教训我，我对你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你，我愿付出任何代价。沈清风彻底破防，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面孔狰狞，如同地狱恶鬼。毕阳端坐在通灵白虎的背上，面色逐渐变冷，脸色阴沉，双目喷火地盯着状若疯魔的沈清风。沈清风，你住口！这时，一直在毕大老爷怀中的像雪柔终于忍不住跳了下来，指着沈清风说道：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个废物，
后来才发现你不仅废物，还是个忘恩负义、好高骛远的败类。没想到你居然还是个吃里扒外、勾结妖族涂炭生灵的人渣。就算你想要找碧阳报仇，也不该如此狠毒。这城中的万千百姓，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在乎吗？可爱萝莉的一张玉面也是被沈清风气得通红，酥胸不断起伏，捏起粉拳怒骂不已。你如此令人失望，此等丧尽天良的行径，怎么对得起我爹对你的培养？你口口声声骂碧阳是畜生，我看你才是畜生。你闭嘴！你这个贱人，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怎么还有脸骂我？沈清风被向雪柔一顿谩骂，气得几乎疯狂。他冲着向雪柔歇斯底里的咆哮道：向雪柔，你明明和我有婚约在身，你可是我沈清风的未婚妻，你明明知道我和碧阳之间的恩怨，却还是与他亲近，甚至还心甘情愿地给他做贴身的丫鬟。你这样贬低自己，做出此等下贱的行为，难道你就考虑过我的感受了吗？什么仙宗明月，我看你根本就是个不要脸的淫娃荡妇。呸！向雪柔，你这个下流卑贱的臭女人，老子真是瞎了眼，才会为你倾心。你放心，等我杀了碧阳全家以后，第一个就把你奸淫致死，让你好好爽爽。听到沈清风口中的污言秽语，可爱萝莉向雪柔气得直蹦。她是真没想到沈清风居然会是这样的人，他怎么能这么看自己，对自己说出这样没由来的指控？他和毕大老爷之间可是清清白白的。沈清风望着沈清风那张阴险怨毒的脸，碧阳终于忍不住了，他暴喝了一声，震慑了全场。就凭你们这些土鸡瓦狗，想要小白，想要我碧阳的性命，还想要血洗青云城？沈清风，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碧阳就范吗？真是可笑至极！望着城外的妖兽大军，碧阳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股冲天的傲气和杀意。一个手下败将，丧家之犬，还有一头不知死活的狮子精，就想让我束手就擒？你太天真了，有种的就放马过来试试，本老爷今日倒要看看是谁生吞活剥了谁。话音刚刚落下的瞬间，碧阳金丹期的气势轰然爆发，在他身后隐隐有五岳神山的虚影浮现，无上仙王口诵玄经，三山五岳之间，一条寒江汹涌奔流，白鹿翔空盘旋。这一刻，一袭青衫飘逸，浑身道韵流转，面容俊朗轩昂的碧阳，宛如仙王凌晨般超凡脱俗。吼！感受到了毕大老爷的愤怒，通灵白虎亦发出一声震天裂地的咆哮，半步御神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与碧阳的气势融为一体，直冲云霄。天生圣灵的通灵白虎气势终于显化，当真有一种睥睨众生，可与仙王大帝一战的无敌气运。一人一虎，傲立城头，直面数千妖兽的滔天妖气和那尊气吞日月的青狮大王，气势如虹，竟丝毫不落下风，就仿佛是远古仙王大帝御驾神玄白虎降临在此。如此傲视无敌的气度，竟将城外那遮天蔽日的妖气黑云都搅动得翻腾不已。碧阳目光如电，扫过下方数千妖兽，最后落在青狮精和沈清风身上，凛然不惧。敢当我面扬言杀我全家，血洗青云城，你们这群废物篓子，对本老爷的能耐就根本一无所知。今日既然来了，就一个都别想走了。但凡放走一个，老爷我的鼻子就倒着血，我会让你们彻底后悔惹上了我。话音刚落，碧阳一拍小白虎背，小白已化作一道白金闪电，凌空而渡，向着沈清风直扑而来。沈清风见状，顿时被如同仙王凌晨的碧阳吓得魂不附体，闻风丧胆。他一脸惊恐，对着一旁老神在在的青狮精狂喊道：大王救我，